叶云，我真的很想要。这不合适吧？少废话，难道你想逼师姐我用强？那你可以试试。叶云双眼微眯，冷冷看着面前的青裙女子。这个裴雨嫣还当是自己的白月光吗？她是个穿越者，来到这片玄天大陆已有数十年，自小她就是个孤儿，与裴雨嫣相依为命。叶云从小对她照顾有加，私定终身。后来在她打多份工艰苦的奋斗下，总算赚够他们前来古道圣地的路费，并一同参加了入门考核。作为东周的霸主之一，古道圣地有上万年历史，底蕴深厚，无数修士心向往之。裴雨嫣体质测出为玄阶，顺利上岸成为外门弟子。他就比较惨了，体质为最低的凡阶下品。好在圣地当时缺杂役，姑且将他收了下来，让他负责打扫与看管圣地的废丹房。由于废丹普遍具有毒性，他这职位约等于是看管有毒有害且不可回收垃圾。后来裴雨嫣也随之变心，将与他的婚约取消，并表示以他的条件，以后理应配得上更好的人，甚至在称呼上也要求叶云叫他师姐。此后叶云看管废丹房，与裴雨嫣少有机会见面，就这么兢兢业业几十年，临近退休，头发都已经白了许多，甚至因丹毒的蚕食，他已经活不了多少年。至于修为，则始终卡在凝气一重。可没曾想天降机缘，上面某个长老竟赐予他一颗3品升玄丹，这外门弟子都梦寐以求的突破丹药。说是为表彰他数十年如一日为圣地，实则就是想激励其他杂役都能像他一样专心做圣地的牛马。结果这消息传入裴雨嫣耳中，他居然来废丹房找叶云，要他将升玄丹交出来。叶云，以你的低劣天赋和年纪，服用升玄丹也是浪费，为什么就不能成全我呢？裴雨嫣身着一袭青裙，曲线曼妙的胸前起伏不定，看起来极为诱人。作为修士，几十年过去，她仍然是青春靓丽，看着叶云的神色中带着傲然之色。如果你答应，我可以给你玄晶和符箓。叶云暗暗冷笑，他手里有的玄晶、符箓价值能跟升玄丹相提并论。他皱起眉头，冷冷说道：我都快死了，要这些有何用？服下升玄丹，或许我还能突破多活几年。不行。裴雨嫣立刻拒绝，可转念觉得太强硬，语气一软说道：我最近在冲击内门弟子关键期，你看你突破也活不多少年，还不如成全了我呢。你放心，等你死后，我一定为你办场风光的葬礼。这一番话令叶云嘴角抽动了下，原本他对这女人还稍稍存有一丝在意，现在则是彻底失望了。实在没想到她无耻到这个地步。叶云脸色阴沉，怒声不已：裴雨嫣，对你来说，我的命就这么低贱，一文不值是吧？我没有，明明是你曾经自己说过，为了我，你愿意付出一切。笑死，你还说过非我不嫁，结果呢？叶云说完就转身要走，这让裴雨嫣着急不已。这已是他最后一次冲击内门弟子，如果没有升玄丹辅助，突破瓶颈，恐怕就再无机会更进一步了。想到这里，他也不敢再端着，连忙上前抓着他说道：对不起，是我有愧于你，只要你能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说完，他想到什么，抿了下嘴道：哪怕是跟你重新订婚。叶云心中暗自冷笑，重新订婚？以自己的身体状况，等他闭关几次出来，自己估计坟头草都老高了。其实就算服用升玄丹，以他的低劣体质，仅一颗丹药也难改变什么，除非能有大量丹药辅助修炼。叶云暗叹一声，一般情况下，穿越者不都应该觉醒金手指，然后开启龙傲天的璀璨一生吗？自己这作为穿越者，未免也太悲催了。可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个清灵之声，检测到宿主寿命剩余不到1年，造化神炉开启。本神炉可将废丹、废剑、废符箓等重塑，并使其达到完美状态。提示：每次重塑需要消耗玄气和一定造化值。姓名：叶云，体质：凡阶下品，修为：凝气一重，寿元360天，造化值0，可通过战斗获取。当听到这里，叶云想骂人的心都有了。不是，这金手指能来得更晚点吗？这要再晚1年，看来自己都入土为安了。不过想到上面所说效果，叶云一下子就激动起来，能将废丹重塑成完美的丹药。好家伙，自己可是在废丹房上班，这里最不缺的就是这玩意。古道圣地数十万弟子，炼丹师近千，每天产出的废丹都很多，就算缺一点也没人会注意到。那么问题来了，这造化值在这时，面前的裴雨嫣见他发呆，不禁问道：叶云，你愿意原谅我吗？相比于之前咄咄逼人，这回他的声音倒是柔和了许多。叶云也迅速回过神来，刚一抬头看向裴雨嫣，眼前竟是浮现出一行提示文字，检测到裴雨嫣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这让叶云有几分意外，
重新打量了下面前的裴雨嫣。说起来，这么多年没见她，这裴雨嫣身材是越来越好，所谓玲珑有致，不过如此。而且听说对方由于心性倨傲，此前还没与人结过道侣，算是一个极为清纯的女剑修。单从对方的外貌来看，叶云心中不禁暗暗感叹一声：这个我是真喜欢。这么一来，事情可就简单了。叶云深吸口气，望着裴雨嫣说道：也罢，看在你我过去的情分上，只要你答应我一个小条件，我立马将这生玄丹送与你。原本裴雨嫣也就想试试跟他打一下感情牌，没成想这家伙居然真同意了这个叶云啊，还真是和之前一样幼稚。想到这，裴雨嫣立马应声道：没问题，只要我力所能及之内的事情，一定答应你。说来也简单。叶云嘴角微扬，盯着裴雨嫣清纯而曼妙的身材以及那雪白的肌肤。师姐你也知道，我现在是行将就木，说走就走，所以想在临死之前与师姐睡上一觉。你说的睡觉，真的只睡觉？裴雨嫣看着面前苍老的叶云，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要知道，在这之前，他连跟自己牵手都会脸红。对此，叶云嘴角微扬，邪笑道：师姐，你觉得呢？说话之间，他手上的动作就已经触及到裴雨嫣的香肩之上。后者娇躯一颤，像是被激怒的雌狮，瞪了他一眼道：叶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见此，叶云挑了眉头道：你如果不愿意，恕不远送，别打扰我服用生玄丹修炼。只是说归说，他手上的动作可是一点没收敛，从香肩逐渐滑落，拂过曲线曼妙的腰肢。裴雨嫣袖拳紧握，心中无尽纠结，是否该答应对方的条件。一边是晋升内门的资格，一边是自身的清白。然而在他犹豫之时，叶云这边都已经上下其手，将他给从身后一把抱了起来。当他回过神来，就已经被叶云给压在身下。嘶！裴雨嫣身前的布料被一把撕开，脸上不由露出一丝慌张，就要抬手将他给推开。可随后就见叶云凑到耳边道：师姐，你现在修为毫无优势，我想你也不希望这最后一次冲击内门弟子失败吧？你……裴雨嫣轻抿朱唇，明明他抬手就能把对方拍死，然而最后他默默无声地转过脸去，似是允许了对方的举动。反正只要不看他的老脸，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那我就开动了。叶云咧嘴一笑，就准备开垦一片新的荒原。至于裴雨嫣的心中，多少还有些紧张。我还第一次，你待会轻点。知道了。叶云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准备开工了。结果半晌过去，裴雨嫣见他一直没动作，不禁疑惑地张开眼问道：你干什么？还不开始？却见叶云老脸一红，轻咳道：太久没用，启动有点慢，要不你先帮我一下。裴雨嫣一阵无语，但最后还是默默地伸出手去。于是3分钟后，裴雨嫣看着身下床单的嫣红，稍稍整理了下身子，而后便起身取了件新的长裙穿上。下床站定后，他并叶云伸出手来，意思再明显不过。在得到叶云赠予的生玄丹后，他才意犹未尽地冷冷看着叶云道：今日之事，你若敢说出去，休怪我对你不客气。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恭喜您获得10点造化值。与此同时，叶云眼前浮现出一个信息面板，姓名裴雨嫣，体质玄阶下品，修为灵气13重，印象厌恶、死敌、厌恶、冷漠、略有好感、仰慕、至交。对叶云而言，是否被裴雨嫣厌恶无所谓，反正也不敢在圣地内将他怎样。看这样子，应该也不会有下次了吧。叶云摇了摇头，望着他离去的曼妙背影，不由感叹一声：这裴雨嫣还真润啊，可惜就是自己这身体吃不消，刚刚差点没把老妖给闪了。至于说刚刚送出的生玄丹，叶云是一点也没有觉得心疼，毕竟自己可是拥有造化神炉呢。他灵机一动，立马来到存放废丹的地方。废丹房在圣地的职责就是对废丹进行集中管理，定期销毁之处，有点像是垃圾销毁场。映入眼帘是如同图书馆一般的宽阔空间，无数个封闭的柜子内封存着各不相同的废丹，从这些柜中不是有黑色的单独渗出，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一炉了。叶云扫了一眼，从一处柜内取出一坨像羊屎蛋似的焦黑丹丸，顿时一股恶臭袭来，这便是其中单独的气息。而这就是出自某个圣地炼丹师炼制生玄丹失败后的一炉5颗废丹。像这种程度的废丹，废丹房简直一抓一大把，若是直接服下，与剧毒无异。叶云捏着鼻子将这坨废丹取出，试着口中喊了一声重塑，顿时耳边响起神炉的提示，消耗10点造化值，正在重塑丹药。而后就见掌心的废丹周围迸发出彩色的流光，将它整个都包裹了起来。叶云感觉体内玄气在被迅速抽走，足足10分钟过去，掌心的彩色光芒才逐渐褪去，取而代之是5颗散发着金色光芒以及浓郁丹香的生玄丹。
真的成了。叶云看着眼前5颗生玄丹，苍老的身体都激动地颤抖起来，居然还都是最高级的无瑕品质。丹药不仅有从1到9品的品级之分，还有着品质之分，从最低的废丹到良品、精品、优品，以及最高的无瑕品质。从良品开始会蕴含少量丹毒，不能连续服用，此后品质越高，其中丹毒就会越少，直至无瑕品质将毫无丹毒，并可以重复的服用。因此任何品级丹药一旦达到无瑕品质都极其珍贵，更别说是无瑕品质的生玄丹。像是送给裴雨嫣的生玄丹便是普通的良品生玄丹。这些丹药都价值连城了吧？叶云振奋不已，自己只需要消耗玄气和造化值，就将废丹重塑成无瑕丹药。这一份能力要是流传出去，恐怕会让整个玄天大陆都为之疯狂，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知道。看着手中的生玄丹，叶云心情激动，直接拿出1颗塞到嘴里，打算尝一下咸淡。不错，有点甜。叶云刚舔了下嘴角，当即感觉一股汹涌的玄气从喉咙落下，并迅速涌入全身各处。在这庞大药力的冲刷下，他卡在凝气一众的修为瞬间破开。境界划分：凝气、先天、化丹、元灵、生死、超凡、筑道、御道，乃至归一地境。随着修为提升，叶云苍老的面容也年轻少许，双目也比之前要更有神采一些。这奇妙的感觉让他有些陶醉。凝气2重，若是再来1颗呢？时间来到第2天，叶云已服下3颗生玄丹，修为也提升到凝气4重之境。不过他也隐约发觉，生玄丹本质是辅助突破，而非直接突破的丹药。虽然也能一直吃，但提升幅度就会越来越低。想再提升实力，还是得来点其他丹药一同服用才行。就在他思索之际，门外竟传来裴雨嫣的声音：“你在吗？我有事找你一下。”叶云眼前一亮，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再来找自己。说起来，今天的他可是精力充沛，正愁没地方解决一下呢。他当即打开房门，看着面前换了身白裙的裴雨嫣，脸上露出一抹阳光的笑容。这不巧了吗，师姐？我正好有个10几亿的生意找你。10几亿的生意？裴雨嫣古怪地看着他，同时心中感到疑惑，是自己的错觉吗？怎地感觉这叶云比起昨日要更年轻了一些？这时叶云并未立刻解答，反而笑着问道：“这待会再说，还是先聊聊师姐你找我何事？”提及此事，裴雨嫣轻哼一声，淡淡说道：“并非我，只是凤长老之命，要我到各个杂役部门发布一则通告。”是吗？什么通告？见叶云一脸疑惑，裴雨嫣的脸上倒流出几分幸灾乐祸之色。就在昨日，圣女大人决定推动杂役年轻化改革，凡进入圣地20年还未通过外门弟子考核者，将会被踢出古道圣地。此项规定即日生效。听完裴雨嫣的讲述，叶云嘴角抽动了一下。草，圣女她的脑子有坑吧？所谓外门弟子考核每年都有一次，需要战胜实力在圣地末尾的外门弟子。可但凡能成杂役的弟子，普遍修炼天赋极差，即使跟吊车尾外门弟子也都差了108000里。更要命的是，今年的外门弟子考核就在5天之后。如果是之前他倒无所谓，反正都要退休，可现在有造化神炉，他说什么都不能被赶出废丹房。虽然心中已经问候起圣女，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这次的外门弟子考核，就是死，自己也要死在这废丹房里。这时裴雨嫣瞥了他一眼，语气中略带嘲讽：“总而言之，以你凝气一众的修为，还是趁早收拾行李准备下山吧。毕竟负责进行考核的外门弟子修为普遍在凝气5重乃至凝气6重之境，再加上都有玄技与法宝，在战力上根本不是叶云这等凝气一众的杂役能碰瓷的，行吧？我知道了。”叶云点了下头，心中已有打算。见此，裴雨嫣轻哼一声道：“所以你刚刚说的生意是何意？”提及这一点，便见叶云悄悄走上前来，双手又在他身上不太老实，这意思十分明显。“你说是什么生意？”裴雨嫣娇躯一颤，旋即瞪了他一眼道：“叶云，你别太过分。”话音落下，他就将叶云给一把推开，力气之大，差点没把他给轰飞出去。作为只差一步就能从凝气晋级先天的修士，他的实力在外门弟子中也算颇为厉害了。裴雨嫣冷冷看着他，沉声道：“上次是为了丹药，我才勉强委身于你，同样的事情没有下次。”“真的吗？本来我想着再送与师姐一枚无瑕品质的生玄丹，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叶云轻叹一声，脸上写满了遗憾之色。与此同时，在他手中取出一枚金灿灿的丹药，赫然正是无瑕品质的生玄丹。“等一下！”裴雨嫣看到丹药时，眼中满是震撼地问道：“这丹药你是从哪来的？”然而叶云只是神秘一笑：“这就与你无关，丹药不问出处。如果有2颗生玄丹，
想必你修为能大幅提升，能稳稳进入内门之中。师姐，你就说想要还是不想要？我……裴雨嫣柳眉微皱，内心犹豫了起来。这可是无暇品质的生玄丹，价值巨大，而他只需要花几分钟时间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怎么想都是血赚啊。可他又担心这种事情传出去，他就成了别人眼中的风尘女子。只是在他犹豫之际，叶云可已经上前开动，将他肩上的衣裙给扯了下来，露出半边雪白的香肩。裴雨嫣抿了下嘴，却也并没有再阻止他。算了，就当是在自我安慰。30分钟后，裴雨嫣坐在床边，俏脸之上还泛着红晕，向叶云伸出手来。丹药，似是过于销魂，让他声音都有些发软。叶云也很干脆，将一颗无暇生玄丹丢给他，而后他脸上还露出阳光的笑容。那就预祝师姐顺利晋级，成为内门弟子。裴雨嫣没理他，收起丹药，便默默地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裙。起身之后，他才转过脸，抿嘴道：“今天的事，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叶云淡淡一笑，回答令裴雨嫣颇为满意。他微微点头，接着就欲起身离去，结果却是一个趔趄，差点原地就摔了下去。最后还是他扶着旁边的墙壁，这才缓缓地离开了。临走的时候，还能隐隐听到裴雨嫣嘴里的小声嘀咕：“这家伙难道吃药了吗？”叶云看着他离去，耳边传来神炉的提示声：“恭喜您获得20点造化值。”提示。裴雨嫣印象从厌恶升至略有好感，叶云人都懵了，得到的造化值变多了，难道说这跟时间有关系？另外，叶云原以为自己刚刚对裴雨嫣那么不留情，他应该恨死自己了才对，怎么这对自己的印象反而越级提升至略有好感？这下子可轮到叶云泛起嘀咕了，难道他是个 M？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自己的当务之急还是继续提升实力，必须得把5天后的外门弟子考核混过去。接下来就该搞点能提升修炼速度的丹药才行。聚气丹就决定是你了。叶云从衣柜废丹中又取出了一坨聚气丹的废丹，虽说这丹药不及生玄丹珍贵，但对现在他更实用。这聚气丹能大幅吸收玄气的速度，对他这凝气弟子而言乃是最佳的选择。消耗10点造化值，正在重塑丹药。不多时，5颗泛着金光的无暇聚气丹便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不错不错，开始修炼。叶云二话不说，拿起一颗聚气丹就吞下，接着就盘坐下来开始修炼了。顿时他感觉源源不断的玄气从天地间涌入自己体内。这聚气丹确实厉害，足让他这凡阶下品的垃圾体质修炼速度提升数十倍不止。爽，真是太爽了。叶云内心振奋，感觉以后就是靠嗑药也能嗑出个长生不老。随着陆续3颗聚气丹下肚，3天之后，叶云的修为也顺利晋级至凝气5重。很好，这样修为上就与外门弟子齐平了。叶云若有若思，但这还不够，想在考核上过关，需要战胜外门弟子。一个修士的强弱不仅看修为一个维度，此外功法、玄技、法宝、符箓等每一个都很重要。外门弟子的话，一般都会有1-2件法宝乃至玄技。想到这里，他有了下一步的打算，去趟圣地下设的弟子方室，在那里他能把生玄丹出1颗，从而换取几件不错的地阶法宝与符箓，大幅提升自身战斗力。古道圣地云岚方室，此处坐落于圣地的边缘，最初只是个别弟子贻误之处，后来随时间流逝，这里逐渐演变成一处方室，并经过千年发展变得极其繁华。如今在这云岚方室之中，只要你有玄金，就几乎能买到绝大多数弟子修炼所需之物。无论你是外门弟子还是内门弟子，只要有需求来这准没错。叶云这刚一过来，映入眼帘便是如同世俗街道般，不仅有店铺，两边还有卖各种货物的摊位，卖丹药咧，各种一品丹药便宜卖了。都过来看看，凡阶保命符箓卖出100张无差评。各位师兄师妹，我技术好，价格低，有双修需求的来看一下。云岚方室很大，主打一个包罗万象，无论丹药、符箓还是法宝都有卖，甚至最离谱的是，连双修炉鼎都能买得到。只要你给玄金够多，对方愿意主动让你采补修为。按照叶云的计算，一玄金在世俗界的购买力等同于众生前的世界的上千块。他们杂役弟子干1个月也就3块玄金，晋升外门弟子则1个月能拿到10块玄金，内门弟子的话，听说1个月能拿上100块。至于买个双修炉鼎的价格，叶云只是看了一眼，就觉得还是自己修炼也挺好罢了，还是先干正事吧。叶云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为售卖生玄丹以及购置法宝等等。由于金额不小，保险起见，他选了个客流不错的店铺进去。店主是个容貌清秀的蓝裙女子，腰间挂着外门弟子牌子，在其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个象征内门弟子令牌，表示着店铺有内门弟子背景。
蓝裙女子看到进店的叶云，见她衣着朴素，便淡淡问道：“买东西还是卖东西？”这种穿着一般都是宗内杂役，没什么油水，她自是没有服务的热情。叶云扫了眼店内，这似是一个主营丹药与法宝的店铺。她一眼看到不少不错的法宝，柜边还有一把看着气息不凡，但却断成2截的古青长剑，看来是找对地方了。叶云淡声道：“我要先卖丹药，顺便买些东西。”蓝裙女子微微点头，伸了下手道：“好吧，丹药拿来看看。”叶云也没废话，直接将丹药从储物袋取出，并递了过去。当看到手中的金色丹药，蓝裙女子先是一愣，而后双眼肉眼可见的瞪大起来。这是生玄丹，还是无瑕品质的？叶云则佯装淡定，轻笑一声问道：“不错，这能换取多少玄金？”蓝裙女子看向叶云的眼神变了。作为外门弟子，生玄丹她都极少见到，更别说是无瑕品质的生玄丹。眼前这个看着像杂役的家伙，又是从何而来？但不论如何，眼下最重要的是这笔生意。我出5000，哦不，我出6000玄金。6000？呵呵，当我是傻子吗？无瑕的生玄丹放外面最低可都价值7000玄金。叶云冷哼一声，立马就要拿回丹药。这一下让蓝裙女子急了，不舍得放过这大客户，连忙说道：“等下，7000就7000，只是我这就6000玄金现款，你不是还要买东西吗？能不能抵扣一下？如果放在圣地之外，这无瑕生玄丹卖到8000也有可能。但眼下叶云图省事，便也就答应下来。好吧，那给我看下你们这的法宝，记得要拿上好的。好咧，道友，您这边看。”蓝裙少女两眼放光，今天这是来大客户了啊！顿时，她满脸热情地为叶云介绍起店内商品。这件凡阶上品金灵弩，威力惊人，化丹境以下，可轻松射穿同级修士的玄气防御，只需800玄金。还有这件凡阶上品元武盾，在化丹境以下，可抵挡同级修士多数玄技攻击，价值1000玄金。然后是这件厉害了，凡阶级品青钢甲，最高可抵挡先天巅峰修士的全力一击，价值2000玄金。以上这3件就是我们店内最好的法宝，您看可有喜欢的？在听了他的介绍后，叶云不禁深吸口气。要说他喜欢哪个，那毫无疑问，这3个他都很喜欢。大陆上法宝、功法都有着天地玄凡4个品级，一般外门弟子能有2-3件凡阶下品就不错了。眼下这些对外门弟子而言，完全是不敢想的奢侈。想象一下，自己左手金灵弩，右手元武盾，身上再穿着青钢甲，这样去参加外门弟子考核，随便发挥一下，似乎都稳了。叶云指了指，豪气十足：“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了。”闻言，蓝裙女子欣喜不已，连连点头：“好好好，我这就给您包起来。”她动作飞快，似乎生怕叶云会反悔。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位贵客。在她包装之时，叶云的注意被柜台之上一把断成2截的古青长剑所吸引。话说这把剑是……蓝裙女子转头看了眼，见他感兴趣，赶忙上前介绍道：“如你所见，这是件玄阶飞剑法宝，乃是一位化丹境执事与邪修交战时所毁。如今用是不能用了，但好歹也算美女自用一手飞剑，有兴趣的话可以买下来收藏。它原定价1000玄金，您的话给一半就可以了。”看着像旺旺碎冰冰的古青长剑，叶云嘴角微抽，这位师姐还真敢要啊！飞剑类法宝作为最珍贵的一类，如果是完好的玄阶飞剑，价格基本都得以万为单位了。就这还得看有没有卖，好的法宝向来是有价无市，可碎到这种程度，修复的消耗都够买一把，也就只剩下收藏价值，一般能值个小几百玄金就不错了。叶云想了下，伸出一根手指，100玄金，成交。叶云心中咯噔一声，坏了，这是给高了。好在也就100玄金，亏也亏不多少。待到完成交易，叶云得到3件玄阶法宝，1件破碎的玄阶法宝以及3100块玄金。正当叶云准备离开，忽然余光被墙壁之上一张似是求丹的告示所吸引了。大致内容是，有一位内门师姐正在召收一颗圣火丹。店主，这位内门师姐莫非是中了寒毒？好歹在废丹房待几十年，对一些丹药的作用还是略有耳闻。这圣火丹属于稀有丹药，在品级上比起生玄丹还高的4品丹药，主要作用是驱除各类顽固寒毒。蓝裙女子当即点头，叹声道：“是啊，如今那位师姐中毒很深，若无圣火丹，恐怕是……她不是内门弟子吗？就找不到人帮她。”倒也是有，可这丹药太过珍贵，开的条件大多要其为奴为婢，师姐宁死也不愿受此侮辱。原来如此，叶云若有所思，由于古道圣地弟子太多，若非私交甚好，或是师出同门，大多也都是利益至上。
若是非亲非故，想从他人手中得到珍稀丹药，确实要付出巨大代价。可让内门弟子为奴为婢，也确实狠了一点。忽然，叶云开口道：“话说能帮我约他见一面吗？我这倒是能帮他搞到圣火丹，条件也没那么夸张。”此话一出，蓝裙女子眼前一亮，此话当真？当然。叶云点了下头，并不似在开玩笑，这让蓝裙女子惊喜不已。如果别人说他，或许会怀疑，可这位刚刚拿出无瑕品质的生玄丹，或许真有途径搞到圣火丹也说不定。蓝裙女子立马道：“师姐似乎还在闭关，您看5天后再这见面行吗？”叶云想了下，后天是外门弟子考核，5天后倒是没什么事了。没问题，那就5天后再见。在与叶云约定好时间后，蓝裙女子热情地将他给送走了。毕竟要是事情办成，不仅相当于结识个大客户，还算是变相救了内门师姐的性命。至于叶云在从店铺离开后，接着去别家买了些东西，例如凡阶上品身法、剑诀，以及能遮掩气息的隐匿之术，也算基本完善了修行所需之术。有了这些东西，稍微熟络一下，不出意外，过2日的外门考核几乎就是10拿9稳。说起来，这回对战名单应该已经出了吧？由于晋级考核是提前报名，上面会在考核前将对阵名单排出来，这会应该都已经公示了。但叶云也懒得去看，反正为了留在废丹房，无论对手是谁他都必须要赢。可叶云才刚回到废丹房，就发现自己的上司，也是管理各部杂役的主管，正在等他。似是由于废丹气息难闻，他始终捏着鼻子，嘴里还在吐槽：“这破地方是人待的吗？许师兄，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叶云当即迎了上去，笑着问道：“这杂役主管名叫许舅，又名老秃鹫，比他早来杂役4几年，除了平时贪一点，其他时候待人行事都还不错。”见到叶云，他捏着鼻子说道：“叶师弟，明天的晋级考核，你恐怕得弃权了。”啊？为什么？叶云愣了一下，疑惑问道。就见许舅伸出手，从储物袋取出一个布袋递给他，打开一看是上百颗玄晶，这让叶云更加奇怪，看了他一眼问道：“师兄，这是何意？”许舅也没废话，直言道：“这是内门的雪兰师姐托我转交给你的，希望你能在明天的考核中认输。”叶云眉头微皱问道：“不是，我是舒适营，跟他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你还不知道吧？圣女大人新政规定，若负责考核的外门弟子落败，将会被直接外派出去。”许舅盯着他解释道：“而你这次的对手是雪兰师姐的堂妹，修炼天赋比较差，他担心你会胜过她，所以就让我来了。”这下叶云明白了，感情是打算花费玄晶来买通自己呢。我要是说不同意呢？叶师弟可不能冲动啊。许舅走上前拍了下他肩膀说道：“本来以你的实力就不可能打得赢，何必多此一举，在临退休前得罪一个内门弟子呢？以他对叶云的了解，就对方的身子骨，估计一拳下来都得散架，更别说获得胜利。”然而叶云当即诞声道：“师兄，还请您回到那位师姐，她开的条件很丰厚，但是我拒绝。你可想清楚，得罪一个内门弟子是何下场？他要看我不爽，尽管来杀我便是。”叶云耸了耸肩，在古道圣地之中，弟子间互相残杀乃是大罪，哪怕他只是一个杂役弟子。如果在平时，他或许不愿得罪内门弟子，但眼下这威胁到自身根本利益，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好吧，那祝你好运。许舅摇了摇头，之后就捏着鼻子离开，期间还在低声嘀咕着：“真不知道这破地方有什么可待的。”送走许舅之后，叶云则是关上门，来到自己的休息区，将这次收获的法宝都拿了出来。此后，叶云先是脱下衣服，将青钢甲穿在里面，这在关键时刻说不定能救他一命。接着，叶云又将精灵弩、元武盾完成认主，并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操作。拥有着3件法宝的叶云，感觉自己强得可怕。接下来就是这把飞剑了，前面的再如何厉害，也终归是凡阶法宝，跟这玄阶的飞剑法宝可比不了。叶云将破碎的飞剑取出，即使已经碎裂，也依然能感受到其锋利之意。在剑身的一处还刻有清霄2字，似乎就是剑名了。叶云打算尝试下，看看造化神炉能否将之重塑。如果可以，以后就只买报废的法宝，性价比简直拉满。造化神炉启动，旋即叶云耳边传来提示声：造化值不足，重塑此物需消耗50点造化值。看到这个消耗数字，叶云不禁啧舌，这重塑一件玄阶法宝未免太贵了吧？这要是换成丹药，可是足足5炉生玄丹都够买一件全新玄阶法宝了。算了算了，还是等造化值充足再说吧。叶云将飞剑暂且收起，转而研究起新买的玄技，打算尽快学会，也好完善一下自身战斗力。与此同时，
在圣地的某处小院，许舅正对面前的白裙女子躬身道：“师姐，您提出的建议被她拒绝了，这是您给的200玄金。”眼前这位便是他口中的雪兰师姐，也算是个肤白貌美、颇具仙子之风的女修。听了他的讲述，白裙女子脸色阴沉，口中轻哼一声：“那家伙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而后他对许舅摆了下手道：“行了，你先下去吧。”许舅点点头，恭敬地离去。这时，在雪兰旁边的青衣少女傲然地仰了仰头道：“没事的，堂姐，就区一个老杂役，凭我凝气5重的修为，一只手都能将他们牙给打飞出去。”雪兰柳眉微皱，旋即轻叹一声：“也罢，只能先这样了。”说完，他在青衣少女头顶摸了下，交代道：“即便他不堪一击，但也不可轻敌。另外，你修炼天赋较差，等这次之后，我会想办法让你在杂役司拿个管理岗位，姑且能一直留在圣地。这也算是堂姐能为你做的最后的事情了。在古道圣地，外门弟子若不能100年内晋升内门，大概率就要被外派出去参与圣地的基层工作。而进入杂役司虽不体面，可却能一直留下，享受着圣地的修炼环境，修为也更容易提升。另外，以自己这堂妹的性格，她也实在不放心对方外派出去。青衣少女却一点不开心，对雪兰抿嘴问道：“堂姐，你那边丹药还没有消息吗？”闻言，雪兰淡淡一笑：“今天灵烟那边传来消息，说有个人可能有圣火丹，并且想与我见一下，或许还有机会。”一听这话，青衣少女抓着她的手正色道：“不是或许，是一定会有机会的。”看着她认真表情，雪兰怔了下，旋即笑着点了下头：“希望如此。”2天后，考核当日，考核地点位于杂役司外一座巨大的广场之上。一众等待考核的杂役弟子大多年岁不小，身着朴素衣衫，有人十分紧张，有人则满脸自信。虽说只是古道圣地杂役，可若放在外面，那也是令人羡慕的仙家子弟。若是在之前，他们几乎都能一生留在圣地，吃着令人羡慕的仙家饭。只可惜，如今他们却都要需要面临这残酷的筛选了。真不明白，那位圣女到底想搞什么灰机？人群之中，叶云轻叹一声，想不通为何圣地一下严苛起来。在圣地数十万弟子中，杂役弟子有上万之多，其中超龄的杂役差不多有上千人。眼下敢报名参加考核之人，则仅有不到50多人。按照往年的比例，能有1/10留下就不错了。司务殿，陈元长老道。随着一声高呼，嘈杂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目光也都循着望向一处。只见杂役司之中，一位身着白袍的中年男修，在杂役司众高层的簇拥下走了出来，神色威严地扫视了眼众人。司务殿主管圣地一切日常事务，包括职位调动、升迁，乃是权力极大的职位。司务殿的执事长老，修为最低都是化丹境界，对他们这些杂役弟子乃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一众杂役弟子感受到其威压，甚至不敢与之直视，纷纷低头躬身。参见陈长老。陈元摆了下手，淡淡说道：“无需多礼，相信你们都已知道自己的对手了。接下来，你们将按照顺序与外门弟子切磋，获胜即可晋升外门弟子，失败则会被遣返下山。规则很简单，考核以切磋为主，不得伤及对手性命，否则将被逐出圣地。都听明白了吗？”说到最后，他声音陡然一重，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也席卷而出，令众人无不心神震颤，纷纷应声：“明白。”人群中的叶云不禁暗暗感叹，这就是化丹强者，果然恐怖。修为达到化丹境界，放在外界就意味着迈入强者行列，在圣地也大多能进入管理岗，而这也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境界。但拥有造化神炉后，似乎并非没有可能。叶云下定决心，就是把丹药当饭吃，他也总有一天达到化丹之境。接下来，第一组弟子对战。在陈元的宣布下，外门晋级考核正式开始了。不过距离叶云上场还要等一会，他昨天去看了下告示，自己序号在第25，对手是名叫雪兰的外门弟子。在考核开始后，作为考官的外门弟子都已陆续达到现场并参战。至于战斗结果，杂役弟子一方不说捷报频频，也可以说是一败涂地。10多个杂役弟子上场，居然全部鼻青脸肿的惨败而归。或许也是圣女的新规，导致这些外门弟子下手比往年任何一次考核都重，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叶云摇了摇头，这些上场的杂役弟子大多连法宝都没有一个，在法宝、玄技乃至修为全占优的外门弟子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既然知道差距，还不选择投降？听到这突然的女声，叶云愣了下，转脸看到2人向他走了过来。所过之处，无论杂役弟子还是外门弟子，都露出惊讶之色。居然有内门师姐过来，确实少见，而且竟然找那个废柴叶云。这叶云莫非攀上了内门弟子？叶云注意到眼前的女子赫然挂着内门弟子腰牌，
她身着一袭白色长裙，面容清冷，身材婀娜，给人一种仙子的出尘气质。而在其白裙之下，那一双浑圆修长的玉腿若隐若现，简直如艺术品一般，让叶云不禁发出一声感叹：这个我是真喜欢。就在这时，传来女子清冷声音：腿好看吗？好看。叶云刚回完就意识到问题，立刻回过神来，并感受到白裙女子冷漠的眼神。叶云有几分尴尬，尴尬的轻咳一声：那个师姐找我有事，只是来最后问一遍，你当真拒绝我的提议？提议？叶云微愣，顿时明白眼前这两人的身份，眯了下眼回道：原来是雪兰师姐，不好意思，我还是那句话，师姐给的条件挺好，可我还是更想留在古道圣地。闻言，一旁的少女打量着他，撇了撇嘴道：就你这把老骨头，待会还是小心点，别被姑奶奶我一巴掌拍碎。好，那就试试看。叶云也没与之争论，耸了耸肩。见此，雪兰冷声道：既然如此，希望你到时候不要主动求饶。就在前2日，他还特地为堂妹添置2件凡阶中品法宝，进一步加强其战力。事实上，在他堂妹雪兰的心中，自己天赋虽差，可也有凝气5重修为，再加上玄技与新买的法宝，对付个小小杂役弟子，就告诉他怎么输？怎么可能输？不多时，第24场战斗结束，依然没有一名杂役弟子获胜。很多还没参战的杂役弟子看到这难度，都已经面如死灰。该死的，这真有杂役能获胜吗？就在这压抑的气氛下，有弟子高喊了一声。第25场，杂役弟子叶云对阵外门弟子雪兰。叶云一点没受他人影响，甚至还很悠哉地走上台，引得不少人都感到诧异了。你们说，叶云这把老骨头能撑几个回合？这还用说，我赌3招就得跪地求饶。多了，太多了，我觉得最多1招叶云就没了。确实，就他在废丹房被侵蚀多年，能不能活着走下来都很难说。一众杂役弟子议论纷纷，完全是在幸灾乐祸，也算是杂役之间的常态了。站台之下，雪兰双手环抱在胸前，神色清冷地望着台上。此时的台上，作为裁判的陈元已淡淡道：第25场开始。话音落下，雪兰便已举剑指着叶云轻哼道：老家伙，待会被姑奶奶我打得屁滚尿流，可不要喊娘亲。闻言，叶云摇了摇头：小妹妹，你话太多了。说完，他没等对面回答，手中就已多出个金色手弩，精准地瞄准向前面雪兰。如今他只想告诉那些曾看不起他的人一句话：大人，时代变了。擂台之上，叶云眼中金光一闪，手指也扣动精灵弩的扳机。接招吧！刹那之间，一缕缕金色的玄气飞速向着弩身汇聚，最终化作一道破空的金色光矢轰然射出。这光矢之上蕴含的锐利气息，令刚刚还傲气十足的雪兰脸色陡然一变。不好！金色光矢的速度之快，以他的实力根本无力闪避，只能急忙将一枚青色水晶祭出。青木结界，一根根粗壮的青色藤蔓迅速从地面窜出，在其面前编织成一面巨大的木之结界。原本凡阶中品法宝青木盾是堂姐教予他的防御底牌，他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一上来就被逼着用了出来。可更让他难以置信是，随后的金色光矢竟将前方的青木结界直接轰碎。这怎么可能？雪兰美眸微震，下一秒，面前结界爆裂产生的余波直接将他震得连连后退。一时之间，众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是，叶云一击把雪兰给打退了，关键是他哪来这么厉害的法宝？不止如此，看他释放出的玄气，好像已达到凝气5重了。周围之人无不惊愕，这哪里还是他们印象中的叶云？无论是那凝气5重的修为，还是堪比凡阶上品的法宝，都透露着不可思议。台上的雪兰虽然也意识到不对，可即使如此，他还是不信邪，对叶云咬牙切齿道：我怎么可能输给你一个废柴杂役？在雪兰的愤怒声中，他手中亮起一抹蓝光，那赫然是一把尺子。随着雪兰双手掐诀，蓝色的尺子骤然飞起，并一分为100，如雨点般向前方的叶云倾泻而去。千化尺，去！这是堂姐给他的另一件凡阶中品法宝，眼下也只能靠他来打开局势了。只要能凭着法宝压制叶云，他就能趁机出手，将优势扩大，直至将他给淘汰。可面对这宣泄而来的攻击，叶云却是主动迎上，同时向前伸出一只手。只见一面青金色的盾牌迅速在其前方展开，并将所有落下的蓝色光池抵消，自身却始终纹丝不动。叶云持着盾牌，硬是顶着雪兰法宝攻击，迅速拉近着与他的距离。你不要过来！雪兰眼看攻击无效，脸上立刻慌了，连连后退，想要拉开与叶云的距离。就在同时，叶云耳边传来一道急促的女声：你认输，我给你1000玄晶。不出意外，这是边上的雪兰的声音，筹码也大幅提升。
看样子是真的急了。可惜叶云根本没有理会，继续拉近着与雪兰的距离。见此情形，雪兰冰冷的声音随之传来：“你若胜他，我死都放过你的。”俗话说，泥人尚有3分火气，接二连三的威逼利诱也让叶云心中升起怒火。操，真当我怕你不成？叶云冷哼一声，同时化愤怒为力量，一掌落在近身的雪兰身上。由于雪兰内心慌乱，连躲避都忘记，结结实实命中叶云的一掌，整个人都被轰飞出去。至此，这一场战斗宣告结束。整个过程下来，连3个回合都没有，简直是前所未有的杂役弟子战绩。一时之间，全场都安静下来，惊讶望着台上的叶云。而在台上的叶云不由看了眼陈元：“前辈，我这应该算过关了吧？”闻言，陈元也才回过神来，点了下头道：“不错，你过关。”随着他的宣布，这一场外门考核也算确定下来。叶云心中喜悦，接着转头看了眼雪兰，发现她正在台下照顾着堂妹。似是感受到他的目光，雪兰也抬起头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这个仇，我记下了。”叶云耸了耸肩，不以为然。既然选择动手，就已经做好得罪一位内门弟子的打算了。而在叶云这一场之后，直至全部考核结束，也再没有杂役弟子获胜。想想也正常，这批杂役弟子大多是被圣女逼着背水一战，能获胜才让人意外。不久之后，陈元宣布本次考核结束，其他杂役弟子都回去，准备收拾铺盖卷走人了。至于叶云，则被陈元留下，再打量了一番后问道：“叶云，你就是那个被玉长老破例赐下生玄丹的小子？”叶云当即拱手笑道：“正是晚辈，若非是那丹药，我恐怕今天还未必能获胜呢。”回应之余，还不忘抬一手赐丹的长老。陈元却眉头微挑，淡声道：“我看未必吧。杂役弟子之中，光是能拿出2件凡阶上品法宝的就不多见。”叶云心中不由一沉，但还是佯装淡定，挠了挠头道：“哪里，弟子这次纯粹运气好，才意外得到2件法宝。”好在陈元也并未追问，转而问了一句：“也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我也就不多过问了。”随后他拿出个花名册，在上面扫了一眼道：“我看你在废丹房工作，如今既已是外门弟子，就不用继续在那待着。”此话一出，叶云可急了，离开废丹房，那自己还上哪去找那么多废丹去？那个前辈，我可以留下吗？这是为何？因为圣帝刚奖励我看管之功，赐下生玄丹。叶云神色坚毅的，仿佛要入教，一本正经的道：“如今我虽已成外门弟子，但还是想在现在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从而回报圣帝的栽培之功。”这一番话把陈元都说懵了，这是何其伟大的觉悟啊！以前在废丹房的杂役弟子，哪个不是想赶紧逃走？没想到如今能遇到主动留下的弟子，好，很好，很有精神。陈元深吸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欣慰道：“既是你的觉悟，那就继续留在废丹房吧。期间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来思悟殿来找我。”见此，叶云也松了口气，对其行礼道：“多谢前辈，弟子谨记。不过虽然留在废丹房，但外门弟子的东西该领还是要领一下。”此后，叶云在陈元的带领下，前去思悟殿完成登记，并将外门弟子腰牌、制服等等都领了一下。完成这一切，叶云开心地回到废丹房，低头看着腰间的玉牌，极其高兴。今后我就算是古道圣地的外门弟子了，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他就算是古道圣地的自己人。至于杂役弟子，充其量只能算圣地的打工人，无论是谁都能来踩上一脚，但今后不会了。叶云坐回床上，心中思索着后续的打算。接下来就等跟那位师姐见一下了，毕竟眼下刚得罪一个内门弟子，为了之后的好日子期间，还是得尽早在内门找个靠山才行。自然而然，叶云想到前几日与人的约定，没什么意外的话，应该就10拿9稳了。想到这里，叶云躺在床上暗叹一声，要是能来个人打一发庆祝下就好了。以前没机会，也就找找五姑娘，如今吃过好的后，就有点回不去了。就在这时，门外便传来敲门声以及一个女子的声音：“叶云，你在吗？我要进来了。”叶云心中一喜，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进来吧，门没锁。几天不能打地鼠，换作是谁，心里都决心都痒痒的。如今再见到裴雨嫣，叶云发现她换了身仙气飘飘的白裙，颇有姿色的俏脸之上，甚至化了红妆。为了见我，你居然还特地化妆了？叶云有几分惊讶，可很快就迎来裴雨嫣的白眼：“你自恋过头了，本姑娘怎么可能会为你一个老家伙化妆？”对这个回答，叶云倒也并不惊讶。所以你来这做什么？裴雨嫣微微挺胸抬头，傲然的道：“你猜，看我今天与之前有何不同？”对面的叶云打量着他伟岸的胸怀，瞪大了眼睛道：“有何不同？莫非你今天是真空？你这个老色批！”
裴雨嫣被他的回答激怒，身上骤然迸发出强烈的玄气威压，席卷而出的气浪让叶云头发都吹起来了。眼看再说下去，这女人可能真要动手，他没再敢继续打去。开个玩笑，看出你突破到先天之境了。闻言，裴雨嫣脸色这才好看一些，收敛起身上的威压，轻哼道：不仅如此，本姑娘还顺利晋级成了内门弟子，那真是可喜可贺。叶云赞许地点了下头，旋即问道：所以你就来炫耀这个的？当然不仅如此，另外我还是来警告你，你我之间发生的事绝不允许有第三个人知道。裴雨嫣盯着叶云，语气冰冷的道：否则就算你从圣地退休，我也定将你碎尸万段。毕竟到内门之中，说不定就有机会攀附上仙2代或天才修士，到时候自己就能跟着青云直上。故而与叶云有身体交易之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知道。叶云自是明白他的心思，但也全无所谓，只是心中可怜未来某个可能的接盘侠没问题，我谁也不会说。哼，算你识趣。裴雨嫣娇哼一声，接着就准备离开，可余光忽然注意到叶云腰间别着的弟子令牌，顿时他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你通过外门弟子考核了，不错，侥幸过了。叶云拿起玉牌轻笑道：师姐是不是遗憾我没被圣地扫地出门？以你的实力怎么可能通过考核？裴雨嫣美眸瞪大，旋即反应过来什么，对叶云急促地问道：等等，莫非你还有丹药？一下子他的呼吸都快了几分，死死盯着叶云。这个嘛，原则上是没了，不过……叶云嘴角微扬，其中一只手已是落在裴雨嫣的肩膀之上，他的手轻轻一扯，就让裴雨嫣相间半路。裴雨嫣娇躯一震，本能闪开，瞪了他一眼道：我不会再跟你做那种事。当初第一次也就罢了，虽然疼了点，几分钟就解决，完全是轻松愉快的交易。可第二次的时候，足足几十分钟才结束，以至于他都不敢回想自己当时成了什么样子。最关键的是，之后每次想到这些事，他还都有点心痒痒的，身体也不自觉变得很奇怪。他很担心，如果再继续下去，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简直不敢想象。师姐，你真不准备陪我庆祝一下？别想了，我不会再出卖自己的身体。我出2颗3阶聚气丹。裴雨嫣沉默片刻之后，默默走到床边坐下，抿嘴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见此，叶云嘴角微扬，凑到他耳边笑道：既然如此，那师姐也待会也别抗拒，不如就跟我一起好好享受一下。裴雨嫣似乎也想开，反正都要做那种事，尤其让自己难受，不如就像他说的，享受一下。反正就这一次，也不会有人知道，就只放纵这一次。以至于在这之后，他竟是抱上叶云，主动的吻了上去半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30点造化值。叶云听到系统的提示，惊讶于造化值居然变得更多，莫非是与裴雨嫣的修为有关？心情大好的叶云看了眼旁边的裴雨嫣，笑道：今天玩得很开心，这是你的2颗聚气丹。此时的裴雨嫣面色红润，衣裙都还没来及穿上，不过这都已经无所谓，反正早就跟叶云坦诚相见。他看了眼叶云递过来的丹药，露出惊愕之色。又是无暇品质，你究竟从哪来的丹药？我要说是自己练的，你信吗？我信你个鬼，就凭你能练出无暇聚气丹，有何不能？其实我一直在学炼丹，只是忽然参透了。呵呵。叶云耸了耸肩，淡淡道：不信算了。某种程度上他也确实没撒谎，毕竟用造化神炉练也是练。而叶云自信的样子也让裴雨嫣泛起嘀咕，难不成这家伙说的是真的？不多时，他穿上来时的长裙，刚下床就腿一软，差点原地摔下去。你这似乎走不稳啊。对叶云的提醒，裴雨嫣瞪了他一眼：怪谁啊？都说了要你温柔些。叶云轻咳一声，表情略有几分尴尬，显然这事确实跟他有关系。师姐，需要我扶你回去吗？对于他这事后的温柔，裴雨嫣轻哼一声道：不需要。话音落下，他便祭出一柄飞剑，接着坐在上边飞了起来。叶云愣了一下，旋即才想起来修为达到先天之境，已是能够短时间御物飞行，见他也有办法，叶云笑着点了下头。这样也行，话说下次师姐再有需要，可以来这找我，到时候再继续开发一下。听到最后的开发2字，裴雨嫣脸上猛然一红，羞怒地瞪了眼叶云：滚！我就是死也不会再来找你。话音落下，他便御剑而出，从废丹房飞了出去。叶云摇头一笑，他根本不信对方所说，光是丹药的诱惑就足够令人心动了。况且今天的裴雨嫣绝对算得上10髓之位。至于他刚才的话，叶云只想说一句：贤者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不久。后穿上衣服的叶云盘坐在床上，将先前买来的破碎玄阶飞剑取了出来。多亏了他，这下倒是凑够50点造化值了。
看着床上的破碎飞剑，叶云深吸口气，伸手道：“重塑。”消耗50点造化值，正在重塑法宝。只见碎冰冰状态的飞剑泛起金色的光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相互拼接在一起。最后随着一阵白光闪过，破碎的青色飞剑竟如崭新出场般躺在床上。古青色的剑身上散发着超乎寻常的凌厉气息。成了！叶云眼前一亮，连忙将之拿起。玄阶飞剑啊，这可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法宝，以至于叶云都迫不及待地将之认主。他当即割破手指，将鲜血染在剑身之上，飞剑也很快吸收，并绽放出青色的光芒。如此一来，这把青霄剑就正式属于他了。也不知道这玄阶法宝的威力如何。心痒难耐的叶云干脆悄悄润出废丹房，在圣地找了一处无人的树林，在四下观察一番，确定没人偷看后，叶云这才取出青霄剑，凝望着面前一棵需要2-3人合抱的大树。随着叶云将玄气灌入剑身，青霄剑上迸发出青色剑光。给我开！叶云眼中金光一闪，手中的青霄剑也随之展出，在面前划出一道优美的青色剑光。片刻过后，林间传来一阵轰隆声，一时之间鸟兽尽散。而在烟尘散去，叶云看着面前倒下的粗壮大树以及树干上的整齐切口，嘴巴都张大了几分。我去，不愧是玄阶法宝，这锋力度当真夸张。换作是寻常凡阶法宝，恐怕都未必能一剑砍断，更别说这般轻而易举的切开。看着手中的青霄剑，叶云眼中满是狂喜。接下来就该找一部御剑之术了。虽说作为手中剑来用，这就已经很不错，但青霄剑作为飞剑法宝，想要施展出最大威力，终归需要以御剑之术驱使才行。只是这个就需要等去方氏中碰碰运气，说不定就有弟子售卖。转眼间2天时间过去，今天就是与人约定的日子，也该去云岚方氏见见那位受伤的内门师姐。在出发之前，他特地在废丹房中找了一炉圣火丹的废丹作为泛用性极窄的4品丹药。圣火丹的废丹都不多，可见想找一颗成品丹药有多难。带上圣火丹的废丹，叶云便直接前往云岚方氏，并找到上次立下约定的店铺。见到叶云出现，林烟眼前一亮，叫道：“你这家伙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跑路了呢。着什么急？这不是来了吗？”叶云四下看了眼，问道：“倒是你口中那位内门师姐呢？”林烟也没废话，对他招了招手道：“跟我来，师姐正在住处休养呢。”叶云点点头，便跟着他一同离开云岚方氏，直奔圣地一处偏僻的山峰之上。映入眼帘是零星分布在山峰各处的几座院落，前面就是师姐的住处了。林烟指着边上的一座，按照古道圣地的规定，外门弟子需要跟人合住，内门弟子则享有独立的院落。而据说达到真传弟子，则能拥有一整座山作为住处与修炼之所。在两人来到其中一个院落后，林烟敲了敲门道：“师姐，我把人带来了。”没一会，里面便传来个清冷女声：“进来吧。”听到这声音，叶云愣了一下，怎么总觉得有一丝丝耳熟呢？就在他思索之时，林烟已是推开门，看了他一眼道：“愣着做什么？进来啊！”叶云回过神来，心想可能就是自己的错觉吧。于是他便跟在林烟的身边，与他一同走入小院，并进入其中的一间木屋之中。这似是那位内门师姐的闺房，摆放着床榻与梳妆台等家具，空气中还夹杂着淡淡的花香。就在地面之上的蒲团上，一名身着白衣的女修正背朝他们盘坐在地上，在她身上隐隐溢散着几分寒气，似乎就是其体内寒毒在作祟。林烟走上前，恭敬地行了一礼：“师姐，这位就是我先前提到的炼丹师。”这时白衣女修站起身来，而叶云也对其淡笑道：“你好。”接着白衣女修转过身来，也本能地回了一句：“您。”可话还没说完，白衣女修便愣住了，美眸肉眼可见地瞪大起来。几乎同时，她与叶云发出惊愕的声音：“是你！”很显然他们谁都没有忘记对方。白衣女修眼神顿时冷了下来，对面的叶云也是嘴角微抽，心中别提有多郁闷了。不是，这都能碰上的吗？古道圣地数十万弟子，这概率也太离谱了。眼前的白衣女修不是别人，正是引得他警惕的内门弟子雪兰，也就是先前威胁他的女人。同时雪兰也没想到，自己视作最后希望的炼丹师，居然是不久前结下梁子的叶云。关键这家伙明明是杂役弟子，现在也充其量是个外门弟子，哪是什么炼丹师？倒是一旁不明所以的林烟，见他们这举动，不由挠了挠头道：“你们两位认识？”雪兰冷着张脸对叶云呵呵一笑：“认识，这可太认识了。”感受到他扑面而来的敌意，叶云心中无奈，在想该如何解释才好。可就在同时，造化神炉也传来提示声，检测到雪兰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叶云嘴角微抽，
这恐怕有点难吧。就在这时，雪兰看了眼林烟，你先退下吧，我要与这位炼丹师好好的单独聊聊。他将炼丹师这3个字格外强调，分明是在点叶云。林烟则不明白发生什么，总觉得这2位关系有点微妙，在听到雪兰的话后，也只好行了一礼道：那你们先聊，我去外面等候。当林烟离开房间并带上门，屋内陷入一片沉寂之中。最后还是雪兰打破寂静，望着叶云冷声道：说吧，你一个杂役弟子冒充炼丹师究竟是何目的？事已至此，叶云干脆也豁出去了。他神色淡然，与之对视一眼，并非冒充，我的确是炼丹师。这个回答有点出乎雪兰的预料，柳眉紧皱地问道：你若真是炼丹师，怎会成为杂役弟子？叶云耸了耸肩道：谁规定的杂役弟子就不能是炼丹师了？雪兰一时沉默，确实杂役弟子之中也并非没出现过天纵之才，有某些性格孤僻之人甚至就喜欢低调，享受扮猪吃虎的感觉。过了会，雪兰深吸口气，转而问道：好，就算你真是炼丹师，你能炼制出圣火丹？废话，难不成我来自找没去吗？倒也是，从刚刚的反应就能看出，两边确实谁都提前不知道是对方。说到底，这就是桩正常的交易，只是他们恰好冤家路窄的撞上罢了。雪兰脸色缓和许多，望着叶云问道：说吧，你想要什么？他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对方既然主动找上，必然是有所需要。很简单，侍奉我一次，事后就帮你炼制圣火丹。话音刚落，便见雪兰脸色一沉，手中凝出长剑，直指叶云：你这家伙将我当成什么人了？叶云毫不在意脖子前的剑刃，淡笑道：只是一次而已，等到事后我们就两不相欠。另外这种事我也不强求，不过我想这比起要你一辈子为奴为婢要好很多吧。雪兰瞪了他一眼，轻哼道：你也没比他们好到哪去。所谓的为奴为婢，说好听点是丫鬟，说难听点别人的长期玩物，等被玩腻之后再随手丢弃，这在他看来比死都难以接受。相比之下，叶云提出的条件确实好很多，虽然依旧很让他厌恶，那就随你咯。叶云也没逼迫，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这下压力可就来到雪兰身上。半晌，他才冷冷问道：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可以不信，那就另请高明吧。你……叶云这摆烂的态度让雪兰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但在他内心深处，要说没有求生欲是假的，否则刚刚见到叶云就已经动手。可就这么献身给叶云，他又不甘心就这么僵持片刻。叶云干脆摇了摇头道：行吧，既然你不愿意，那就当我没来过。说完他就起身离去，没有丝毫犹豫。这可让雪兰急了，当即开口喊道：等等。闻言，叶云转头笑道：想通了。雪兰轻抿着嘴唇，过了会问道：你什么时候能炼制？事后就炼，材料我都备好了。你要炼不出呢，那你就杀了我呗。叶云淡淡一笑，神色极其自信。这也让雪兰怔了下，旋即点点头，并将手中长剑暂时收了起来。如果你食言，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他的威胁，叶云只是耸了耸肩，嬉笑一声问道：那么雪兰师姐，咱们这可以开始了吗？说话间，他已经凑上前去，伸手在他身上抓了一下。雪兰娇躯微颤，但还是轻轻点了下头，算是默许了他的动作。旋即他想到什么，清冷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意。我还是第一次，这些事该怎么做？比起裴雨嫣会想着攀附他人，这位雪兰则更像纯粹的修行之人，一心修道，极少接触红尘之事。这倒是让叶云眼前一亮，笑盈盈道：原来师姐什么也不懂啊，没关系，我来一点点教你。话音刚落，他便将雪兰一把抱到床上，自己也跟着扑了上去。雪兰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压在身下，包括着曼妙身材的衣物也被一件件的剥去，守在外面的林烟忽然听到里面屋内传来的扑通声，想到两人见面时的场景，他不禁愣了下，问道：师姐，你们还好吧？没一会，里面传来雪兰温软的声音：我们没事，只是在讨论要事，你先去院外等候，不准任何人进来。知道了，我这就去看着。林烟放松下来，刚刚的剧烈动静还以为师姐跟对方打起来了呢。既然是在讨论要事，那自己就没必要打扰他们了。他一边离开院子，可想到师姐刚刚的回答，还是不禁泛起嘀咕：师姐的声音平时有那么软吗？而在屋内的雪兰听到他走远的脚步，这才长长松了口气。他脸上已经满是红晕，仿佛能滴出血来，似是经历了什么。在一旁的叶云则笑着问道：这下可以了吗？等等。雪兰伸出手来，先是远程将门锁挂上，接着用发动玄器在房间之中展开一层青色的隔音结界。做完这些，他才重新躺下，
转过绯红的脸，抿嘴道：“好了，你继续吧。”40多分钟后，在与雪兰进行了极具深度的交流后，两人的好感度成功从冷漠提升到厌恶。但对叶云而言不重要，反正只是交易，关键是耳边传来的提示声：“恭喜您获得50点造化值。”叶云眼前一亮，看来这造化值高低确实与对方修为有关。不一会，叶云便穿好衣服，神清气爽地走下床。他看了眼床上的雪兰，笑着说道：“借你隔壁房间一用，我的炼丹之术不能外传。”此时雪兰已坐在床边，用被单稍稍遮着上身，并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你要敢逃走，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放心，我还没那么无耻。”叶云淡淡一笑，而后进入隔壁的小房间里，开始他的炼丹了。见此情形，雪兰这才放下被单，看着自己平时睡的木床变成一片狼藉，某处还沾染着一些嫣红之色。他刚想起身收拾一下，可双腿传来的酸软令他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绯红，暗啐了叶云一口：“那个混蛋，明明事先说会温柔的。”可骂归骂，对方这次也确实让他体验了一番何为女人的乐趣，以至于现在想起来，他脑海中本能地浮现出一个想法：要不再来一次？可随后他便摇了摇头，抿嘴道：“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个老家伙，我怎么可能再便宜他？”在把脑海中的奇怪想法清除后，雪兰这才换了身干净衣物，并把床上给清理了下，以免被林烟看出什么。完成这一切，他才盘坐在蒲团之上，望着叶云炼丹的房间，满是好奇。这老家伙真的能炼制出圣火丹吗？尽管对方表现得各种自信，可他还是不敢相信能有杂役弟子炼制出4品丹药。毕竟虽然炼丹技术与修为并不挂钩，可在宁气七修士中，连3品炼丹师都稀世罕见，更别说4品炼丹师。与此同时，在里屋的叶云正拿出圣火丹废丹重塑，消耗20点造化值，正在重塑丹药。这一次所消耗的造化值直接翻了1倍，可见4品丹药比起3品珍贵不少。不多时，叶云满意地看着手中4颗4品无暇圣火丹。之所以是4颗，并非他选的废丹偷工减料，而是随品级越来越高，每一炉的丹药数量也会变少。例如一炉5品是3颗，6品是2颗，到7品至9品这种顶级丹药，每炉都只有1颗。正因此，越是高品级的无暇丹药，珍贵程度就是指数级上升。完工，这下可以交差了。叶云留下1颗圣火丹，至于剩下的3颗，则打算找机会换成玄金购买其他的修炼资源。完成丹药重塑的叶云并没有急着出去，毕竟明面上还是炼丹师，总归要装得像一点。最终在足足1个多时辰后，叶云才推开房门走了出去。雪兰则早就等在门口，她刚一出来便上前急切问道：“丹药呢？成功了吗？”叶云1步3晃地走出来，让人怀疑是不是会随时嗝屁。而后他艰难地抬起手来，亮出掌心的圣火丹信，信不辱命。接过叶云手中的圣火丹，雪兰愣了一下，再端详一番后震惊道：“居然还是无暇品质的圣火丹！”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望着叶云问道：“你炼丹之术这么厉害？”可当看着叶云摇摇欲坠，仿佛随时要死掉的样子，他不由扶了一下，关切道：“你还好吧？”“没事，就是方才消耗过大，休息一会就好了。”叶云摇了摇头，旋即艰难地抬头道：“倒是你，快些服药吧，免得耽误伤势。”原本对他极其厌恶的雪兰，看着他这虚弱至极还关心自己的样子，脸上的冰冷不由褪去几分。想着无论如何，对方也相当于救了自己一命，于是便还算温柔的将他扶到刚收拾好的床上。“我这不急，你现在这坐会吧。”“多谢。”叶云点了下头，在他的搀扶下坐在床上。这演技的真实度，恐怕就是奥斯卡影帝也得靠边站。见此情形，雪兰看着叶云淡淡道：“这次的事情之后，你我之间就算是恩怨两清了。”按照他的意思，看来上次将其堂妹淘汰只是翻篇了。叶云对此倒不在意，只是淡淡一笑：“既然如此，那要下次还有需要的丹药，尽管来废丹房找我。”他这话中的意思可再明显不过了。雪兰脸上刚褪去的红晕再一次浮现出来，当即瞪了眼，略带羞耻的道：“这种事情没有下次。”啧啧，叶云也没争辩，只是笑而不语。雪兰显然也不想在这个话题上与他纠缠，当即将话题转移了下。“话说回来，你这家伙炼丹之术那么厉害，为何还会在废丹房待着？哪怕是在古道圣地之中，能够炼制出无暇圣火丹的也不多。”叶云所展现出的炼丹术都足够让他在天丹峰谋得一个长老职位了。对于这一点，叶云那完全是张口就来。很简单，因为废丹房中充满失败的教训，在这里我能总结出炼丹的问题，从而进步得更快。叶云反正是没怎么学过炼丹，主打就是一个想到哪扯到，反正对方也没办法查证。事实也正如此，雪兰虽觉得古怪，
但也只是对他评价了一句：“你还真是个怪人。”叶云耸了耸肩，在这之后，他与雪兰有的没的闲聊了一番，也是这时候才知道，对方的堂妹已经被他安置到距离圣地较近的一处城镇之上。对于这件事，叶云也是无奈的叹了口气，说到底，要不是那圣女大人搞事，我也才懒得参加外门考核，要怪也只能怪她搞什么改革。而且我感觉那女人还会继续搞事。见他毫无顾忌的吐槽，雪兰摇了摇头道：“圣女大人这么做，自然有她的打算。我们这些寻常弟子，还是少议论上面的事情为好，免得惹祸上身。”说完，他似是想到什么，话锋一转道：“哦对，你进入外门，那下个月的……”可话音未落，雪兰又摇了摇头道：“不对，差点忘了你是炼丹师，没必要去参加那个。”只是他这欲言又止的样子，反而是引起叶云的在意。叶云看向他，疑惑问道：“你刚刚想说什么？”闻言，雪兰沉吟了下，说道：“刚刚我是想问，你既然成为外门弟子，准不准备参加今年的三圣试炼？后面想起来，你既然是炼丹师，应该不会参加这种战斗活动才对。”只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叶云在听到这一番后愣了下，而后叶云一脸好奇地问道：“三圣试炼是什么？你居然不知道？”雪兰刚说完，很快意识到原因所在。“哦对，差点忘了你刚进入外门，再加上以前在废丹房，消息闭塞，不知道这个倒也正常。”在这之后，他为叶云大致讲述了一下何谓三圣试炼。顾名思义，三圣试炼明面上是3个圣地间为历练各自弟子举办的一次试炼类型的大比。在三圣试炼期间，他们三方会各自派出一支外门弟子组成的队伍，一同进入到一处名为古龙秘境的特殊空间。但事实上，这并非什么竞技体育，说到底还是3大圣地为自身利益才开设的活动。古龙秘境传说是一头9阶玄兽陨落之处，作为堪比地境强者的超级玄兽，一龙死，万物生，这秘境便从荒芜之地成了一处玄气充沛的风水宝地。在其中不仅孕育出各种天材地宝，并且每隔一些年里面就会孕育出大量龙晶，而龙晶是由古龙之力凝结而成，无论用以炼丹还是炼器都是1等1的宝物。可惜由于其中空间不稳定，只能供凝气境修士进入。最终3大圣地为和平获取秘境中的龙晶，干脆以此为契机，开创了名为三圣试炼的活动，各自派出外门弟子参加，这样不仅能获取龙晶，还能历练自家圣地的弟子，属于是一举3得的好事。甚至每次三圣试炼，3大圣地的高层还会设下赌局，都赌自家的弟子能拿到第1。而角逐排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比谁带出的龙晶更多。在听完雪兰的讲述后，叶云感觉蛮有趣，不禁问道：“这样的话，参加三圣试炼的外门弟子，如果拿到成绩有奖励吗？”“当然有，而且还很丰厚。”雪兰微微点头，思索了下说道：“我没记错的话，今年咱们圣地内部奖励乃是圣女大人钦点，为历届三圣试炼奖励之最。”“哦，都有什么奖励？”“我想想，首先是前5名能破例升为内门弟子。”雪兰一边想着一边讲述道。“然后是在圣地藏宝阁、藏书阁，在任意的阶下品玄技、功法或法宝中选一个，以及玄金等其余奖励若干。”听到这里，叶云挑眉道：“这奖励也不是很夸张吧？内门弟子身份，这对能拿前5名的外门弟子根本没什么吸引力，能看的也就地阶下品3选1，虽说很珍贵，可单独一件也没那么夸张。”然而雪兰深吸口气道：“关键在于第1名的奖励，直升内门弟子自不必说，此后可以从地阶下品的功法、玄技、法宝中分别各选一个，以及第1名还能够选择成为圣女大人的记名弟子。最后也是前所未有的，第1名可前去圣女殿待上3天，与之朝夕相处，并随时请教修炼上的问题。”当听完雪兰的讲述，叶云总算明白为什么今年的奖励能被称为历届之最。无论是地阶下品3选3，还是成为圣女记名弟子，都是惊人的奖励。但最吸引人的还是最后一条，就连叶云都心动了。和圣女朝夕相处3天，叶云吞了下口水，虽然很不好意思，但在他心里浮现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能从圣女身上得到造化值，那该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便真接触3天，他似乎也没机会，毕竟堂堂圣女可不会缺什么丹药。所以叶云心中也只是想想，想一想罢了。不行，我一定要拿第1。叶云眼神坚定的仿佛要入教，当然这绝不是因为他垂涎于高不可攀的圣女大人，单纯呢，单纯就是这第1名奖励很丰厚。毕竟在晋级先天之境后，就需要正式修炼功法才能继续提升，而功法品级又直接影响修炼速度。这么一来，一部自选的地阶下品功法可就相当吸引人，
这种级别的功法在外面可真是有玄金都难以买到。因此叶云想着也该提前谋划起以后的提升计划了，于是他迫不及待地问道：话说这3圣试炼怎么报名参加？闻言，雪兰吃惊地看着他：怎么，你想参加？当然了，去见识一下，何乐而不为？见识一下？雪兰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我得提醒你，3圣试炼并非宗内切磋，一旦与对方圣地弟子撞上，就是生死对决。3圣试炼好处再多，也改变不了这是个生死厮杀的真实战场，每次死在里面的外门弟子都不计其数。雪兰的这一番提醒倒的确让叶云冷静下来，如果有生命危险，那就得考虑是否有必要冒这个险。毕竟有造化神炉在，只要他还在废丹房苟着，修炼所需的一切他都迟早会有行吧。那我再考虑一下。见叶云似是放弃，也让雪兰松了口气，倒不是多在意叶云，单纯不想让刚救了自己的家伙转眼就死在3圣试炼。但实际上叶云并未完全死心，还在想着尽快提升实力。对了，有个事想向你打听一下。眼看聊天气氛正好，叶云当即将话题转移到另一件事上。你知不知道谁手中有能够交易的御剑之术？最好是玄阶下品。以凝气七修士而言，玄阶下品的法宝乃至玄技都是能够驱使的上限了，更高级别光是启动所需的玄气量都超出承受范围，所以叶云也没奢求更高品级。然而即使如此，还是让雪兰吃了一惊。你不是炼丹师吗？要御剑之术做什么？这你就别管了，就说有没有。这我想一下。雪兰沉吟了下，虽说在弟子中拥有玄阶剑诀的很多，但那都是圣地的剑诀，他们只拥有使用权罢了。而擅自将宗门功法玄技传授他人，一旦被查出来就是掉脑袋的大罪。所以要买的话，就得找个人拥有玄阶剑诀的弟子，这可就少了。过了许久，雪兰忽地想到什么。对了，我认识一个在玉女峰的师姐，她似乎就修炼过一部御剑之术，并且因为她出身世家，那玄阶剑诀那是她家传的，后来才转修玉女峰的玉女剑诀了。在古道圣地之中，共有2司、5殿、9峰，其中2司5殿乃是维持圣地运行的7个功能部门，9峰则相当于是9个师门，凡内门弟子都可选一个拜入，但每个峰都有自己的收人条件。这玉女峰由于功法偏向阴柔，故而收弟子的首个条件必须是女修。久而久之，玉女峰不仅实力在9峰中不俗，同时也是无数男弟子心向往之的圣地，以至于每月都能在玉女峰抓到一图偷窥女弟子洗澡的家伙，以至于现在玉女峰都鲜少允许男修上山。即使如此，也仍然有人锲而不舍，只为看到那最美春色。叶云倒是没想这么多，一听有御剑之术，当即眼前一亮。这个可否引荐一下？说完，他手中再次浮现出一颗圣火丹，依旧是无瑕品质。而雪兰呼吸都为之医治，而后默默上前将圣火丹收了起来。随后他轻咳一声道：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我可以为你引荐下，到时候你直接去玉女峰找他即可。眼看事情谈妥，叶云当即笑道：没问题，这就足够了。只要见到对方并且能够交流，他就不信对方会在丹药上毫无所求。眼看叶云一脸自信，雪兰不由轻哼一声道：先别高兴太早，我得提醒你，那位师姐一向性格孤僻，也不喜与人交流，能否谈成交易就看你个人了。放心，以我的人格魅力，妥妥的。叶云咧嘴一笑，打趣的道：倒是希望你那朋友最后可别爱上我了。闻言，雪兰直接白了他一眼，之前还没看出来，这老家伙还真是有够自恋的，怎么可能有人会爱上他？可他想到叶云的所作所为，旋即警告道：说起来，你这家伙最好别打那位师姐的主意，否则后果自负。本来叶云也就随口一说，听到他的话，反倒是有些好奇。哦，我能问问为什么吗？雪兰淡淡道：很简单，因为他有未婚夫，并且已经订婚了。本来想着用这番话让叶云完全死心，可没想到叶云听后眉头微挑，咧嘴一笑：这不更好？雪兰满脸问号，没一会啐了他一口：你果然是个混蛋。嗨，开个玩笑而已，你看我像是那种挖人墙角的吗？很像。叶云无奈地摊了摊手道：真是的，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去哪了？对此，雪兰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某人对我说自己只蹭蹭的时候，怎么不提这句话？嗨。叶云轻咳一声，转过脸道：总之，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你就放心吧。最好是这样，毕竟那位师姐的未婚夫乃是一位真传弟子，你若敢挖了他的墙角，哼！闻言，叶云吃了一惊。真传弟子？那我知道了。在这之后，叶云与雪兰两人都互相立誓保证不会外传今日之事。后面叶云离开之时，雪兰则给了他一块令牌作为信物，
等到3天之后，带着他就能畅通无阻地登上玉女峰。不久后，当院外等候的林烟看到叶云离开，不由问道：“怎么样，你们谈妥了吗？”“谈得很愉快。”说完，叶云便笑着离开了。林烟不明所以，但看到后面的雪兰，连忙上前问道：“师姐，情况怎么样？达成交易了吗？”“自然是达成了。”见雪兰神色轻松，明显是拿到了丹药。“那家伙还蛮厉害嘛。”林烟吃了一惊，旋即好奇问道：“话说回来，他开了什么条件？”提及此事，雪兰脸上闪过一抹绯红，旋即淡淡道：“没什么，就只是些寻常之物。”眼看林烟还想问，他轻咳一声道：“好了，我这要先闭关几日，你就先回去吧。这次我欠你个人情，有机会一定还回去。”“没关系，那师姐您先去解毒吧。”林烟连连点头，也没多想。可在离开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不知为何，总觉得今天师姐说话怪怪的。另外在刚刚，她走路也都有点不太利索。更关键的是，自己出来时她穿的白衣，刚刚却换成青色长裙，实在是有点不太正常。种种迹象表明，真相只有一个，没错了，那家伙一定把师姐身上的寒毒给逼了出来。反正咱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推理出的这一切。总之在林烟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认为自己猜得十分正确。哼哼，我果然机智的一批。毕竟总不可能说那两位就跟自己隔着一面墙，然后在闺房之中颠鸾倒凤吧。回到废丹房的叶云，如今一心只想赶快变强，于是在重塑了一炉聚气丹后，直接就投入热火朝天的修炼之中，并最终在3天后以5颗聚气丹为代价，顺利突破瓶颈，来到凝气6种之境。我这修炼天赋还真是绝了。现在的叶云感觉自己完全是在拿无暇丹药换取修为，堪称超乎寻常的奢侈。在艰辛的突破过后，叶云舒舒服服的洗漱一番，看着外面天色渐暗，便打算先休息一番，等明天去玉女峰交易御剑之术。可就在这时，废丹房的门被推开，熟悉的女声传了过来：“叶云，我进来喽。”毫无疑问，如今会主动来叶云这的女修就只有裴雨嫣一人。只是眼下的裴雨嫣脸上挂着几分幸灾乐祸的笑容。看这样子，叶云挑眉问道：“这么晚找我，有事？”果然，裴雨嫣嘴角微微上扬：“不错，是有个好消息通知一下你。”“什么好消息？”叶云隐隐感觉到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否则对方不会是这个表情。不出意外，在卖了个关子后，裴雨嫣笑盈盈说道：“就在晚间会议，圣女大人定下新政，旨在将圣地外门弟子年轻化。凡70岁以上外门弟子，需要在短期自行选择考核晋升，否则将在3圣试炼后全部外派出去。”这下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幸灾乐祸。叶云这家伙刚进外门，马上就又撞上大改革，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运气也绝了。而听了他的讲述，叶云嘴角微抽，内心已经在对圣女大人进行友好的问候。那够事的圣女故意在这针对我呢？自己想好好做杂役，结果就来杂役弟子年轻化，好不容易升入外门，又来个外门弟子年轻化。虽然叶云能猜想到那位圣女是在收缩圣地外门人数，从而将修炼资源更集中，最终让外门弟子走精英化的路子，可这对刚晋升外门弟子的他来说，可就真是要了老命。关键是时间太紧，根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晋升内门。看来这下是非参加3圣试炼不可了。如今距离3圣试炼还剩1个月，如果走常规晋升流程，就需要战胜先天境界的内门弟子。相比之下，3圣试炼都是外门弟子，凝气期修士反而在这拿到成绩还相对容易一些。也只能说相对容易，难度同样不小，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可以走了。叶云看了眼裴雨嫣，淡淡说了一句，只是后者没有所动，让他疑惑问道：“怎么了？”这时裴雨嫣轻咳一声问道：“话说，你上次说自己是炼丹师对吧？是又如何？那你能炼制出淬灵丹吗？”淬灵丹，听到这3个字，叶云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是想让自己给他炼制丹药啊。在觉得有趣的同时，叶云不禁一拍脑门，对啊，既然自己修炼天赋低劣，为何不可要改善一下体质？虽说不能直接提升修炼天赋，但体质优化一下也能加快不少修炼速度。被点醒的叶云眼前一亮，不过随后他就玩味地望向裴雨嫣：“某人不是说就是死也不会再来找我吗？”裴雨嫣有几分尴尬，老实说他最初并不想来，完全都不想看到叶云的老脸。可先前靠升玄丹乃至聚气丹提升实在太爽，再回归以前缓慢修炼就难以接受，索性想着自己就当为了放松，而叶云是个会自己动的玩具罢了。这么想的话，还勉强能够接受。最终他抿了抿嘴道：“少废话，你来还是不来？”“来，为什么不来？”叶云沉吟了下，笑着说道：“那就
2颗翠灵丹。裴雨嫣瞪了他一眼，我要3颗。就2颗，不行算了。叶云翻了个白眼，淡淡道，这可是3品丹药，3颗翠灵丹，我都能去包几个外门师姐了。其实也不是他不舍得，而是现在他敢要3颗，一旦答应，保不齐下次就是4颗、5颗。你……裴雨嫣一阵无言，过了会才咬牙道，行，2颗就2颗。说完就坐到床上，开始熟练的解去衣裙，就准备躺在床上迎接叶云的征伐。结果叶云先躺了下去，让他愣了一下，你干什么？此刻叶云双手枕在后颈，对他咧嘴一笑，今天爷累了，待会你上面自己动。半个时辰后，裴雨嫣走下床，擦拭干净身子，穿好衣裙之后，他看向床上的叶云，轻哼道，过几天我来找你拿丹药。说完，裴雨嫣一脸满足的离开了，只留下叶云躺在床上，半晌才扶着腰坐了起来。他嘴里还不由泛着嘀咕，这女人还真狠啊，都说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现在他算是切身体会到这番话。这裴雨嫣似跟他较上劲，叶云感觉自己都快成对方的战马。要是换做以前，他的腰恐怕都得断掉还好，又30造化直到手，也只有这个才能宽慰到现在的叶云。等下次他非得对裴雨嫣报了此仇。不过眼下更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接下来这1个月就得地狱式特训了。叶云打定主意，按照这3天他打听的消息，3圣试炼没什么要求，只要是古道圣地外门弟子就能报名参加。只是由于参加试炼后就将生死不论，所以真正有胆子参加的还是少数，并且无不是外门弟子中的翘楚。好在最终的排名并非以硬实力，而是所得龙晶数量多少。这样一来，他无需拥有能碾压所有人的实力，重点还是动动脑子，尽量的在试炼中获取更多龙晶。当然，那位雪兰师姐提到的玄阶剑诀，他也必须要得到。睡觉，明天去玉女峰。玉女峰位于古道圣地东南方，是一处风景秀丽，如同桃源般的山峰。按照某小道消息，玉女峰内门弟子上千，个顶个的都是美丽仙子。这一点在叶云走入玉女峰后，很快就表示了认同。啧，这也太养眼了吧！自从进入玉女峰，不仅周围的景色宜人，所见的师姐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目之所及，尽是曼妙的身姿，以及一双双在裙间展露出的白皙玉腿。毫不客气地说，这绝对能称得上男人的天堂。真好啊，要是能在这修炼就好了。叶云心中感慨，一边在继续走着。只是平日少有男人进入的玉女峰，忽然混上来一个老家伙，自然也引得一众玉女峰弟子注意。没过一会，他就被一位身着白衣的女修拦下，对其冷冷问道，喂，你来玉女峰有事吗？这白衣女修英姿飒爽，神色不善地盯着叶云，似是将他当成混上山的奇怪分子了。在他手里还握着一根棍子，这要不解释清楚，恐怕就该落在叶云身上了。叶云连忙拱手道，在下叶云，有些事情想找莫师姐。说完，他将雪兰给的信物亮了一下。白衣女修看了一眼，诧异问道，你说的莫师姐是莫如烟？正是。叶云点点头，旋即问道，师姐既听说过，可否知道她的住处在哪？在确定信物没问题后，白衣女修才指了个方向道，前面直走，见一红灯笼右转，然后左拐，见一石塔右转，然后再右转，最后能见一个木楼就到了。由于绿化太好，这玉女峰的路线比较复杂，叶云连忙认真地记了下来。随后他点了下头，感谢道，多谢师姐，我记下了。白衣女修不以为然，瞥了他一眼，冷声道，记得不许在山上乱跑，最近总有外面的家伙来山上偷窥沐浴，若是被带到，小心把你3条腿都打断。对于他的警告，叶云一脸正色的道，师姐放心，我绝非那种无耻好色之徒。哼，最好是这样。白衣女修冷哼一声，接着便离开了。原地的叶云不由松了口气，这玉女峰的师姐看来都不太好说话。其实想想也是，换作是谁，隔3差5被偷窥洗澡都会想发飙。好在叶云也确实不打算干这种无耻的事。随后叶云便按照白衣师姐说的路线出发。在深入玉女峰后，周围环境也愈发复杂，要不是有路线，叶云感觉都能走迷失。不久之后，他看着前方一座高耸石塔，不由愣了一下。等等，刚才那位师姐说到这该左转还是右转来着？眼前是一条岔路，叶云却有点记不太清路线，本想等个师姐问下，却久久都没有见到人。最终叶云沉吟片刻，伸出手指，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叶云索性依靠玄学看向了左边，莫师姐应该是在左边，反正就算走错路，只要不乱跑，应该也没什么大事，期间要是遇到人再问一下就是了。于是叶云走入左边岔路，而就在他走后不久，便有个女弟子路过岔路。
风又把牌子吹倒了。这女弟子走入草丛，果然看到个倒下的路牌，顺手就将枝插在路上。其中右边标志是弟子洞府，左边的标志则是森林温泉。叶云感觉自己似乎是走错路了，主要是越走越偏，都进入一处密林之中，路上也没见到有玉女峰弟子。过了好一会，也没看到有其他的岔路，看来我是真走错了。叶云摇了摇头，在想是否要原路返回。而就在这时，前面传来淅沥沥的水声。咦，有人！叶云眼前一亮，正好可以找人问一下路。当即他一路小跑上去，很快就看到一片散发着热气的水坡。作为杂役弟子刚升上外门的叶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内门弟子的待遇能有多好，在9峰之上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露天温泉。结果可想而知，当叶云来到温泉边，映入眼帘的是一处美丽春色，只见氤氲着水雾的温泉中，零星飘着一片片的花瓣，而就在边上有个容貌极佳的女修泡在其中。她用手捧起湖水浇在身上，白皙相间露在外面，令人一眼都挪不开视线。这……叶云吞了下口水，看来自己确实走错地方。直觉告诉他，现在最好悄悄离开，否则被现场抓住，恐怕就是有10个嘴也说不清楚。然而就在他悄然退后之时，却没注意脚下一根小树枝，毫无准备地踩了下去。嘎吱一声，当听到这个声音，叶云就知道自己完了。果然，温泉中的女修当即冷喝一声：“谁在那里？”顷刻之间，一道青光飞掠而出，径直向叶云袭来。师姐饶命，误会啊！叶云赶忙开口，双手都举了起来。转眼间，池水中的女子已到近前，身上则裹着一件白色的浴巾。对方傲人的曲线在这浴巾的包裹之下尽显无疑，从脸颊流淌下的水珠划过脖子，穿过锁骨，落入长长的事业线。尽管这出浴美人看着无比香艳，可叶云心中却是没什么欣赏的心情，只因在自己脖子前正悬着一柄长剑，剑尖几乎就抵在他的喉咙之上，再稍稍往前，他小命就没了。师姐，我是来找人，走错路才不小心到这来。面对叶云的解释，女修冷冷看着他道：“这么大的玉女峰，偏偏走错到沐浴之处，你觉得我信吗？”事实上，以前就没少有人在偷窥时用这个理由。也就像叶云先前所想，这种事情确实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可即使如此，叶云也必须得解释：“真的，我是来找莫如烟，莫师姐。您看，这还有她的信物。”他当即将东西拿出来，给对面的女修看了一眼，只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为偷窥人洗澡而来。见到他手中东西，女修神色淡漠，只缓缓说了一句：“我就是你要找的莫如烟。”此话一出，叶云心里咯噔一声，坏了，这不尴尬了吗？没办法，他只能暗骂自己的手，刚才瞎指什么，给指到这边来了。更让他哭笑不得是，这时耳边还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莫如烟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从对方身上获取造化点，那自己可真是疯了。现在这情况，自己有半点说错，保不齐真会被打断3条腿，嗨嗨，那可真是太巧了。叶云也只能尴尬地挠了挠头。好在确定身份后，莫如烟倒是将飞剑收了起来，并打量了叶云一眼。随后他淡淡问道：“你就是雪兰师妹提到的叶云？”叶云当即行了一礼，恭敬地道：“正是在下，看来师姐已经跟您说过了。”莫如烟微微点头，淡声道：“他只说你有事情想见我，但并未细说。”闻言，叶云点了下头，心想雪兰师姐还挺靠谱。如果有他说明目的，如果对方没有卖的意思，自己就连争取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但在聊正事之前，叶云看了眼周围，轻咳一声道：“师姐您看，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聊下？”这其实也是为对方考虑，毕竟让人裹着个浴巾谈事情，换作是谁都恐怕都不太乐意。甚至于这要撞上玉女峰的其他人，好像就更尴尬了。只是莫如烟不以为然，淡淡道：“你直接长话短说，找我何事？”这好吧，既如此，叶云也只好如实道：“实不相瞒，我想从师姐手中购买您曾修炼的御剑之术，条件什么的都好说。”本想着对方姑且会考虑下，可他一听就冷声道：“我拒绝。”莫如烟的拒绝干脆了断，完全没有给任何多余的念想。不过叶云也并未气馁，继续道：“您别急着拒绝，我可以用丹药来换取，无论是3品还是4品都行，或者师姐开个价。”在他看来，这个条件已十分优厚，几颗稀有丹药下来，价值上就已经与玄阶剑诀持平了。可莫如烟仍不以为然，淡声道：“你说这些我都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啊，这个回答令叶云感到疑惑。要说对方是因讨厌自己，不想和他做交易，这叶云都还能理解。可说自己不需要丹药，难不成
对方的背景庞大，已经完全不用为丹药发愁了。事实上，他也确实问了出来，丹药乃是修炼变强的必要资源，师姐怎可能不需要？只是莫如烟的回答也更让他感到惊讶了。很简单，因为我本来就不想修炼，对变强也没有兴趣。这可把叶云整不会了，同时人也骂了。身为一个修士，却跟他说自己对修炼没有兴趣，也不想变强，这跟一个人天天待在青楼，却说自己其实只是想学习，而非喜欢女人有区别吗？这女人还真和雪兰说的一样，是个性格古怪之人。此刻，莫如烟冷冷看着他，叶师弟，若是没其他事情，你可以走了。眼看莫如烟都已下逐客令，叶云也挺无可奈何。在最后尝试劝说一番无果后，叶云彻底放弃了。最终，他对莫如烟行了一礼，道：“好吧，既然师姐不愿，我也不强求。这次实在多有得罪了。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叶云寻思着，大不了多费点力气，再从别处搞一部御剑之术。想来再卖几颗丹药，并托人寻找一下，应该也可以找到好的御剑之术。就在他即将离开时，嘴里还在小声地嘀咕着：“哎，为了这3圣试炼，看来得跑断腿。”话音刚落，身后却忽然传来莫如烟的问询：“你要去参加3圣试炼？”叶云愣了下，转脸应声道：“没错，所以才想。”可他还没说完，就发觉情况有些不对劲。准确来说，是眼前的莫师姐有点奇怪。只见她似乎很头疼，一手捂着额头，美丽的面容却露出痛苦的表情。莫师姐的呼吸有几分急促，站也都有点站不稳了，看起来像是突发疾病了一样。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叶云惊了一下。“师姐，您没事吧？”他就要上前搀扶，可刚伸出手就被莫如烟一把拨开了。莫如烟就像是应激的小兽在哈气一样：“不要碰我！”这么一来，叶云自然是不敢再碰他。无论是对方出事，还是一个失控干掉自己，他可都没地方说理去了。然而，莫师姐的痛苦似乎还在加剧，以至于后面那只抓着浴巾的手也松开了。结果可想而知，在叶云的注视之下，那失去控制的浴巾从他身上滑落，而后映入眼帘就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春色。好美。虽然在之后，叶云就立马转过身去，倒不是不喜欢看，主要还是不敢再看下去。天晓得这女人事后会不会想某些故事，非要来挖了她的眼睛。就这样过去半分钟，身后的莫如烟似乎在平静下来，接着就是悉悉索索布料摩擦肌肤的声音。片刻过后，身后的莫如烟才淡淡道：“好了，你转过来吧。”闻言，叶云这才敢转过身，果然莫如烟已恢复如常，身上也换上一件青色长裙。比起穿的少的时候，眼下这身装扮倒是多了几分仙气，只是看她的眼神和之前似乎有几分细微的差别。“师姐，你刚刚……没什么，一点老毛病了。”莫如烟摆了下手，似乎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深入交流。旋即，他盯着叶云，想到什么似的笑了一声：“说起来，刚刚好看吗？”“好看？哦不，我什么都没看到。”叶云连连摇头，心想差点被这家伙给绕了进去。对此，莫如烟却嘴角微扬，露出一丝不知该说是嘲讽还是邪魅的笑容：“真不坦诚，不想摸一下吗？”“啊，这……”叶云人都傻了，不是，眼前这位的性格是不是忽然变得有点大了？明明在之前对方都是挺高冷，甚至是有点厌世的氛围。见他错愕的样子，莫如烟收敛起来笑容，恢复为先前的冷漠之色。“好了，和你开个玩笑。”他看向叶云，话锋陡然一转：“你想要的剑诀，我可以给你。”“啊！”叶云先是一愣，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兴奋不已。“真的？那真太感谢了。”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对方改变想法了就是好事，这样自己也能省下不少时间，这对他现在无疑是最珍贵的东西。不过在这之后，莫如烟缓缓道：“别高兴太早，我不需要丹药，也不要别的，只要你答应帮我做一件事情。”如果是要东西，叶云其实觉得正常，可要自己办事，这就显得有点奇怪了。叶云心中惊讶，但还是点头问道：“不知师姐要我做什么？”接着就见莫如烟手中浮现一张手绘地图，在上面标注着许多地方，其中一处用圆圈重点标红了。看到这地图，叶云略感疑惑：“师姐，这是？”“此乃3圣试炼时你们将要进入的空间的地图。”莫如烟的解释让叶云意识到，看来自己要做的事是跟这3圣试炼有关系了。果不其然，只见他手指指向地图上面的红色圆圈：“我需要你在3圣试炼期间去到这个地方，将那里的一块鳞片取出给我。”叶云顺着他的手指看了一眼，由于没参加过试炼，他也不知道这地图上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能问下，你所说的鳞片是什么吗？”“你应该知道，3圣试炼所在地，乃是一处古龙陨落之处。
知道，莫非这鳞片？不错，那是一片古龙的龙鳞。莫如烟说到这里，叶云震惊了一下，但随后他又补充了句：当然，那就一片龙鳞，对常人几乎无用，但他却对我一个朋友十分重要。他这一番说法其实并没什么问题。龙鳞这东西听起来高大上，可本质上就跟鱼鳞、蛇鳞没区别。如果数量很多，那确实价值惊人，乃是锻造顶级法宝的极佳之物。可如果只是一片，就纯属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叶云眉头微挑，问道：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地方有龙鳞？莫如烟淡淡道：这是上次3圣试炼一位进入过的师妹告诉我的，可惜她的运气比较差，最后也没能拿到，但好在把这个龙鳞的位置给标出来了。这……叶云眉头微挑，在思索片刻后，他问了个关键的问题：你要我做，不会是什么很危险的事吧？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不，整个过程你都不会有危险。莫如烟神色坚定，甚至缓缓道：如果你不信，我可以立天道誓言。天道誓言，这对修士而言绝对是最隆重也不可违逆的誓言。能说出这番话，起码在这件事上应该是没有撒谎。叶云沉吟了许久，最终还是点了下头。好，我答应你，但丑话说在前面，一旦期间遇到危险，我会立刻开溜。没问题，可以理解。莫如烟还挺善解人意，接着就伸出手来，将一枚玉简交给了叶云。这里面就是你想要的剑诀，但切记只能自己修炼，不可外传。多谢师姐，我定不外传。叶云接过玉简，稍微看了一眼，果然是一部玄阶剑诀。他心中欣喜不已，属实也真没想到对方竟如此爽快，看来前面对他是有点偏见。就在这时，莫如烟接着又给了他一个东西，这一张盾符你也收下，关键时刻或许能够保你一命。封印着盾术的保命符箓，这对外门甚至内门弟子都是相当稀罕的高级货了。可叶云听后不由狐疑地问道：不是，你刚刚不还说没危险吗？莫如烟瞥了他一眼，冷冷道：我只是担心你别在事成之前就被另外2大圣地的修士给杀了啊。这虽然叶云很想说你看不起谁呢，但这好东西摆在面前，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叶云咧嘴一笑，拱手道：多谢师姐，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就这样，虽有些小插曲，但2人的交易还是顺利的达成了。莫如烟看着他淡声道：若是没别的事，你就先回去修炼吧。虽说依然很冷淡，可比起之前说这番话时语气柔和了几分。叶云行了一礼，点头道：多谢师姐，那再见。可刚一转身，他就僵在原地，转过脸轻咳一声：师姐，我好像记不得路了。他是真怕再迷路，然后看到不该看的东西。闻言，莫如烟轻叹一声：好吧，我带你出去。2人同行着下山，期间闲聊了起来。叶云八卦之魂燃起，好奇地问道：莫师姐，听说你已经订婚，对方还是真传弟子？提及此事，莫如烟脸色阴郁几分，轻轻点了下头。叶云并未察觉，还在感叹道：真好啊，能与真传弟子结为道侣，像我是没这机会了。这一番话似乎刺激到莫如烟的内心，他冷声道：我压根不想与他订婚，也不喜欢他。叶云愣了一下，诧异地看向他：不喜欢？那你还为何？莫如烟沉默了片刻，转脸看向天空，淡淡道：人生在世，有些时候总会身不由己。一番简单的交谈，叶云大体也看出来，对方应该是被逼婚了。那你……在他想更深一步了解时，莫如烟却是摇了摇头，意思很明显，别再继续问下去。见此，叶云也只好作罢，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没办法，面对人家真传弟子的事，自己区一个外门弟子，哪怕想帮对方也无能为力。一时之间，2人都安静了下来，谁也没再开口说什么。倒是有路过的玉女峰弟子，在见到他们一同下山，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那不是莫如烟吗？他怎会跟一个老男人待在一起？看那莫如烟的头发好像还没干透，怎么感觉像是刚洗过澡一样？哇，真的哎，他们2个不会是那种关系吧？看那老家伙的腰牌，还是个外门弟子，这可有意思了。他们所过之处，不少人都低声议论，说什么的都有。实际上，如果只是个莫如烟，还不至于他们这么在意，玉女峰弟子玩花的也并不少。可关键，这莫如烟可是那位真传弟子的未婚妻。在玉女峰的山脚，莫如烟望着布满青苔的阶梯道：从这里一路下去即可下山，你应该不会迷路了吧？的确，这要是再迷路，那叶云可以找块豆腐撞死了。多谢师姐，那我就先走了。叶云咧嘴一笑，接着就准备转身离去。可就在这时，莫如烟似是想到什么：对了，还有个事情。叶云驻足停下，转头疑惑问道：
还有什么事？在他想来，对方大概是有什么忘记交代了。可没想到，莫如烟盯着他问了一句：“你想要我吗？”想，不对，不想。叶云愣了下，当即摇头，心想这女人怎的总喜欢这突然袭击。看对方一脸沉思的表情，叶云有点不明所以的问道：“师姐，你问这种事情做什么？之前开个玩笑也就罢了，可眼下即将离开，却还主动拉着他询问。但很显然，这次的情况有点不对。”莫如烟默默转过脸，嘴里则浑不在意的道：“如果你能活着回来，我可以陪你做一次那种事情。”看他的样子，也不知是为这番话感到羞耻，还是真的完全不在乎了。叶云人都傻了，这还是印象中的高冷师姐吗？他张了张嘴，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师姐，您又在开玩笑吧？”虽然平时嘴上挺自恋，但叶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不觉得会有哪个女人会因为外表而喜欢自己，自然也不会认为天底下有这种白捡的便宜。可莫如烟似乎非要给他上一课，在听了他的话后，嘴上也没有解释什么。他四下看了一眼，接着伸出双手抓起叶云的手腕：“师姐，你……”没等叶云说完，就见莫如烟拖着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身前。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叶云人都懵了，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接着就见莫如烟抿嘴问了一句：“软吗？”看他的意思，似乎是为这种事感到羞耻，可这更让人奇怪了。叶云呆了许久，才本能地回了一个字：“只这一个举动，便已回答了个叶云刚才的问题。莫如烟前面的话是开玩笑吗？显然并不是。直至从玉女峰离去，回到废丹房中，叶云也还在看着自己的掌心发呆，那温软之感仿佛犹在眼前，令人回味无穷。还真是见鬼了。叶云暗暗感叹，越发看不懂那位莫师姐，不但送功法、送符箓，现在还送福利。如果不是从雪兰师姐了解到这莫师姐是个颇为传统的世家千金，他都怀疑对方是不是福利积了。思来想去，叶云也不明白，索性决定先放一放罢了。事到如今，还是先修炼吧。叶云摇了摇头，接着取出得来的玉简，上面十分简洁，就只有4个大字：风灵剑诀。绕了这么大一圈子，就是为了这部御剑之术。接下来就只要将它练会，即可发挥出清霄剑的真正威力了。当即，叶云迫不及待地修炼起来。冲冲冲！在圣地的某处雅院内，锦衣青年坐在桌前，旁边的青衣侍女在正为他倒茶。当真如你所说，如烟将他亲自送下山去。锦衣青年面容俊朗，气宇不凡，目光锐利地盯着面前的一名内门弟子，在说话间还颇具风度地端起茶杯，吹了口气后轻抿了下。那内门弟子点头恭敬道：“此乃玉女峰弟子亲眼所见。另外……”说到最后，他似乎有些犹豫了。锦衣青年神色淡然，看着他问道：“另外什么？”那内门弟子深吸口气，小心翼翼道：“另外据说，当时有人看到如烟师姐，似是刚洗完澡的样子，莫非他们……”话音未落，就见锦衣青年放下茶杯，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如烟的性格我了解，含蓄内敛，又岂是那种随便之人？况且区一个外门弟子，还一把年纪，如烟怎么可能看得上他？想来是有什么误会罢了。闻言，那内门弟子连连点头附和：“对对对，师兄此言极是。”接着他又问了一句：“不过话说，需要我去敲打一下，让他离师姐远点吗？”锦衣青年摆了下手，淡淡道：“敲打什么敲打？说到底都是自己人罢了。”说完，他瞥了眼身边的青衣侍女：“此事交给你了。”对此，青衣侍女也没多问。作为这位锦衣青年的剑士，对方就是他的主人，因此也没多问，直接躬身回道：“奴婢明白。”知晓这位真传弟子行事风格的内门弟子不禁深吸口气，心中为叶云默哀了下。看来圣地又要有一个外门弟子意外身亡。自从玉女峰离开后，叶云就一直泡在废丹房内，在修炼风灵剑诀的同时，也没忘记玄气的提升。如今还剩60造化值，得好好分配下才行。叶云在一番思索后，最终做出如下的分配。首先是聚气丹，作为消耗大户，叶云直接重塑了4炉，共计20颗聚气丹出来。光是这些丹药，哪怕是内门弟子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东西。然后是淬灵丹和生玄丹，分别都重塑1炉。前者是为给裴雨嫣交差，还有自己淬炼体质；后者则是避免遇到修为瓶颈。看着面前满满的丹药，叶云信心十足，这要还不能突破，他真的不用修炼了。就先从淬灵丹开品吧。叶云盘坐在地上，当即拿起一颗淬灵丹，服下这丹药能够淬炼肉身，洗髓法骨，提升自身与天地玄气的亲和度，也算变相提升修炼天赋了。随着一颗淬灵丹下肚，全身血肉骨髓都热了起来，简直就像泡桑拿一样。直至淬灵丹的药力消耗殆尽，叶云睁开眼时，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自身吸收玄气的速度快了不少。不错不错，有效果。
那就继续。叶云欣喜不已，立马又拿出一颗淬灵丹服了下去。就这样陆续吃下3颗，叶云竟是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修炼速度直接翻3倍不止。关键是那浑身轻松、神清气爽的感觉，简直比刚冲了还要爽。至于剩下的2颗，则是留给裴雨嫣的报酬，否则下次见面没法交差，对方绝对会狠狠蹂躏自己一番。就在叶云准备起身，顿时身上黏糊糊的，一看才发现全身都糊了一层黑色的淤泥。我去，这都是体内的杂质吗？叶云嘴角微抽，就像是几年没洗澡，然后去澡堂被搓澡师傅搓出2斤灰。不久之后，当他接水洗完澡后，整个木桶都变成一片黑色。而在经过3颗淬灵丹的淬炼后，叶云再次服用聚气丹，果然效果也大幅提升，比之前高了足足2倍。这惊人的成效令叶云振奋不已。照这个速度，没准还真能在3圣试炼前达到凝气13层巅峰。想到这里，叶云愈发努力地修炼起来，从凝气6重逐渐突破凝气7重，然后凝气8重，凝气9重，凝气10重。不知不觉半个月过去，在这期间，叶云全靠无暇聚气丹将修炼速度拉升到一个离谱的程度。一旦遇到修炼瓶颈，就直接用无暇生玄丹突破，有种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美。当叶云结束修炼时，修为已经来到凝气10重巅峰，随时可能突破至凝气11层。除此之外，提升最大的就是剑诀，以心御剑，无风而起，去。在废丹房内，叶云双手捻诀，口中轻声的喝道。与此同时，在他面前漂浮的青霄剑震颤了下，接着噌的一声，化作一道青光爆射而出。在叶云的掌控之下，这青色剑影在废丹房内东窜西跑，各种锐角转弯，穿洞过缝，简直流畅至极。看来我还是蛮有御剑天赋。这就是他每天的例行训练，直至练到自己玄气耗尽为止。在他感觉之中，操纵着青霄剑简直比某个巡飞弹还要容易。仅仅半个月时间，他就将这封灵剑诀入门，这已经是别人数个月的进度。不久后，叶云将今日训练完成。事后，他轻抚着手中的青霄剑，若有所思。以我如今的实力，在外门之中，应该也算1等1的高手了。古道圣地20万外门弟子，其中95%的修为都在凝气5重到凝气9重，在这之中能够晋级凝气10重者，可以说是极少数。至于能晋级先天的弟子，能有1万人就很不错，而这对他来说已经并不太遥远了。苦修半个月，也该去吃点好的了。叶云收起青霄剑，打算跑出废丹房，去炊事区整点美食庆祝一下。而且这段时间修炼，他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来拿淬灵丹的裴雨嫣，其余的连人都没见一个。就在叶云悠哉悠哉从废丹房离开之时，不远处的黑暗中，一道倩影都恨得咬牙切齿。这老家伙总算出来了。自从接下主人的命令，他就来到这废丹房外守着，等待着合适的机会做了对方。结果半个月过去，叶云都没有再出来，只留他在外面风吹日晒，吃不好还不敢睡下，简直都要崩溃了。甚至他都在考虑，叶云再不出来，他就冒险冲入废丹房做掉他。好在这叶云终于出来了，敢让我吃这么多苦，老东西，我非要把你大卸8块。黑暗中的倩影愤恨地跟了上去。当叶云出去时，天色还只是日暮西沉，待到吃完饭回来的时候，则已经是夜深人静。在返回废丹房的路上，叶云一脸满足地扶着吃撑的肚子。唉，可惜裴雨嫣不在，不然还能饭后运动一下。自从上次拿完丹药，裴雨嫣还没再来过，以至于叶云都有点无聊了。同时，由于前半个月刻苦修炼，让他丹药都已经耗尽，接下来得想办法再重塑一些丹药。就在叶云思索着后续，忽然像察觉到什么，他猛然驻足，余光扫了一眼周围，什么人？眼下所在之处是他返回废丹房的必经的一处树林。就在刚刚，他隐约感觉到似乎有人在盯着自己。而就在他四下观察之时，耳边传来一阵破风声，旋即就见一道道金色的旗子从周围飞出，以极快的速度插在地上。这些金色旗子散发出的金光，化作一层光幕，将它包裹其中。叶云察觉不妙，立马出手一拳轰在光幕之上，结果却像是打在一团棉花上。这是凡阶极品法宝。叶云感受到这旗子不凡，眉头不由一挑，而后就见一道黑影从树上袭下，其手中短刃在月色下闪烁着凛冽的寒芒。叶云瞬间明白，这家伙大概率来杀他的，而从速度上来看，对方大概率是与他修为接近的凝气10重修士。当即，叶云毫不犹豫地祭出元武盾，正面挡下这迎面的一击。你到底是谁？叶云凝望着面前的黑衣女子，沉声质问道。更搞的是，这时耳边还传来造化神炉的提示声，检测到对方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叶云嘴角微抽，不是，面对一个要杀他的人，这还能有机会得到造化点吗？
与此同时，黑衣女子也并未解释，只是冷哼回了一句：“死后你自会知道。”接着就见黑衣女子似是施展某种秘法，身上冒起淡淡黑烟，旋即黑衣女子身形一闪，陡然消失在原地。待到再出现时，她已经是在叶云的身后，手中的短刃也直奔叶云胸口而去。老家伙，死吧！黑衣女子眼中寒芒闪动，这一击她不相信叶云来得及闪避或抵御。事实也正是如此，待到叶云转过身时，黑衣女子的短刃就已落在她胸口之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黑衣女子手中的短刃瞬间刺破叶云衣服，却在命中胸口之时发出叮的一声尖锐之声。眼看刀锋分毫未尽，黑衣女子脸色微变，口中本能的惊呼出声。这是护身法宝，能够抵挡她这一击，明显还是品级不低的法宝，起码是在凡阶上品乃至极品，这可超出她的预期。眼看一击未果，黑衣女子连忙就要抽身拉开距离，可惜叶云已是冷笑一声道：“想跑？先吃我一击吧！”他当即抬手轰出一拳，毫无悬念地命中黑衣女子，将其直接打飞了出去。在这一拳之间，他身上所迸发出的玄气也令倒飞出去的黑衣女子惊到了。这家伙怎会是凝气10重？按照主人给予的情报，眼前的叶云应该只是凝气5重，结果可倒好，数字翻了1倍，两者的实力差距可还远不止1倍。情报有误，得赶快撤！黑衣女子立马做出判断，今晚的暗杀失败，必须要尽快脱身才行。在空中的时候，他便收回寄出的金色旗子，而很快他飞出的身体已经砸在树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虽然全身骨头像是要散架般，但他也顾不上这么多，立马就要抽身融入身后的黑暗之中。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就见前方一道青色剑芒飞掠而来，以极快的速度来到近前，抵在他的脖子之上。这位朋友可不要乱动哦！叶云从前方走来，笑盈盈地望着黑衣女子。显然从这一刻起，胜负已有分晓。眼看已无力脱身，黑衣女子竟是出乎预料，脖子迎着长剑而去，居然是想要在这自杀。好在盯着他的叶云立马将长剑收回一点，同时自己也冲上前去，一把掐住了对方的脖子。想自杀可没那么容易。叶云冷哼一声，眼看黑衣女子还在挣扎，他干脆抬手将对方给打昏了过去。等不久之后，黑衣女子再次醒来，就发现自己已被封住玄气，双手双脚也都被绳子绑住了。在她身上的武器都已经被卸了下来，完全成了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甚至于在绳子的捆绑下，他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能躺在地上。而叶云就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把玩着从他身上摸来的储物袋以及那一枚象征外门弟子身份的玉牌。外门弟子陈月是吧？说说吧，谁派你来的？闻言，陈月转过脸去，压根就不理会他的问话，不说话。见他不配合，叶云嗤笑一声道：“也行，那我就把你送去执法殿，想来那里的师兄师姐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说话。”听到执法殿这3个字，陈月脸色才变了下，冷声道：“没有人派我来，只是我看你不爽罢了。”笑死，咱们2个认识吗？叶云白了他一眼，自己一共也没认识几个人，更别说得罪人了。如果要是因为丹药找上他，那不可能要只取他性命，起码会想着活捉他，逼问如何得来。看他又一言不发，叶云也没继续逼迫。在思索一番后，他起身来到陈月身边，盘腿坐下。随后叶云手指轻抚着他的下巴，笑盈盈道：“其实不用想也知道，你是真传弟子陈天傲师兄派来的，也只有他会有杀我的动机。”他口中的真传弟子陈天傲，便是那位莫如烟师姐的未婚夫。之所以说他，主要还是这2人都姓陈。叶云干脆就随口猜了一下，毕竟自己跟莫如烟待一起，很多人都看到了，对方若是因此来找自己麻烦，倒也不是不可能。并且看陈月脸上的表情变化，也已经有了答案。看来果然是他。叶云摇了摇头，只是吃个醋就要杀了自己，看来那陈天傲也不是什么好人。眼看已经暴露，陈月干脆也不装了，瞪了他一眼道：“既然知道，你最好放了我，否则我家主人不会放过你的。放心，我不会杀你。”叶云耸了耸肩，倒不是不想，主要是以他的修为做不到杀了对方能悄无声息的抛尸，同时清除掉所有痕迹。古道圣地严禁弟子间互相残害，一旦被发现就是死罪，无论身份高低。眼下陈月只是个棋子，而非幕后指使，为了他冒这个风险不值得。见他似乎怂了，陈月不禁轻哼一声，既如此，还不放了我？可就在这时，叶云笑盈盈地盯着他，放肯定要放，就是还得找你要个东西。陈月没明白他的意思，皱眉道：“我的东西都已经被你夺取，你还想要什么？”“怎么会，这不还有你呢？”叶云嘴角微扬，一只手在陈月腿上抓了一下，毕竟对方身上还有造化值没有获取呢。陈月顿时娇躯一颤，瞬间明白对方想要做什么。
这一下他有点慌了，连忙叫道：“我可是陈师兄的剑士，你怎敢对我做那种事情？他都派你来杀我了，我还在乎这个？”叶云白了他一眼，伸手在他身上轻抚了一下。此刻的叶云宛如某些电影里的反派一样，脸上露出一抹邪笑。况且你也不想看到自家主人因为你的失败而被执法殿给盯上吧？你……这一番话下来，陈月一时无言，看起来似乎有些认命了。他轻咬着嘴唇，低着头道：“我知道了。”见他答应下来，叶云倒也没客气，先是将他脚上的绳子给解了下来。陈月倒也配合，没有挣扎，可他很快发现叶云并没有把他手上的绳子解开，然而是将之抓起来，绑在一旁的树上，让他只能面朝大树跪在地上，保持着一个极为羞耻的姿势。陈月求饶似的看向他，用近乎乞求的语气道：“求你，别在这种地方。不仅是在野外，还是这种状态下，对他而言实在是无法接受。”可惜叶云压根没理他，在准备好一切后，这才对他冷笑一声道：“放心吧，这破地方，你就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发现。”说完，也不顾陈月的恳求，就直接开动了。半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20点造化值。在听到这声音后，叶云却并没有终止，他想做一个试验。转眼间又半个时辰过去，这一次却并没有得到造化值，看来短时间内只能获取一次。得到答案的叶云轻叹一声，但想想也是，如果可以一直获取，直接就找几个人无限刷就行了。此刻再看向地上的陈月，就见双手还被绑在树上，整个人却已瘫倒在地上，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他脸上满是的红晕，艰难抬头看向叶云，喘息着说道：“已经够了吧？”叶云看向他，啧啧感叹道：“没想到你还是完璧之身，你的那位主人居然没有碰过你。”本来他还想着这个陈月大概率是陈天傲身边一个用以解决需求的杯子。陈月转过脸冷冷道：“这与你无关，可以放开我了吧？当然今天玩得很开心。”叶云淡淡一笑，也没兴趣打听对方的事情，随后便抬手将束缚着他双手的绳子给砍断了。失去支撑的陈月一下软倒在地上，一双纤细白皙的手腕已经被绳子磨出红色的痕迹，这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让人想要再做些什么。好在叶云已经玩够，摆了下手道：“好了，你可以走了。”地上的陈月就像个受尽欺负的小女生，狼狈地穿上被撕下的衣服，而后全身酥软的她都只能扶着旁边的树干，这才勉强站了起来。相比于在与裴雨嫣和雪兰师姐时，她还会顾及伤到对方，从而发飙一巴掌拍死自己，对这个想干掉自己的女杀手，她可就没半点怜香惜玉了，甚至在其眼中这就是个会说话的杯子罢了。叶云就在一旁冷漠地看着，最后不忘警告一句：“对了，回去告诉你主人，以后最好别惹我，否则我让他这真传弟子也坐不安稳。”闻言，陈月抬起头，同样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会如实禀报的。”说完，他就一瘸一拐地离开，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直至对方离开后，叶云看着满地狼藉，才不由轻叹一声：“都说红颜祸水，看来以后真得小心一些了。”他并不指望靠2句威胁话语就能让那位真传弟子不再对自己动手，归根到底，自身实力最重要，只有不断变强，才能让他对自己真正的忌惮乃至感到恐惧。此后，叶云并未直接离开，他小心翼翼地将周围的战斗痕迹全部都清理了一下。此后再返回废丹房，叶云已经开始愉快地舔包。陈月本身实力不算太强，但作为陈天傲身边的剑士，倒还真有不少的好东西。其中最珍贵的2件东西，就是2件凡阶极品法宝，其中1件就是最初困住叶云的金色旗子。此宝名曰金光旗，能够困住修为差距在3个小境界以内的修士，最高可困住先天巅峰修士。然后是一块看着黝黑的水晶，此为无影石，竟是一件极其少见的空间系法宝。其作用是提前存入玄气，发动之后可让自己在直径3米的范围内进行一次极快的位移。看样子先前从我背后偷袭就是用的这法宝了。叶云把玩着无影石，想到之前对方忽然消失，接着就出现在了自己背后，当初那一击如果不是有青钢甲挡了下来，自己恐怕就真的交代在那。但惊险归惊险，如今看着这些战利品，叶云的心情还是相当不错，这次可真是收获满满。说起来，3圣试炼在即，他本来还想是否要再添这些法宝，结果可倒好，直接来了一个送财童子。甚至除去这2件法宝，其储物袋内还有不少丹药，110块玄金，对外门弟子而言是极其富裕了。就是估计陈天傲估计该气死了。不久后，在陈天傲的别院之中，已经洗完澡并且换了身衣服的陈月这才来找陈天傲复命。在他的汇报之中，将自己战败并且被逼问的事情都说了下，只是被叶云做的那些事他却选择了隐瞒。
主人，情况就是这样。陈月站在陈天傲面前，躬身说道。后者看着他，倒也没想太多，只是吃了一惊。那老东西居然这么厉害。说完，他想到什么，关切问道：对了，暗杀失败，他没把你怎么样吧？陈月抿了下嘴唇，旋即摇了摇头道：没有，因为是在圣地之中，他没敢杀我。那就好。陈天傲点了点头，若有所思的道：看来先前外门考核上，他是隐藏了实力。是，那家伙还有不少法宝，实力很强。既然如此，见陈天傲陷入沉思，面前的陈月试探性问道：主人，您看还要再去刺杀他吗？不用了。陈天傲微微摇头，这次失败恐怕已经让他警惕起来，不能再贸然出手了。单单一个叶云，他自是不怕，就怕对方有准备，比如已经找上执法殿，那他再动手就是自投罗网。只是这个回答令陈月似是不甘心，难道就这么算了？当然不可能作罢。陈天傲冷哼一声，拿起手边一张登记表，微眯着眼道：那老家伙打算去参加三圣试炼，莫非您是想……没错，反正每次三圣试炼都会死很多人，多一个叶云也不会有人在意。在三圣试炼期间，由于毫无规则限制，每次三大圣地间的弟子都会打生打死，有人死在里面太正常了。而他要做的，就只需要找几个值得信任的外门弟子，在里面悄悄做了他听了陈天傲的打算。陈月眼前一亮，不愧是主人，考虑的真周到。陈天傲冷哼一声，冷冷道：区区一个外门弟子，逃不出本少的手掌心。这老家伙不但染指本少的未婚妻，还敢夺走本少送你的法宝，这次就让他永远的留在虚界之中。陈月的刺杀对叶云而言就是个小插曲，同时提醒他已经被陈天傲盯上了。因而在后续的这段时间，叶云在重塑两炉聚气丹后，就继续泡在废丹房之中艰苦的修炼。哪怕陈天傲胆子再大，想来也不敢直接找人到这废丹房中杀了他。而就在几天的苦修，叶云修为顺利突破瓶颈，达到凝气11重，终于突破了。叶云深吸口气，如今距离三圣试炼还有10天，如果丹药充足，没准还真能冲上凝气巅峰。只是再看手边的丹药，前几天刚重塑的2炉聚气丹又已经只剩下3颗了。真是的，这丹药也太不经吃了。不过要是让人知道他的修炼方法，估计吐槽上一句，就你这把丹药当饭吃，多少怕也不够。就在叶云准备再修炼2天，然后想办法再搞点丹药，忽然废丹房外传来阵阵敲门声。叶云愣了一下，好奇问道：是裴师姐吗？可转念一想，不对，如果是裴雨嫣的话，应该不会这么规规矩矩的敲门。果然门外旋即传来个熟悉的声音：是我，雪兰。叶云眼前一亮，当即迎了出去。开门一看，果然是内门的雪兰师姐，还真有一阵没见到她了。不知是不是伤势痊愈，眼前的雪兰师姐看起来要比上一次面色红润了不少。叶云当即笑着打了个招呼：雪兰师姐，您这可是稀客啊，莫非伤势已经好了？多亏你的丹药已经好了。雪兰微微点头，接着看了眼周围说道：这次过来想看看你这位强大炼丹师平时生活的地方。嗨，倒也算不上强大。对于炼丹师这个称呼，叶云还是有一内内的心虚。好在雪兰的注意也没在这上面，相比之下，他更关注还是废丹房的环境。当跟着叶云走进来后，他很快就皱了下眉头。好奇怪的味道，你就一直住这里？没错，都习惯了。叶云淡淡一笑，却有点让雪兰刮目相看了。有此炼丹技术，却还能沉下心住在这种地方，怪不得他能有这般成就。当真有几分大师风范。雪兰看了一圈后，对他赞许道：如今一看，我倒是对你有些钦佩了。闻言，叶云轻笑一声：那还真是不胜荣幸。由于废丹房环境杂乱，到处都散发着废丹的气息，雪兰找了个好一会，才勉强找了个觉得干净的地方坐下，接着对叶云问道：对了，你去找过莫师姐了吧？见面还顺利吗？作为中间人，他还是挺关心这点。叶云挠了挠头，不禁想到在玉女峰上和莫如烟发生的种种，最终他轻咳一声道：这个嘛，还算顺利吧。那交易呢？也达成了。叶云肯定的回答令雪兰吃了一惊。真的？那位师姐可是出了名的孤僻，讨厌与人接触。刚开始他确实不同意，但后来听说我要去三圣试炼，居然就爽快的同意了，代价就是替他做一件事情。叶云解释了一番，当然作为一个靠谱的男人，他并未将具体交易内容透露出来。闻言，雪兰诧异地看着他问道：所以你答应了？当然，这我似乎没有理由拒绝。叶云耸了耸肩，在他看来，这跟白嫖一步剑诀没什么区别。听完之后，雪兰沉默片刻，最后轻叹一声：好吧，
你还是要参加3圣试炼啊？本来他还以为上次之后叶云就放弃了呢，看起来这家伙就是为进入3圣试炼才想要寻求御剑之术。这时叶云笑了下，没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雪兰师姐这次过来，不会就是单纯来关心我的吧？之所以这么想，主要还是这位师姐对她的好感度仍然停留在厌恶的阶段呢。想也不可能专程来关心一下自己。果然被点破心思的雪兰深吸口气道：我堂妹你也知道吧？不错，这回应该被外派出去了吧？但最近她受伤了。雪兰望着叶云沉吟道：我想找你讨个丹药。行。叶云毫不犹豫地点了下头。见此，雪兰犹豫了下。我需要4品化蛊丹。顾名思义，这化蛊丹的作用主要就是化解一些邪修的蛊毒，和上次的圣火丹一样，都属于颇为小众的丹药，一般炼丹师还真不会炼制。但叶云嘛，再次毫不犹豫地点了下头。行。雪兰脸上一喜，接着问道：那你看今天能炼制吗？行。见叶云再次答应，雪兰松了口气。多谢，那你先炼制，之后我用玄金来支付。结果这次叶云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这个不行。雪兰愣住了，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却见叶云嘴角微扬，笑盈盈地望着他：我这里只接受双修付款。此话一出，令雪兰懵了，旋即他瞪了眼叶云：你这家伙怎的这般好色？可惜对于他的吐槽，叶云反而一脸得意的道：俗话说男人不色何来英雄本色，这不很正常的事情吗？你……雪兰被他的歪理给噎得说不出话来。更让他郁闷的是，叶云这会都已经凑上近前，对他开始上手了。叶云一手搂着他的腰肢，凑到他耳边吹着气的笑道：师姐，其实上次你也很舒服吧？雪兰抿了下嘴，没好气道：怎么可能，我才没有。当然这话说的他自己都有点心虚了。自从有了上次的经历，偶尔他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是吗？叶云似是看穿他的内心，直接对他吻了下去。这突然的袭击令雪兰懵了下，虽然以他的实力完全能一脚把叶云踹飞上100米，可眼下却感觉娇躯都酥软了下来。混蛋，你！他本想训斥叶云，可话到嘴边却有种说不出的温软之感，甚至于都感觉像是在撒娇一样。这也让叶云信心倍增，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师姐，你想想，反正咱们都有过一次，再来一次又有什么？反正也没人知道。至于好处，和上次一样，我给你2颗无瑕化蛊丹，你可爱的堂妹很快就没事了。一连串的诱惑让逐渐动情的雪兰内心已经在天人交战了，直至最后提到堂妹，则完全绝杀。雪兰瘫软在他的怀中，内心也给自己想好了辩解的理由。没错，自己并不是想做那种事，也不是因为身体动情，而是单纯为了救妹妹而已。最终他轻嗯一声：你这次温柔些。放心，我会很温柔的。半个时辰后，在叶云的努力下，不出意外，雪兰的好感度竟然上升了，从先前的厌恶直接一跃成为略有好感。所谓日久生情，原来是这个意思。叶云若有所思，而随着好感度上升，他这次获取的造化值也更高了。恭喜您获得60点造化值。叶云心满意足，接着转脸看了眼还在与他同床共枕的雪兰，调笑问道：师姐，这次是不是很喜欢？为了有回头客，他可是刻意的收敛着，免得让雪兰感到不舒服。这样不仅能提升好感度，说不定还会有下一次。满脸红晕的雪兰稍稍别过脸去：才没有很喜欢。是吗？明明很主动。雪兰脸上红晕更盛，默默将脸埋入被子之中，心情则像是乱麻一样。他实在不明白自己怎会变成这样。见此情形，叶云也没继续调戏他，转而问起了正事。话说回来，你堂妹刚外派出去，怎得会中那么强的蛊毒？需要用到4品化蛊丹，可以想象已经是极为强烈的蛊毒，下蛊之人起码得是化丹修士了。提及此事，雪兰脸色逐渐阴郁下来。他所在的地方近日遭到邪修袭击，对方乃是个蛊师。叶云吃了一惊，不禁问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居然敢对他们动手？虽然被外派出去，但他们仍然属于圣地弟子，在各处的基层都是能作威作福的。对此，雪兰冷哼一声道：还不是九幽圣地那些混蛋家伙。这下叶云听懂了，如果是九幽圣地，那确实是没什么毛病。在东周之中，总共有3大圣地，他们互相掣肘，共同瓜分这一州之地。其中古道圣地与月轮圣地明面上都还算自诩正道修士，而九幽圣的则出了名的爱搞事情，外界不少有名的邪修都是出自这一个圣地。只是面对一方圣地，无论古道圣地还是月轮圣地，都不愿意与之生死相争，
不涉及核心利益，能过去也就过去了。顿时，叶云想到什么，问了一句：“所以之前你也是被九幽圣地所伤？”“没错。”雪兰神色冰冷的道。那九幽圣地也不知在谋划些什么，这些年越来越不安分了。光是近期去外面历练的弟子，就有不少遭到袭击了。听完他的讲述，叶云不由叹了口气，看起来外面这也不太平啊。自从入宗之后，他都几十年没出去过，也不知外面成了什么样子。这时，雪兰看向他，提醒道：“总之，你要参加三圣试炼，最好小心点，也不知道这次九幽圣地会不会在里面搞事情。”“了解，我会注意的。”叶云嘴角微扬，对于三圣试炼，他倒也不是太担心。根据他先前的询问，历届三圣试炼能进去的灵气巅峰非常少，只要自己也达到，不出什么太大意外，就能安然度过这一次的三圣试炼。不多时，叶云便先行下床，佯装去为雪兰炼制化骨丹去了。实际情况则是他在寻找废丹，并找个房间进去待着。最终，叶云花费20点造化值重塑出一炉化骨丹，并在后面交给雪兰。多谢惠顾，欢迎下次光临。叶云笑着招了下手，令面前的雪兰脸都红了几分。谁会再找你这色鬼？说完就拿上丹药迅速离开，走的时候还差点摔了一下。叶云倒也不急，就这位师姐先前表演的样子，大概率还会再有下一次。生活还真是美好啊！玩爽了的叶云目送着雪兰离去，接着脸色才逐渐严肃了起来。好了，也该继续修炼了。玩归玩，闹归闹，为了这次三圣试炼，还是得尽可能多的提升实力。如今还剩下40点造化值，叶云照例先重塑了一炉生玄丹，然后是3炉聚气丹。不多时，数十颗丹药就已顺利到手，这些应该是够了。在剩下的10天时间，叶云依旧泡在废丹房，全身心的修炼。就在叶云闭关修炼之时，随着三圣试炼的临近，古道圣地是相当的热闹。由于圣女大人立下的新政，现在许多超龄的外门弟子都将面临被外派，或者是去三圣试炼拼一下的选择，也由此不少有意参加的弟子都在这最后时间进行冲刺。转眼间，时间来到三圣试炼开启前一天。废丹房中，叶云盘坐在房间之中，上次获取的丹药全都已经用光。就在刚刚，他将最后一颗生玄丹服下，眼下就正处在最重要的突破阶段，感受着体内经脉中的汹涌玄气，已经处在某种临界点，可始终都没能将之破开。最后，郁闷的叶云干脆口中厉喝一声：“草，给我破！”不知是不是这一吼将他的任督二脉打通，随着轰的一声，叶云身上迸发出一股汹涌的气息，身上的玄气波动也骤然强横许多。至此，叶云才放松下来，待到睁开眼时，眼中只剩下无尽的狂喜。哈哈，爷我成了！这1个月来，他披星戴月的努力修炼，就是为了这一刻。从1个多月前的凝气一众，到经历大量的无暇丹药的浇灌，他的修为终于是来到凝气之境的巅峰。自这一刻起，放眼整个外门之中，他也称得上是1等1的强者。如今就是碰上各个圣地外门之中那些所谓的顶尖高手，自己不说打赢，起码保全自身是毫无问题了。可惜就是时间还太过紧张了，否则如果丹药充裕，叶云感觉最多在10天半个月，他就能突破至先天之境。不过现在这就已经很满意，毕竟他的提升速度在寻常外门弟子看来，恐怕已经像是坐了火箭一样。此外，叶云不仅仅修为大增，就连风灵剑诀，亦或者身上几件法宝，他也都能够熟练的运用。至于实战水平如何，还是得跟人碰一碰才知道。叶云看着双手，脸上满是笑容。如今万事俱备，就差三圣试炼开始了。翌日，古道圣地某处平台上，由于三圣试炼的地点位于一处名为虚界的次空间之中，所以在开始之前，需要参与者先聚集在此，并在领队的带领下通过传送阵进入。作为50年才开放一次的活动，历届三圣试炼都颇受圣地重视。这一天很早，所有报名参加三圣试炼的外门弟子全部都已经在这里聚集完毕了。而当见到人群中的叶云，周围不少认识他的弟子都吃了一惊。稀奇了，叶云这老家伙居然也敢来参加三圣试炼，他不会以为这三圣试炼和外门考核一样吧？啧，估计他是没法活着出来了。对于这次外门考核唯一一个通过的杂役弟子，叶云在外门之中稍微还是有一点辨识度，不少人都听说过他，知道他利用法宝战胜过一位凝气5重的外门弟子。然而这份实力在他们乃至三圣试炼中就完全不够看了。对于他们的议论，叶云尽管听在耳中，却并未在意。果然来的都是些外门的精锐。叶云混在人群之中，也在打量着周围的外门弟子，大概看下来总共有100人左右，其中凝气10重及以下就占了90%以上。至于凝气11重乃至更高的弟子，数量上加一起连10个都没有。
而和他一样在宁气巅峰的弟子更是只有2个，看起来也都年纪不小了。归其原因也很简单，年轻点的达到这个境界，大多都有信心突破先天之境，故而不会想冒险参与3圣试炼。如果其他圣地也这样，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叶云松了口气，心中暗暗思索着。可忽然之间，他皱起眉头，就在刚刚分明感受到有3道冷厉的气息锁定自己。他余光扫了眼周围，很快在人群之中注意到2男1女3名弟子。明明自己都不认识他们，但这3人对他展现出的敌意简直是扑面而来，实在有些不太对劲。难不成又是陈天傲？这3人的气息都不弱，尽管和自己还有些差距，但还是小心一些比较好。就在他思索之时，周围一位化丹境长老朗声道：“都先安静。”此话一出，周围迅速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好奇看向他。接着就见那长老抬起手来，掌心飞出一道道金色的流光，精准地落在每一个人的手中。咦，这是？叶云打量着手中的金色纸张，而那位长老已经朗声道：“发给你们的是由上一届试炼弟子绘制3圣试炼所处空间的内部地图，上面标注有大致的危险区域以及撤出点的位置，你们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下，一旦开始3圣试炼，这就是你们安全的最大保障。当然，由于过去很久，其中危险区域可能发生变化，你们也需要注意。”听了他的讲述，在场弟子无不眼前一亮，连忙查看其手中的地图，其中也包括叶云，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然后就愣住了。奇怪，这地图未免太简略了吧？同样都是3圣试炼内部地图，可这圣地所发放的地图在细节上跟莫如烟给他的差距太大了。后者给他的地图上有不少危险区域都和圣地版本不同。叶云并不傻，稍微一分析就能感觉出自己拿的地图可能是更详细乃至实时的版本。真是见鬼，莫师姐是从哪搞到的这地图？甚至于因此，叶云都对莫师姐整个人产生了几分怀疑。虽然只接触了1次，但对方给他带来的疑问可太多了。就在这时，那位化丹长老淡淡道：“好了，你们就先看地图，待会等领队过来就出发。”他的这一番话提及领队，顿时引得周围不少人低声议论。听说了吗？这次的领队似乎就是圣女大人。我去，怎么可能？3圣试炼可还从没有这等级别的人做过领队啊！如果真是他的话，那可真是咱们的荣幸了。是啊，这岂不是说咱们能得见圣女大人尊荣？太好了！这些人的议论让叶云听得吃了一惊。确实，按照往届的惯例，一般都是各方派一个元灵级修士带队就可以了。圣女殿下亲自带队，完全称得上是屈尊，这属实有点不可思议。但同样的，叶云心中也有些好奇，那位传说中的圣女究竟是什么样子？听说什么美若天仙，我倒要见识见识。有关这位圣地圣女，外面信息很少，相关的传言则是很多。由于她是从外面被圣主带回来，回来不久就被立为圣女。有人说她单纯是天赋逆天被选中，也有人说她是女帝转世，更有甚者说她是圣主的私生女。只是她一向深居简出，圣地内见过她的弟子非常少。没曾想，这位居然要来带队3圣试炼了。在叶云的期待之中，这位圣女并没有让他们等太久。很快就听不远处传来一声高呼：“圣女殿下到！”所有人行礼。叶云本能的抬头望去，便见不远处的天空上一道道身影落了下来，其中绝大多数人他都不认识，但却能感受到那些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恐怖气息。哪怕是化丹境界的长老，在这些人面前也都显得有些普普通通，而这些修为高深莫测的前辈也都只能跟在那一道火红色的倩影之后。不多时，那些修为高深的强者分列两边，望向倩影躬身行了一礼，恭迎圣女殿下。此刻在平台上的一众外门弟子全都抬头望去，一时间眼神都恍惚了。映入眼帘，一个踏燕而来的女子，身材傲人，身上披着的长袍如翻涌的火焰在风中飘动，在她的身后散落着及腰的赤红长发，脚下则是赤足点地，一双赤金色的双瞳仿佛能够将世间的一切融化，以傲岸的眼神垂眸凝望着所有人。在这一刻，她就仿佛是君王般俯瞰众生，好美。这是所有外门弟子的心中同一时间浮现出的想法。古道圣女红仙儿，传闻其如同天生的女帝，确实是名不虚传。一时之间，众多外门弟子在红仙儿的眼神之下，几近本能地跪了下来。弟子恭迎圣女殿下。就连自认为免疫力很强的叶云，在看到这位圣女时，也是由衷地感叹了一句：她真好看，这个我是真的喜欢。只是与此同时，造化神炉的声音也在耳边传来，检测到红仙儿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对于这个提示，叶云只能说提示了个寂寞。开玩笑，这是自己不想获取吗？关键是这也得能够得着才行啊。从对方表现出的气势
以及先前定下的政策来看，这位圣女殿下应该是属于极其强势的那一种女人。想到这里，叶云也不由轻叹一声，唉，也不知道这种女人要怎么样才能征服呢？就在这时，他感觉到旁边有人拉了下他的衣角位，见到圣女还不快跪下。叶云这才回过神来，刚才光想着打洞的事情，一时间竟忘记行礼了。结果就是整个平台之上的外门弟子就只有他一个人，鹤立鸡群地呆站在原地。一时间众多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就连身形落下的红仙儿视线也自然而然地落在他身上。叶云反应过来，赶忙就要跟着跪下，但红仙儿却摆了下手道：不必跪了，还有诸位师弟也都先起来吧。出乎预料，这位圣女殿下虽然看着气势强横，却并没有想象之中的咄咄逼人。多谢圣女大人。虽说不用跪，但出于礼貌，叶云还是躬身行了一礼。这时红仙儿看着叶云，似乎是认出了他，你就是前不久唯一一个通过外门考核的杂役叶云。正是在下，圣女殿下知道我。不错，听说你成为外门弟子，还主动选择留在废丹房。这番话令周围人都挺惊讶，废丹房那破地方他们大多都去过，根本不是人待的。这家伙明明都成为外门弟子，居然还选择留下。对此，叶云煞有介事地道：宗门待我不薄，我自当要在这废丹房继续奉献。既如此，你又为何要参加三圣试炼？对于这个问题，叶云真想吐槽一句：您说我为什么参加三圣试炼，还不是你特么逼的？当然现在这么说显然会被一巴掌拍死。最后叶云还是一本正经的道：弟子就是觉得修炼本就逆天而行，若不挑战一下自己，未来难有什么大成就。说得不错。红仙儿微微点头，对其轻笑道：那就祝你能在试炼中获得个好成绩。多谢圣女大人，在下一定力争上游。只是叶云这自信的话语在其他人看来太可笑了，就凭你这刚成为外门弟子，还是天天在废丹房待着，拿头去力争上游啊。这时红仙儿抬头望向众人，当然也同样祝各位能够在试炼中荣获佳绩，为我古道圣地争光。你们赌上性命为圣地而战，这是至高无上的勇气。待到结束之后，也将由我为大家亲自接风洗尘，举办庆功宴。身为身份崇高的圣女，由她嘴里说出这一番话，对一众外门弟子而言不亚于最强的助力。果不其然，众多外门弟子无不振奋起来，为了圣地至死不渝。所谓提携玉龙为君死，大抵也就是这样了。见此，红仙儿这才点点头道：很好，那么准备出发。说着他抬起头来，看向不远处的一众人，开阵。话音落下，早已准备就绪的几名阵法师纷纷发动玄气，将之注入阵眼之中。叶云环顾周围，便见一道道蓝色的光柱冲天而起，一股惊人的磅礴玄气席卷天地之间。这恢宏的场面令叶云与众多外门弟子都惊呆。只见看到他们脚下的平台迅速发出湛蓝的光芒，直至最后完全被光芒包裹，身体也随之一轻。这还是那么多年来叶云第一次体验传送阵，感觉就像是灵魂被从头顶剥了一样。这是到地方了，映入眼帘是一片荒芜的世界，看着有点像是沙漠一样。再看周围，除去参加试炼的弟子，就只有圣女红仙儿进来了。而在不远处的荒地上，则还有着另一队人。在见到他们后，那边的人迅速凑了过来。叶云观察了一眼他们身上的服饰，很快断定这应该是月轮圣地的弟子。看人数上和他们差不多，都是100出头的外门弟子。他们之中的领队则是一名白衣老者，身上气息之上明显超越华丹，想来是位元灵之境的强者。只是在过来后，他也立马露出震惊之色。红仙儿，今年古道圣地居然是由你来领队。而月轮圣地的一众弟子也都不出意外的看呆了。对于眼前这白衣老者，红仙儿倒也还算客气，点了下头道：毕竟是圣地的重要活动，总该来看一看，增长些经验。闻言，白衣老者点点头，感叹道：看来那位圣主前辈已经确定要让你来继承圣地了，真是恭喜了。面对这老者的恭维，红仙儿只是淡淡回了4个字：这个还早。也不早了。老者打量着红仙儿，试探性问道：再不久，想必你就要进入生死劫境，寻生死关了吧？不错，这个快了。啧，不愧是圣女，这修炼速度真夸张，想来生死关对你而言也是随便的事。希望如此吧。附近的叶云则竖着耳朵在听，同样也震撼于红仙儿的修炼速度。所谓生死劫境，乃是在元灵之上的生死境，凡达到这个境界之人，需要找寻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死之劫，最终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勘破难关，破而后立入超凡。所谓破的生死劫，方可超凡于世间。不管你是何等逆天的妖孽，都必须要走这一遭，否则就永远被困在这一境界吧。
只是一般来说，达到生死境都得几百岁了，这红仙儿还不到100岁，天赋实属夸张。哎，这就是圣女的含金量吗？叶云暗暗感叹，若非拥有造化神炉，恐怕这就是他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存在。可同样的，在叶云心中也更加想尝试着去征服一下这位圣女了。就在两边讨论中，附近传来一个稚嫩但却带着混响的声音：啧，这不是火圣女吗？怎么，古道圣地无人了吗？居然要让堂堂圣女来带队三圣试炼？这饱含敌意的话语令叶云等一众人都循声望去，映入眼帘是一对身着黑衣的修士，显然这些就是九幽圣地的弟子了。为首之人乃是一个鹤发童颜的童子，正笑盈盈盯着红仙儿。红仙儿似是认出他来，也是与他友好的打了个招呼：老东西，你还没死呢？那当然，老夫可还没玩够呢。鹤发童子倒也不恼，反倒对红仙儿调笑道：我可听闻火仙子未度生死劫，欲寻一个道侣，不如考虑一下老夫如何？保证活好。这一番话令古道圣的弟子都愤怒不已，这老东西居然敢调戏圣女大人，如果是在外面，就是给鹤发童子10个胆也不敢公然调戏红仙儿，但在这里他代表的是九幽圣地，并不担心对方敢杀自己。当然他还是有些小看红仙儿了。话音刚落，就见红仙儿玉手微抬，一道烈火之剑从虚空射出，瞬息之间就斜插在鹤发童子胯下的地面。再多嘴一句，我想阉割了你，就连你们九幽圣地也会有不少人拍手称快。你……鹤发童子看着胯下的剑，不由吞了下口水。而这一剑下来，也让在场不少男同胞，包括叶云，感觉胯下一凉。这位圣女似乎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凶猛。不过刚刚鹤发童子的话吸引了他。话说回来，他居然在找道侣。眼看两边针锋相对，白衣老者只得站出来调和一下：两位都冷静点，咱们聚在这里乃是为了三圣试炼，而非为了互相争斗，你们说是吧？有了他递出来的台阶，鹤发童子也没再继续与红仙儿争论。也是，这个话题到此为止。鹤发童子轻哼一声，旋即对身边的黑衣青年冷声道：如今看来，古道圣地这次气势很盛，记得试炼开始后遇到他们的弟子上点心。那黑衣青年外表极为张扬，明明有储物袋，但腰间还是别了一把长刀。叶云打量了他一眼，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并未遮掩气息，简直在身上写了凝气巅峰这4个字。这家伙还真是装逼啊。面对鹤发童子的话，这黑衣青年阴森森地回了一句：前辈放心，弟子定然好好照顾古道圣地的弟子。这一问一答简直就是明晃晃的威胁。红仙儿不为所动，淡淡回道：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黑衣青年也是够嚣张，面对红仙儿的话都轻笑一声：好，那前辈就看着吧。接着四视注意到叶云的目光，转眼冷冷看了他一眼：老东西，盯着我看什么看？想死吗？看他这歹人就对的样子，估计就是路过的狗都得被他踹上一脚。叶云可没惯着他，白了他一眼道：没啥，就是看你像我孙子。老东西，你找死！黑衣青年杀气腾腾，眼看又要针尖对麦芒。见状，白衣老者又出来打圆场：行了了，别说废话，都准备开门吧。正如白衣老者所说，他们聚在这里，重点还是三圣试炼。黑衣青年轻哼一声，眼神恶狠狠地瞪了眼叶云，似乎在说：你等着吧。至于叶云则懒得理他，视线看向在他们不远处的一座巨大石门。看来三圣试炼就在这里面进行。按照广泛的说法，这三圣试炼所在空间乃是3大圣地共同封印，故而要解封进入也需要3方的配合。果不其然，在他的注视下，红仙儿、鹤发童子乃至白衣老者，他们围绕着巨大石门3角形站定。他们手中分别取出一块玉牌，随着各自玄气的注入，3道颜色各异的光束注入石门，随着彩色的光芒在石门中绽放，这巨大的石门竟是化作如同传送门一样，强烈的吸引力从中不断传出。大门已开，都准备进去吧。白衣老者望着众人，朗声交代道：在试炼空间内将会存在多个传送门，并在10天之后开启，并持续1刻钟的时间。你们切记，要在这个时间之内通过传送门回到这里。闻言，叶云不由问了一句：那要是没来得及呢？鹤发童子冷笑一声，替他做出了回答：没赶上，那就准备在里面待无数年，全家开席吧。这时红仙儿瞥了他一眼，对叶云等人淡淡道：都不必紧张，传送门位置明显，开启前也将有提示，你们稍加留意即可。是。叶云等人都松了口气，齐齐应声。而随着传送门一开，已经陆续有弟子冲入其中，叶云也跟着人群而去。在这期间，他似是发觉什么，本能的转头看了眼身边的月轮圣地女修。奇怪，这股气息。叶云打量着女修一眼，发现她脸上戴着面纱，
身材倒是不错，关键是在他身上感受到一股压迫感。自己可是宁气巅峰，在这参加试炼的弟子中，怎可能还有能给他这等压迫感的弟子？就在他观察之时，耳边还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目标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叶云嘴角微抽，不是，这让自己拿什么去获取？甚至可能是看得太入迷，引得一旁的蒙面女修也转脸冷冷看了他一眼。你有什么问题吗？刹那之间，叶云感觉灵魂都被刺穿，这女人不简单。没什么。叶云微微摇头，装作什么也没发觉，接着跟随人群进，直冲入大门之内。见此情形，蒙面女修柳眉微皱，这老家伙难道发现什么了？可即便如此，他也别无选择，当即跟着进入大门之中。而看着他们进入的黑衣青年，眼中则是闪过一抹厉色。老东西，咱们等着瞧吧。红仙儿他打不过也惹不起，但干掉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那还不是手拿把掐？而后他也跟着进入其中。不久之后，三大圣地300余名外门弟子就已全部进入试炼之中，大门上的光芒也随之消失在原地，就只剩下3名领队。他们需要在这等到10天以后，准时的开启传送门。在这期间，白衣老者看着大门轻叹一声。话说自从数百年前3圣试炼有异象出现，其中的封印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稳了。你们说那东西不会逃出来吧？对于他的担忧，红仙儿神色淡然地回了一句：这你就多虑了，里面有着多重对他的封印，除非有外力解除封印，否则他不可能逃得出来。就连鹤发童子也表示同意，冷笑一声道：不错，就连里面的封印也有着多重的迷阵保护，即便进入的弟子也不可能撞到那东西，直至彻底消失也绝无翻身的机会。对于他们的话，白衣老者似乎也觉得有道理，点了下头道：希望如此吧。这时红仙儿瞥了眼鹤发童子，冷哼一声道：比起这个，我倒更在意你们九幽圣地近些年在筹划什么阴谋。我古道圣地的领地可不止一次被你们袭击了。奈何在这种事情上，鹤发童子反倒是无耻了起来，两手一摊便道：怎么可能，这绝对是误会，我们九幽圣地可是和平主义者。哼。红仙儿嗤笑一声，却也没再说什么，想来无论说什么，对方都会死不承认。像九幽圣地这种，还是得用铁拳告诉他们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3圣试炼空间内，叶云感觉从天空落下，待到稳住身形，当看向周围之时，映入眼帘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比起外面的荒芜之地差别巨大。这里看起来就像拥有一个单独的生态系统，唯一区别可能就是这里没有日月，只有空无一物的白昼。叶云吃了一惊，轻声感叹道：没想到里面的景色这么好，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只是恐怕也就景色如此。就在叶云刚落地，就感觉有东西朝他飞速靠近，接着朝他扑杀而来。这是……叶云手中瞬间凝出精灵弩，以极快的速度瞄准并射出，金色的流光飞袭而出，将扑过来的东西贯穿。待到落下才看清楚，这居然是一只通体红色的异阶玄兽。这玄兽在实力上堪比人类的凝气7重，稍不留神还是非常危险。果然，这里面真的存在玄兽。叶云惊讶不已，都说强大玄兽陨落后，周围会滋生出低级玄兽，可这都多少年过去，居然还能存生出玄兽，不愧是9阶玄兽，当真恐怖如斯。而就在这玄兽尸体的附近，正有一颗通体红色的水晶，像是矿石一样从石缝中生长出来。看着其外表特征，叶云很快眼前一亮，看来我运气不错，一来就找到一枚龙晶。他连忙走上前，用圣地提前发放的小铁镐将之一点点的抠了下来，握在手中，一股温润质感传入掌心。显然这就是他们的目标，龙晶。就是这小小的水晶，对于阵法师、炼丹师乃至炼气师都是1等1的资材。只是可惜他们在此开采的龙晶绝大多数都要上交，只有极少数才能自己留下来。对此叶云倒也无所谓，反正自己也都用不上。接下来该办正事了。叶云取出地图，照着周围的标志找了一下，很快就确定自己在地图之上的位置。好消息是，从地图上来看，自己距离标志的龙鳞所在地并不远。坏消息则是，这期间有不少危险区域，需要绕行一下。在规划好路线后，叶云这才深吸口气，看了眼目标的所在的方向。好了，出发。叶云这一次3圣试炼的目的很明确，无外也就2个。其一自然是争取第一，保底前3名，从而能够继续留在古道圣地。其二便是帮助莫如烟将他需要的龙鳞给带回去。如果是靠自己，那这2条无论哪一个都颇具难度，但在拥有详细地图后可就太简单了。半天时间过去，叶云凭借莫师姐给予的地图，顺利绕开一同危险的区域，并来到目的地的附近。
之所以暂时驻足，是他注意到在前面的地上横七竖八躺着10多具尸体。从制服上来看，其中3大圣地的弟子都有，看来是在不久前刚发生了一场火拼。每个尸体身上的储物袋乃至之前物件全部被搬走，个别女修的尸体还明显有被恶意翻开的痕迹。看着这一幕，叶云不禁轻叹一声，还真是惨烈啊！这就是三圣试炼，不同于宗内的比武切磋，这是真正意义上你我死活的战争。望着一众曝尸荒野的尸体，叶云觉得有些可悲，抬手一把火全部烧了。而就在不远处的悬崖之上，正伫立着数道身影，目光清一色地看着下方的叶云。如果叶云注意到他们，一定会惊讶发现，这几人中带队者正是先前留意的月轮圣地的蒙面女修。他们从刚刚就在，自然也明白叶云烧了这些尸体的出发点是好的。这时，其中一人低声问道：“大长老，您看要杀了这老家伙吗？”闻言，蒙面女修凝望着叶云，摆了下手，淡淡道：“不用了，本座隐藏修为来此，并不是为了杀人，还是先去办正事吧，距离目的地也不远了。”说完便转身离去，周围一众弟子见状，也都纷纷跟了上去。而在下方的叶云则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奇怪，怎么有种在鬼门关溜了一圈的感觉？叶云皱着眉头，四下看了一眼，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不行，还是得赶快离开这。烧完尸体，叶云迅速离开，继续向着目的地而去。不多时，叶云便来到目的地附近，并且在这附近找到不少未被开垦带走的龙晶。看着地图上的标志以及面前的一堆龙晶，叶云嘴角微扬，这地图可真不错，简直就跟开了通透世界一样。这一路上他已经挖了不少龙晶，照这个效率下去，第一名基本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只是就在叶云准备上前挖掘，忽然他似是察觉到什么，余光扫向一旁的草丛之中。叶云口中厉喝一声：“谁在那里？”自从达到凝气巅峰，他的感知力也大幅提升，刚刚明确在草丛中察觉有人。果不其然，在他话音刚落，3道人影就从草丛中走了出来，脸上还带着冷酷的笑容。老东西，感知还挺敏锐的吗？当看到来人，叶云恍然大悟，这3个不是别人，正是先前在古道圣地的队伍中无故对自己展露敌意的3个家伙。2男1女3个外门弟子走上前来，神色冰冷地望着他。其中蓝裙女修似是领头之人，走上前摇了摇头道：“真可惜，刚刚还想着可以给你个痛快的来着。”叶云望着他们，眉头微皱：“我们可都是古道圣地的人，听你们的意思是打算杀了我？为什么？”他佯装疑惑地问道，想从这3个人口中确定下是不是陈天傲那家伙在针对自己。可惜这3人倒也谨慎，蓝裙女子冷笑一声道：“要怪就怪你自己得罪了你惹不起的人。”说完，他盯着叶云舔了下舌头道：“老家伙，奉劝你还是别挣扎，否则惹怒了本姑娘，可是会一点点把你折磨到死的。”面对这蓝裙女子的威胁，叶云却不禁嗤笑一声：“是吗？就怕你们没有这个实力。”而就在同时，他耳边也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目标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叶云眉头微挑，有意思，这不来活了吗？而对面的3人在听了叶云的话后，对视一眼后哈哈大笑。蓝裙女子更是笑得花枝乱颤，戏谑道：“老东西，你活在梦里的吧？搞清楚状况了吗？现在是3对1，优势在我们。”按照老大给的准确情报，这叶云不过就是一个凝气10重以及拥有几件威力不俗的法宝，但他们可是有3个人，并且还都拥有凝气11重乃至12重的修为，再加上各自法宝也都不弱，足够碾压叶云了。对此，叶云淡淡一笑：“优势在你，那你可以试一试。”哼，装神弄鬼。蓝裙女子嗤笑一声，美眸微眯道：“等将你擒获之后，真的跟你慢慢玩了。”对他们而言，这次进来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干掉叶云罢了，所以在找到这家伙后，他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慢慢将其折磨死，而这也正是他的乐趣。都给我上！他看了眼身边2人，口中轻喝一声：“是，师姐。”2名男修同时点头，接着便面露凶光，手中也都凝出一刀一剑。顷刻之间，2人便一左一右，默契配合着向叶云袭来，在空中划出2道凌厉的寒光。可就在他们还未靠近叶云，便见一道青色剑光在半空掠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骤然将其中一人的胸口贯穿。什么？他张了张嘴，口中鲜血狂涌，同时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着从背后贯穿自己的青色长剑。这怎么可能？话音未落，他便倒在地上，再无声息了。而另一名外门见修目光微凝，他压根就没看到那把青色长剑是从何而来。好在眼下他已来到叶云身前，当即咬牙喝道：“操，给我去死！”恐惧转化为愤怒，令他对叶云全力发动攻击。长虹剑诀。
外门剑修手中剑若长虹，迎面向叶云突刺而来，可却正好撞上叶云面前祭出的元武盾。砰的一声巨响，余波席卷而出，可前方的叶云未退分毫，反倒是他被强大的防御给震飞出去。待到稳住身形后，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叶云，这不可能，就算是凡阶上品法宝，以你凝气石重的修为，又怎么可能挡下来？哦，我有说过自己是凝气石重吗？叶云笑着瞥了他一眼，令其当场呆滞了。至此他才注意到叶云身上正散发出的玄气波动确实不属于凝气石重，而应该是凝气巅峰。你，他瞳孔微缩，似乎被震撼到了。而叶云也抓住机会，迎面冲出，对着他就是一拳，直接将他给打出去。见此，外门剑修感到不妙，当即在身前祭出一面青色光盾。玄武盾开，巨大的青色光幕在身前展开，防止叶云进一步追击。然而叶云其中一只手迅速变换手印，口中则是冷笑道：行了，你也去找他吧。顿时远处地面的青色长剑剑身一阵轻颤飞起，当即180度掉头向外门剑修直射而去。就在外门剑修背后的防御空白处，青色的剑光就已划破天际，将他在天空之上洞穿胸口。随着他尸体的落下，青色长剑也回归叶云手中。此刻他的目光最后落在剩下的蓝裙女子身上，冷笑一声道：下面轮到你了。从前面第一人被杀到后面第二人陨落，两人之间充其量也就隔了几秒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蓝裙女子都没来得及反应，回过神来就已看着叶云提剑朝他走来。你不要过来！蓝裙女子被他手段吓到，这老家伙修炼的居然是最为困难的御剑之术，并且看起来还是颇为强大的剑诀，并且他所驱使的飞剑看起来也非同一般，都不像是凡阶法宝能有的威力。最终他本能地后退，接着就化作一道蓝光向身后遁去。见此，叶云冷笑一声：现在想走未免太迟了。说着他伸出手来，金色的小旗从掌心飞出，以极快速度向蓝裙女子飞去，随着金光旗的迅速展开，直接化作一个巨大光球，将蓝裙女子给封在里面，差点她还一头撞了上去。该死，这是金光旗！蓝裙女子脸色微变，手中凝出一柄长剑，不断地挥砍着金色光幕，可惜只是无用功罢了。叶云来到近前，对她冷笑道：别挣扎了，这金光旗的防御，你短时间无论如何也破不开，除非打赢我。你……蓝裙女子自然也明白，看着走上前的叶云，态度也终于是软了下来。师兄，看在咱们都是同门的份上，您就饶我这一次吧。说话之时，他已经是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见此，叶云微眯着眼，冷声问道：说说吧，是谁派你们来的？这……蓝裙女子有些犹豫，可随后就看到叶云面前悬浮起来的飞剑。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感受到叶云目光中的杀意，蓝裙女子慌了，连忙说道：是陈天傲，都是那家伙，是他逼迫我们来杀你的。不仅解释了幕后黑手，顺便还把锅甩了过去。他这番话倒是很聪明。而叶云眼中则是闪过一丝冷意，果然还真是他。看起来对方是真要跟自己至死方休，看来回去之后真的想想如何对付他。这时蓝裙女子看着叶云，小心翼翼的道：师兄，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是不是可以放了我了？放了你？叶云眉头微挑，旋即盯着他身前美妙的曲线，笑了下道：这样吧，如果你要是能将我服侍得很舒服，我可以考虑一下放过你。当然，这里他说的也只是考虑一下，至于考虑的结果如何，呵呵。闻言，蓝裙女子懵了，要自己跟这样一个老家伙做那种事，这种事，怎么？你不同意？我……叶云嘴角微扬，此刻的他笑得像是个反派。当然，我这个人很遵从自愿原则，你可以选择自愿，或者被迫自愿。蓝裙女子轻抿嘴唇，平日在外门作威作福的她，何曾被这般欺辱过？可看着叶云手中明晃晃的长剑，她还是咬牙点下头。我愿意。见此，叶云也没废话，微微仰头道：那还等什么？卸甲吧。反正这附近环境复杂，只要别搞出太大动静，一时半会也不会有人找来。再看蓝裙女子默默将手伸到腰间，随着解去纤细的腰带，身上的长裙也随之从香肩滑落下来。而叶云就在一旁看着，不多时，看他高挑的个头，叶云轻哼一声：杵在那干什么？显得你比我高吗？这蓝裙女子身材很高，单个头而言，叶云也才到她的眼睛位置，需要垫着脚才能够得到。说着便指了下旁边的一棵大树。败者就要有败者的样子，自己面朝那棵树，还要把身体放低一些，这也太……有问题？没办法，
蓝裙女子只得自愿照做，摆出一个羞耻至极的样子。在其身后的叶云打量了一眼，点头道：“不错，倒是相当诱人。”话音落下，叶云就凑上前去，笑盈盈的道：“那我就不客气了。半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20点造化值。”叶云提起裤子，长舒了口气，忽然感觉颜色之事是世上最无聊的事情了。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沉迷其中，在看蓝裙女子。眼下她肌肤绯红，满身大汗，无力地跪坐在地上，附近还有她的汗水。她口中轻声喘息着，心中对叶云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这个老家伙明明看起来都快死了，可这战力未免也太高了吧？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这确实是一次令他难忘而又回味无穷的经历旋即。他发丝凌乱的抬头，似是楚楚可怜地望着叶云：“师兄，现在可以放我吧。事到如今，只要能保住性命，他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一切恩怨都可以等回去之后，再一点点从叶云身上讨回来。”对此，叶云打量着他，沉吟了下道：“这个嘛，看他的样子，似乎是在考虑。”就在这时，地面忽然传来丝丝震颤，令他愣了一下。这是……叶云瞬间警惕起来。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阵沉闷之声，接着便是蓝裙女子的惨叫传来：“师兄，救我！”只见一只如同钻地龙的玄兽张着血盆大口从地面冲出，他刚喊出声，便被这玄兽一口整个给吞了下去。居然是能土遁的玄兽！叶云眉头微挑，还好已经办完正事，否则还真有点危险了。其实如果平时状态，这蓝裙女子也能发觉并闪开，可惜在叶云的折腾下，如今正是身心俱疲的状态。叶云看着玄兽嘎崩脆的将其吞下，轻叹一声道：“师妹啊师妹，你安心去吧，师兄会给你报仇的。”话音落下，他手中凝出长剑，当即对前方进食的玄兽发动了攻击。不久之后，叶云利用飞剑将玄兽斩杀，并一把火给整个烧了。看着燃烧的尸体，他面露沉思之色。话说回来，好像越靠近龙鳞，玄兽实力就越强了。叶云拿出地图看了一眼，眼下他距离标注的龙鳞所在直线距离已不到3里了。罢了，继续出发。一点也来不及为身材曼妙的师妹哀悼，叶云继续赶往目的地，想赶快把这第一个任务完成。不多时，他发现周围的环境似是在不断变换，自己明明在往前，可实际上在原地不断的绕圈。这奇怪的现象令叶云皱起眉头，见鬼，难道是幻术？他再次拿出地图看了看，这才发现上面还真有特殊标注。原来如此，懂了。叶云很快看明白路线，按照地图的引导继续向前，终于是没在原地踏步了。就这样，最后的3里路程，叶云全程靠着地图穿了过去。直至最后，他发现自己来到一处古旧废墟，周围到处是断壁残垣，东西就在这里。叶云穿行在废墟中，脚下碎石传来沙沙声，打量着周围，叶云越发觉得古怪，怎么这地方会有居住过的痕迹？按照圣地的说法，这空间就是一处玄兽埋葬之地，不可能会有人在这地方搭建宫殿吧？怀揣着奇怪的心情，很快他注意到在废墟的中心区域竟竖立着一个小的石台，就在这石台的上方，赫然漂浮着一片拇指大小的青色鳞片，并持续不断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看来这就是莫师姐所说的龙鳞了。叶云在靠近石台前，小心地检查了一圈周围，再确定没有危险，才凑上前去。这应该没危险吧？这周围光秃秃的，也没见什么阵法埋伏，看着不像是有危险的样子。最终，叶云深吸口气，上前一把将龙鳞取了下来。在这之后，依然没什么危险发生。可问题是，龙鳞本身居然迸发出璀璨的光芒。只见龙鳞之上迸发出一道炽烈的青色光柱，冲天而起，就仿佛在昭告天下一般。按照这个动静，恐怕800里外都能看到。我靠，这可不妙！叶云目光微凝，也不顾上其他，把龙鳞揣进储物袋就开溜了。这边出现那么大的动静，恐怕很快就会有别处的修士被吸引过来。万一人家认为他得到宝物，自己可说不清楚。而就在他离开不到1刻钟，便见数道身影从远处落下，为首是一名黑衣青年，赫然就是与叶云在进来前护队的九幽圣地弟子。他手持长刀，冷冷观察着周围，在空气中轻嗅了一下，这股气息好生熟悉。这时，一旁的弟子皱着眉头道：“方才那么大的动静，肯定是有珍贵宝物现世，但看来已经被捷足先登了。”黑衣青年摆了下手，轻哼一声道：“无妨，他应该还没走远，咱们追上去便是。”其他人也都清楚这位的手段，见他都这么说，那绝对是能找得到对方。遵命。一切正如叶云所预料，刚刚取下龙鳞的天地异象，把3圣试炼各处的弟子都吸引了。在看到远处的青色光柱后，齐刷刷的向这边赶来，都想看看是怎么个事。
而造成这一切的叶云则撒腿就跑，这一跑就是半天时间，直至来到一处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叶云才拿出龙鳞，眼下已经没有异响了。这就是龙鳞，感觉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叶云把玩了一番，也没看出什么特殊之处。这龙鳞材质就像青色铁片，属于丢在地上都不一定有人捡的样子。算了，把东西给他带回去，也就算完事了。所谓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点原则叶云还是有的，当即将龙鳞收了起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收集龙晶，拿下3圣试炼前3了。正当叶云准备开工，耳边忽然传来阵阵闷响，就仿佛地面在轻微的震动。难道又有玄兽？叶云当即警惕起来，可好一会也没玄兽袭击，反倒是在前方发现了一处岩洞。在靠近这岩洞后，叶云总算能够肯定动静是从里面传出来的，莫非是有人在里面战斗？俗话说来都来了，哪有不进去看看的道理？反正就算撞上敌对圣地的弟子，他也能轻而易举的逃走。如果他们都打得2败俱伤，说不定自己还能捡个便宜。想到这里，叶云将自身气息收敛，悄悄地进入岩洞之中。只是这岩洞比他想的要深，不断地向下延伸，周围也都黑漆漆的，若非修士，恐怕连路都看不清楚。这岩洞感觉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叶云摸了下周围岩壁，触感十分光滑，有点像是某种东西钻出来的一样。随着进入的越来越深，前方打斗的声音也逐渐变大，看样子是快到了。果不其然，就在他走到洞口的边缘，原本狭小的空间陡然开阔，在这不知多少米深的地下，竟存在着一个直径数百丈的地下空间。我去，这……叶云目光微凝，旋即就被前方的景象所吸引了。幽暗的洞穴之中，到处都零散的躺着人的骸骨、毁坏的法宝，显然有相当多修士死在这里，甚至于在不远处还躺着10多具新的尸体，看身上穿着都是月轮圣地的弟子。这是遇到了什么？死伤这么惨重？叶云眉头微皱，但很快就明白了。前方半空传来一阵巨响，一道倩影倒飞而出，赫然是先前月轮圣地中他见过的蒙面女修。只见他重重地砸向一块石头上，但也借此机会稳住身形，再次向着前方的一道巨大身影冲去。叶云很快便看清，他的对手是一只形似蛟龙，长约10丈，通体赤红的血龙。那蒙面女修操纵着一轮月刃，不断地对其发动攻击，可落在他身上也只能留下一道并不深的痕迹。该死，还是小看这东西了。蒙面女修眼神阴郁，尽管明知收效甚微，可也只能不断地发动攻击。他眼中厉芒闪动，口中轻哼：我堂堂月如霜，怎能葬身这么一只死物手中？就在这时，他似是察觉到什么，余光向着角落扫了一眼。而在不远处的叶云则看着蒙面女修与血龙激战，心中不由道吸口冷气。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玄兽吗？从他的速度与防御来看，这玄兽起码达到2阶，也就是等同于先天之境。反观对面的蒙面女修，虽也展现出超越凝气巅峰实力，可却打得束手束脚，结果就是完全落了下风。甚至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好几道血痕，似乎都是被这血龙所伤。就在这时，他脸上的面纱也被血龙给扒下，展露出的容貌令叶云看得都张了下嘴。她真好看，这个我是真喜欢。这女子的身材与容貌绝对算不输于先前所见的红仙儿。只是有一点令他感到奇怪，在面纱掉后，他才发现这女修面色红润异常，呼吸也有几分急促。但是这看起来就像是被催情了一样奇怪，莫非她吃了什么药？叶云若有所思地想着，但却一点没有去帮上一把的想法。倒也不是不想，关键是打不过啊。眼前这血龙展现出的实力，感觉就是他们俩绑一块也打不赢。叶云都已经准备先润了，否则这血龙干掉蒙面女修，只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可还没等他开润，就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厉喝：那边的家伙还不过来帮忙！叶云怔了一下，按说先天修士战斗中都未必能发现他，这家伙神识到底有多强？但既然被发现，他也就没再隐藏，朗声回了一句：阁下，这血龙那么厉害，我可不敢上，你还是自己解决吧。在一边回话，叶云就已经准备跑路了。然而随后蒙面女修，不应该说是月如霜的话，就让他定在了原地。老家伙，你猜如果我现在也遁逃的话，这东西会先追上谁？叶云瞬间明白他的意思，感情就像2个人遇到老虎，其中一个想逃的话，不用非比老虎跑得快，只要这个人比另一个人跑得快就行了。我靠，做人不能这么无耻啊！我就一个路过的糟老头子而已，少在那装蒜，别以为看不出你是凝气巅峰。叶云一阵沉默，在心中友好的问候完对方家人后，他最后还是选择动手了。先说好，我最多支援一下你。说到做到，叶云直接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上，驱使着飞剑对前方的血龙发起攻击。然而一向锋利的青霄剑在命中血龙身上，
却只是在他身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剑痕。操，这么硬！叶云眉头微皱，望向远处的月如霜叫道：“我说，这根本破不了防御啊！难道要把他给拖死？”就在这时，月如霜身形一闪，再出现已是在他的附近。随后，他便对叶云交代了一句：“你拖住他3分钟，我自有手段能杀了他。”此话一出，叶云懵了：“不是，拖住他3分钟？我妈？少废话，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月如霜冷哼一声，接着就再次抽身闪开，转眼间就将叶云给护在身前。这一举动直接让对面血龙的注意力从月如霜身上转移到叶云身上。见此情形，叶云嘴角微抽，吐槽道：“我去年买了个表，做人不能这么无耻。”可骂归骂，眼看对面的血龙已经咆哮着向他扑来。再看后方的月如霜，则已经祭出月刃在自己头顶。就见他深吸口气，双手保持着一个硬诀，周围空间不断的凝现出点点星光，并向着月刃汇聚而去。希望这家伙能撑得住。事已至此，这恐怕是他最后的机会了。而前方的叶云也被迫迎战，手中瞬间凝出元武盾，在身前凝结出一道防御。只是顷刻间，血龙一个甩尾，竟是将元武盾给抽碎了。这么恐怖！这血龙的庞大力量让叶云都倒飞出去，嘴里不由道吸口冷气。先前他觉得这血龙实力堪比先天修士，可现在看来，这血龙恐怕比一般的先天修士还要厉害。算了，拼一下！叶云下定决心，虽然手里还有张保命符箓，可一旦现在使用，之后就再无容错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先捏在手里为好。在倒飞的过程中，叶云当即祭出金色的旗子，金光旗去！一道道金光飞出，迅速落在血龙的周围，并凝结成一个巨大的金色结界。血龙迎面撞在上面，整个地面都巨震了下，在金色结界上也浮现出一丝裂痕。叶云再次感受到这血龙的恐怖力量，绝不能让他再继续撞击下去。去！他操纵着青霄剑化作飞剑，不断地射向血龙。然而这些攻击都只能稍微拖慢其速度，伤害的话约等于没有。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结界之上的裂痕也越来越多，眼看就要被破开，叶云干脆一咬牙，风灵剑诀穿云。只见他双手快速结印，身前的长剑之上也骤然迸发出青色的剑光，散发出凌厉至极的气息。片刻过后，巨大的青色剑影已然瞄准前方被困的血龙。给我去！在叶云一声令下，青色剑影爆射而出，如疾风一般命中金光旗中的血龙。这风灵剑诀已是他当前最强的攻击手段，威力也不容小觑。在玄阶法宝与玄阶剑诀双重加持下，这一剑还真在血龙身上开了个口子，居然让他受伤了。这一幕令不远处的月如霜吃了一惊，这家伙玄阶法宝、玄阶剑诀真的只是外门弟子。而在金光旗之中，刚刚的一剑似乎激怒里面的血龙，他立马张开血盆大口，一缕缕血色流光不断汇聚，并迅速化作一道血锥射出。轰的一声巨响，金光旗所凝结的结界被这血锥炸出一个巨大缺口。叶云目光微凝，连忙向着一旁闪去。还好他躲闪及时，只是擦了一下肩膀，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叶云看了眼肩膀，不由吞了下口水，还好躲得快，不然可就是爆头了。旋即他转脸对月如霜叫道：“大姐，好了没有？马上，20息时间，干！”叶云嘴角微抽，前面他都快手段尽出，这让自己拿头争取20息啊！就在他思索之时，忽然感觉一阵头昏，不由扶了下额头，不对劲，怎么感觉身体那么热？叶云隐约感觉从肩膀有股热流涌入，让他精神恍惚了一下，但立马反应过来，见鬼，难道有毒？他看了眼肩膀，立马服了一颗解毒药。接着叶云才低头看向血龙，这才发现对方已经不见了。这突然的变故令他脸色微变，不好！叶云猛然转头，果不其然，那血龙似是察觉到危险，居然绕过他对月如霜发动了攻击。他巨大的尾巴向着对方甩去，这一击若是直接命中，恐怕就是先天修士都得交代。可即使如此，月如霜也依然没有闪避的意思，还在不断的给月刃积蓄力量。也不知道该说他不要命，还是应该说他太相信叶云了。这女人怕不是疯子。叶云眉头微皱，当即将手模在腰间的无影石上。既如此，让我也来疯一次。空间位移瞬间发动，他随之出现在血龙的尾巴前面，就连月如霜都呆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对方为了保护自己，居然豁出命了。轰的一声巨响，叶云被血龙尾巴正面命中，像是个炮弹一样从月如霜身边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岩壁之上。就在同一时间，月如霜望向血龙，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孽畜，受死！话音落下，他双手的手印变换，向着前方虚空一点。
顿时他头顶盘旋的月轮陡然一震，月神之轮。只见湛蓝的月轮如同一轮流星般划破空间，几乎瞬间就来到血龙面前。这一轮月华如刀切豆腐，极其丝滑地将血龙的脑袋切了下来。战斗许久的血龙就这样被一击毙命，巨大的身体还未落下，就化作漫天的血雾弥散在空气之中。收！月如霜抬起手，漫天的血雾迅速收拢，并在他掌心凝成一团血水，并收入玉瓶之中。完事之后，他连忙身形一闪，来到叶云刚刚砸中的地方。与此同时，叶云从一堆碎石中爬了出来，满脸都是灰尘。呸呸呸！叶云甩了甩头发上的灰，接着低头看向碎掉的护甲，不禁倒吸口冷气。这青钢甲直接碎了，这力量也太夸张了吧！前面他敢站出来抵挡攻击，倒不是想着拼命，而是对自己最后的护身法宝足够信任。现在看来还真是有点玄乎，早知道就不耍这个帅了。那个，你没事吧？月如霜走上前来，见他狼狈的样子，脸上露出关切的表情。还行，死不了。这时叶云看了眼已经消失的血龙，不禁问道：那东西死了？月如霜点点头，旋即感谢道：这次多亏了你，否则凭我一人还真奈何不了他。得知已经解决，叶云这才松了口气。那就好，还说刚刚到底是什么东西？闻言，月如霜沉吟了下，虽知道不说比较好，但还是为他解释了一下，那东西乃是龙血化形，你可以理解为是由古龙之血化形成的玄兽。好家伙，居然是龙血！叶云恍然大悟，这就能解释他实力为什么那么离谱了。就在这时，月如霜凝望着他问道：总而言之，这次多谢相助，不知你想要什么作为报酬？虽然形势让叶云想骂人，但却也说到做到。一听报酬，叶云顿时眼前一亮。这个吗？我想想，按照他的猜测，对方来头应该不简单，身上肯定有好东西。至于说要他以身相许，按照对方的行事风格应该不可能，索性就要点宝物算了。只是就在他思索时，却忽然皱起眉头，对月如霜问道：话说，你有没有感觉身体怪怪的？比如燥热？之所以这么问，一方面是自己体内的燥热愈发强烈，另一方面是面前的月如霜清冷的脸上乃至身上都愈发的红润了，就连看向自己的眼神也多了几分不可描述的妩媚。确实有点怪怪。月如霜恍惚了下，旋即似乎想到什么，娇躯微震了一下。等等，难道什么？叶云皱起眉头，有种不太妙的预感。这时晃晃悠悠的月如霜解释道：有传闻说龙性本色，此乃源于血脉之中的天性，所以龙血也是。他就连说话都有些酥软，呼吸也越发急促了起来。叶云眼皮一跳，想到刚刚被血龙所伤，似乎就沾染上龙血。你不要告诉我这东西呢？事实上，没等月如霜给出肯定的回答，他就已经明白了。只见身边的月如霜伸手一把抓住他，看向他的眼神也都几乎要拉丝，接着更是将脑袋依偎在叶云怀中，身上则散发着腾腾热气。你这家伙快点走开！可嘴上这么说着，他双手却死死拽着叶云，巨大的力气让叶云都郁闷了。不是，那你倒是松开啊！不要你走！或许是已完全丧失理智，月如霜所说的话已经跟之前完全相反了，甚至于月如霜就像个挂件一样，将他给牢牢抱住了。道友，你冷静点！叶云嘴角微抽，挣扎着想要脱身。如果是宗内师姐，借机发生点什么也就罢了，眼前这女人看着可不好惹，八成是月轮圣地某个强者，这要真做些什么，难保事后自己能否完整的走出去。有个成语叫做什么来着？八掉无情奈何。这次就算他想抗拒，在月如霜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他也根本翻不起什么风浪。更要命的是，他本身所沾染的龙血也已经在极大的发挥作用，意识逐渐的恍惚了起来。完了！待到意识的最后，叶云只看到对方扑上来，将自己给压在了地上，就连身上的衣物也都被一件件的褪去。毫无疑问，这次他是要被逆推3个时辰后。这期间的一切对叶云来说如梦如幻，都不知道是真实还是幻想。只有结束后，脑海中响起的一个声音：检测到目标修为被封印，仅可获取1半造化值。恭喜您获得500点造化值。如果是在之前，叶云听到这个数字恐怕会激动的大叫出来，可惜现在他只感觉自己陷入一场漫长的梦境。在最初的美梦结束后，叶云发现他正处在一片荒漠之中，眼前是一个模样清秀的青发少女。你是谁？叶云问了一声，但对方并没有回答，只是站在那狰狞的看着自己。我不甘心。什么意思？青发少女依然没有回答，
只是下一瞬间，他出现在叶云的面前，抓着他的肩膀，愤怒地咆哮道：“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了我？明明答应了一切，为什么要杀我？”这突如其来贴脸与怒吼，吓得叶云虎躯一震，感觉灵魂都震颤了一下。然后他就猛然睁开眼，口中也在不断的喘息。还好，只是个梦。想必很多人都有过噩梦惊醒的经历，这感觉简直太糟了。直至现在，他的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的剧烈跳动，久久都没能平息。说起来，自己都多少年没做过噩梦，怎地今天会突做噩梦？梦中的少女也让他感到十分陌生。就在他恍惚之时，忽然感觉身前传来一阵温软，就仿佛被个热炉包围了一样。叶云本能的低下头，然后就看到依偎在他怀中的月如霜，似乎还在呼吸均匀的昏睡着，在他嘴里似乎还在呢喃着：“继续，我还要干。”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叶云脖子僵了一下，然后转过脸看向周围。当见到满地的旖旎，他脑海中隐约浮现出前面发生的事，心当即就凉了半截。有那么一瞬间，他多希望这还在梦中，可真实的触感告诉他，这就是现实。叶云不禁想，是不是该趁他熟睡先溜，否则等他醒来，自己的是死是活，恐怕就不是自己说的算了。然而还没等他有所动作，怀中的月如霜也已睁开双眼，直接和他来了个四目相对。嗨嗨，你醒了。叶云尴尬的轻咳一声，而月如霜在恍惚片刻，也看清周围的景象。然后整个洞窟之中都能听到月如霜愤怒的咆哮声：“我要杀了你！”月如霜连衣裙都没来及穿，便抄起月刃就要把叶云给咔嚓了。见此，叶云连忙举起双手，一副投降的样子：“我说，苍天可见，是您死拽着不让我走，以您的力气，我连反抗都做不到。”你……月如霜面色绯红，一时说不出话来。确实，现在回想起来，之前好像是自己把他给按倒了。月如霜郁闷至极，明明只是来寻个东西，把自己的清白给寻了进去。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对方还只是个宁气修为的老家伙，一时间想死的心都有了。最终他也只能咬了咬牙，对叶云冷声道：“今天发生的事，你最好永远烂在肚子里，否则就算古道圣地也保不了你。”虽然现在这情况最稳妥的办法还是杀了叶云，但他终归是下不去手。而叶云连连点头，伸出4根手指道：“您放心，我发誓。”见此，月如霜这才收起月刃，轻哼一声：“方才你救我的事，这下就算两清了。”“没问题，咱两清了，这次能活下来就行，好处什么的，叶云就不奢望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刚刚他舍身那一下给月如霜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算他帮了对方，在这种事情上，这次也未必会放过他。站在月如霜的立场上，以他的身份，这种事一旦传出去，恐怕整个月轮圣地都要沦为笑柄。当然，这次也不是毫无收获。叶云已经想起在梦中听到的声音，现在想想，他心中都还有些震撼。500点造化值，这还只是一半，这女人到底是有多强啊？总而言之，这次各种意义上的危险，叶云都算是过去，同时还得到不小的收获。这时，月如霜见叶云还在看自己，没好气道：“喂，还不转过去，再看信不信把你眼睛挖了。”刚刚气急攻心，眼下才注意到还处在跟叶云坦诚相见的状态，赶忙伸手遮了一下。见他凶狠的样子，叶云一阵无奈，心想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还在乎这个吗？没办法，他只得转过身去，但腰间却咔嚓一声，疼得他倒吸口冷气。我的腰。叶云扶着腰，满脸郁闷地吐槽道：“我说，您先前未免太凶残了吧，感觉我身体都要被你折腾散架了。毕竟数个时辰过去，他就是体壮如牛，也差不多要累废了。”身后月如霜清冷的脸上闪过一丝红霞，嗔声道：“要你管，说到底还不是你太虚了。”叶云嘴角微抽：“好，这么觉得是吧？”他心中暗暗发誓，如果有生之年还有下次，他一定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这个仇他记下了。叶云3下5除2穿好衣服，接着便来到洞窟的边上，在一堆灰土里扒拉着那些毁坏的古旧法宝。这些法宝想来是以前遭遇血龙的修士所留，几乎全都已经被血龙给击毁了。放在一般人手里，这些就是些不值钱的垃圾，但在叶云手里，这稍微重塑一下可就是宝物啊。结果就是他一边扒拉一边暗暗惊叹：凡阶极品攻击法宝，不错哟，还有凡阶极品辅助法宝，我去，这是玄阶下品防御法宝，哈哈，这下发财了。而在不远处穿衣服的月如霜看着他兴奋的扒拉机，内心竟不禁有几分郁闷，这家伙居然也不偷窥一下，难道本座的诱惑力还不如这些垃圾？不多时，他便换上一身崭新的白裙，头发也重新梳了起来，俨然一副不染凡尘的仙子模样。完事之后，月如霜发现
他居然还在翻垃圾，不禁走过去问道：“这些法宝都已完全毁坏，修复难度极大，你翻这些东西做什么？”闻言，叶云坐在地上摊了摊手道：“自然是拿去卖点玄金，不然就要破产了。毕竟我可不像您，我在古道圣地无依无靠，好不容易攒得一点法宝家底，刚刚为了帮你全都碎了。”说完，他就继续扒拉土里的破碎法宝，俨然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月如霜沉默片刻，虽说嘴上说着两清，最后还是轻叹一声：“算了，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就送你一件法宝。”说着，他将腰间的一块玉佩取下，并抛到叶云的手中。见此，叶云端详着手中的白玉，疑惑问道：“这是？”“此宝名为月灵玉，乃一次性法宝，可以为你抵挡任意一次再铸到境界以下的致命攻击。”“嚯，这么厉害！”叶云眼前一亮，这哪里是一块玉佩，分明就是一条命啊！至于说这是一次性用品，叶云在想，如果月灵玉使用后还能通过造化神炉再重塑一下，当即他起身对月如霜行了一礼，笑道：“多谢多谢，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月如霜轻哼一声，淡淡道：“这次我们彻底两清了。”“好咧！”这次叶云是由衷的咧嘴笑了，然后就继续蹲下，开心的刨垃圾了。月如霜在后面静静看着，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他下救自己的那一幕。一想到这，他就不禁轻叹一声，嘴里不由呢喃：“哎，这家伙人倒挺好，可就是这年纪和修为，对方这么老才达到灵气巅峰，想来未来也没什么造诣，最多就达到先天，活个200-300年罢了。在这绝对的寿元面前，他与对方恐怕不会再有什么故事。”想到这，月如霜心情没来由的烦闷，索性也转移注意力，去为自家弟子收尸去了。看着满地的尸体，他不由闭目轻叹：“真是抱歉，是本座害了你们。”唉，远处的叶云瞥了一眼，暗暗叹息：这个世界还是太残酷了。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弱者想活下去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久之后，叶云这边已将毁坏法宝都收起，打算等回去再慢慢研究，找一些适合自己的重塑一下。再看月如霜那边，也已经将弟子尸体乃至他们的法宝收了起来，眼下这里面也就没什么好留恋。两人一同原路返回，向着洞外而去。在这过程中，叶云转脸问了句：“那个，后面咱们一起还是？”面对他的邀请，月如霜冷声道：“不必了，我还要去与其他弟子会合，况且我也不想被人误会。”“好吧。”既然这样，叶云也不好勉强，正好这样也不会暴露自己手里还有额外的地图。接下来要是没什么意外，就只需要借助地图不断的搜集更多的龙晶，然后夺得前3名即可。然而有句话怎么说，不出意外的话，大概就要出点意外了。当叶云与月如霜穿过漆黑山洞，总算从里面出来，却发现外面正好聚集着几人，似乎在犹豫是否要进洞。然而更让叶云惊讶的是，这其中为首之人居然还是在开始前与他互对过的黑衣青年。后者看到他与月如霜从洞中出来，同样是愣住了，同时他感受到叶云身上的气息，脸上顿时露出凶狠之色。我就说气息那么熟悉，果然是你。而看着这一切的月如霜则不由笑了出来，对叶云打趣道：“看样子你们两个还真有缘分，这都能碰上。什么缘分？这是冤家路窄。”对此，叶云轻叹一声，接着问道：“所以你不准备帮我一下？单一个黑衣青年他还能拼拼，但加上这些小弟，真打起来还有点悬了。”可惜月如霜并不买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倒更想看看你被暴揍的样子。”“靠，至于那么无情吗？哼，你管我！”月如霜双手抱胸，娇哼一声，俨然一副看戏的样子，并不打算出手。看这样子，简直有点像是在闹小脾气的女朋友。在两人交谈之时，晾在一边的黑衣青年感觉被塞了一嘴的狗粮。他看着两人一唱一和的样子，相当不快。“我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这么熟了？还从洞里出来，不会是有一腿吧？哦对，看你们这还换了衣服，莫非是在里面做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有一说一，他的观察力挺敏锐，可惜就是敏锐在不该敏锐的地方上。原本想抱着看戏态度月如霜，脸上刚浮现的笑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取而代之是比之前要砍叶云还要凌冽数倍的杀意。“小家伙，你找死吗？”旁边的叶云差点笑了出来，心中为这黑衣青年默哀3秒钟。这人简直是在找抽啊！对这女人来说，刚刚洞中发生的事就是火药桶，任谁提及都会直接爆炸。而这黑衣青年虽非故意，可也算是精准地触到他的眉头。果不其然，就在月如霜话音刚落，他周身便浮现一轮月刃，向着前方的黑衣青年飞袭而去。“就凭你，能奈我何？”面对他突然的攻击，黑衣青年冷哼一声，立马抽出腰间的长刀，正面迎了上去。
轰的一声巨响，众人便就都看到一个黑影倒飞出去，赫然是黑衣青年被他给打飞出去。此刻黑衣青年脸色难看至极，在交手之时，他感觉像是撞上一座小山，完全超出宁气的上限，他接连撞断好几棵树，这才稳住身形，惊惧地望着月如霜：“你到底是什么人？”月如霜则根本不予理会，接连地操纵着月刃对其发动攻击，迅速就将黑衣青年全面压制。无论是力量还是战斗技巧，月如霜上对黑衣青年都是碾压，若非接连祭出法宝防御，恐怕已经被切成臊子了。他身边的几个同伴则看得都不敢出手，就连叶云也越发庆幸，还好前面没与他为敌，否则被吊起来打的恐怕就是自己。就在他激情看戏时，耳边已是传来月如霜冰冷的声音：“你这家伙想看戏到什么时候？”“知道了。”叶云轻叹一声，看来还是省不掉出手。随后他便祭出清霄剑，脸上表情逐渐严肃起来。风灵剑诀穿云，随着清霄剑之上，气息变得愈发凌厉起来。远处苦苦支撑的黑衣青年脸色随之变了。该死的凝气巅峰！他没想到这个看着平平无奇的老家伙，居然也和他一样是凝气巅峰。当即他对几个跟班怒叫道：“你们几个还不快拦住他！”然而那几人看着叶云祭出的清霄剑，其周身散发的凌厉气息，都不由吞了下口水。那表情仿佛在说：“啊，我们吗？”他们都看出来，叶云所用的飞剑乃是玄阶法宝，发动的剑诀也似是玄阶剑诀，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抵挡。要说九幽圣地的弟子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该跑就跑，绝不犹豫。话音刚落，几名九幽圣地弟子全都一哄而散，跑了，这可把黑衣青年给差点气吐血了。“混蛋，给我回来！别喊了，人都走远了。”叶云冷笑一声，接着手中的印诀打了出去。“好了，你也回老家吧。”就在同一时间，月如霜的月刃命中黑衣青年，将他给打飞出去。紧接着清霄剑便化作一道青芒，直接将他从胸口贯穿了。你们！黑衣青年嘴里胸口都鲜血狂涌，接着尸体就落了下来，直至死亡都双目圆睁，属于是死不瞑目。而在遁逃的九幽圣地弟子见到老大被叶云斩杀，跑的速度是更快了。这家伙真就是送货上门。叶云收起清霄剑，来到黑衣青年的尸体旁看了一眼，摇了摇头道：“下辈子记得嘴巴别那么会说，瞧把自己给说死了吧。”说完他看了眼月如霜，指了指黑衣青年的腰间，满脸堆笑的道：“话说他身上的东西你应该是不需要吧？”或许是被黑衣青年气到，月如霜神色冷漠，淡淡回了一句：“东西你拿吧，我就先走一步了。”说完他就欲转身离去。见状，叶云连忙问了一句：“等等，可否问下你的名字？”月如霜沉默了下，接着便化作一道流光远去，似乎并没有想说的意思，只是走远之后，远处才传来一个对方清冷的声音：“月如霜，月如霜，我记下了。”看着他远去的身影，叶云不由轻叹一声，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先前他虽然已经跟几人深入交流过，可更多是为了造化值罢了。哪怕是曾经的白月光裴雨嫣，在他内心也毫无波澜。可刚刚的这个月如霜，虽只是短暂的接触，却让他真的有了些许的心动之感。好在如今知道名字之后，找个时间调查一下，想来就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了。在送走月如霜后，叶云这才看向黑衣青年腰间的储物袋。当叶云将之取下，并看了眼里面的东西后，脸色不由变了一下。这家伙到底是杀了多少人？在他的储物袋内，起码还有着30多个染血的储物袋，想来都是其猎杀的弟子。先前雪兰师姐说九幽圣的是血，他还没有什么感触，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而除了这些储物袋，还有就是大量的龙晶，想必也有不少是其他弟子找到，从而被他给作为战利品收了。看着里面的东西，叶云不由深吸口气，看来这次第一是稳了。就在他感叹之余，便见不远处的天空之上骤然升起一道道湛蓝色的光柱。见此情形，叶云露出惊讶之色，这是传送门即将开始的标志。怎么回事？3圣试炼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按照之前的规则，不是应该持续好几天吗？虽然满心疑惑，但叶云还是直奔最近的传送门而去。他可不想留在这里待上个几十年。而就在3圣试炼外面的红仙儿3人，则都已露出严肃的表情，全部严阵以待地望着前方大门。事已至此，开启吧。红仙儿眉头紧锁，手中拿出令牌，看向另外白袍老者与鹤发童子。对此，白袍老者轻叹一声道：“是啊，也只能提前结束了。”鹤发童子则挑眉道：“先说好，试炼提前结束，但规矩还是照旧，需要按照龙晶总数量来分配公共资源。虽说3大圣地瓜分了东周地盘，但也有许多难分归属的公共资源。而为避免大动干戈，让他人捡了便宜，
三大圣地便约定以三圣试炼的成绩来进行这些公共资源的分配。对于他的话，红仙儿淡淡回道：没问题，那就一切照旧。如今试炼空间出现异变，已经到了必须尽快带出弟子的程度。在达成共识后，三人就都拿出各自的令牌，准备开启门飞。不多时，随着门飞的开启，陆续有弟子从中出来，并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并等待统计此次获取的龙晶数量。只是不少出来的弟子都满脸疑惑之色，对身边人问道：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三圣试炼怎么2天就结束了？有较早出来弟子耸了耸肩道：听前辈说是三圣试炼突然空间不稳，有要瓦解的迹象，所以就提前结束，准备进行后续调查。啊，试炼空间将要瓦解，这么夸张？是啊，也不知发生了什么。许多人都神色震撼，这三圣试炼都持续那么多届，可还第一次出现这等变故。这时候白袍老者还在朗声叫道：各圣地出来的弟子都来这边排队统计龙晶数量了。很显然，虽说三圣试炼提前结束，但比试仍然照旧，众弟子纷纷到自家的队伍之中。陆陆续续三大圣地都出来20人左右，且陆续完成了统计工作。暂时的成绩为古道圣地带出1030颗龙晶，然后是月轮圣地1010颗龙晶，最多的则是九幽圣地以1100颗玄晶暂时领先。这个成绩令鹤发童子欣喜不已，转脸对红仙儿调笑道：圣女殿下，看来你们古道圣地真是没落了啊！明明几个宁气巅峰都已出来，结果就只得到了这点龙晶。对于他的嘲讽，红仙儿冷哼一声道：只是领先几十颗龙晶，你这番话说得未免太早了。呵呵，是吗？鹤发童子眉头微扬，自信满满的道：没看我们此次队伍中最厉害的那小子还没出来吗？见他得意洋洋的样子，红仙儿冷声道：你就不怕他已经死在里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鹤发童子极为自信，笑盈盈道：以他的实力，我可不觉得在这些外门弟子中有人能威胁到他。就在他自豪地讲述着，又有一道身影从传送门出来。当见到这人，红仙儿当即对他招了下手：你过来。当看到他，鹤发童子有些诧异：你居然没死？这次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叶云。对鹤发童子的问候，他白了一眼道：当然，你死了我都不会死。你……鹤发童子脸色阴沉下去，但感受到红仙儿的眼神，他也没敢当场发作，只能拂袖轻哼一声：你给我等着。叶云懒得理他，转脸对红仙儿疑惑问道：话说圣女大人，这试炼怎么突然结束了？出了些意外，待会需要调查，所以就提前结束了。原来如此。显然这时的叶云还不知自己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这时红仙儿看着他问道：好了，看看你这次收获多少玄晶？有70颗吗？其实由于结束的太早，前面弟子平均下来一个人也就带出50颗左右的玄晶，其中最多的也就差不多80颗，这还是抢了不少他人龙晶的情况下。因此在他看来，这70颗已经不少，关键是想赶快超过九幽圣地。70颗，那应该是有。就在这时，叶云挠了挠头，将一个储物袋取出，然后哗啦啦的龙晶就从中倒了下来。片刻后，在他面前的龙晶就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我包里就这些，您看看有多少？当看到这一座龙晶堆成的小山，周围三大圣地的弟子乃至领队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我去，这得多少啊？就连红仙儿都吃了一惊，不禁问道：你哪来这么多龙晶？叶云淡笑道：这一部分是我挖的，另一大半则是缴获来的。此话一出，不少人都倒吸口冷气。缴获的？好家伙，这得抢了多少个人啊！最终经过一番清点，数量确定下来，总共302颗龙晶。红仙儿在看向叶云的眼神中已经满是赞许。很好，干得不错。而后他转脸看向鹤发童子，轻笑道：1030颗加上这些，总共1332颗。你刚刚说什么来着？鹤发童子神色阴郁，只得咬了咬牙道：这还没结束呢。他没想到叶云这个看着年事已高的家伙竟有如此本事，现在他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自家的那一位身上。就在这时，又有弟子从门中出来，乃是九幽圣地的几人。一见到这几人，鹤发童子便不禁对其问道：你们老大呢？没跟你们一起出来？这次出来的几人，赫然正是黑衣青年身边那几名九幽圣地弟子。侥幸捡回一条命的几人，面对鹤发童子的询问，都不禁吞了下口水。老大他见他们犹豫的样子，鹤发童子顿感不妙，语气也变得冷厉了。他怎么了？快说！几人面面相觑，然后就都看到不远处的叶云。顿时他们几人脸色一变，指着他叫道：就是他，老大被他给杀了。虽然应该还有个人，但眼下就见到叶云，
本能的就把他给攻了出来。一旦激起千层浪，他的这番话再一次惊呆众人，尤其是古道圣地的人，看向叶云的眼神都懵了。不是，这个废丹房的老头那么猛的吗？什么？鹤发童子怒目圆睁，猛然转脸看向叶云，咬牙切齿的道：此事当真如此？见他愤怒的表情，叶云笑着的点了下头。没错，人就是我杀的。实话说，这些龙晶大半也都是他贡献的，这点还真得多谢他了。你！鹤发童子气得几近昏头，身上也升起黑色的玄气，似是准备动手一样。见此情形，红仙儿伸手挡在叶云面前，对鹤发童子冷冷道：怎么，你想在这动手？说话之间，在他身上也生出炽热的气息，比起鹤发童子强了不少。鹤发童子看着他，纵是气得浑身发抖，却也只得甩了下袖子，最终则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叶云：小子，你给我等着！为了这次三圣试炼，他对黑衣青年可谓费尽心思，就为了对方能拿个好成绩，自己也好在宗内长脸，结果可倒好，非但没有长脸，反而狠狠地现眼。叶云白了他一眼，压根不怕威胁，反正自己就宅在废丹房，有本事对方进古道圣地杀自己。就在这时，传送门又有人出来，乃是月华圣地的月如霜。他这刚一出来，白袍老者立马迎了上去，低声问道：如何，还顺利吗？出了点小意外，不过还算顺利。您这没受伤吧？无妨，一点小伤。可您这衣服弄脏了，所以换了下。闻言，白袍老者松了口气。那就好。要知道，未混入三圣试炼，这位可是自封修为、自封法宝等一切高阶手段，就怕意外引发试炼空间的崩溃，而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安全很难有保障，是真的可能在里面遭遇不测。好在是顺利回来，并没有遭遇意外，毕竟这次他们月华圣地根本无异于龙晶，只是为那一团上古龙血。此时月如霜也注意到附近的叶云，与之对视了一眼，随后他将龙晶取了出来，就是数量实在太可怜了。不久之后，又有几名弟子出来，传送门也到时间关闭。叶云扫视了一圈周围弟子，不禁吃了一惊，这才2天，居然只有3成弟子出来。他们3大圣地的弟子进入时有数百人，出来的时候则只剩下100左右，伤亡率简直高得离谱。但对于3大圣地而言，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也就只是一串数字。而最终的战果，在统计完所有弟子带出龙晶后，古道圣地不出意外的获得第1，然后是九幽圣地第2，垫底的则是月轮圣地。而在个人成绩上，叶云则在古道圣地中拿下当之无愧的第1名，甚至都甩开第2名数倍之多。在确定成绩并都无异议后，红仙儿望着众人道：好了，此次试炼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就先各自将弟子带回吧。白袍老者点点头，看了眼关闭的石门，轻叹道：接下来这试炼空间还是交给那些前辈来调查吧，毕竟这次空间的维护与检查起码都得是筑道境强者才能做到，他们能做的也就只有汇报情况。不多时，3大圣地的领队就都带着各自的队伍离开。在回程途中，古道圣地一众外门弟子看向叶云的眼神都与之前不同，充满了敬畏与疑惑之色。在这期间，红仙儿也颇为好奇地问道：叶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居然这么厉害？叶云早想好理由，笑着回道：这不，以前总在废丹房，接触的人很少，所以就比较低调。不错不错，如此实力还能耐得住寂寞，想必你未来也能有一番成就。红仙儿望着叶云，赞许地点了点头。等回去后，好处少不了你的。多谢圣女殿下。叶云眼前一亮，旋即想到什么，沉吟了下问道：还说圣女殿下，我能向您打听个人吗？哦，说来听听。她叫月如霜，好像是月轮圣地的人，您听说过吗？想必以她圣女的身份，对于其他圣地的人应该有一定的了解。果然，她这刚问完，红仙儿便点了下头。这个当然。那您可知道她的实力如何？在月轮圣地又是何等身份？这种事你居然不知道？红仙儿古怪地看着他，缓缓回道：月如霜乃是月轮圣地大长老，也是月轮圣主的女儿，年纪不大就达到超凡之境。如今她已是超凡巅峰，被誉为月轮圣地中随时可能突破至筑道之境。听完红仙儿的讲述，叶云忍不住吞了下口水。他居然这么厉害！虽然有猜测对方身份特殊，可却没想到他强到这种地步，身份也是恐怖如斯。而红仙儿察觉异样，皱眉问了一句：我说，你突然问他作甚？莫不是得罪了他？叶云连连摇头，解释道：当然不是，就是听人提到，所以有些好奇罢了。那就好。红仙儿点点头，松了口气道：那个女人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最好还是别与她有什么纠葛为好。知道了。虽然叶云嘴上答应，可惜现在知道已经晚了。不久之后，
叶云一行人通过先前的传送之法，很快便返回古道圣地，位置还在出发的地方。只是由于提早结束，并没有鲜花与掌声，甚至都没有迎接之人。这时，红仙儿对众人朗声道：“大家今天就先好好休息，庆功宴将会在明晚开展，希望大家都能准时到场。”说完，他看了眼叶云以及另外2名弟子。至于你们，作为此次试炼的前3名，明日上午将会有人去通知你们领奖，可不要忘了。闻言，叶云3人都眼前一亮，弟子谨记。红仙儿微微点头，摆手道：“既如此，就先解散吧。”是。等一众弟子离去，红仙儿脸色才严肃起来。接下来就得赶快派人去调查一下试炼空间。一想到这事，红仙儿便眉头紧锁，希望不是里面的逆鳞出了问题。另一边，离开的叶云并未返回废丹房，而是直奔玉女峰而去，打算找莫如烟交差了，顺便找他聊聊有关奖励的事情。古道圣地玉女峰上，这次叶云没再走错，顺利来到莫如烟的住处，一间颇为典雅的木质小楼。一过来，叶云便朗声叫道：“师姐，你在吗？”过了片刻，木楼的房门打开，一道倩影走了出来，正是内门的莫师姐。见到叶云，她却倒并不太吃惊，只点了下头道：“等你好久了，进来吧。”见此情形，叶云心中泛起了嘀咕，怎地感觉师姐知道自己会提前出来一样。没多时，两人坐在木楼的2层窗边，莫如烟则为叶云泡了壶茶，并倒了一杯茶水。叶师弟，此次3圣试炼如何？可还顺利？叶云将茶水一饮而尽，笑着回道：“还行，我拿了第1。”哦，这倒让莫如烟吃了一惊，似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厉害。对此，叶云轻笑道：“不过更多还是运气使然。”莫如烟摇了摇头，再次为他填了一杯茶，微笑说道：“对修士而言，运气本身就是实力的一种。”倒也是。这种时候，叶云倒也没再谦虚，旋即他伸出手来，将一块鳞片放在桌上，并推了过去。“师姐，这是你要的龙鳞，我给你带回来了。”看到桌上的青色鳞片，莫如烟神色恍惚了下，就连倒茶的手都愣在原地。片刻之后，他拿起青色龙鳞，仿佛看到什么极其怀念的东西。莫如烟将青色鳞片紧紧地握在掌心，抬头对叶云深吸口气道：“谢谢。”叶云抿了口茶，笑着说道：“无妨，本来就是约定好的事罢了。即使如此，也还是十分感谢。”莫如烟举起茶杯，对叶云敬了一个。不难看出，这青色龙鳞对莫如烟十分重要，简直像是生命一般，把玩了好一会才将之收起来。叶云不由想到陈天傲，沉吟了下问道：“师姐，有个事，我不知当问不当问。”“知道不当问你还问？”叶云略显尴尬，这怎的不按套路出牌？见此，莫如烟莞尔一笑，抿了口茶道：“行了，你问吧。”既然这样，叶云也就没客气了，想了下问道：“你上次说与陈天傲订婚是身不由己，我能具体问下是怎么回事吗？”虽然嘴上说着喜欢人妻，但真到这种时候，他还是相当谨慎。提及这个问题，莫如烟沉默了片刻，手中的茶杯也似乎攥紧了几分。“事到如今，告诉你也无妨。”莫如烟望着手中的茶水，缓缓讲述道：“早在我入门时，陈天傲就看上了我，并追求了一番。后来家族为了攀附他，以我爹娘为主，直接牵头替我答应与他定下婚约。族中之人也都在逼迫我嫁给他，由此来换得与其陈家的交好。”听着事情并不复杂，叶云沉吟了下问道：“所以你就因为这个对一切都放弃希望了？”“不止如此。”莫如烟微微摇头，抬头看向叶云问道：“你可知陈天傲为何这么在意我？”“因为长得好看。对他而言，主动攀附他的师妹很多，比我更漂亮的也大有人在。那是为何？”面对叶云的疑惑，莫如烟手指轻抚着茶杯，冷声说道：“因为我的体质，不知你可听说过灵音之体？”叶云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是那个很厉害的双修体质？”“不错，正是。灵音之体只会出现在女子身上，且首个夺得其原因之人将能获得一次强大的洗髓效果。且这体质的女子尤为适合作为炉鼎，以供男方进行采补，用好完全就是个修炼作弊器。只是也正因此，凡拥有此体质的女修，大多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叶云眉头微皱，问了一句：“你家人可知道他娶你的目的？”“当然，实际上若非陈天傲盯上我，他们本来是想将我献给圣地一位超凡境长老。怪不得你之前说对修炼不感兴趣。”莫如烟嗤笑一声，淡淡道：“反正无论如何，我在他们眼中都不过是一个能辅助修炼的玩物罢了。那你之前说可以与我那什么，又是为何？这或许是逆反心理吧。”莫如烟望着他，沉吟道：“
与其被迫成为某人的玩物，不如就将完璧之身自行找个合适的人送出去。即便是叶云，在听完这一番讲述，也不禁叹了口气：抱歉，我也不知该怎么安慰你。原本只以为对方是个性情奇怪的师姐，却没想到却是一个这般可怜的人。一时间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下手了。可就在这时，面前的莫如烟放下茶杯，起身来到叶云身边。再走过来时，莫如烟将腰带解去，身上的长裙边走边从肩膀滑落下来，只剩下上下的一件小内衣了。看着这一幕的叶云本来刚喝了口茶，这下茶水都从嘴边淌了下来。师姐，你……然而莫如烟接着就贴上来，依偎在他的身上。近在咫尺的师姐就这么面色红润地望着他，美眸之中还有几分迷离。我说过的吧，你若是将东西带回，我可以侍奉你一次。可还没等叶云说出口，莫如烟便伸出手指遮住了他的嘴巴。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不需要你的垂怜。还是说师弟害怕陈天傲，不敢对他的未婚妻动手？虽然明知道是激将法，但叶云还是挑了下眉。师姐，这可是你说的，人家都已经说到做到这种程度，他要是还不敢下手，那才真不是男人了。叶云当即搂过他柔软的腰肢，就要在这教育一下他，可刚要动手，却被莫如烟打断了。等等，怎么，你后悔了？不，我想在床上。我当什么呢？没问题。说罢，他便弯腰伸手，一把将莫如烟给抱了起来。只是没走出2步，叶云便不由喘了口气，身上开始冒汗了。叶云觉得奇怪，看了眼莫如烟，问道：师姐，你有没有觉得很热啊？在他怀中的莫如烟也已经在冒汗，他轻轻地点了下头，接着望向窗边的茶桌，小嘴吐了口热气道：刚刚我们喝的茶里被我放入了一些药。得知原因的叶云嘴角微抽，心情有些许的复杂。这位莫师姐简直就是个狼面，直接给自己下药，这比起狠人都还要多一点。似乎是要笑上来了，莫如烟已是一脸妩媚，双手轻抚着他的脸颊。师弟，尽情占有我。纵然见过大风大浪的叶云，也是被他这副勾魂夺魄的样子诱惑的激动了起来。好脸，那我可不客气了。叶云嘴角微扬，当即便将莫如烟放到床上，并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或许是药物带来的强大作用，这次足足1个多时辰，叶云才在师姐的身上交代了。在脑海之中，造化神炉传来提示声：恭喜您获得70点造化值。而莫如烟的好感度也从冷漠提升到略有好感的程度，显然是对于叶云还是相当满意。至于对叶云而言，这次也绝对是无比奇妙的一次经历。就在前面的过程中，他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身体在经历一场蜕变，有点类似于服下淬灵丹的洗髓之效。只是单就效果而言，这可比淬灵丹强太多，简直是蜕变一般，让他有种难以言说的神清气爽。在吸收玄气的效率上，更是比起之前强上数倍。叶云心中不禁感叹，不愧是灵音之体，这辅助的效果确实足够令很多人心动。随后他转脸看向一旁面色绯红，口中轻声喘息的莫如烟。这位师姐似乎还没从先前的疯狂中缓过来。叶云轻抚着她的发丝，笑着说道：多谢师姐，平白地将这灵音之体成全于我。莫如烟微微摇头，不以为然的道：不必感谢，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奖励。看着他此刻的样子，比起之前的冷漠，美眸之中更多了几分人情味。叶云怔了片刻，旋即笑着问道：话说师姐，这种事情是不是还挺喜欢？莫如烟倒也直率，轻轻点了下头，接着沉吟了下道：感觉很奇妙。或许是因为自己选的人，因而莫如烟内心并不抗拒，再加上药效的作用下，使得他几乎没感受到痛苦，甚至说都还有几分令人陶醉。见此，叶云挑眉问道：是吗？那师姐还想再来吗？好。莫如烟点了下头，然后出乎意料的起身，反过来将叶云给压了下去。而后他伸手将垂下的发丝拨到一边，歪头望着一脸惊愕的叶云，笑了下道：不过这次我要在上面。又是1个时辰过后，叶云前面见识过柔情似水的莫如烟，后面则也见识了他热情似火的一面。完事之后，整个叶云都差点要走不动道。再看天色都已经暗了下去，在穿好衣服后，叶云便打算下山回去。师姐，今天真是多谢款待了。这时的莫如烟则披了件轻纱，将他送到了门口。再看外面的天空，已经是灰蒙蒙的，还聚集着许多乌云木楼的门口，不时有阵阵冷风吹拂而过，包裹着淡淡的尘土气息。他看了眼天空，转而对叶云点了下头，交代道：看这样子似乎就要下大雨，师弟快些回去吧，免得被雨淋了。好嘞，那师姐再见。叶云对他招了下手，便飞奔着下山了。就在叶云狂奔走不远，天空便落下蒙蒙细雨，云层不时有闪电划过，雨水还有逐渐变大的趋势。
在2楼的窗边，莫如烟目送着叶云，看着他逐渐的消失在雨丝之中。莫如烟沉默了片刻，接着伸出手来，掌心浮现出叶云给他的龙鳞。他看了许久，然后像是下定某种决心，拿出一把短刀将手腕割开，潺潺的鲜血便落在龙鳞之上。鲜血与龙鳞刚接触就迅速融入其中，并逐渐散发出血色光芒，坚硬的鳞片也迅速的融化了。片刻过后，窗外云海闪过一道雷光，随之而来是轰鸣之声。在莫如烟的身前，血色的龙鳞化作一名青发少女。青发的少女未着寸缕，及腰的长发自身后落下，看着竟有几分神圣之感，让人不敢有丝毫亵渎之意。3000年了，哈哈，本座终于还是出来了。只见青发少女伸了个懒腰，接着咧嘴一笑，露出一双精美的小虎牙，看起来是个相当可爱的女孩子。然而只有莫如烟知道，眼前这出现之人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存在。窗外的雨下大了，接连不断的电闪与雷鸣倾泻而下，木窗也被风吹得咔嗒作响，仿佛随时会崩碎一样。这时青发少女转脸看了眼莫如烟，笑眯着眼问了一句：莫姐姐，你真的想好了吗？莫如烟点了下头，淡淡道：这里的一切我早都不在乎了。好的，了解了。青发少女走上前，抓着他的手，抬头望着他，咧嘴一笑：那姐姐就和我一起毁灭3大圣地，哦不，是一起毁灭整个人族吧。窗外的电闪将莫如烟半边脸照亮，是冷漠的样子。对青发少女的话，他轻轻点了下头。在古道圣地另一处别院之中，陈天傲见到急哄哄过来的陈月，冒着大雨给他带来个巨大的坏消息。主人，大事不好了！别动不动就这么急，凡事要冷静一些。陈天傲眉头微皱，看着倒是淡定。说吧，出什么事了？见此，陈月吞了下口水，讲述道：刚得到消息，这次3圣试炼提前结束，您派去的那3个家伙全部都死在里面了。什么？本来悠闲的陈天傲猛然坐了起来。那叶云呢？他死了没有？陈月摇了摇头，深吸口气道：不仅没有，他还拿了此次试炼第1名。这怎么可能？陈天傲这一下直接站起来，激动地叫道：他区区一个快死的老家伙，怎么可能拿到第1名？见状，陈月心中犯嘀咕，不是说凡事要冷静吗？就在他准备解释时，又有人急匆匆地过来，乃是一位玉女峰上的内门弟子。见到这人，陈天傲愣了下，问道：表妹，你怎么来了？眼前这人乃是他的表妹陈琳，平时可很少来探着。此刻陈琳小脸阴郁地说道：有件事，我想表哥你有必要知道一下。什么事？就在先前，我回峰休息，意外见到莫嫂子穿得很暴露，把叶云给送出门了。要说前面他还不是不能接受，可这个就让他彻底发飙了，只感觉在自己头顶已经有了一片青青草原，然后整个院子内都能听到他愤怒的吼叫：叶云，我要杀了你！废丹房内，叶云顶着突降的暴雨一路狂奔回来，刚进屋就不由打了个喷嚏。他甩了甩头发和身上的雨水，有些郁闷的道：见鬼，我都凝气巅峰，还能被冻感冒吗？叶云连忙换下衣服，将身体烘干后换了一件干爽的衣服。完事之后，才一脸舒爽的看了眼周围，时隔几天，总算又回到这个他热爱的地方。现在想想看，他这一趟下来，收获可以说是相当丰厚。580点造化值，发达了，这次真是发达了。叶云看着剩余造化值，激动不已，有种忽然成暴发户，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的感觉。事已至此，还是先用丹药突破吧。眼下他修为在凝气巅峰，距离先天就一步之遥，之前没丹药和时间冲击，现在可都不缺了。想到这里，叶云立马在废丹房拿了一炉生玄丹的废丹，可转念一想，就拿一炉怎么够？让人看到还以为自己吃不起呢。操，多拿几炉。叶云抄起足足5炉生玄丹，全部进行重塑，转眼间25颗无暇生玄丹就到手了。剩余造化值530点。在重塑完成后，叶云看着满满一堆生玄丹，直接就拿起一颗塞到嘴里，简直像吃糖豆一样。要说在吸收了莫如烟的元婴后，所带来的蜕变就是大，连带着服用丹药的效果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可以，这个带劲。感受到体内狂涌的玄气，叶云眼前一亮，连忙盘膝坐下，进入修炼状态。不久之后，生玄丹药力消化殆尽，但仍然没有突破。但在叶云看来，1颗不行就2颗，2颗不行3颗，3颗不行按斤吃，总能强行冲破瓶颈。实际上也没真的用这么多，随着第6颗生玄丹下了肚，他就感觉瓶颈已到临界点。接着到第7颗生玄丹时，其凝气巅峰的瓶颈则终于是碎裂。随着轰的一声闷响，一股雄浑且更加纯粹的玄气便从叶云身上爆发出来，周围家具都轻微震颤了下。
哈哈哈，道爷我成了。叶云蓦然睁眼，激动之色溢于言表，所谓先天之境，即象征着自身回归出生的状态，同时再修炼一途，也算是正式的入门。甚至叶云苍老的外表也随修为突破年轻许多，大概从60岁的样子退回到50岁左右。在寿元上，先天的极限也达到300岁，若是能突破至化丹境界，则就能活上500岁。可以说，这已经能见证一座凡人王朝的兴衰了。在兴奋过后，叶云也思索起后续的修炼计划。随着修为来到先天之境，也意味着需要修炼一门功法，才能让修为继续提升。功法品质的高低，则直接影响到修炼速度，乃至未来能达到的上限。好在这次拿下3圣试炼第一，让他能在圣地藏书阁自选一部最高地阶下品的功法，保证到他修炼到超凡都够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叶云倒是并不担心。接着将这次试炼中收获的法宝全都给一股脑的倒在桌子上，让我看看这都有些什么好东西。法宝这东西贵在精而非多，眼前这些看着虽多，但他还是只能选择一些适用的重塑。最终再经过叶云筛选，抛去一些作用重叠的法宝，经过一番重塑之后，叶云这次算是添置了3件不错的宝物。首先是玄阶下品幽月盾，由蜜月银铁锻造而成，尤其在月光之下能够发挥出超乎寻常的防御。这下元武盾算是有上位替代了。叶云对此很满意，凡阶下品的还是太差了。然后是玄阶下品魔魂幡，炼化众多灵魂所得到的法宝，能够召唤幽魂作战，关键它还能吞噬斩杀之人的灵魂，将其为自己作用，属于一剑邪道的法宝。这个还是少用比较好吧。叶云担心用太多被人打上邪修的标志，那可就不妙了。接着最后被叶云看上并重塑的则是一个珠子，玄阶下品避毒珠，由多种避毒材料锻造而成，可以在一定程度内隔绝毒素，属于毒修的克星了。这玩意关键时刻保不准能救我一命。这避毒珠在叶云看来就是一个以防不时之需的宝物，用不到最好，一旦用到或许就能救命。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不少凡阶极品法宝，但对他而言都作用不大，索性就没重塑了。倒是救了自己一命青钢甲，他给重塑了一下，又恢复出厂状态，穿在身上。最后完成这一切共花费160点造化值，当前剩余470点，剩下这些就等以后重塑丹药用吧。叶云秉承的原则就是该花花，但该省的也要省。现在的他身上总共4件玄阶法宝，3件凡阶极品法宝，还有品级未知的月灵玉，简直是攻防一体，战力暴增。可以说哪怕放眼圣地的内门弟子，这也绝对称得上顶配，没几个人能跟他在法宝上相提并论。叶云满脸兴奋，接下来就只需要等明天的颁奖即可，然后就可以去跟圣女殿下愉快的同居3天了。如果说唯一让他有所介怀，可能就是这次3圣试炼提前结束，让他莫名有种不安之感。说起来，圣地也该派人去调查了吧。3圣试炼入口之外，一众身着各异、气息各有强弱的修士正聚集在3圣试炼的大门前。他们之中有的是圣地强者，有的则是阵法师，主打一个会什么的都有。而当一番检查过后，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其中一名古道修士皱眉道：看来毫无疑问，的确是最坏的情况，那被封印在里面的逆灵消失了。旁边一位月轮修士脸色阴沉的道：莫非是被那个弟子当作宝物给带走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位曾负责内部阵法的阵法师无比坚定的道：在封印台周围的幻阵，哪怕超凡修士都会迷失，更别说进去的那些灵气晚辈了。就在这时，一同过来的红仙儿淡淡道：我倒觉得与其讨论原因，不如先想想之后该怎么办。咱们对他做了什么，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一旦让其恢复，恐怕咱们3大圣地都要面临他的报复。此话一出，众人面面相觑。半晌，一位九幽修士冷声道：依我看，就当那家伙已经逃了出去，以他孱弱的状态，想要恢复实力，就势必要吞噬大量生命。咱们只需要按兵不动，注意各处的风吹草动，一定能发现他的踪迹。他这个提议算是得到3方的一致同意，毕竟对方被封印3000年，所剩力量百不存一，靠自行修炼恢复至归一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势必会在各处大肆杀戮吞噬，来缩短恢复的时间。最终众人纷纷点头道：行，那就这么办。次日上午，叶云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享受着梦中的美妙经历，嘴里还呢喃着梦话：真大真软。可忽然耳畔传来少女的呼喊：喂，老家伙，快起床了。当叶云被人摇醒，眼神恍惚之间，看到一个颇为可爱的红裙少女正在床边盯着他。你这家伙终于是醒了。短暂懵逼的叶云猛然坐起身来问道：你是什么人？闻言，红裙少女轻哼一声，双手掐腰着神气道：本姑娘雨红绫乃圣女殿下的首席大徒弟。
你是圣女之徒？没错。红裙少女微微仰头，自豪地道。见此，叶云愣了一下，之前倒也听说过圣女殿下不久前收了个徒弟，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小蛮丫头。就在同时，叶云听到耳边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雨红绫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叶云一阵无奈，让自己搞定雨红绫，恐怕是有一点点的难度。他索性也没想太多，当即对雨红绫拱手行了一礼，原来是雨师姐，失敬失敬。这还差不多。雨红绫娇哼一声，接着说道：你是叫叶云是吧？快点起来，师傅要我喊你去领奖呢。好脸，我这就起来。叶云飞快穿好衣衫，在这一过程中，无聊的雨红绫则好奇打量着周围。只是废丹房没什么好看的，最后他的注意力被叶云床头的一本大书所吸引。你这家伙平时还挺好学的嘛，睡觉前居然还会看书。说着，他就要上前拿起来，似乎想看看他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只是没等雨红绫拿到，叶云就像被踩到尾巴一样，连忙将之抢先一步拿了起来。等下，这书师姐还是别看为好。之所以这么大反应，很简单，这本书是他前些日为了幸福生活而从某师兄处买来的学习资料，不仅男女相关的都有，还是全彩页插画精装版，他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平时没事的时候，他就会翻看着学习一番，也好提升自己的技术，从而做到他好我也好。只是他的举动让雨红绫古怪问道：你说我不适合看，这里面是什么？就是些不入流的东西。切，小妾。雨红绫别过脸去，似乎是放弃了看的想法，这也让叶云松了口气。还没等他收入空间戒指，就见一道红影从身旁掠过，而他手上也已经空空如也。在他身后的雨红绫抱着他的学习资料，嘻嘻一笑：我倒要看看有什么不入流的东西。师姐，等等。叶云满脸黑线，可惜喊的一声太晚了。面前的雨红绫已是将学习资料翻看，然后就整个僵在原地，像是石化了一样，而他的俏脸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啊！你！片刻之后，雨红绫就把手中的大书朝着叶云高速丢了过来，差点直接砸穿他身后的一面墙。而后，脸红的耳朵跟着雨红绫手指着叶云羞愤地叫道：变态，流氓，好恶心！你这家伙天天居然看这些东西。对于雨红绫的怒斥，叶云一脸无奈地摊手道：师姐，我都这么大年纪，又不是小孩子，学习一下没什么奇怪的吧？可那里面的东西未免也太……眼前这个雨红绫师姐倒是有些意外的纯情，似是完全没了解过这些，而看她这表情就知道应该是恰好翻到书里较为重口的内容了。叶云轻咳一声，举起双手道：师姐，冷静冷静，这上面的内容本就是男女之间或者说到屡间常见行为，真没什么好惊讶的。这一番解释让雨红绫愣了下，狐疑地望着他问道：你是说宗内其他师姐师妹也都会这样被绑着手？说到最后，他小脸已是红成了苹果，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叶云一阵汗颜，好吗？感情被他翻到特殊内容了。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点点头道：没错，有些玩得开的师姐就是会这样的。你是说师傅他以后也会和道侣这样？嗨，那就看他的爱好了。雨红绫似是冷静下来，逐渐陷入沉思之中。原来是这样，难道真是我接触的少了吗？看得出他是一个挺会自我反思的人，可能天才就大多如此。而叶云则一个劲的点头附和道：是啊，师姐也已不小，以后也总归会找道侣，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学习一下。这样的话，以后师姐有了道侣，肯定也会深深的爱上你。那好吧。逐渐的，雨红绫点了下头，认同了叶云的话，可又总觉得哪里不对。不久之后，他狐疑地望着叶云：你这家伙不会是在骗我吧？怎么会呢？叶云轻咳一声，好在已经穿好衣服，赶忙施展话题转移大法。话说师姐，咱们还是快点出发吧，别让你师父等着急了。对，那还是快走吧。雨红绫也才想起正事，连连点头。不过就在临走前，他想了下，转过身一路小跑着把刚丢出去的书给抱了回来。叶云愣了下问道：师姐，你这是？闻言，雨红绫小脸微红，解释道：我借回去看看，学习一下。这不太好吧？我不管，你必须要借。雨红绫双手抱着大书，俨然一副不借也得借的样子。好吧。看他兴致盎然的样子，叶云知道这书怕是必须要借，谁让自己还真打不过对方呢？这小丫头看着纯情可爱，但对方可算是真传弟子，有着化丹境的修为，单就实力而言，恐怕对方一巴掌给自己给抽飞老远。而他倒也不是不想借，而是担心借出去的影响，总觉得
我似乎把他给带歪了。叶云暗叹一声，只希望圣女殿下或者他家里人知道这事，不要提刀来砍自己。不久之后，在雨红绫的带领下，叶云见到等候已久的红仙儿以及另外2名外门弟子。老实说，按照叶云问过的往年惯例，3圣试炼颁奖最多就是个化丹或元灵境界的长老来，由圣女殿下亲自颁奖，这在之前可前所未有，简直是荣幸之至。师父，师父，我把人带来了。雨红绫离得老远，就对红仙儿招了招手。来到近前，红仙儿微笑着点了下头。灵儿辛苦了。说罢，他看向叶云，但很快露出惊讶之色。你突破了。叶云行了一礼，笑着回道：是，昨夜侥幸突破了。不错不错，看来你却有些修炼天赋。红仙儿不吝赞许，显然对于他的突破还是有些出乎预料。另外2名外门弟子则都是露出羡慕之色。先天之境，这就意味叶云真正的踏上修行之路了。师父，我的任务这就算完成了吧？这时雨红绫对师父问了一句，后者点点头，笑着问道：没错，接下来你要与为师一起还是？我就不去了，我要先去学习了。雨红绫小脸微红，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红仙儿也没多想，点了下头道：那行吧，你去便是。直至对方一路小跑着离去，他才觉得有几分奇怪，这小丫头今天似乎没有学习任务吧？旁边叶云一阵汗颜，却只能默默站着，不敢吱声。好在很快红仙儿就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罢了，你们且随我来吧。在这之后，红仙儿带着他们先是去司务殿进行了颁奖。司务殿是在古道圣地中负责统筹、宣传、资源分配等多项职能的重要部门，而历届3圣试炼颁奖也都是由司务殿负责。这次叶云也是在这好好的扬名一番。在颁发完基础奖励后，叶云3人也从外门弟子一跃成为古道圣地的内门弟子。但真正的重量级奖励还是后续的地阶功法、玄技乃至法宝的自选。你们3个随我来吧。在离开司务殿后，红仙儿看着3人微笑道。听到这话，叶云3人都激动了起来。在红仙儿带领下，他们穿过重重守备的禁区，直至来到古道圣地的核心藏书阁。衡量一方势力的底蕴深浅之处，就在于其拥有多少高阶功法玄技。而当进入藏书阁，看到那上面琳琅满目的玉简，叶云3人的眼睛都看直了。哇，这数量也太夸张了吧！按照叶云的估算，这里面起码有着数以万计的功法玄技，且作为古道圣地的核心藏书阁，能够被收录于此，最低都是玄阶功法与玄技，简直是一座真正的宝山。见他们激动的样子，红仙儿淡淡一笑：你们有半天时间，可以在此任意挑选，切记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功法。此话一出，叶云3人眼前一亮，立马在藏书阁内寻找起来。但哪怕局限于地阶下品，可供选择的数量也很夸张，以至于叶云选择困难症都快出来。直至大半天过去，叶云才勉强选好功法混沌诀、玄技万灵剑诀，就决定是你们了。叶云看着手中2枚玉简，满意的点点头。这混元诀乃是一位世家大族开创，本身就只有一个效果，那就是提升服用丹药的效果。比如第一层可提升3成药效，第2层则是6成药效，第3层则是9成药效，直至最高可修炼到第10层。然后是更特别的万灵剑诀，这是一部御剑之术，也是上下限差别极其夸张的剑诀。习得万灵剑诀以后，即可同时驱使多支飞剑，并在达到一定数量后，就能施展出威力强大的万灵剑阵，而万灵剑阵的威力大小将与飞剑的数量、品质直接挂钩。这就意味着修习之人需要购置足够多且足够高品质的飞剑，光是这笔开销就绝非一般人能承担得起。但在叶云看来，玄金根本不是个事，无非就是多战斗几次罢了。最终，叶云将这2枚玉简交给红仙儿。圣女殿下，我就选这俩了。哦，我来看看。红仙儿接过玉简看了眼，然后就愣住了。旋即，他抬头对叶云问道：你知不知道，要把这2个修炼起来，需要耗费多少资源？我知道，但就是想试一下。见叶云一脸坚定，还想劝说的红仙儿也只好作罢了。好吧，希望你不要后悔。不久之后，另外2人也都选好功法，与叶云一同完成了修炼登记。而按照藏书阁的规则，他们仅拥有这功法与玄技的使用权，未经圣地允许严禁外传，一旦被发现就是重罚。完成登记之后，另外2人就算领奖结束，开心的回去修炼了。叶云则在红仙儿的带领下进行下一项的领奖。同样是穿过重重守卫，2人来到圣地的神兵阁内，在这里陈列着古道圣地绝大多数的法宝库存。在进入之后，映入眼帘是一排排的木架，从上到下密密麻麻摆放着各种类型的法宝。叶云，你自己看看吧，有什么想要的法宝？红仙儿看了眼叶云，示意他可以挑选了。这一次，
叶云还没看多久，便被极为角落的木架上一把只有半截的断剑吸引了过去。虽然这把剑只有半截，却也难掩其锋芒，只是躺在那里就散发着森然的寒意。叶云走上前端详一番，疑惑地对红仙儿问道：“圣女殿下，这怎么还有一把断剑？”闻言，红仙儿走了过来，看到他面前的断剑，神色恍惚了下。他手指轻抚着断剑，口中轻叹一声道：“此剑乃是咱们古道圣地曾经一位顶尖剑修的飞剑法宝。后来有一次，为了守护圣地在外的一处驻地，他遭遇九幽圣地数位顶尖强者的围攻。本来他明明能走，但却因掩护驻地低阶弟子撤离，死战不退，最终身陨于外。后来所有弟子撤退，援军赶去，却只在驻地看到冰冷的尸体以及这一把断掉的飞剑。为了纪念他，圣地便将他的飞剑法陈列于此。”听了他的讲述，叶云不由肃然起敬，那真是个令人钦佩的前辈。在高阶修士的眼中，低阶弟子与蝼蚁无异，为了守护蝼蚁而死，这份道义属实，令人钦佩。随后他沉吟片刻，望着红仙儿问道：“圣女殿下，我能选这把飞剑作为奖励吗？”听到叶云的问询，红仙儿面露惊讶，不由得提醒道：“我得提醒你，这把飞剑乃是天阶下品法宝，即便是高阶修士想修复这把飞剑，所要付出的代价相当大，并且还未必能成功。”他理所当然地将叶云给当成了想要捡漏的人，虽然也确实如此就是了。当听到是天阶下品时，叶云心脏都猛地跳了一下。这种级别的法宝，即便放眼整个大陆都是一等一的存在，哪怕是破碎般也有着特殊的价值。叶云沉吟了下，笑着说道：“不试试怎么知道万一成了呢？况且就算失败，我也能将这断剑当作珍贵的收藏品，怎么都不亏。当然前提是我能选它，毕竟这次他选择的上限是地阶下品，而这是一件天阶下品，他想要圣地都还未必能给。”而在听了他的话后，红仙儿双眸凝望着他问道：“你是认真的？”这一刻，叶云仿佛灵魂都被穿透了。“当然，我很认真。”叶云神色坚定，点了下头。见此，红仙儿沉默了片刻，之后缓缓说道：“按照规则，其实就算破损的天阶法宝，也并非你能选择。不过……”他看向身边的断剑，淡淡道：“你运气不错，我有这把剑，我正好能做决定。”“咦，这要巧的吗？我能问问原因吗？”只是对于叶云的好奇，红仙儿只是漠然地回了一句：“这些就不是你该关心的了。”看得出来，这个话题他并不想细聊。叶云也很识趣，点了下头道：“好吧，那我就选它了。既如此，随我来吧。”在红仙儿带领下，他们完成了取宝登记，而负责这一切的人乃是神兵阁的守护者，一个看着弱不禁风的老头子。在看到他们带出的法宝时，明显吃了一惊，诧异地看向叶云，给予了他一句话的评价：“真是个有趣的小辈。”不久之后，他们顺利将法宝带出。与功法玄技只给使用权不同，这法宝带出来就归属叶云了。红仙儿看着他手中的断剑，深吸口气道：“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他。”“这放心吧，我一定把它给供起来。”叶云咧嘴一笑，这可是天阶法宝，在他看来就是宝贝疙瘩，真供起来都不为过。见此，红仙儿被他的话给逗笑了，倒也不至于那么夸张，妥善利用便是。说完，他沉吟了下，说道：“话说回来，这下你的奖励也都算是发放完成了。”叶云愣了一下，轻咳道：“等一下，按照您先前所说，不是还有个3天的私教课吗？这对他而言可是相当重要的事情，保不齐自己就能在这3天把对方给攻略了呢。”提及此事，红仙儿沉吟片刻后说道：“既如此，你明日早上去圣女殿找我吧。”闻言，叶云眼前一亮：“好脸，我一定准时到。是否能攻略圣女，从而一飞冲天，就看这一波。”红仙儿显然不会想到，自己这一波属于是引狼入室。在完成领奖后，天色已晚，叶云还没来得及回废丹房，就被拉去参加说好的庆功宴了。在酒宴之上，作为此次试炼的第1名，叶云着实体验了一番同门之间的热情。不仅是那些外门弟子，就连个别长老乃至内门弟子，也都来酒会上与他拉近关系。待到酒宴结束，叶云回到废丹房，时间已经来到深夜。他这刚进屋，就听到个女子的声音：“你这家伙，这次可真是风光大了。”叶云进来后，发现居然是裴雨嫣在等他。有意思的是，今晚裴雨嫣穿得颇为靓丽，脸上带着妆容，能看出是精心打扮了一番。一见到他，对方就笑着迎了上来，揽过他的手臂。这女人的热情让叶云眉头微挑，不由问道：“裴师姐，这么晚了找我，莫非是为了丹药？”“当然不是，只是听说了你的事，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厉害，想知道你到底怎么做到的。”对他的问题，叶云的依然是一副对外的解释：“我一直都很厉害，好吧，只是以前低调罢了。”
裴雨嫣柳眉微动，接着就依偎上来，楚楚动人地看着叶云。好吧，不管怎么样，你看我们之间能不能回到以前那样。这下叶云算是明白对方今晚是来做什么的，感情是发现自己的厉害后想回来复合了。对此，叶云嗤笑一声道：师姐，你觉得可能吗？怎么不可能，别那么绝情嘛。绝情？似乎是师姐先绝情的吧。叶云瞥了他一眼，冷冷说道。闻言，裴雨嫣抿嘴道：我知道错了，以后无论什么我都听你的，我可以立誓。现在说这个未免太晚了。叶云将裴雨嫣给推开几分，而后打量着她今天的美艳模样，挑眉说道：不过呢，如果只是交易，那还是没问题的。感受到叶云色眯眯的目光以及他说的话，让裴雨嫣有几分愤慨的道：你这家伙难道就只在乎人家的下面？叶云盯着他沉吟了下：不，我还在意后面。裴雨嫣嘴角抽动了下，瞪了眼叶云道：你这家伙就只想着那种事吗？男人不色，那还叫男人吗？对于他的质问，叶云也没多解释，只是手中多了3颗生玄丹。所以既然来都来了，还打扮得那么漂亮，这3颗丹药你要吗？你看着叶云手中的生玄丹，裴雨嫣咬牙切齿，这家伙真以为自己是给几颗丹药就能随意玩弄的吗？最终在沉默片刻后，他一把夺走叶云手中的生玄丹，娇哼一声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啊！对，没问题。叶云摊了摊手，心想我信你个鬼。不过眼下他是不在乎这些，眼前只剩下艳丽的裴雨嫣。叶云将之一把抱了起来，笑吟吟道：师姐，今晚可不许逃哦。1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20点造化值。这一次的叶云可以说是加钱也加量，狠狠地赚回票价了。一番激情燃烧后，叶云长舒了口气，转脸看向裴雨嫣，笑着问道：怎么样，我的战力是不是变得更强了？此刻的裴雨嫣缩在床上，两眼泛红，不难看出来她先前哭得很厉害，有种梨花带雨的楚楚可怜的感觉。她就像是被人欺负惨的小孩子，缩在被窝之中。直至现在，她都还觉得后面有异样的感觉。听到叶云的询问，她轻抿着嘴唇道：你这家伙过分。相比于之前，这次裴雨嫣确实是有了最深刻的经历。叶云耸了耸肩，调笑道：怎地，你不喜欢吗？裴雨嫣瞪了他一眼，没好气道：谁会喜欢这种事啊？他感觉自己都被叶云骗了，明明说过前后都差不多，结果却总的下来就一句话，有些地方还是让他做该做的事情比较好。并且相比于异样的感觉，那种心理上的羞耻感才是最令裴雨嫣无法直视的事情。叶云白了他一眼，暗暗叹道：女人啊，果然是善变的动物。明明在之前他可不是这么说的，还说什么不要联系他，不过他也没有争辩什么，反正已经嗨够了，并且也得到了造化值。不久之后，裴雨嫣才似是恢复过来，抹了下眼角的泪痕。随后他重新穿好内衣，起身看向叶云问道：对了，你这家伙现在已经是内门弟子，还突破先天了是吧？叶云点了下头，疑惑道：没错，有什么问题吗？只是想问问你，过些天我要去一次圣地外舞，你要不要一起参加？圣地外舞？那是什么？作为刚升上来的内门弟子，这还是叶云第一次听说，就猜你不知道。裴雨嫣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解释说道：在成为内门弟子后，由于可获取资源变多，相应的责任也会增加。凡内门弟子需要在入门半年之内完成一次圣地下发的外派任务，这个就是圣地外舞。如果完成的话，可以获得玄金乃至丹药奖励，反之若迟迟不做外舞，将视情况被强行外派出去。听了他的讲述，叶云明白怎么一回事了。简而言之，就是养内门弟子花销很大，便要求内门弟子每半年回报一次圣地。想来倒也算是个合理的要求。所以你参加的是什么圣地外舞？叶云饶有兴致地问道。见他有些兴趣，裴雨嫣当即解释道：我接取的是一个团队清剿任务，需要跟随一支小队一同前往咱们圣地附近的一处驻地。最近在那边有很多外门弟子遇害，似是被先天境界的邪修给吸成人干，于是上面就下发任务去处理一下。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叶云眼皮一跳，吸成人干，这么恐怖？不错，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届时会有其余几位先天师兄师姐一起去，我们就是去打个下手蹭任务。这……叶云眉头微挑，尽管知道在圣地附近危险性应该不会太高，可即便只有一点风险，他心中都会犹豫。我能问下那伙邪修的特征吗？不会很强吧？这个还好，根据情报，就只是一些疑似是九幽圣地修为在先天2、3重的妖女。你说妖女？仿佛触发某种雷达，叶云顿时来了兴趣。裴雨嫣也没多想，点了下头道：没错，
他们似是修的某种合欢秘法，将不少外门师弟都炸成人干了。说到这里，他似是想到什么。哦对，好像还有人在现场留下文字说，古道圣地弟子10次便死，太弱了。一听这话，叶云立马就站了起来，神色严肃地冷哼一声道：真是可恶的妖女，居然敢这般挑衅咱们古道圣地，除魔卫道，我辈义不容辞。说罢，他看了眼裴雨嫣道：这次也带上我，倒要看看何方妖女这般狂妄。闻言，裴雨嫣狐疑地望着他：你这家伙真是为了除魔卫道？那当然，难道还能有别的原因？叶云一脸正经，虽然说这纯属扯淡，他想的很简单，如果那些妖女身上能有造化值的话，那只要擒获他们，还不是自己想怎样获取就怎样获取，也不会有人说自己的不是。甚至如果数量多一点的话，即便每个只能提供一点，挨个获取一番也能得到大量的造化值。嘿嘿，看着叶云的笑容，裴雨嫣没来由的打了个哆嗦，这家伙肯定是在想什么不好的东西。他望着叶云，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们出发的时间在5天后，你看没问题吧？5天正好，那就这么定了。叶云当即点头答应，明天开始要去圣女殿待3天，等回来后还能再准备1-2天。裴雨嫣看他同意，也是松了口气。其实他之所以拉上叶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跟对方多待一些时间，这样没准还能日久生情呢。在定下这件事后，裴雨嫣也穿好衣服，当即从废丹房离开了。而叶云则坐在床上，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妖女们，等着面对在下的大威天龙吧。在送走裴雨嫣后，叶云想起白天从神兵阁得到的残缺天阶飞剑，当即将之拿了出来。说起来，还没尝试一下重塑这把飞剑需要消耗多少造化值呢？重塑！叶云话音刚落，耳边便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造化值不足，重塑此物需消耗700点造化值。听到这个数字，叶云嘴角微抽了下，干，大意了。白天选择的时候，光想着如何捡漏获取天阶飞剑，结果忽略可能消耗的造化值，眼下加上刚得到20点，他也才490点造化值，距离700还差了不少。如果是靠裴雨嫣和雪兰2人，估计还得一阵才能凑够这么多。看来还是得想办法攻略一下圣女殿下才行。以红仙儿的修为之强，若是能获取1次，想必就能直接超出所需了。就是这个难度，恐怕会有点高，更多还是要看有无缘分。唉，希望老天能成全我这一次吧。怀揣着这个美好的祈愿，叶云在次日上午离开废丹房，去圣女殿面见红仙儿。圣女殿乃是圣地专为圣女一人修建的寝宫，以及修炼与办公之处。这还是叶云第一次来此，映入眼帘是一座华丽的宫殿。门口的两边分别站着一位修为先天巅峰的女修。叶云走上前，行了一礼道：两位师姐，在下叶云，受圣女殿下邀请来此，可否通报一下？结果听到她的名字，两名女修便点了下头。殿下交代过我们，你直接进去便是，她就在最里面的书房之中。闻言，叶云当即拱手笑道：多谢师姐。当他大步进入圣女殿，两名女修才对视一眼，低声议论起来。这就是叶云，他应该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能在圣女殿过夜的男人吧？可不就是圣女殿下对他也太好了。你说他与圣女之间不会？嘘，圣女殿下的事，岂是我们能议论的？还是站好自己的岗吧。也是，殿下怎么可能看上这么平平无奇的人呢？叶云并不知道两名师姐的议论，眼下他已穿过典雅的长廊，来到最里面的一间书房之中。这书房的空间极为宽敞，出乎预料的是，圣女红仙儿和其徒弟雨红灵都在。其中雨红灵倚坐在角落的墙边，抱着一本大书在看，而在前方的木桌前，则是似乎在办公的圣女在接连不断的挥毫写着什么。相比于平时见到的红仙儿，今天在圣女殿的她穿着颇为日常乃至清凉，令叶云看得恍惚了下。就在这时，耳边传来雨红灵不善的声音：喂，你看够了吗？叶云回过神来，略有些尴尬地看了她一眼：雨师姐，你也在啊？那当然，我平时就跟师父一起住在这。雨红灵一脸骄傲，能住在圣女殿确实也算是很荣幸的事情。只是叶云心中暗叹一声，本想着能与圣女殿下过2人世界，这还多了一个大号电灯泡，感觉攻略圣女应该是无望了。这时不远处的红仙儿看了他一眼道：别在意，让他平日待在这也是为方便教他修炼罢了。原来如此。叶云点了下头，心中还是对雨红灵有几分羡慕，这种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从开始修炼就拥有极高的天赋，以及一位强大的师傅能照着自己不像他，到头来就只一个小小的造化神炉。这时红仙儿对其淡淡一笑，交代道：总之后面的3天你便在此修炼吧，有任何修炼上的疑惑都可以直接来问我。一旁的雨红灵则瞪了他一眼道：
在这期间，你可不许对师傅有别的想法，否则本姑娘可对你不客气。虽然她只是在护短，可好巧不巧，这还真戳中叶云的内心，以至于他本能的有几分心虚，轻咳一声道：“师姐这话说的，我怎可能有别的想法？哼，你最好是这样。”宇红林双手抱胸，娇哼一声。对于他这护短的表现，红仙儿无奈的摇了摇头，对其交代道：“灵儿，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回房间看书吧，别打扰他在这学习了。”好吧。宇红林对师傅的话倒是意外的听从，当即抱着大书站了起来。只是临走前还不忘对叶云投来一个超凶的表情。叶云一阵无奈，直至他注意到对方怀里抱着的书就是从自己那里带走的学习资料，顿时叶云一阵汗颜，准确说是汗流浃背了。不是，这丫头就当着他师傅的面在学习资料。就在这时，耳边传来红仙儿疑惑的声音：“你怎么了？为何一直看灵儿？”“嗨嗨，没什么，只是惊讶于雨师姐的好学。那小丫头啊，她确实修炼起来很努力。”提及雨红灵，红仙儿不吝赞许。说着，她沉吟了下，说道：“不过说起来，这小丫头从上次回来就一直在看书，也不知道是又找到什么有趣的书了。”这叶云哪敢吱声，只能附和着道：“嗨嗨，想来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说完，他不敢再在这个话题上跟这位圣女有更深的交流，当即施展话题转移大法。“哦，对了，话说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红仙儿看向他，淡声问道：“说吧，什么事？有关三圣试炼的事，您为何一直亲力亲为？而且对我这未免也太好了吧？”这番话也是叶云真心想问的，以对方的身份，本没必要做这些才对。而这个问题，红仙儿也是立刻就给出答复：“这有何不理解？我这是在培植自己的班底罢了。”“啊，培植班底？”叶云眉头微皱，不由问道：“以您的身份，只要继任圣地，以前圣主的班底不就是您的了？这你就想得太美好了。”红仙儿摇了摇头，视线也从叶云身上转至桌上的一张纸上，口中则是淡淡讲述道：“古道圣地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早就已经超脱寻常宗门范畴，内部有着数个派系之分，他们大多都有着庞大的底蕴与班底，并且有不少都反对我成为新圣主，而哪怕在师父所在一派中，也有不少抗拒我成为圣主。现在你还觉得我只需要坐享其成就行了？”听完他的讲述，叶云沉默了。确实，这种如果没有自己的班底，即便坐上圣主之位，恐怕也只会成为一个傀儡圣主。随后他挠了挠头道：“可就算要培植势力，您不也应该从真传乃至内门的天才中选吗？为何要在意我这个外门弟子？”“很简单，因为真传或内门的天才大多已有自己所属的派系，而外门人太多，他们招揽不完，也不屑于去染指。”“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就打算尝试从底层一点点发掘并延揽人才。”红仙儿抬头看了眼叶云，微微一笑：“而你就是我尝试的第一个，所以我这以后就算是圣女殿下你的人了。这不该问我，而应该问你，想成为我的人吗？”感受到红仙儿凝望而来的目光，叶云愣了下。之前他还在想，是不是以后找个靠山比较好，否则以后出丹药太多，难免会被盯上。结果这靠山不就来了吗？当即叶云拱手道：“当然，弟子愿意。”见此，红仙儿满意的点了下头。此刻的他还不知道自己这第一发就抽出一张怎样的 SSR。 在宣誓完忠诚后，叶云便在红仙儿的示意下，在他附近找了个地方坐下。在这一过程之中，他注意到叶对方一直在看名册，不由疑惑问道：“圣女殿下，您这是在看什么？”闻言，红仙儿轻叹一声道：“这是师父派人为我收集，可以作为我道侣的候选清单，上面有他们每个人的资料。”“候选清单？”叶云眉头微皱，忍不住问道：“您这么着急寻找道侣吗？”“我也不想，只是由于我的功法较为特殊，需要尽快与人双修才行。”说话之时，红仙儿摇头叹息，看得出似乎也不太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叶云真想说一句：“那还选什么？不如跟我一起算了。”当然，这也就想想，表面上还是试探性问道：“那您看有合适的吗？”“完全没有。”红仙儿将名册放下，语气冷淡地说道：“无论是天赋还是实力，这上面的就没有一个能比我更强的。”听他这么说，叶云倒是松了口气，看来是还没有心仪之人。于是叶云试探性问道：“我能斗胆问下，殿下想找的理想道侣是什么样吗？”“倒也简单，我对道侣的长相并不在意。”红仙儿稍加思索便回道：“但在同辈之中，对方要么天赋比我强，要么实力比我强，否则凭什么征服我？有一说一，他这个选择道侣的标准属实是简单粗暴的类型了。可简单粗暴是一回事，难度就是另一回事。同辈之中想有人天赋实力比他高，那可未免太难。原来如此，那确实少有。”
叶云轻叹一声，内心则直接凉了半截。毕竟对方说的2条，自己是一个都不挨边。看样子，我是与这位圣女无缘了。在这之后，他就再没有打扰对方的想法，转而真的修炼起混元诀和万灵剑诀与棋子找媒去，甚至招致对方的反感。不如真的趁着3天时间，尽可能多的学到些东西。就这样，叶云真的修炼一整天。在这期间，他也确实遇到不少修炼上的问题，但都被红仙儿耐心的给出解答，属于收获颇丰的一天。待到夜幕降临，红仙儿为他安排了一间客房，就在他寝宫的隔壁。叶云，天色不早，你晚上就在这休息吧。叶云拉开门看了眼，虽说是客房，里面却也相当不错。多谢殿下，那我就……正当叶云打算行礼，却见面前的红仙儿忽然皱起眉，玉手也抚在额头之上，在他身上还隐隐散溢出黑色的冰冷气息。见此情形，叶云不由关切问道：“您这没事吧？”“我没事。”红仙儿摆了下手，似乎在强压着某种情绪。而后他接着抬头看向叶云，交代道：“你记得在晚上的时候，除非有天大的事情，否则不得打扰我。”说这话时，他语气极其严肃冷厉，俨然不像是在开玩笑。再加上他身上散发的冰冷气息，不难想象到，如果违反的话，会面临他的雷霆之怒。叶云背后一冷，当即点了下头：“我知道了。”见此，红仙儿这才起身拉开寝宫的门，一头扎了进去。在叶云的耳边，则是传来砰的一声，木门重重的砸了上去。看得出他相当急切，差点把木门都给砸碎。这把叶云吓了一跳，心想对方就算再困，也不至于这么急着去睡觉吗？真是怪哉。叶云摇了摇头，好在他有个优点，就是听人劝。对方既然说不许打扰，那他自然也不会作死。也罢，还是回屋继续修炼吧。趁这3天时间，得把混元诀与万灵剑诀都起码修炼入门才行。但就在他准备回屋，隔壁另一个房间的木门被推开，接着一个小脑袋探出来，就见在屋里宅了一天的雨红灵对他神秘兮兮地招了下手。“喂，你过来一下。”叶云愣了下，疑惑问道：“师姐有事？你先过来吗？”在雨红灵再三招手下，叶云也只好无奈地走过去，然后就被对方一把拉进房间之中。映入眼帘的房间颇具少女心，就像公主的房间一般，有着不少精致可爱的装饰，倒是挺符合叶云对她的印象。被拽进来的叶云见到身穿睡衣的雨红灵，不由古怪问道：“师姐，你找我到底什么事？”然而接下来的一幕更让叶云感觉到毛骨悚然了。只见雨红灵还颇为礼貌地为他倒了杯茶。“师弟，你站着干嘛？你坐啊。”雨红灵对他嫣然一笑，更加中叶云内心的想法。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叶云小心翼翼地坐下，接着问道：“我说，你这到底想干什么？”接着就见雨红灵将先前的大书拿了出来，深吸口气道：“这书里很多东西，我都看了一下。”叶云愣了下，古怪地道：“是吗？那感觉如何？”“雨红灵脸红了下，小声问道：“圣地内的大家平时真的都做这上面的事情吗？”很显然，这位圣女的徒弟真的被保护得很好，实在纯情到可爱了。事已至此，叶云也只能点头肯定道：“当然了，就像你师父近期不也在找双修道侣，到时候也会像上面一样。”“啊，这样啊，我还以为双修只是睡一起就行了呢。”叶云嘴角微抽，无奈的道：“总之，大家几乎都这样，你也不用觉得有什么好奇怪，或者说是羞耻。”在说这番话时，他倒是发自真心的。有些时候，某些家庭对于孩子就是缺乏应有的生理科普。这雨红灵也有18岁了，可却像8岁一样无知。“我知道了。”雨红灵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通过这本书，他的确是学到很多东西。这时，叶云疑惑道：“师姐，你拉我过来，就为了说这些？”提起此事，雨红灵的小脸再一次红了起来。最后支支吾吾半天，他才小声地道：“就是那个人家有一个小请求。”见他这么客气，叶云还能说什么？笑着问道：“你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帮到师姐的，一定在所不辞。”“那我想……”雨红灵睁着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他。叶云满脸问号，接着立刻站起身来，并留下2个字：“告辞。”原本还想着对方会说出什么重要的事，感情就只是这种虎狼之词，可没等他离开，就被雨红灵伸手抓着衣角，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说道：“就一下，就一下下，不干，坚决不干。你不是说会在所不辞吗？那也要看什么事，这是尊严的问题。”叶云嘴角微抽，转头看着他反问道：“就像我要是说想看看你呢，那当然是不行的。”雨红灵脸红了下，有些害羞的道：“可人家是女孩子。”对此，叶云只是白了他一眼。在我看来，
都一样。只是宇红灵还是不愿放弃，一脸恳求地问道：那你要怎样才能答应我？看他这样子，仿佛今天不瞻仰一下是不打算放弃了。而他所说的话倒是让叶云在意了起来，当即挑了下眉道：你非要看也不是不行，陪我去睡一觉，自然就见识到了。只有这个绝对不行。很可惜，宇红灵并不傻，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以前娘亲说过，睡觉什么的只能和夫君一起，在这个事情上他倒是显得异常坚持。那算了。叶云耸了耸肩，既然谈不拢，那就没必要谈了。这时宇红灵抿了下嘴道：要不这样吧，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只要不是什么色色的事情，以后都可以帮你做一件事。叶云眉头微挑，虽说之前很抗拒，可这话又说回来了，只是展现一下自己的雄风，似乎也没什么损失，关键是助人为乐，以及算是给对方上生物小课堂了。反过来，圣女之徒的一个人情，这个价值还是相当不错的。于是叶云轻叹一声道：行吧，那就勉为其难地成全一下师姐，不过记得下不为例。见叶云答应，宇红灵立马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再见。不久之后，宇红灵满脸羞红，将他给送出了房间。今天他确实是长见识了。行了，早点休息，别总一直看书。叶云轻叹一声，教育了一下对方，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之后他表情有些古怪，这小丫头不会真被我带偏了吧？希望对方家人知道不会想杀了自己。摇了摇头，他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修炼之上。算了，还是修炼剑诀吧。叶云盘坐下来，开始修炼起万灵剑诀。眼下在他周身正摆放着数把寻常铁剑，这是他用以练习万灵剑诀所准备的道具。在其御剑之术的驱使下，一把把飞剑在他周身盘旋而起，但在运行过程中并不稳定，仿佛随时都会失控飞出去。不行，还是得一点点来。叶云全神贯注，继续一分一秒地练习起来。而就在一墙之隔的圣女寝宫，红仙儿的情况则不太妙。漆黑的床榻之上，红仙儿蜷缩成一团，身上不断有黑气涌现而出。此刻的她就像是坠入冰窖之人，娇躯因冰冷而颤抖，脸上也满是痛苦之色。直至她取出一颗药丸吞下，身上的痛苦才稍稍缓解。最近功法的反噬真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了。红仙儿缓缓坐起身来，看着自己的双手，不由深吸口气。这下真要尽快找个合适的道侣才行。早知道就不应该贪图速度，修炼这么一部双修法门，尽管前期进展神速，可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厉害。尤其是在最近，由于功法反噬的厉害，每次晚上的时候，除了剧烈的痛苦，他在某些事情上的欲望就急剧攀升，就仿佛是所修炼的功法在逼迫着他赶快找一个双修道侣。该死，这感觉又来了。红仙儿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丝丝红晕，接着看向自己纤细修长的手指，随即他想到隔壁的叶云，谨慎起见，还是抬手布下一道隔音结界。做完这些，他便靠在床边的墙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不久之后，寝宫不断地飘扬着勾魂夺魄的声音。正在练剑的叶云还不知道，就在自己隔壁的寝宫之中，高冷的圣女殿下正在自给自足。就这样一夜时间过去，来到了次日上午。当叶云在房间稍作休息，起床后来到书房，发现红仙儿也早就起来了。此时的红仙儿身着一袭白裙，火红的长发整齐地梳在身后，宛如仙子般端坐在书桌之前。而在他面前，则正有一位元灵境的长老在恭敬汇报着事情。圣女殿下，近期在圣地周遭地驻地又有多处遭遇邪修袭击，大多疑似是九幽圣地所为，目的依旧不明。那群家伙明明都这时候了，还在想着内斗。红仙儿神色冰冷，但凡对方有点脑子，就该知道逃出的古龙才是最大威胁，现在还内斗，无异于给对方成长机会。可对方一而再的挑事，若是不回应一下，倒也显得他们古道圣地好欺负了。当即他冷声问道：司务殿有派发任务吗？回禀圣女，现在也有部分驻地正在组织内门弟子前去剿灭。我不要部分驻地。红仙儿抬头望向他，眼中杀意凛然。凡有邪修袭扰的驻地，全都各派一支内门队伍过去，另外分派一些化丹执事出去，防止他们钓鱼。这次不论他们是什么目的，都必须要打疼那些家伙。另外通报下去，如果有抓住活的，奖励翻倍；若是有人查出他们的目的，本座有重赏。闻言，白衣长老连连点头，遵命，我这就去办。当他走后，红仙儿抬头看了眼叶云，淡声道：早，昨晚休息的可好？多谢殿下关心，我睡得很好。叶云咧嘴一笑，走了过来问道：话说殿下这边一大早就这么忙？没办法，自从师父决定传位于我，我身上的担子也就更多更重了。眼下的红仙儿算是亲身印证那句话，所谓的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在这之前，叶云还以为作为圣女就只是圣地的吉祥物，只需要享受着圣地资源修炼。现在看来，
这还需要负责管理圣地，着实是繁琐。叶云想到刚才的汇报，不由好奇问道：我听刚才说，现在九幽圣地对咱们骚扰得很严重，不提还好，一提这事，红仙儿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是啊，那群混蛋也不知在想什么，一次次袭击我们古道圣地的驻地。听他这一说，叶云不由想到雪兰和她的堂妹，莫非也是因此受伤？我听说似乎还有妖女出没。对叶云的询问，红仙儿点点头道：不错，确实也有不少妖女，借由美色引诱驻地的弟子出去，在外面将他们给吸干。还真有啊。叶云眉头微挑，对这个越发感兴趣了。旋即他沉吟了下问道：对了，既然想知道目的的话，干脆不抓些人审问一下。说得容易，那些来袭击的邪修，一旦看到无法逃走，就立刻自尽，根本不给活捉他们的机会。我去，这么狠？动手的都是些真正的亡命之徒。这一番话让叶云心中警惕起来，看来过些天要是参加圣地外舞，还真得小心一些了。这时红仙儿看着他淡声道：好了，你先继续修炼吧，我这还有些东西需要批阅。没问题，那您继续忙。叶云点了点头，没再去打扰他，自己在附近找了个地方继续修炼起还不太稳定的万灵剑诀。由于万灵剑诀主打同时操纵多柄飞剑，对于使用者分心之能极具考验，修炼起来的难度相当巨大。经过1-2天修炼，他如今最多能稳定操纵7-8道飞剑，可想要组成万灵剑阵，最少也需要同时掌控33道飞剑，可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以心分之，遇剑如雨。叶云这边钻研着万灵剑诀，将一道道飞剑盘桓在自己身边，不断地摆出各种姿态。不久之后，雨红林也从房间出来，在看到叶云之时，还不由有点脸红。由于昨晚的经历，一看到叶云，他就不禁想到对方的兄弟。他只看一眼叶云，就立马望向红仙儿叫道：师傅，那个我先去修炼了。说完，雨红林便拔腿开溜，令其师傅都愣了一下。红仙儿表情古怪，望了眼叶云问道：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没有啊。叶云连连摇头，他哪敢说在昨晚上带着雨红林去月下观鸟了？是吗？难道是我的错觉？红仙儿还有些奇怪，总觉得自己这徒儿今天有几分怪怪的。只是这份疑惑被接连来汇报消息的长老给掩盖了下去，而叶云也松了口气，也不知道这些事到底能瞒多久。希望知道的时候别一巴掌把我给拍死。叶云心中暗暗祈祷，在这之后他不由惊叹起眼前的圣女殿下在处理各种事情上的能力。例如有人来报告某驻地遭受重创，亦或者圣地内有长老意图弹劾他，亦或者有人对他起了杀心。无论来的长老汇报了何种的麻烦事，红仙儿总能游刃有余地给出处理方案。就这样，两人忙碌着各自的事，又一天过去了。待到夜幕降临，雨红林四世还在外修炼，至今还没有回到圣女殿。而红仙儿这边也早早就回到自己房间，并例行对叶云交代一番：没有天大的事，不得来打扰我。待到他进屋关上门，只留叶云一人看着空荡安静的圣女殿，叹了口气。由于红仙儿不喜欢被人侍奉，这殿内连个常住的侍女都没有。真是的，居然有种空巢老人的感觉。叶云摇了摇头，也回到自己房间之中，看了眼窗外的夜色。幽暗的树叶被秋风吹得簌簌作响，空气之中伴随着淡淡的雨丝。本以为这次来圣女殿应该是一番玫红色的美妙经历，结果随着接触的越多，越让他有种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提前结束的3圣试炼，圣女的延揽，九幽圣地的异动，最近还真是出了不少事。叶云回忆着之前的一切，心中总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于实力的渴望也随之更强，只有变强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下保全自身，不至于沦为炮灰。其实他人生目标很简单，能长生不老，吃喝不愁，平时能打动，没人来招惹自己就行。想到这里，本来准备休息一下的他立马又干劲十足，开始修炼起万灵剑诀。现在已经能驾驭10把飞剑，如果更多一点呢？抱着更进一步的想法，叶云这次直接拿出20把飞剑，他想看一下自己的极限是多少。给我起！叶云伸出手指一点，周围的飞剑全都颤巍巍的飞起，艰难的在其周身盘旋。见此，叶云眼前一亮，有戏！按理说只要能动起来，之后的就好说了。然后不出意外的就出点小小的意外。本身叶云控制的就很勉强，这突然的兴奋让他本能分神了下。结果就是在其玄气控制下的飞剑，玄气控制出现紊乱，足足20把飞剑都朝着一个方向齐射而出。不好！叶云脸色微变，立马收回玄气，可还是晚了一些，失控的飞剑已经飞了出去。而这些飞剑齐射的方向也要命，居然是隔壁红仙儿的寝宫。足足20道飞剑横七竖八的射出去，
轻而易举地将墙壁打穿，直接在上面开了一个大洞。干，这下完蛋了！叶云吞了下口水，知道的是他在练飞剑，不知道还以为是刺客暗杀吧。看着墙上的大洞，叶云感觉心凉半截，连忙上前探头过去，一脸尴尬地解释道：“圣女殿下，我……”只是他还没说完，就被寝宫的一幕惊呆，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本凉了半截的心，这下终于是彻底凉了。当叶云透过墙洞看向圣女寝宫之内，映入眼帘是一间幽暗的房间。这倒没什么，要命的是在床榻上，他看到来回翻腾的身影以及那销魂的声音，再加上周围的隔音阵法，他哪还看不出来对方乃是在自娱自乐？也怪不得他之前言辞不许自己打扰。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不仅打扰对方，还特么当面撞见。一时之间，叶云感觉自己已经有点死死的了。嗨，圣女殿下，如果我说这是个意外，您相信吗？就在这时，在床上的红仙儿看到他，绯红色的脸上明显有强烈的杀意。叶云，你……顷刻之间，叶云就感觉如山般的压迫感落在身上，一个照面的功夫，叶云便被压得跪在地上，身上的骨头也都被压得咯吱作响。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只见床上的红仙儿起身，身穿着凌乱的睡衣，朝他一步步走了过来。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不由扶了下额头，仿佛在承受什么很痛苦的事情。该死的！偏偏这时候，他摇摇晃晃，呼吸急促，一步步走到叶云跟前，看向他的眼神则在逐渐变化。此刻红仙儿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饿极的狮子忽然看到猎物一样。然而就在他以为对方会上来捏碎自己的头盖骨，却见红仙儿也随之跪下，紧紧地抱着他，在他耳边呢喃着说道：“快点，你来与我双修。”扑面而来的柔弱的娇躯以及沁人的香风，令叶云瞬间来了几分感觉，但同时他也人都傻眼了。圣女殿下，你……只是还没等他说完，就已经被红仙儿稳住，接着就被对方强行地压在身下。红仙儿乃是元灵巅峰修士，力量恐怖至极，叶云身上的衣物简直像破布一样被随意的撕碎。至于说反抗，那更是毫无机会，完全被对方随意的蹂躏。干，居然又被逆推了！叶云轻叹一声，上次的时候好歹他也中招，算是半梦半醒的与对方互有来回，而这一次则完全是清醒状态下被对方拿捏了。算了，既然不能反抗，那还是享受吧。2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300点造化值。如果是之前，叶云可能会兴奋至极，这下就凑够700点造化值了。但现在感觉身体快散架的叶云已经完全没在想这些事情，他更在意的是圣女对他性命的审判。此刻的红仙儿披着一件白袍，坐在床边，美眸满含杀意地望着叶云。叶云，你可知罪？眼下的叶云在其强大威压下跪在地板上。事已至此，他倒是坦然地深吸口气道：“圣女殿下，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您要杀要剐我都别无话说。毕竟这次确实是他有错在先，不但把人寝宫的墙打穿，还发生后面那么多事情。对方即便真要杀他，叶云也只能认了。”对此，红仙儿咬了咬牙道：“我确实想杀了你，你应该没忘记我交代的话吧？”“嘿，我记得，但确实是意外。你觉得这么说，我就能原谅你了？”红仙儿瞥了眼墙角散落的铁剑，不由冷哼一声。老实说，他很生气，也确实对叶云动了杀心。他实在无法接受自己堂堂圣地圣女，第一次居然给了一个外门弟子。而在修炼之上，虽然在与叶云缠绵过后，他功法上的副作用消退，就连修为也顺利迈入生死境。更重要的是，他所修炼的功法，一旦与第一个人同房后，就不再认其他人了。最终，他是强压下怒火，对叶云冷声道：“行了，起来吧。”闻言，叶云悬着的心总算是稍稍放了下来，他赶忙起身，对红仙儿行了一礼：“多谢圣女殿下不杀之恩。”红仙儿凝望着他，冷冷道：“今日之事。”没等他说完，叶云就已经伸出4根手指：“我发誓，今日之事绝不外传。”“哼，最好是这样。”红仙儿冷哼一声，接着沉吟了片刻后，缓缓道：“另外，记得以后每个月来这一次，我要你继续与我双修。”啊！此话一出，叶云惊了。好家伙，这还能续杯的吗？这岂不是说每个月都能得到300点造化值？遵命，圣女殿下。虽说叶云是强压着兴奋答应下来，但还是被红仙儿看了出来。他脸色阴沉冰冷的道：“你别想太多，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功法，我对你不会有任何的感情。”本来作为自己第一个招揽的下属，红仙儿对他还有着不错的印象，但现在他的眼中，叶云不过就是个修炼工具。我明白，我不会想其他的事。叶云连连点头，表着决心，这波也算是互相成全了。至于说感情什么的，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哦对，
日久生情。就在这时，红仙儿见他在看向自己，冷声道：“你这家伙还看，还不滚回自己的房间？”叶云回过神来，连忙点头。都这个份上，对方没把他从圣女殿扫地出门，也算是很遵守承诺了。是，我这就回去。说完，他连忙把地上的铁剑收起，飞奔着回到自己房间。可看着墙上的大洞，他轻咳道：“圣女殿下，您看这。”对此，红仙儿冷哼一声，接着抬起手来，一缕缕红色玄气飘在破洞处，散落的石块碎屑都动了起来，墙上的大洞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看着面前的墙壁，叶云总算是彻底放松下来。这次可真是走运，撞见圣女那样，我居然还活着。而在墙的另一边，红仙儿脸上的冰冷也在叶云离开后迅速消失。想到这一晚的经历，他脸上取而代之浮现出丝丝红晕。那家伙到底可恶是可恶，不过也真是太会了。总的来说，他现在对叶云是9分恨1分爱。对方让他真正明白，有些事是自己中指所无法比拟的。可随后，红仙儿就发现自己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下可该怎么和师傅说呢？翌日上午，圣女殿的书房之中，红仙儿在例行处理公务，叶云则静静修炼万灵剑诀。屋内十分安静，谁都没有打扰谁的意思。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少女的轻吟声：“师傅，我回来了。”彻夜未归的雨红玲嬉笑着跳进书房，对红仙儿打了个招呼。见此，红仙儿微微点头，接着就继续处理公务。屋内也再次安静了下来。奇怪，雨红玲挠了挠头，似是感觉到两人之间相处的气氛有点古怪。旋即，他一路小跑来到叶云身边，弯下腰压低声音问道：“你这家伙不会是惹师傅生气了吧？”“嗨，这个说来复杂。”叶云轻咳一声，不知该怎么解释，只是他话音刚落，就听红仙儿冷冷说道：“灵儿，你先回房间休息吧，不要打扰他修炼。”“知道了。”雨红玲娇躯微震，果然呢，师傅是生气了。他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可不想触师傅的眉头。在对叶云投来个怜悯的目光后，麻溜的回自己房间之中。这时，叶云讪讪地问道：“圣女殿下，您莫非还在生气？你觉得呢？”叶云感受到对方的冰冷神色，心里就已有答案了。此刻的红仙儿还在漠然地看着桌上的奏折。没多时，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后，柳眉微微皱起。居然有这么多邪修在暗中向青阳驻地靠近。本来青阳驻地就只是众多遇袭的驻地之一，可在这奏折上内容表示，正有不少邪修在暗中向其附近汇聚。虽说都只是些先天修士，却也有几分古怪。奏折上则是建议照常派弟子前去，圣地本身则以观察为主。再看即将派去青阳驻地的弟子名单，他眉头微挑了一下：陆少游、潇潇、裴雨嫣、叶云。看到这里，红仙儿抬头望向叶云问道：“叶云，你要去青阳驻地剿灭邪修？”他突然的搭话让叶云愣了一下，点点头道：“我的确是要去剿灭邪修，但是不是青阳驻地就不知道了。你不在废丹房待着，怎的忽然想去剿灭邪修了？这不内门弟子每年要参加一次圣地外舞，况且除魔卫道之事，我自然也要帮帮场子。”叶云一本正经地回道：“毕竟总不能说他其实是对那些邪道妖女感兴趣吧？”原来如此，红仙儿恍然，而后似是陷入沉思之中。不远处的叶云则疑惑看着他，不明白他在想什么。可过了一会，他忽然伸出手来，将一个细长的东西丢到叶云面前。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将这个带在身上。叶云愣了一下，看着他丢过来的东西，拿起来端详了一番。不多时，他发现这似是某种兽皮制作的卷轴，上面还散发着雄厚的气息。叶云对这东西很陌生，疑惑问道：“圣女殿下，这是？”“此为传送卷轴。”红仙儿继续批阅着奏折，嘴里则浑不在意地解释道：“在你遭遇绝境之时，可以将它取出拉开，届时将在你所处位置开启一扇空间门，届时我会通过传送门过去，千里之外须臾可至。”听了他的讲述，叶云再看向卷轴，脸上满是震撼之色。这卷轴竟如此厉害！对此，红仙儿轻哼一声，淡淡道：“自然是厉害，想要炼化出这传送卷轴，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珍贵无比。所以你最好在濒死之时再用，若让我发现你浪费了它，我会亲手把你给废了。”尽管后面这一番威胁实在是有点可怕，但其所作所为则确实是在关心自己的安全，这还是让叶云颇为感动。难不成这位红仙儿其实是一个傲娇圣女？当然，他也就心里想想，敢说出来恐怕要被吊打一顿。叶云小心地将卷轴收起，对其抱拳感谢道：“多谢圣女殿下关心。”只是他的感谢并未让红仙儿有丝毫的波澜，他看都没看叶云一眼，一边批阅着奏折，一边冷声说道：“别想多了，
我只是不希望你在外身死，影响到我自身的修炼进度罢了。这个解释倒也合情合理。但这时的叶云在沉吟了下，开口道：说起这个，圣女殿下，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你问吧。以圣女殿下的情况，似乎还是将我囚禁起来，作为一个帮您修炼的工具，这才更符合您的利益吧？叶云挠了挠头，略感疑惑地问道：可我不明白，您为何没这么做？听到这个问题，红仙儿批阅奏折的手停了下来，而后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叶云，冷冷地回道：因为我不是邪修，自然不会做这种邪修才会做的事情。至于你，我已是做了该做的，倘若你还是死在外面，那我也认了。说完，他就继续低下头开始批阅奏折，而附近的叶云则是露出诧异之色。如今在他心中，对这位圣女殿下倒是多了几分钦佩之意。好一个不是邪修，好一个认了。叶云暗暗感叹，这不愧是能被选中作为圣女之人，其心性却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在这之后，两人不再交谈，书房也再次安静了下来。叶云继续修炼起万灵剑诀，一天时间随之过去。待到日暮西沉，黄昏来临，按照先前的约定，叶云与圣女的同居生活也宣告结束，该返回自己老家废丹房。殿下，那我就先回去了。叶云站起身来，看向一旁结束批阅正在修炼的红仙儿。闻言，红仙儿缓缓睁眼，看了他一眼，淡声道：青阳驻地不太平，记得小心一些，别轻而易举地死在外面了。这番话虽带着呲，可终归是对叶云的关心话语。叶云微微一怔，旋即咧嘴笑道：殿下放心，我这个人没别的特点，就是命大。在完成道别之后，叶云便收拾了下东西，从圣女殿独自离开了。而一想到下个月还能再来这与圣女殿下缠绵一番，他的心情还是相当不错。转头看了眼圣女殿，叶云嘴角微扬，心中暗下决心：等着吧，殿下，迟早有一天，我会将您的身心都全部征服。随后他便大步离去，接下来就该回废丹房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了。可算是回来了。废丹房之中，叶云躺在床上长舒口气，有种回家的安心感。对他而言，这3天在圣女殿的生活可真是过得太刺激。在休息一番后，叶云猛然坐起身来，将从神兵阁带出的断剑取了出来。前2天的时候，他还向红仙儿打听过这把飞剑的名字，其名龙渊，说是锻造这把剑的核心材料就是一只9阶龙系玄兽身上的骨头，这才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接下来也该复活你了。叶云看着半截飞剑，眼中满是期待之色。来吧，重塑。随着他伸出手来，耳边也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消耗700点造化值，正在重塑法宝。剩余造化值100点。一抹金光将龙渊剑萦绕，将早已消失的半截给补了上去。原本在剑身之上经过岁月腐蚀的痕迹，正在迅速的退却翻新，完全成了崭新出炉时的样子。只见自银色的剑身之上，一股凌厉的剑风席卷而出，将整个废丹房的上下都震颤了一下。我去，这就是天阶飞剑的威力吗？仿佛世间一切在他面前都能够随便一剑斩之。叶云兴奋地割开手指，将一滴精血落在剑身之上。龙渊剑在接触到精血的刹那，就立马将之吸收进去，接着剑身便轻微地震颤了起来。在法宝达到天阶这个级别后，自身也多少会拥有一些灵智，眼下叶云就能感受到这龙渊剑灵的兴奋之意。放心吧，从今以后跟着我，定让你再度名扬大陆。似是听懂了他的话，龙渊剑一阵震颤，发出丝丝的剑鸣之声，俨然是在欢呼雀跃。这下真的发达了。如今的叶云是一身的好东西，恐怕除了那些世家大族，就没有内门弟子能与自己相提并论。接下来就该准备去青阳驻地，去会会那些狂妄的邪道妖女了。叶云咧嘴一笑，心中已有期待之意。我亲爱的妖女们，请再等一等，老夫这就来与你们交朋友了。现在他只希望那些邪道妖女的数量不要让自己失望。转眼2天时间过去，这也是叶云与裴雨嫣约定之日。叶云早早准备好所需之物，便离开废丹房，前去与裴雨嫣定好的会合之处。刚到地方，就见到一袭青衣的裴雨嫣正在与另外3人于一处树下等候。当看到叶云过来，裴雨嫣便笑着迎了上来，调笑道：叶师弟与圣女殿下同居的感觉如何？闻言，叶云耸了耸肩道：挺好的，收获颇丰。哦，是吗？裴雨嫣嘴角微扬，笑着问道：以你这家伙的性格，没对人家圣女殿下做些什么？听到这话，叶云背后直冒冷汗，表面上则还是淡定的回道：怎么可能，那是圣女殿下，我岂会僭越？也对，谅你也不敢。裴雨嫣也确实觉得叶云好色是好色，但应该还不可能与圣女殿下有什么干系。随后他为叶云介绍了一下身后的3人。给你介绍一下，这3位师兄师姐都是咱们此次外务的同伴。首先是这位潇潇师姐，
剑修，修为在先天4重。这边这位是江辰师兄，乃是个刀修，修为是先天3重。还有这位陆少游陆师兄，他是术修，修为在先天4重。说完，他看了眼叶云，笑道：“然后这位，则是我说过的叶云师弟，刚拿下3圣试炼第1，进入内门。”在裴雨嫣的引荐之后，叶云对3人都陆续行了一礼，见过师兄师姐之后，还请多多关照。其中潇潇与江辰2人都是笑着回了一句：“好说好说，师弟不必多礼。”而另一位陆少游则面色不善，对叶云冷哼一声道：“要不是看在裴师妹的面子，我们可不会带你。等出宗之后，你最好听话一点。”叶云能感受到他扑面而来的敌意，心中不由泛起嘀咕，想来自己没得罪过他吧。但不管怎样，叶云也懒得与这种人怄气，耸了耸肩道：“放心，全听你们的。”希望如此。陆少游这才满意的点了下头，接着脸色一转，笑着看向裴雨嫣：“对了，师妹，你这丹药、法宝都带齐了吗？可别出发后忘了什么东西。”“多谢师兄关心，我都检查好了。”“这就好，若是后面有何问题，随时跟师兄我说。”“好的师兄，我知道了。”看着陆少游热情的样子，以及裴雨嫣礼貌性的回应，叶云立马就明白怎么回事，不由暗暗感叹一声：感情这就是个双面龟啊！可惜对方还不知道，其心心念念的师妹早就是自己的形状了。随后叶云看了看周围，不由问道：“话说，咱们现在就出发吗？”闻言，裴雨嫣笑着回道：“不着急，咱们的队长还没来呢。”“啊，还有队长？”“是啊，那位在内门之中可是相当厉害的师姐呢。”裴雨嫣嘴角微扬，随后刚说完，她便眼前一亮：“快看，师姐来了！”不远处，一道身影飞掠而下。见此，另外几人都纷纷行了一礼：“见过师姐。”见此情形，叶云也循声望去，然后就愣住了。莫如烟，这所谓的队长，居然就是玉女峰上的莫如烟莫师姐。师姐，是你？此刻落下的倩影，在看到叶云后，美眸之中也闪过一丝惊讶之色。见两人的样子，明显不是第一次见，一旁潇潇疑惑地问道：“你们这是早就认识了？”另外3人也都投来各异的目光。至于叶云，在这种时候，肯定不能把实话说出来。感受着他们的视线，他迅速想了个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在之前交易过一次。”闻言，裴雨嫣不由投来狐疑的眼神：“是吗？哪种交易？”这一个追问，可着实问到点子上了。这时，莫如烟开口道：“为了备战3圣试炼，他从我这买了一部玄技，所以就认识了。”是这样。裴雨嫣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看着似是相信了陆少游和江辰，也都恍然，原来是交易关系，差点以为这俩有不可见人的事情呢。想想也不可能，以这位莫师姐的条件，又岂会对叶云有什么兴趣？随后，莫如烟看了眼叶云，问道：“这次任务，你也要去？”“是啊，反正都要完成外务，顺便也是除魔外道了。”叶云摊了摊手，全然不提，其实是看中那些妖女身上可能的造化值了。只是他的回答令莫如烟没来由的轻叹一声。见此，叶云疑惑问道：“师姐，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莫如烟摇了摇头，转而对众人淡声道：“好了，既然人都到齐，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是，师姐。”裴雨嫣4人齐齐点头，唯有叶云眉头微挑，觉得今天莫如烟的举动有些奇怪。但不久之后，他们还是登上一艘飞舟，径直飞往此次要去的青阳驻地。而就在叶云一行人出发后不久，在圣地某处别院内，陈天傲也收到这一消息，当即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来到院外，望着远处的天空，眼中闪过一抹冷色：“叶云啊叶云，这次就是谁来也救不了你。”接连派人暗杀叶云失败，已经让他耐心耗光。再加上前几日叶云与莫如烟不清不楚的关系，更是让他怒火中烧。因而这一次，他不但打算亲手斩杀叶云，还要将莫如烟一并在外推倒，彻底让生米煮成熟饭。想到这里，他当即化作一道金色流光，同样向着青阳驻地的方向而去，前往青阳驻地的非洲甲板上。叶云看着围栏边正望着云海的莫如烟，上前笑着打了个招呼：“师姐，真没想到这次能跟你一起做任务。”对于他的搭讪，莫如烟转脸看了一眼，淡淡道：“这行动你不该来的。”“为何这么说？”莫如烟沉默了下，缓声道：“这次行动非常危险。”这个回答让叶云为之一愣，当即轻笑道：“嗨，这有什么？真要遇到危险，不是还有师姐您的保护吗？”然而莫如烟听后却沉默下来，过了会才转身道：“你还是别对我抱太大的希望为好。”说完，他便直接返回房间。这看得叶云摸不着头脑，摇了摇头道：“这位莫师姐还真是有点提起裙子不认人啊。总觉得这次见到的莫师姐
比起上次那个与自己妩媚缠绵的时候，多了几分微妙的疏离感。真是怪哉，本来还想着再续一波呢。叶云轻叹一声，索性也在非洲上找了个房间，打算在里面休息到抵达青阳驻地。而在不远处的裴雨嫣看着两人之间的这一幕，心中顿时有一种危机感。于是没一会，叶云所在的房间门就被打开了。我说师弟，你与那位莫师姐似乎不只是交易关系吧？裴雨嫣走进来，意味深长地望着叶云，见到是他，正盘坐在床上的叶云耸了耸肩道：瞧你说的，还能有什么关系？顶多就还算是朋友关系，床上的那种朋友。嗨嗨，这怎么可能？别想骗我。裴雨嫣柳眉微挑，盯着他道：你看他的眼神中没有很强的欲望，这不合常理，除非你们已经……他的观察力确实敏锐，推理能力也很强，令叶云都挑了下眉道：所以你想说什么？叶云还以为他是想借此事来威胁自己，没想到裴雨嫣说着就坐到他身边，并将他的手揽入自己的怀中，接着附耳小声说道：人家是想说他能够做的我都可以满足，不管你想怎么对人家都可以。他亲昵的举动再加上这番勾人的言语，还真是让叶云来了几分感觉。叶云眉头微挑，看了他一眼：师姐，你这是在玩火？嘻嘻，是又怎么样？裴雨嫣伸出纤细的手指在他脖子上轻抚了一下。好好好。事已至此，叶云哪还跟他客气，他抬手将房门锁上，接着就将裴雨嫣给抱了起来，将其身上衣裙扯了下来。裴雨嫣并未反抗，但就是提醒了一声：别忘了隔音结界。然而叶云咧嘴一笑：不什么隔音结界，你不是喜欢刺激吗？啊，你什么意思啊？然后裴雨嫣就明白，这家伙居然不打算布置隔音结界，就在这房间之中对他下手。不行，等等。裴雨嫣脸色一变，立马慌张起来，可却已经晚了。正如裴雨嫣担心那样，就在没一会的功夫，房间的门忽然被敲响了。裴雨嫣吓得娇躯一颤，她是真的担心被人发现，毕竟在进入内门后，她给人的感觉就是淑女，这种事要是被发现，可就社会性死亡了。裴雨嫣深吸口气，开口问道：谁啊？此时在房间之外，陆少游端着一盘水果，笑着说道：师妹，我给你带了些水果，现在能进去吗？而后屋内便传来裴雨嫣慌张的声音：不行。说完他似是意识到自己有些反应太大，赶忙补充了一句：我在换衣服呢，你先把东西放在那吧。裴雨嫣的声音之中有几分轻微的颤抖。闻言，陆少游朗声笑道：那行，我先放门口，你待会出来拿一下。说完，他想到什么似的，又凑近补充了一句：对了，那个叫叶云的老家伙分明对你不怀好意，师妹最好还是跟他保持些距离比较好。我知道了啊。听到裴雨嫣的惊声，陆少游愣了一下，立马关切问道：师妹，你怎么了？我没事，就是刚刚踢到桌角了，你不用担心，就先回去吧。虽说里面裴雨嫣的语气略显奇怪，但陆少游也不多想，笑着回了一句：那行，我先回去了，记着我刚才的话。不多时，陆少游便放下东西走了，心里则还在想着这裴师妹的声音真软，真好听，这样能与她结为双修道侣，实在是一番美事。而在房间之中，裴雨嫣双手扶在这门边的墙壁上，满脸羞红的转头看了眼叶云：你这家伙未免也太恶趣味了吧。对此，叶云撇了撇嘴道：这次明明是你主动勾引我的好吧。在经过非洲半天的赶路，叶云一行人终于来到此行目的地青阳城。任务中提到的青阳驻地就在这青阳城之中，是此处一个颇具话语权的势力。其实像这些在外的驻地，就是一个个古道圣地的基层部门，负责执行圣地下派的各种大小任务。他们此次来的青阳城，就是在古道圣地势力内一座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城。城中的凡人占着大多数，仅有少数的修炼者，修为也大多都在凝气之境。不久之后，他们顺利入城了。大家有发现问题吗？入城之后，萧萧打量着还算热闹的街道，很快皱了下眉头。叶云几人看了一眼，很快都点了点头道：看来这里的情况要比情报中描述的还要严重啊。映入眼帘的街道，男女比例来到夸张的2比8，几乎很明显能感受到女多男少。在这之后，几人径直来到城中的青阳驻地，门口还有着2个站岗的女护卫，修为都在凝气7、8中的修为。当看到叶云一行人的着装，2名护卫脸色一变，连忙恭敬地行了一礼：恭迎诸位师兄师姐。作为领队的莫如烟摆了下手道：无需多礼，我等奉命前来剿灭妖女，你们此驻地的主事现在何处？一听是来剿灭妖女的，2名护卫满脸欣喜，其中一人连忙说道：主事就在里面，这会应该在为他孩子疗伤。莫如烟眉头微皱问道：疗伤？这是何意？提及此事，
2名护卫都露出黯然之色。随后，其中一人咬牙切齿地道：“还不是那些可恶的邪修！就在前几天，主事大人的孩子遭到攻击，并在他身上下了蛊毒。”闻言，叶云几人都皱起眉头，竟还有这种事？叶云沉吟了下，对说话的护卫问道：“那蛊毒严不严重？”“非常严重。”女护卫叹了口气说道：“有医师过来看过，说是恐怕活不过1周了。”那这确实相当严重，已经属于在死亡的边缘。叶云几人都眉头紧皱。按照情报所示，这青阳驻地的主事名为苏燕，修为在成先天6重，在这一方地界属于一流水平了。其道侣在多年前意外陨落，只留下一个刚出生的女儿。这些年来，苏燕一边处理着驻地公务，一边带着女儿。现在遇到这种事，恐怕已是心力憔悴了。莫如烟神色淡然，缓缓道：“情况大致知道了，你带我们去见一下他吧。”“是。”其中一名女护卫点点头，带着叶云几人进入驻地，并直接来到一座还算宽敞的院子之中。刚一过来，他便朗声叫道：“主事大人，宗内的师兄师姐们到了。”实际上，在他喊的时候，叶云几人就已经进入房间。他们一眼看到正躺在床上的小女孩，以及旁边坐着为其疗伤的青衣妇人，显然就是主事苏燕了。叶云习惯性地打量了一眼，这苏燕容貌中规中矩，倒是这身材实在惊人，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成熟的妇人感。就在同时，他脑海中传来个声音：“检测到苏燕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听到这声音，叶云眉头微挑，好家伙，这是要让我对魏王人下手吗？与此同时，见到叶云等人的到来，苏燕脸色微变，就欲起身迎接：“欢迎诸位师兄师姐，方才有失远迎，实在是不好意思。”见此，莫如烟摆手道：“你不必起来，继续为令千金疗伤吧。”“多谢师姐。”苏燕点了点头，虽说已是先天6重，但她是外门出身，所以叶云等一众内门弟子基本还是要喊上一声师兄师姐。这时，叶云已经走上前去，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小女孩。她看着也就6、7岁的样子，肌肤之上到处是黑色的纹路，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小女孩虽已昏迷，但脸上还是有着痛苦之色，似乎在遭受某种煎熬。而叶云并不太了解蛊毒，倒是想到之前雪兰的堂妹似乎也是中了蛊毒，关键是他不知道同样的东西能不能在这小女孩身上起效果。这时，旁边潇潇关切地问了一句：“苏主事，令千金的状况如何了？”提起女儿的状况，苏燕脸色阴郁下来，轻叹一声道：“不太乐观，这蛊毒十分厉害。按照医师的意思，若是在3天内再找不到化蛊丹，他就再无机会了。”提及化蛊丹，除了叶云之外，其余几人都对视了一眼，而后摇了摇头。陆少游皱着眉头道：“化蛊丹这种稀有丹药，恐怕是不好找到。这丹药用途极少，但炼制难度颇高，故而一直都是稀罕货。如果没有人脉的话，有时候有玄金都不太好买到。”潇潇也点了下头，轻叹道：“确实，3天时间太紧了，这我都知道。”苏燕神色黯然，看向床上虚弱的女儿，手指轻抚着她的额头，叹了口气道：“所以我只想在这最后时间多陪陪她，让她减少一些痛苦。”话音落下，房间之中的气氛多了几分伤感，既惋惜于苏燕对女儿的母爱，也遗憾于一个幼小生命的离去。看着气氛愈发的伤感，附近的叶云不由轻咳一声：“我说，如果是化蛊丹的话，我这倒是刚好有1颗。”话音落下，房间中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叶云身上，其中陆少游眉头微皱，轻哼一声道：“装模作样，还你有？你知不知道化蛊丹有多珍贵？不就是这丹药？”叶云瞥了他一眼，接着便伸出手来，掌心之中赫然浮现出1颗化蛊丹。霎时之间，众人纷纷看向他手中的丹药，露出震撼的表情。无瑕品质的化蛊丹。潇潇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问道：“叶师弟，这你从哪来的？”“我想这不是重点吧？”叶云耸了耸肩，并没有要解释的意思。见此情形，裴雨嫣也很识趣的没有多说什么。接着，叶云对陆少游问道：“陆师兄，你还有问题吗？”看着叶云拿出的丹药，陆少游的脸色不太好看，终于是不说话了。对此，叶云摇了摇头，转而将丹药交到苏燕的手中：“试试看，能不能把她救起来。”当看到递来的化蛊丹，苏燕心情激动的说不出话来。这就好比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忽然有人帮他走出绝境，当场就对叶云跪了下来：“多谢师兄赐丹，我替女儿再次谢过了。”叶云被他举动惊到，立刻上前将他给扶了起来：“不必这般，还是先给他服药，看看有无效果吧。”“好，好。”苏燕连连点头，连忙上前给女儿服下化蛊丹。随着丹药吞服下去，在她身上的黑色纹路果然开始迅速的退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毫无疑问，化蛊丹确实有效果。看到这，
苏燕激动不已。太好了，太好了！见女儿开始恢复，苏燕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再次对叶云表示了感谢。多谢师兄救女之恩，在下一定想办法报答您的大恩大德。都是自家人，师妹不必如此。叶云摆了摆手，一副谦让的样子。潇潇与江晨也都对叶云露出钦佩之色。这位师弟虽看着猥琐，行事却这么值得让人钦佩吗？而知道他为人的裴雨嫣则已在心中惊讶，这次叶云居然没有借丹药威胁苏燕做些什么。实际上，叶云这次之所以没提条件，纯粹是被这对母女生出怜悯之心，偶尔良心发现，想着顺手帮一下。至于好处什么的，之后再提也不迟。他同意最好，拒绝也无所谓。叶云望着他，沉吟了下，说道：话说，要不咱们还是聊一下此处邪修的事情。提及这点，苏燕眼中闪过一抹冷意。没问题，那我们先换个房间聊吧。苏燕做了个请的手势，将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房间之中，免得说话之声影响到女儿的恢复了。再来到会客厅，几人坐定之后，苏燕便为他们讲述起近期发生的事情。大概也就在半个月前吧，城中忽然有邪道妖女的行迹，他们会用各种方法在晚上将目标给勾引出城，并在去到城外之后忽然对目标动手，并下药让他不断保持那种状态，从而强行将其榨干。听完他的讲述，在场叶云等3位男修都是不由胯下一疼，这也太凶残了吧。接着莫如烟问了一句，既然有很多邪修，那应该有聚集地才对，你知道在哪吗？对此苏燕摇了摇头，叹声说道，难点就在这，那些妖女行为谨慎小心，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她们聚集之地。这让叶云等人都皱了下眉头，倘若那些邪修没有或者找不到他们的聚集之地，想一个个的找出来干掉，那可太费时间，而且还容易打草惊蛇。潇潇柳眉微皱，看向其他几人问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几人一阵沉默，似乎也都觉得有点难办。接着叶云沉吟了下，说道，我倒是有个想法。顿时几人都看向他问道，快说，要不咱们来一波钓鱼执法。叶云嘴角微扬，笑着说道，由我晚上出去，作为鱼儿伪装成灵气修士，看看能否把大鱼给钓上来。此话一出，众人全都眼前一亮，这办法不错，可以一试。在现在这个僵持的局面，叶云的提议无疑可能带来破局之法。说干就干，几人立马就叶云的提议具体的商讨了一下执行细节。不久之后，一个作战计划就被定了下来。那就这么定了。莫如烟看了眼叶云，缓缓道，由叶师弟做诱饵，我们其他人作为支援，争取活捉到一位邪道妖女，并审问出其余同伴的下落。叶云点点头，笑着说道，那就预祝咱们行动顺利。随着作战计划定下，接下来要做的很简单，那就是等着夜幕降临。苏燕为叶云等人在驻地之中全都安排了个临时的住处，想出去逛逛或者在驻地待着休息都行。其中叶云懒得出去晃悠，直接选择宅在临时住所，继续修炼自己的万灵剑诀。现在他已经能操纵20道飞剑了。与此同时，在青阳城外某个幽深的洞穴之中，在这洞内不时传来靡靡之音。进入之后就能看到，在冰冷的地面之上正躺着一个面色青紫、精神萎靡的男子，而其身上则是一个衣裙凌乱、身材傲人的紫发女修。她脖子上流着汗水，脸上则满是疯狂之色。不久之后，她逐渐地停了下来，口中轻声喘息。随后她低头看了眼身下的男子，已是脖子一歪，没了声息。真是没意思，才10次居然就死了。她摇了摇头，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就在这时，洞外一道身影飞掠而入，见到他后恭敬地行了一礼，长老，那些古道圣地的内门弟子已经按照计划到青阳城中，本座知道了。紫发女修站起身来，穿好身上凌乱的衣裙，接着一把火将死去的男子烧成灰烬。那些家伙再不来，可都让本座等得心急了。这时紫发女修走到洞外，望着远处天空舔了下嘴角，希望那些内门的小子能让本座玩得开心。而在青阳城内正在修炼的叶云没来头的打了个喷嚏，奇怪，这是有人在念叨我吗？就在叶云犯着嘀咕，忽然房门被敲响了。谁啊？师兄，是我。门外传来苏燕的声音。叶云愣了下道，门没锁，你进来吧。当看到推门进来的苏燕，他不由问道，你不在女儿身边，来找我有事吗？这时苏燕深吸口气道，我是来感谢师兄的。在说话间，他便抬手将身后的房门给关上了。这可让叶云有点懵，感谢就感谢，怎么还带锁门的？望着反手锁门的苏燕，叶云古怪问道，你锁门做什么？门口的苏燕向他一步步走来，双手则将腰间的系带解开。片刻之后，就看到他一边走过来，身上的衣裙则一件件的滑落下来。失去衣裙的束缚，
她那本就不俗的身材也显得更加傲人。叶云怔住了，愕然地道：“师妹，你这……”就在这时，苏燕已走上前来，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之上。她轻抚着叶云的脸颊，语气轻柔的道：“师兄，您的赐丹之恩，我自知难以报答，思来想去也唯有。当然，这并非苏燕凭空想的，而是因为方才她与另一位裴师姐的交谈。本来苏燕是了解下叶云，而对方给出的评价中又不经意提到叶云是个好色之徒。反过来想想，自己唯一能拿出手的，也就只有还不错的身材姿色，于是就迸发出这么一个想法。我说，你认真的？”叶云望着苏燕，挑眉问道。听到他的询问，苏燕已是压上来，将他给推倒在床上，随后便附耳上去，吐气如兰。当然，师兄喜欢怎样都可自取。本来叶云还想着是不是找机会跟苏燕提一嘴，比如问问对方寂寞吗？却没想到对方竟这么懂事，居然主动找上来了。这叶云还能说什么？嘴角扬起，笑盈盈道：“若是这样，那我可不客气了。”话音落下，他就一个翻身将苏燕给反压到身下，后者并没有反抗，反而极为配合叶云，对着他轻轻点了下头。只要师兄开心，人家都可以。半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60点造化值。结束之后的叶云躺在床上，心中颇为感叹，这个师妹未免也太会了吧。按说以她的能力，平常都能到1个时辰以上，这次却连平时一半都没有坚持。就在这时，坐在床边的苏燕咳嗽了下，接着掩嘴擦拭了一下，在清理干净后，她才面色红润地望向叶云。真没想到师兄这般年纪仍有如此实力。自从道侣陨落后，这些年他都一个人，完全都没有过与人双修的经历，最多就是寂寞时自行解决一下，而这一次与叶云着实让他好好宣泄了一番。师妹也是，真是太厉害了。叶云微眯着眼盯着他，心中也终于明白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有枭雄之志，以及为何有那么多人会对寡妇感兴趣，这确实有点意思。曹丞相，我悟了啊。叶云感觉自己快要觉醒某些不妙的嗜好了，被其夸赞的苏燕脸上有几分红晕，抿了下嘴道：“那个师兄以后若还想要，可随时告诉我。”显然在他看来，一次的侍奉并不足以报答叶云的恩情，绝对不是因为什么仅这一次就喜欢上了。没问题，这我可不会跟你客气。叶云扬起嘴角，他本身也不是一个喜欢客套的人。在这之后，苏燕又一番感谢后，便继续去照顾他的女儿去了。对他们两人而言，方才发生的事情也就算个奇妙的小插曲，对于他们两个成熟的人，谁都没有太过觉得异样。转眼间，夜幕降临，接下来就该到办正事的时候。在青阳驻地内，叶云正与莫如烟等人做着最后的交谈。叶师弟，你千万小心行事。几人中的潇潇倒是真的关心这个师弟。放心，我心里有数。叶云淡淡一笑，就自己一身保命手段，恐怕就是化丹修士都难以杀他。随后，苏燕将一张符箓交给他，并交代道：“师兄，这传讯符你收着，主要还在青阳城附近，你发动它，我们就会知道。若是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记得立刻发动，我们会第一时间赶过去。”看了眼面前的符箓，叶云伸手将之收了下来，对几人点点头道：“我知道了，大家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叶云他咧嘴一笑，随后便直接起身出发了。而在身后的莫如烟等人则神色各异地看着他，有担心，有期待，还有叹息。夜幕之下的青阳城，由于近期闹邪修，几乎没什么人敢在晚上在街上晃悠。月光倾泻在清冷的街道上，将修为压制在凝气8重的叶云佯装赶路之人，欲要向着城外而去。刚走出没多久，叶云就感觉到有人在暗中盯着自己，他假装没有发现，继续向着城外而去。不久之后，或许是发现没什么问题，一道倩影忽然从小巷之中走了出来。这位大叔，这么晚了，你是要去哪啊？耳边传来个妩媚的声音，叶云循声望去，见到个浓妆淡抹的清群女子一步一摇地向他走了过来。虽说容貌相对普通，可她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妩媚之意，确实令人心动不已。在叶云耳边也随之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目标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叶云强压着心中欣喜，看了他一眼，淡声道：“我去啊，似乎与阁下没关系吗？大叔别那么冷淡嘛。”清群女子走上前来，使得叶云能嗅到她身上的香气。随后她伸出纤细小手搭在叶云的肩膀之上，露出银铃般的笑声：“这大晚上的，您一个人形单影只，不觉得有些寂寞吗？”“哦，你这话什么意思？”叶云仿佛被她的话给吸引住了。这时清群女子的手指放在衣领，对着她稍稍将之拉开了一些，使得其中春色似露非露，看着相当的勾人。与此同时，她抬眸望着叶云，满含春水的柔声道：“如今城中男人那么少，人家一个人晚上寂寞吗？所以想找个强壮的人
陪人家好好消遣一番。有一说一，他这勾人的样子，一般人的确是难以抵挡，恨不得给自己拴个链子，让对方带走。关键叶云此刻还不能显得太配合，只得轻哼一声道：“不好意思，我对女人没兴趣。”叶云感觉这真是他说过最违心的一句话了。闻言，青裙女子并未放弃，反而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极为妖娆地舔了一下。与此同时，他望向叶云的眼中掠过一抹粉红之色。大叔不知道吧？其实人家还很擅长吹奏各种乐器呢。他妖娆妩媚的动作，再加上这一番话，另有心理准备的叶云，内心都难以避免地动摇了一下。而他的双眸也掠过一抹粉红之色。几乎就在同时，他耳边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宿主遭到精神控制，已化解。在叶云的识海之中，一抹金光激荡而出，将侵入其中的粉红之色驱散。叶云也随之清醒起来，整个人打了个激灵。好家伙，自己居然差点着了道，还好有造化神炉。在随后，他看向身边的青裙女子，嘴角微扬了下道：“你要这么说，那我可想试一试了。”见他已经上钩，青裙女子嘴角微扬，柔声说道：“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去城外找个地方，好好的消遣一番吧。”城外？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当然了。青裙女子附耳一语道：“人家想试一下在外面吗？有意思，那还等什么？”叶云眼前一亮，立马挽着他的手，跟着他一同向城外而去。见他配合的样子，青裙女子内心洋洋得意。果然这些男人无论年纪多大，只要他稍微露一点，就能随随便便解决了。在出城之后，青裙女子带着叶云一路从大路走到偏僻的小路，再到附近的一处树林之中。叶云看了眼周围，皱眉问道：“我说还要继续往前吗？别急嘛，人家怕被看到听到，所以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吧，都听你的。”“大叔你真好。”青裙女子像个乖巧的小女友，带来的情绪价值拉满了。直至许久之后，他们已经远离城区，来到一处平时不可能有人来的偏僻之处。青裙女子看了眼周围，对叶云笑道：“好了，就在这里吧。”叶云也观察了下周围，确实是个野外激情的好地方，当然也是个杀人越货的好地方。既然这样，那快开始吧。叶云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就要上前解去青裙女子的衣裙，但却被他给制止了。“等下，你先闭上眼睛。”这时青裙女子忽然对他笑了一下。叶云愣了下，疑惑问道：“闭上眼？为什么？”“当然是帮你。”说话间，他舔了舔嘴角，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原来如此，那快歇吧。”叶云连连点头，接着爽快地闭上眼。看到这一幕，青裙女子咧嘴一笑：“很好，我马上来。”说话之间，他悄悄来到叶云身后，接着就准备抬手给他打昏过去。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在榨取对方之前，都会先用魅惑之术将对方蛊惑住，而后想办法将对方打昏过去，等封住对方修为后下药，之后等对方醒来就能安心享用了。只是这次情况显然有点不太对劲，就在他手掌即将命中叶云，却突然被一个大手给抓住手腕。“小姐，你想干什么？”只见叶云抓着他手腕，转过身玩味地望着他，看这样子，不会是想把我打昏过去吧？“你……”青裙女子愕然地看着他，不可思议地道：“你刚刚没被魅惑，确实挺可惜，差一点就成功了。”叶云遗憾地摇了摇头。见此，青裙女子脸色骤然冷了下来：“区区一个凝气修士，你敢耍我？”话音落下，她立马伸出另一只手，掌心凝出一团红雾，朝着叶云迎面轰去。心想魅惑失败又如何？区区一个凝气修士，用些暴力的手段也能拿捏。感受到他释放出的玄气，叶云眉头微挑：“我当多厉害呢？感情和我一样，都才刚进入先天之境。”就在同时，他也迎面挥出一拳，直接与之正面对上。轰的一声，两人的攻击彼此命中，双双都倒飞了出去。不远处，青裙女子稳住身形后，脸色微变：“你不是凝气修士？”对此，叶云嗤笑一声：“我说过我是吗？好好，那就看看究竟谁更厉害。”青裙女子眼中闪过一抹杀意，手中凝出一柄飞刀法宝，在其控制之下飞了出来。凌空而出的飞刀迸发出青色的光芒，接着一分为多，向着叶云倾袭而来，并在顷刻之间就齐齐命中叶云身体，将他直接轰飞出去，重重地砸入后方的密林之中。见此，青裙女子心中一喜：“我赢了。”对方反应之慢，有点出乎她的预料。而后青裙女子走上前去，手中也多了个小玉瓶。她打算查看下叶云的状况，若是还能动，就给他下药，然后开始今夜的享用。还以为多厉害呢，原来就是个菜鸟。青裙女子走出不远，就看到倒在树下的叶云，脸上露出嘲讽之色。可就在下一秒，树下的叶云忽然消失了。怎么回事？
正当青裙女子疑惑地看向周围，却忽然感觉颈部一疼，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叶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接着看着脚边被打昏的青裙女子，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这无影石和青钢甲加起来真是太好用了。刚刚他就是假装不敌，靠青钢甲硬吃一刀，之后在对方放松警惕时，忽然发动无影石瞬移到对方身后。事实证明，这种手段对付粗心大意的敌人有着不小的奇效。这是……叶云注意到从对方身上滚落的小玉瓶，好奇拿起来看了一眼。好家伙，居然是一夜丸！这丹药极为有名，但从正途很难搞到手。据说男人只要吃一粒就能屹立不倒，哪怕是身体被掏空都还能保持状态。故而一夜丸又名一夜丸，爽完一夜就完蛋，绝对是一等一的烈性丹药了。这些妖女还真是恐怖。叶云默默将玉瓶收起，这种罪恶的东西还是得保管好才行。随后他看向地上的青裙女子，想到这次来的目的，他脸上露出不似正派之人的笑容。接下来又到有意思的审问环节了。在某处树荫之下，青裙女子恍惚地睁开眼，接着习惯性的想要起身，却发现自己身体动弹不得。随后他才发现自己双手双脚都被绑在身后，捆绑手法那叫一个专业，任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而当看到附近的叶云，他这才反应过来发生什么，立马脸色就要自杀。见此，叶云蹲在一边对他笑盈盈地说道：别挣扎了，你玄气已被我暂时封住，嘴巴里的毒物也被取下。闻言，青裙女子脸色难看，对其冷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这话应该我来问你才对。叶云手指轻抚着他的脸颊，微眯着眼道：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这时青裙女子瞪了他一眼，别过脸去冷声道：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面对他固执的样子，叶云反倒是笑了：好好，你不说才好。说着他舔了下嘴角，笑盈盈道：待会正好让我慢慢的审你。对叶云的威胁，青裙女子冷哼一声道：随便你，反正我是不会说的。好好好，我欣赏你的勇气。叶云抓起他的头发，微眯着眼道：那就试试看吧。话音刚落，他就将对方衣裙片片撕下，享受起这一顿大餐。只是一番折腾下来，无论是暴力的虐待，还是对其做羞耻之事，青裙女子都死撑着不说一个字。这还真让叶云感到意外，这对其背后的势力未免也太忠诚了吧。再看面前的青裙女子，已是发丝凌乱，身上也多出许多血痕，看着有点令人心生怜悯了。但叶云显然不会，倘若是自己被他控制住，只怕小命都已经没了。叶云手里握着巨大的木棒，冷声道：你确定不考虑一下？青裙女子艰难抬头，冷冷回了一句：你再如何对我也不会说。这意志坚定的样子都让叶云感觉到底谁才是正面人物。随后他还是把铁棒放下，倒不是怜香惜玉，主要是担心对方坏掉，自己后面就用不了了。行行，算你厉害。叶云叹了口气，看来审讯这种事还是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行。反正他现在是真有点拿这个女人没辙了。可忽然间他似是想到什么，看向青裙女子的脸上露出一抹邪笑。随后叶云将一个小玉瓶取出，对她笑了笑问道：话说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见此，青裙女子顿时有种不妙之感，看着叶云取出里面粉红色的药丸，她皱眉问道：你想做什么？这个吗？叶云拿着药丸一步步向他走了过来，一边笑盈盈地说道：这丹药男的吃了药力惊人，想必你一个女人吃了应该也会有些感觉吧。我倒真挺好奇你吃下去会是什么样子。听到他说的话，青裙女子竟是有几分慌张之色，这可是在先前面对叶云的蹂躏都未曾有过的表情。显而易见，他是知道女人吃下这丹药会有怎样的效果。不，我死都不吃。青裙女子抗拒的样子反倒让叶云兴奋起来，看来是找对方法了。啧，这可就由不得你了。叶云咧嘴一笑，随后便蹲在青裙女子身边，将丹药给她喂下去。混蛋，我要杀了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虽然青裙女子极其抗拒，期间还在不断咒骂叶云，但修为被封的她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直接被叶云强行把丹药喂了下去，甚至感觉一颗不够，叶云连续给她喂下3颗好了，完事。3颗一夜丸喂下去，叶云站起身来，看着她笑盈盈道：这位小姐，你就好好享受吧。此刻的青裙女子还在怒视着他叫道：混蛋，你不得好死。你……叶云摇了摇头，无奈道：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免得一会虚脱了。或许是吃的太多，这一夜丸药效来的比叶云想象中的还要快。青裙女子刚开始还在咒骂，渐渐的青裙女子的眼神也逐渐迷离，看向叶云的表情简直要多妩媚有多妩媚。快给我！
显然这丹药女子服用之后，也有着和男人服用同样的效果，甚至于感觉还要更厉害一些。看着她这副样子的叶云，实话实说，叶云也早就来感觉，这会也在煎熬之中，只是理智告诉他，这会还不能满足对方，否则就前功尽弃了。就这样，叶云深吸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冷漠地看着在地上痛苦挣扎的青裙女子。时间一点点过去，青裙女子简直都快要疯了，甚至都觉得不管对方是什么，只要能够填补她空虚的都行。逐渐的，叶云感觉时间差不多，这对方恐怕都在半梦半醒之中。至此，他才蹲下身问道：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待会就让你得偿所愿。你叫什么名字？青，你是哪一方势力的修士？九幽圣地。还真是九幽圣地，那群家伙还真是会搞事，而这会的青裙女子几乎是问什么答什么。叶云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回答得很好，那你们在青阳城附近可有驻地存在？有。在哪里？在城外，在城东10里外的山谷中。不算你，那有多少人？7个。修为最强的在什么境界？是先天5重。7个人，修为最高的在先天5重，这确实不算多强，以他们此次来的人，基本能够吃下去。随后他又继续问道：你们驻守在这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修炼，还有什么？为了迎接一位大人过来。哦，哪位大人？不知道。其实问到这种程度，他此次的目的其实就算是完成了，只是整件事还是有点扑朔迷离，对方口中的大人指的是谁？但看样子，以这个青裙女子在九幽圣地的身份，还不足以接触到太多的情报。想了下，叶云接着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他个人在意的一个事情：你在这边害死多少人了？不知道。你自己做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太多了，人家记不清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审讯，该得到的情报现在几乎都了解了。叶云相当满意，感觉这手段能发扬光大，用以问人，事情效果斐然。那么接下来，现在工作已完成，也该干点正事了。就在这时，青裙女子还在痛苦的挣扎之中，附近的地面都能看到她的汗水。她满眼乞求，看着叶云道：好难受，求你快点把我。这副求别人和自己双修的模样，令叶云都忍不住吞了下口水。特么的，忍不了了，这要还能忍得住，可就真的是圣人了。他当即上前将对方腿上的绳子解开，这才注意到其内衣之上也都完全被浸透了。这也太夸张了。叶云感叹不已，接着不再忍耐，将对方压在身下。由于情况特殊，叶云选择快速结束战斗。恭喜您获得20点造化值。现在再获得这点造化值，叶云心中都已毫无波动了，而只是这种程度也明显不足以平息掉青裙女子欲火。直至叶云结束之后，他还在不断往叶云身上蹭，用恳求的语气道：别走，我还想。现在的青裙女子身心都似乎只剩下燃烧的欲望，再次让叶云体会到那丹药的厉害。叶云将身上衣服穿好，看了他一眼，无奈道：你就这等着吧，等我去忙完回来再来满足你。随后他就将其打昏过去，接着重新将他绑在附近的一棵树上。之所以没把他直接带回，主要是叶云想着来都来了，干脆按照对方所说的情报，先去悄悄看一下他们的驻地，这样等回去之后就能有足够的情报，直接制定作战行动。再安置好青裙女子，叶云换上夜行衣，向着他所说的方向前行而去。青裙女子所说的地方距离这并不算太远，才不到1刻钟的时间，叶云就已经看到他所说的山谷。这是在密林之中的一处山谷，按照正常情况，这个时间点根本不可能有人在。可现在山谷之中正有一处亮着火光，同时还有些女子的身影在活动。看样子找对地方了。叶云隐匿气息，悄然靠近过去，打算观察一下具体情况。不多时，他来到一处山洞外，见到几名蛮漂亮的女修，人数和青青所说的一样，而他们所散发而出的玄气也的确都是先天境界，其中最强的是个红衣女修，修为在玄天5重。就在这时，他们正在往洞内搬运着一个巨大牢笼，而当叶云看清后，才发现那铁笼之中关着的居然是一个个童男童女。叶云数了一下，发现大概有30多个样子，这群家伙连孩子都不放过。叶云眉头微皱，要知道好色如他，也对孩子下不去手。就在这时，他隐隐听到前面山洞处几名邪道妖女的交谈之声，其中一人看着里面的孩子，舔了舔红唇道：这么多小男孩，就不能分人家一个吗？随后他就被附近另一个红衣女修给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想找男人自己去抓，这些小家伙是上面准备的祭品，
你们一个都不许动，不然小心被丢去做木马。”听到做木马这句话，几名邪道妖女娇躯都颤了下，都不敢再提了。这时红衣女修四下看了看，皱眉问道：“对了，青青那小丫头呢？怎的没见她在驻地？”旁边一名女修摊了摊手道：“说是太想要去青阳城抓男人去了，这会应该再跟人在野外玩呢。那死丫头还真是一天都离不开男人。”红衣女修冷哼一声，旋即看向附近的巨大铁笼道：“算了，先不管她了，快些将这些祭品给带进去，保不准这2天大人就要到了。”说罢，几名女修便一同将铁笼抬入山洞。不久之后，则有2名妖女走了出来，其中一人叹了口气道：“唉，怎的每次都是咱们干活？别废话了，再抓几个孩子，争取明天之前回来。”随着2名两女离去，叶云在观察一会后，确定周围并无其他异常地方，便悄然引入夜色中离开。在回去的途中，叶云心中一直在思索着方才那几名妖女所说的话。祭品，难道说这些妖女是打算在此完成什么邪恶仪式？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说是祭品，以及为何还要有大人过来。而按照现在的状况看，他们想剿灭这一伙邪修，恐怕还需要抓紧时间才行，免得他们口中的大人到来。毕竟能被先天修士称之为大人，对方很有可能是化丹，乃至更强。算了，还是先把那妖女带回去吧，得与莫师姐他们讨论下此事才行。打定主意的叶云回到先前绑青裙女子，也就是青青的地方。没什么意外，青青还在这，和自己走的时候一样，就是在她身下已经成为一片小水塘。我去，这也太夸张了吧！为了体面一些，叶云还是给她换了身衣服，这才扛在肩上将她给带回青阳城中。而就在她进入青阳城，远处也有一道身影进入城中，赫然是跟着叶云他们一同来青阳城的陈天傲。当注意到进入青阳驻地的叶云，他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叶云，准备受死吧！”与此同时，青阳驻地内传来叶云的呼喊之声：“诸位，我带战利品回来了。”青阳驻地之中，早已等到心急的众人听到叶云的声音，纷纷从房间冲了出来。当看到叶云带回来的女子，苏燕便急不可耐地问道：“叶师兄，这就是邪道妖女？不错，她本想对我下手，可惜还是我技高一筹，就把她给带回来了。”叶云咧嘴一笑，接着将肩上的妖女放了下来。周围几人见此，纷纷都凑上前来，想看看这无恶不作的妖女长什么样子。就在这时，似是逐渐醒来的青青口中还在妩媚地呓语着：“好想要，好难受。”见此，裴雨嫣表情古怪地问道：“他这是？”叶云并没有隐瞒，直接轻咳一声解释道：“我给他喂了3颗一夜丸，这回药效还没结束呢。”一夜丸。听到这3个字，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女修看他的眼神，那都有几分古怪了。尤其是现场唯一没有与叶云有肌肤之亲的潇潇，更是不由后退了半步。“叶师弟，你不会是给他下药，然后把他……”感受到他们古怪的眼神，叶云赶忙辩驳道：“别误会，我给他下药是为了审讯。”在这之后，他将自己得到的消息都一五一十的跟几人说了一番。当得知这几名妖女的事情后，苏燕脸上的表情难看起来。怪不得最近青阳城总有孩子失踪，原来是被这群混蛋给抓去了。之前还以为是有人口贩子，现在看来纯粹就是这群邪道妖女在搞事情。这时叶云微眯着眼道：“现在问题是，咱们要如何对付那几名妖女？如何对付这些妖女？”其余几人听后也都陷入沉思之中。这时莫如烟思索了下，看向苏燕问道：“如今驻地之中还有几位先天修士？”苏燕愣了下，立刻回道：“不算我的话，还有2位，2位加上我们共有9人，倒是足够了。”随后莫如烟提议道：“按照叶师弟的意思，明日清晨几名妖女都会在洞穴之中，不如等明天一早，我们全员出动，一同去将那几名邪道妖女剿灭。”这一番提议获得其余几人的一致同意。这的确是最简单粗暴，但也最有效率的办法了。叶云也是点了点头，认同了他的提议。那就这么定了，等明天一早去将那几名妖女都给收拾了。对这个行动计划，其余几人尤其是苏燕全都显得斗志昂扬。毕竟受到这么长时间的影响，眼看能一举铲除，自然是欣喜不已。而其中的潇潇则沉吟了下，说道：“我有点担心，他们口中的那位大人明天不会过去吧？”莫如烟微微摇头，淡声道：“我想应该不会，我们去早一些，快些解决战斗即可。”想想也是，谁家大人会一大清早的过来？叶云也点点头道：“的确，大不了咱们去得早一些。”几人思索一番，也都觉得可以。就这样，这个作战计划算是定了下来。在这之后，苏燕去向下属传达消息，其他人则都各自作战前准备。对于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至于抓获的妖女青青，
则被单独关押起来，准备带回古道圣地复命去。毕竟任务提到能活捉回去有奖赏。而叶云则趁着这闲空，找了个无人的别院，打算继续修炼起万灵剑诀。只是不知为何，他总是有点静不下心，仿佛有什么坏事临头。希望明天的行动不会有什么意外吧。叶云伸出手，将先前红仙儿交予他的传送卷轴拿了出来，默默看着手中的传送卷轴，他忧虑的内心才逐渐的平复下来。即便真出什么意外，只要拉开这东西，就还有逆转的机会。好在自己有着不少保命手段，哪怕是遇到化丹乃至元灵修士，也不会被瞬间秒杀，都足够他发动这传送卷轴了。想到这里，他才稍稍安心了一下，将传送卷轴收了起来。可就在收起卷轴的瞬间，一股强烈至极的威胁感自心底涌现。有危险！这个想法出现的同时，叶云便已向着旁边闪身而去。同样也是在这一刻，一道青色利刃从夜色射出，命中他的胸口之上。轰的一声巨响，回荡在整个青阳驻地之中。本来正在备战的众人都纷纷看向叶云的方向，皱起眉头。难道是妖女打来了？而在别院之中，青色利刃上蕴含的恐怖力量将叶云给瞬间震飞出去，足足倒飞出10多米远，这才堪堪稳住身形，体内却已是气血翻涌。老家伙，没想到你反应还挺快嘛。伴随着阴冷的声音，一道黑色身影从夜空落下，他一抬手，地上的青色利刃就飞回手中。叶云神色阴沉，刚刚这一刀明显是奔着他脑袋去，还好及时闪避躲开了。可即使如此，当他低头看去，青钢甲已经再次碎裂，显然是又救了自己一命。你是什么人？他手中凝出青霄剑，对前方的黑衣修士质问道。自然是来杀你的人。那人冷笑一声，没有跟叶云解释的意思，直接就闪身冲出。他以惊人的速度来到叶云身前，手中的青色利刃也是迎面斩下。就其身上雄浑的玄气波动，再加上这惊人的速度，无不说明他乃是一名化丹修士。受死！黑衣修士面露凶光，青色利刃在半空化作青色的刀光，欲要将叶云一刀两断。只是即将命中之时，叶云手中无影石发出光芒，身形在原地瞬间消失了。见此情形，黑衣修士却冷笑一声：无影石是吧？接着他都没有转头看，便扭转身形，反手一刀斩向身后。凌厉的青色刀光如同绚丽的弧光，从身前一直斩至身后。操，不愧是化丹！叶云眉头微皱，这一刀精准命中闪到身后的他，好在第一时间就祭出幽月盾。在月光的映照下，散发着银色光芒的盾牌化作坚不可摧的屏障，将青色刀光给挡了下来。黑衣修士看到这一幕，倒也一副惊讶的样子：你这老东西怎得有如此多法宝？对此，叶云却咧嘴冷笑一声：这才哪到哪啊，陈师兄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听到他所说的名字，黑衣修士明显震了一下。你怎么知道的？闻言，叶云嗤笑一声：刚刚还只是猜测，现在不就能肯定了？虽然他从未与陈天傲接触过，但化丹修为、刀客和自己有仇，还认得无影石。思来想去，也就他的嫌疑最大。但叶云也确实没想到，这家伙居然疯狂到直接来这驻地暗杀自己。老东西，你敢耍我！陈天傲眼中杀意更盛，手中青色长刀也随之涌现出暴虐的力量。眼看对方彻底愤怒，叶云已经在想后续，打肯定是不能打，先天一重打化丹，除非他脑子进水了。剩下就2个选择，要么用莫如烟给的传送符画深夜跑跑，要么就发动传送卷轴把红仙儿喊来。衡量一番，叶云还是选了前者，传送卷轴还是得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就在他打定主意，打算化深夜跑跑，一旁传来莫如烟的声音：住手！只见莫如烟第一个赶来，并一眼就将陈天傲认了出来。他挡在叶云身前，先是对他说了一句：别怕，有我在。好。叶云点了下头，没想到他会站出来保护自己，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女救英雄吗？感觉好像也挺不错的样子。这时莫如烟已是望向陈天傲，冷声道：陈天傲，你胆子未免太大了吧？只是莫如烟的出现一点都没有让陈天傲害怕，反倒冷笑的道：莫如烟，我看是你胆子太大了吧？你还真不知道自己是老子的未婚妻，不但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眼下还要保护他。面对他的训斥，莫如烟神色冷漠：婚约之事我从未同意过。那又如何？你的父母你家人都同意了，他们同意的你找他们去。呵呵，你觉得这么说有意义吗？陈天傲嗤笑一声，盯着他冷笑道：你没有拒绝的资格，能成为老子的未婚妻那是你的福气。今天你就看着吧，老子不但要把这个染指你的老东西碎尸万段，还要将你在这里就地正法，让所有人看看你在老子身下承欢的样子。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陈天傲出身名门，加之天赋异禀，
对待绝大多数人都是倨傲的样子。在他看来，无论是叶云还是莫如烟，都不过是能随手拿捏的蝼蚁罢了。只是他并未注意到，随着他说出的狂傲话语，面前莫如烟的美眸之中，一缕缕红色在飞速的汇聚之中。片刻后，莫如烟双眸化作血色的树瞳，对其开口冷冷道：“小子，你想找死吗？”莫如烟的声音骤冷，如同换了个人，令陈天傲都没来头的哆嗦了下。可随后，陈天傲便恼羞成怒，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敢这么跟我说话，看来得先好好教训下你。”话音落下，他身形便在原地一闪，在出现之时，已然是在莫如烟身前，并向他发动了攻击。可就在他即将碰到莫如烟，却被后者轻松闪开，接着同样的一拳轰出，速度却比他还要快出一大截。只见赤色的玄气在莫如烟的手臂凝聚，迎面直冲陈天傲面门而去，直接让他像炮弹一样轰飞出去。陈天傲倒飞出的身体接连砸穿好几面墙，掀起满天的沙土，堪称是简单粗暴的一击。我去，莫师姐那么强！叶云看得眼睛瞪大，不由想到，这位不是主修飞剑吗？可现在看起来，他更像是一个体修而在建筑的废墟之中。陈天傲满脸是血，狼狈地爬出来，难以置信地望向前方。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只是莫如烟并未回答，接着就要继续向他出手，是真想要杀了他。这把陈天傲吓得够呛，脸色苍白。眼前这莫如烟展现出的实力，起码得有化丹巅峰乃至半步元灵。虽不知他如何做到，但陈天傲已经毫无战意，立马驱动保命法宝，化作一道极快的白光向远处遁去，只留下半空之中他愤怒的咆哮之声：“莫如烟，你给我等着！还有叶云，我迟早把你碎尸万段！”所谓挨最毒的打，放最狠的话，用来形容陈天傲再合适不过了。莫如烟望着远去的白光，神色冰冷，却也并未追上去，只是面露嘲讽的冷哼一声：“真是个欺软怕硬的怂包。”话音落下，他眼中的血色逐渐退却，接着转头看向叶云问道：“叶师弟，你没事吧？”“还行，就受些轻伤。倒是师姐你，不是先天修为吗？”“刚刚那事，说来话长，你就别问了。”莫如烟似是无意解释，这让叶云也不好再继续追问。而刚刚赶过来见证这一切的苏燕等人立马都上前关切道：“两位，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啊，难道是邪修找来了？”毕竟他们过来之后就只看到莫如烟将一个黑衣人打退，而叶云身上似是受伤了。对他们的关心，叶云微微摇头解释道：“不必担心，就是个跟我有私人恩怨的疯狗，多亏莫师姐出手，现在已经没事了。你还得罪过化丹修士？”“这个嘛，说来话长。之所以没有直说，也算为这几位着想。有时候知道的多不一定是好事。残害同门是大罪，若是他们得知陈天傲之事，难保对方不会蓄意灭口。”与此同时，莫如烟也对苏燕等人淡声道：“此事你们不必多问，刚刚那人不会影响到明日的行动。”随后他一把拉过叶云的手：“至于你，随我来下房间。”他这亲昵的举动让叶云有些惊讶，但还是跟着他走了。眼看叶云被莫如烟拉着手进屋，潇潇全都一脸震惊，而后神色古怪的道：“莫师姐不是很孤僻吗？怎么感觉她和叶师弟这么亲密？确实挺奇怪，莫师姐不是陈师兄的未婚妻吗？这两人感觉关系奇怪啊。”这件事让几人都摸不着头脑，想不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裴雨嫣则感觉到强烈危机感，心想等下次与叶云相处，得给他吃点好的才行，否则真就被人给抢走了。不多时，在莫如烟的房间之中，叶云盘坐在床上，上身衣服脱了下来，身后则是莫如烟在为他疗愈伤势。尽管叶云都已说过用不着，可他还是非要坚持，直至帮他将伤势完全恢复方才作罢。其实也不难看出，他对叶云受自己影响而遭到陈天傲暗杀感到深深愧疚之意。实在抱歉，让师弟你因为我受影响了。对此，叶云耸了耸肩道：“嗨，我都习惯了。”“习惯了？他之前也对你出手过？”“是啊，不过不是亲自出手。”叶云摇了摇头，简单将之前2次遇到的麻烦说了一下。听完之后，莫如烟沉默下来，好一会才开口道：“师弟，你想要吗？”“嗨。”毫无准备的叶云不由得咳嗽了下，转脸看向莫如烟问道：“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莫如烟倒是一脸震惊，美眸凝望着他说道：“我不喜欢欠人情，请务必让我补偿一下你。”说完，他似是想到什么，抿了下嘴道：“你要是想的话，我可以。”“哦，可以什么？”“就是……”他没说下去，只是舔了一下朱唇。就莫如烟清冷的样子，配上这话，这动作实在是勾魂夺魄。叶云都虎躯一震，吞了下口水道：“师姐，你来真的？”莫如烟纤细的双手从身后轻轻抱住叶云，
他甚至能感受到背后传来的温软之意。此刻，少女的脸颊依偎在他的肩膀之上。只要你喜欢的话，叶云越发感觉有些女人就是天生媚骨，哪怕没什么经验，也能勾得人心动不已。看来这次被陈天傲暗杀也不都是坏事啊。所谓的福祸相依是这么一回事吗？都到这个份上，叶云自然是不会客气，咧嘴笑道：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可就却之不恭。见他感兴趣，莫如烟歪了下头，脸上露出一抹舒雅的笑容。好。在点了下头后，他几乎没多犹豫，就来到叶云的身前。而后撩起头发不到1刻钟时间后，莫如烟不住的咳嗽，拂袖掩嘴，一脸痛苦的样子。见此，叶云不由关切问道：师姐，你还好吧？虽然自己很受用，但这位莫师姐似乎就不同了。只是莫如烟摇了摇头，脸上展露出一抹轻笑：不用在意我，你喜欢就行了。说完之后，她更是解去腰带，身上的长裙也随之滑落下来。莫如烟秋水般的美眸望着叶云，接着凑上前，吹着热气，轻声一语道：师弟，我想要。这千娇百媚的模样，换任何一个男人都忍不住，叶云自然也不例外。师姐，我来了。叶云满脸兴奋之色，上前便抱住莫如烟稳住，将她压在身下。这一次的缠绵足足持续近1个时辰。恭喜您获得60点造化值。待到结束之后，娇躯绯红的莫如烟才从叶云怀中挪开，刚想起身差点又软倒了下去。见此，叶云笑着调侃道：师姐，你这就没力气了。闻言，莫如烟转过脸，拿起一旁的黑色内衣穿了起来，嘴里则在嗔声道：还不是怪你，我的腿都没知觉了。怎能都怪我？师姐不也很受用吗？莫如烟一时无言。确实，自从体会过以后，她似是就有点爱上那种毫无烦恼，仿若云端之上的感觉。只是这种话，她也还是有点说不出口。而在穿上衣裙之后，莫如烟转头看了她一眼，淡声道：你伤势还未全好，明天的行动，你不如就留守在这里吧。那怎么行？来都来了，我可不想独自躺在驻地，在这干等着你们的消息。叶云在有些事上还是很有原则，既然是团队任务，该出力的时候还是要出力。换句话说，万一遇到意外情况，自己还能召唤代劳，不至于意外团灭了。而见他坚持，莫如烟沉默了片刻道：既然你想去，那就去吧，我先去洗澡了。说完之后，已是穿好衣裙的莫如烟起身离去，打算将身上沾染的各种痕迹都清理一下。叶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却是不由陷入沉思之中。总感觉师姐怪怪的，无论是上次还是这一次，每次和他深入交流时，他都感觉对方像在自虐一样。这种难平的精神状态着实让叶云觉得担心，就仿佛黑化了一样。不久之后，在青阳驻地的浴池之中，水雾缭绕的池水中，莫如烟浸泡在里面，并低头看着自己双手以及水中的身子。就在这时，一道身材娇小的青发少女出现，就坐在他旁边的台子上，赤裸的小脚轻轻拍打着水面。而后他转脸望着一旁的莫如烟问道：莫姐姐，你对那个家伙是不是有些太好了？我只是觉得有些愧疚。即使这样，你也不用这么作践自己吧？居然还用这么做的话，我心里更舒服一些。莫如烟抬起头来，一只手举出水面，双眸在烛光下注视着手掌，一边自嘲似是笑道：况且作为一个坏女人，变得更加浪荡一些，不是更符合身份吗？唉。青发少女摇了摇头，轻叹一声道：莫姐姐，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或许是吧。这一夜的青阳驻地，所有人都没有休息，全部都在备战第2天的剿灭行动。直至天降破晓，作为队长的莫如烟便将所有人召集起来，一同出发前去叶云所探得的邪修驻地。由于提前拿到足够的信息，众人在出发的途中，队伍的气氛整体都十分轻松。其中陆少游全程对裴雨嫣嘘寒问暖，一副舔狗的样子。雨嫣师妹，你累不累啊？雨嫣师妹，你看那边的花跟你一样漂亮啊。雨嫣师妹。至于裴雨嫣则对他爱答不理，保持着基本的礼貌。按照他对叶云的说法，之前已经拒绝过对方，可对方还是非要往脸上凑。对此，叶云真想对他说一句话：哥们，还在那舔呢，人家都快成我的形状了。好在不久之后，他们就来到邪修驻地附近，陆少游也终于是消停下来。由于来过一次，所以叶云在最前面带路，身边则跟着莫如烟与苏燕。驻地就在前面，大家都收敛气息。叶云小声提醒道，接着小心地向着前方而去，身后众人也都警惕起来。在叶云的带领之下，没过多久便来到昨夜看到的山谷，并见到下方那一个2-3丈高的巨大洞口。事实上，没等他们靠近过去，就看到6名女修将3个巨大的铁笼从洞中拉出来。很显然，昨晚看到的那个铁笼中的孩子还不是全部。眼下看他们拉出来，让叶云警惕起来，提醒道：看他们这架势，
看来所谓的大人很快会来，咱们怕是要快些出手了。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没必要这么做，将那些孩子拉出来，总不可能是为了给他们晒太阳，并且从这里还能听到其中一名女修的叫音。你们这些小玩意都给老娘老实待着，等再过一会就解脱了。从这里就能看到铁笼中的孩子不少都浑身带伤，似乎是被虐待过，眼神之中或迷茫或惶恐看着这一幕。苏燕脸色铁青地说道：这些混蛋，咱们直接动手吧。其他几人乃至叶云都怒火中烧，转脸看向莫如烟道。莫如烟同样凝望着铁笼，过了会淡淡道：动手吧。所有人都等着这句话，眼中顿时涌现一抹凶光，而后就全都冲了出去。只见一道道凌厉的玄气匹练从草丛之中齐刷刷地飞出，向着前方6名邪道妖女而去。在这之中，陆少游更是一脸狂傲，提剑直刺向其中一名邪道妖女。受死吧，妖女！而在铁笼周围的6名妖女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到了，都闪开，有敌人！其中红衣女修反应过来，立马向周围的同伴喊了一声。数名妖女望着袭来的攻击，连忙向周围散去，同时各自施展出防御法宝，这才避免被一波团灭的结果。接连的爆炸之声在地面掀起漫天尘土，将铁笼乃至周围都遮蔽了。待到尘埃落定，叶云一行人都已冲出，伫立在3个铁笼的附近。红衣女修见到叶云他们，尤其是看到身上的标志，脸上露出惊愕之色。古道圣地的弟子，你们怎么找到这的？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脸色难看起来。是青青告诉你们的。不错，他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叶云望着红衣女修，挑眉道：要不各位也投降，也省得这在这打生打死了。可惜这一番劝降根本无用。红衣女修冷哼一声，对周围同伴喝道：动手，跟他们拼了！随着他一声令下，其余几名妖女也都祭出法宝，甚至对叶云等人主动发起攻击。见此情形，叶云轻叹一声，这群妖女还真是疯子。既然对方已经出手，那他们自然也不会客气，也都纷纷出手迎战了。片刻之间，这山谷就沦为双方的战场，到处都充斥着激荡的玄气以及剧烈的爆炸之声。由于双方都是圣地弟子，驱使的也大多是凡阶极品法宝与玄技，彼此战力的差别驱使并不算大。结果就是两边在短时间内竟是打得难舍难分。当然其中叶云除外，其中一名修为在先天4重的黑衣妖女连败2个青阳驻地的先天修士后，直接将目标锁定在叶云身上。居然还有个先天1重的老东西。黑衣妖女柳眉微挑，当即冷笑一声，既如此，就先送你上路。都说柿子要捡软的捏，以这老东西的修为，应该没什么战斗力，再加上刚刚的挑衅行为，也让他对叶云满是杀意。黑衣妖女当即化作一缕赤光冲出，手中如同圆盘似的飞轮法宝急速旋转，如同手锯一般向叶云斩去。老东西，受死！本来这种顺风局，叶云就想着给人打打辅助，摸摸鱼也就混过去了。眼看居然有人盯上自己，还要来跟自己单挑，不由挑了下眉头。怎么，当我好欺负吗？待到他转身之时，这黑衣妖女已是来到身前，手中的飞轮法宝也落下来。见此情形，裴雨嫣等人都脸色变了。小心！眼看叶云遇到危险，除去陆少游一脸幸灾乐祸，其他人大多急了。先天4重对先天1重，这差距可不小。尤其这黑衣妖女的战力仅次于作为领队的红衣女修，但他们现在还被的对手缠着，根本无法脱身帮助叶云。然而叶云本人一脸的淡定。优越盾！叶云轻咳一声，一道银色光芒飞出，化作巨大的盾牌挡在身前。黑衣妖女的飞轮落在上面，却连痕迹都没留下，反倒自己被一股力量给震了回来。看到优越盾，黑衣妖女脸色微变，这是玄阶防御法宝。她没想到一个先天1重修士手里还有这等好东西。可随后她眼中闪过一道冷光，既然如此，那就……顿时黑衣妖女取出一个黑色布袋，随着口袋打开，里面喷吐出一团绿色的雾气，向着前方的叶云包裹而去。噬魂蛊毒去！这类盾牌式的防御法宝，正面防御强，但缺点就是不防周围，毒物攻击正是他的克星。可就在噬魂蛊毒刚把叶云包裹，在他身上就迸发出一股清灵之意，直接将周围噬魂蛊毒给吹飞出去了。黑衣妖女满脸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对此，叶云白了他一眼，掂了一下手中的水晶珠子，笑道：傻了吧，也有避毒珠。你……黑衣妖女懵了，不是，又一件玄阶法宝。像他这种内门弟子，大多也就1-2件凡阶极品法宝，对面这家伙居然一出手就是2件玄阶法宝。然而让他真正震撼的还在后面。你攻击结束了。叶云望着他，嘴角微扬了下。下面轮到我了，没意见吧？就在黑衣妖女愕然之际，他手中俨然抛出一只金色小旗。金光旗，去！
一道道金光飞掠而出，迅速将前方的黑衣妖女困在其中，任由她的飞轮斩在上面，也只是留下一道割痕。见此，黑衣妖女皱了下眉头，冷哼道：“你以为这能困住我多久？好在这次法宝不是玄阶，以他的实力，很快就能将之破开了。”但叶云显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在他接连攻击欲要破开金光旗的结界时，手中再次出现一杆黑色的旗子。魔魂幡，去！只见叶云高举魔魂幡，周围席卷起潮水般的黑气，并向着金光旗的结界之中而去。片刻过后，就见里面凝结出10道黑色影子，手持各种样子的武器，向着黑衣妖女袭去。他们修为都在先天一重，且拥有着类人的战斗技巧，不断对黑衣妖女发动攻击。这些影子都是里面初始自带的幽魂，虽然不算强，但放这里也足够用了。该死的，又是玄阶法宝！这下子，黑衣妖女的压力拉满了，只能先对付起袭来的黑色影子。这家伙，难道是大师家的弟子？要知道，哪怕是圣地弟子，一般也都要达到化丹境界，才能有财力购置一件玄阶法宝。而眼前这家伙，明显就不正常，很有可能是来历练的世家子弟这边发生的事情，也惊呆周围战斗的人。看着他掏出一个接一个的玄阶法宝，裴雨嫣等人都看得妈了。他居然这么多宝贝！只是震惊的同时，看着叶云周身黑气涌动，宛如魔神降临一样，他们不由吞了下口水。话说回来，叶师弟他是正道修士吧？而就在黑衣妖女全力应对幽魂之时，一抬头却发现本该在视野之中的叶云消失了。他跑哪去了？黑衣妖女四下张望一番，却并未见到叶云的踪影，直至她想到什么抬头望去，脸色为之一变。糟了！只见叶云不知何时来到他上方，在其手边是一柄旋转着的青色飞剑，剑尖直直地指向他死吧，风铃剑诀。叶云嘴角微扬，接着一掌拍在剑柄之上，那青色飞剑陡然变大。顷刻之间，它化作一道巨大的青色剑影，宛如青色流星般从天落下，径直向着黑衣妖女射了下来。感受着这从天而降的压迫的黑衣妖女目光微凝，连忙发动全身玄气凝结防御，想要将之给抵挡下来。轰隆隆，在惊天的巨响中，青色剑影精准命中，在地面掀起惊人的风暴，就连周围战斗的几人也都脸色微变，纷纷闪开。片刻之后，当尘土逐渐散去，方才的青色剑影命中之处，就只剩下一个巨大凹坑以及一片片的黑色破布。毫无疑问，黑衣妖女死透了。看着这一幕，周围无论敌友，全都倒吸口冷气。这家伙实力也太恐怖了，老虎不发威，真当我吃素的呢？叶云身形落下，看着面前的大坑，口中发出一声冷哼。虽说这一番操作下来根本没什么技术，全是氪金的味道，但这不是游戏，现实不讲这些，只要能打赢就行。随后见周围人都在看自己，他耸了耸肩道：“都看我干什么？继续打！”片刻之后，刚停战的众人便再次激战了起来。只是胜利的天平已是完全向着叶云一行人倾斜，眼看就要完全落败了。见此情形，陆少游嗤笑道：“邪魔外道就是邪魔外道，实在是太弱了。”其余几人也都这么觉得，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他们很快就能结束这一场战斗。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一鼓作气彻底解决这几名邪道妖女时，一缕缕的紫雾却从周围飘了过来。见此情形，裴雨嫣等人都皱起眉头，望向周围，想寻找这紫雾的源头。而后就见一道倩影从雾中出现，那是一名紫发女子，身材妖娆，一步一摇地从紫雾之中走了出来。好了，小家伙们，过家家到此为止了。紫发女子望着众人，一手轻抚着脸颊，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各位都跪下吧。随着她的话音落下，除去叶云以外，其余几人都感觉身体一软，仿佛脱力般单膝跪了下来。怎么回事？裴雨嫣等人脸色难看，他们感觉身体就像灌铅一样沉重，体内玄气更是一点都无法动用。与此同时，在叶云的手中，碧毒珠在不断散发光芒，将周围的紫雾驱散。这是毒雾。叶云眉头微皱，望向紫发女子冷声道：“你是什么人？”没等对面回答，在附近的苏燕就脸色难看的叫道：“小心！”这女人是九幽圣地的元灵境长老紫修罗，此人乃是青阳城附近一个颇为有名的元灵强者，其以妖媚嗜血而闻名，令无数修士为之胆寒。但他不明白的是，对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此时知道来者的叶云脸色也变了。圣地之中的元灵长老，论及实力的话，已经与他们不在一个层面。最搞的是，他耳边还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紫修罗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将之获取。叶云嘴角微抽，不是闹呢，这让自己拿钩子去获取造化值。并且就在紫修罗出来后，还陆续有更多的修士从周围出来，数十名先天修士在数位化丹强者的带领下，
将他们一行人给重重包围住了。看着这场面，叶云脸色阴沉如水，这下情况不妙了。而紫修罗则瞥了眼苏燕，赞许地点了下头。不错嘛，居然能认得本座。随后他转脸望向被叶云轰出的大坑，不由轻叹一声，早知道就不看戏了，也省得损失这么一位小丫头。在听到他的话后，叶云为之一愣，皱眉问道：你们早就埋伏在周围了？紫修罗莞尔一笑，点点头道：不错，本座可是在这等你们好久了，就为了我们这么大动干戈。对此，紫修罗不由露出银铃般的笑声，为了你们，你觉得自己配吗？遭到嘲讽的叶云皱了下眉头，这话什么意思？本座来此乃是为了接待贵客。贵客？叶云怔了下，居然有人还能被这园林强者称之为贵客。旋即他就看到紫修罗向着自己伸手拎起裙摆，颇为优雅的屈身行了一礼，在下紫修罗奉圣主之命在此接待。就在叶云疑惑之际，便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一道倩影掠过他身边走了出去。当看到出来之人，叶云脸色骤变。莫师姐，你……这走出之人正是他们此次行动的领队莫如烟。他从后面走了出来，一双血眸瞥了眼叶云，说过的吧，你今天还是别跟来了。说罢，他已来到紫修罗身前，余光扫了眼远处的3个铁笼道：那些就是给我准备的礼物吧？紫修罗点了下头，嫣然笑道：正是，您请自便。闻言，莫如烟直接对3个铁笼伸出手，一团血雾喷涌而出，将巨大的铁笼乃至里面的一众孩子都包裹住了。铁笼中的一些孩子看到笼罩过来的血雾，无不瞪大眼睛，脸上都露出疑惑的表情。可紧随其后，这血雾之中便传来密集的惨叫声，令人心脏都不由得狂跳了下。与此同时，莫如烟身上的气息在飞速上升。待到片刻后，血雾散去，3个铁笼之中已是空空如也。苏燕等人看着这一幕，全部都呆住了，就连叶云也是露出震惊之色。这家伙，现在看来，莫如烟才是那几名妖女口中的大人，这些孩子也根本就是为他而准备。这时潇潇便叫道：莫师姐，你做了什么？如你所见，我吞噬了他们的血肉而已。莫如烟的红眸瞥了他一眼，接着便对紫修罗点了下头。这些人类很美味，您满意就行。接着紫修罗看了眼叶云等人，脸上媚笑道：那么按照先前的约定，这些小家伙就由本座收下了。可以，你自行处置吧。听着他们的对话，就是小孩子都明白发生了什么。叶云神色冰冷地望着两人：你们早就勾结好了？别说那么难听嘛，这叫合作共赢。紫修罗嘴角微扬，还颇有闲心地为叶云他们解释了一下，那些笼子的小家伙们乃是本座送的见面礼，至于你们则是这位给我们的见面礼，懂了吗？听了他的解释，叶云等人的心都全部沉入谷底之下。这下事情就明确了，他们这个小队从一开始就是莫如烟送给这些邪修的礼物。一时之间，无论是裴雨嫣还是潇潇乃至江晨都对莫如烟咒骂了起来。莫如烟，我还是看错人了，你这混蛋居然与邪修为伍！莫如烟，你卑鄙无耻！莫如烟，你不得好死！而陆少游看着这局面，则也没有先前的狂傲，反倒是一脸恐惧了。最为冷静淡定的还要数叶云，只是冷冷看着他问道：莫师姐，为什么？这时莫如烟血红双眸望向他，摇了摇头道：此事你就不必知道，就老老实实做个死人吧。说罢，他就转身离去，似是不准备再跟他多说什么。见此情形，叶云眉头微皱，暗暗叹了口气，看来还是到了最坏的情况。面对这么多邪修的重重包围，苏燕他们还都中毒倒地，单凭自己一人之力根本什么都做不到。现在所能动用的底牌就只有那一道传送卷轴。眼看紫修罗向他们走来，叶云也在考虑动用这最后底牌，可没想到旁边先传来扑通一声，陆少游居然向走来的紫修罗跪下了。只见他双膝跪地，对紫修罗连连磕头：前辈别杀我，别杀我，让我加入你们吧，我什么都可以做。谁都没有想到，谁也想象不到，一向心高气傲的陆少游居然第一个临场反叛，还是以这么毫不要脸的方式。刚还在咒骂莫如烟的几人都难以置信地看向他：姓陆的，你也太没种了吧，你还要不要一点脸了？陆少游，你……对于同伴的怒斥，陆少游完全不予理会，现在他就只想活下去。他满脸讨好，望着紫修罗恳求道：前辈，您饶命啊！就连紫修罗见到他这副样子，也觉得倍感有趣，柳眉微动了一下。有意思的小子倒是挺识趣。他似是来了兴趣，望着面前的陆少游。紫修罗伸出一只脚到其面前，
歪头妩媚的笑道：“就是本座这靴子上沾了些灰尘，只要你舔干净，我就同意你加入。”对于他的恶趣味，叶云等人都皱起眉头，倒是周围的邪修都习以为常。眼看陆少游犹豫，紫修罗挑眉道：“怎么，你不愿意？”他眼中闪过一抹杀意，令陆少游哆嗦了一下。他连忙道：“没有，我愿意。”说完，他就双手捧起面前小巧的靴子，上下其口。这一幕令叶云等人嘴角微抽。这陆少游为了活命，还真是一点做人的尊严都不要了。被其追求过的裴雨嫣都感觉到生理不适。周围的邪修看得不由大笑，摇头嘲讽道：“谁说古道圣地弟子骨头硬？这完全就是一条狗吗？”“就是啊，古道圣地也不过如此。”哈哈，太可笑了。紫修罗也都看得笑了，脚尖将他的下巴挑起，满意的点了点头：“真是听话的小家伙，本座不杀你了。”闻言，陆少游赶忙谢道：“多谢前辈，多谢前辈，从今以后要叫我主人。”“是，多谢主人。”陆少游连连改口，看得叶云连气都不想生，摇了摇头道：“我说陆师兄，你还真是一条天生的好狗。”面对他的嘲讽，陆少游反倒来劲，对其冷哼一声道：“你还是先想想自己怎么活下来吧。”这时紫修罗也望向叶云几人，对他们玩味的笑道：“如何？我这还有一只鞋子，先到先得哦。”叶云算是看出来了，这紫修罗就是个抖 S， 以玩弄调戏别人为乐。他心中暗暗发誓，总有一天如果有机会的话，自己非得把他给训成 M。 就在这时，江辰倒是蛮有骨气，对其怒声道：“老子就是死，也绝不与你们这些邪修为伍。”就连裴雨嫣也是意外的有些骨气：“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们！”眼看他们都不配合，紫修罗倒也不恼，反正之后有的是机会折磨他们。最后他看向叶云眯眼问道：“你呢？是臣服呢，还是选择被我杀了？”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面对紫修罗居高临下的目光，叶云反倒是笑了出来：“我的话，选择第三条路。”闻言，紫修罗打量着他笑道：“有意思的小子，你觉得自己还有别的路可走？当然，这条路就是……”叶云卖了个关子，就见他飞快地伸出手，将一张卷轴给拿了出来。而当看到其手中卷轴的瞬间，紫修罗的脸色陡然一变，几乎是立刻对他冷声道：“住手！”紫修罗伸出手来，宛如一道鬼魅般冲到叶云面前，并向着他的脑袋抓了下去。可就在接触到的瞬间，叶云身上陡然涌现出一抹银光，将他给直接反震了回去。紫修罗望着叶云身上的银光，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是月灵玉，这可是月华圣地独有的顶尖法宝，怎会在叶云这个古道圣地的内门弟子手中？而就在他惊愕之时，叶云也已将手中的传送卷轴拉开。完成这一步，叶云笑盈盈地望着他：“这次你们输了。”随着他话音落下，便见一道赤红光柱冲天而起，在天空化作一道红色的门飞。这突如其来的天地异象令所有人都愣在原地，不由得抬头望去。只见那巨大的门飞之中不断喷涌着炽热的火红玄气。片刻过后，自门飞之中走出一道红色的倩影，他傲立于天空之上，垂眸俯瞰着下方众人。当看到这从门飞中出来的人，在场但凡认得的，脸色全都唰的一下变了。古道圣女红仙儿，她怎么来了？在场的古道圣地弟子则无不瞪大了眼睛，心中一阵狂喜，居然是圣女殿下，这下有救了。而在对面的紫修罗，他前面认出了传送卷轴，却没想到出来的人居然是红仙儿。在看到这一幕后，脸色阴郁地望向叶云，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炼制能召唤自己的传送卷轴，属于是费时费力的行为，一般只会给极其重视之人。眼前的这个叶云，难道不是个普通的内门弟子吗？就在这时，叶云抬头望向红仙儿，看到他的出现，简直像是见到曙光一样。光速啊，您来得这么快！转眼之间，上方的红仙儿闪身落下，来到他身边。随后，他扫了眼周围的一众邪修，冷声问道：“少废话，说说怎么回事吧。”“好脸，就在先前我们。”他为红仙儿简洁迅速地讲了一遍事情经过。听完之后，他微微点头：“我知道了。看来将传送卷轴交给叶云，的确是个明智的选择。”了解完始末后，红仙儿抬头望向紫修罗，冷声道：“先前就听说不少九幽修士在向青阳城周围汇聚，看来就是你在搞鬼了。”面对他的质问，紫修罗柳眉微皱，接着舒展开笑着说道：“圣女殿下，这其实是个误会。”“呵呵，好一个误会。”红仙儿冷笑一声道：“这笔账待会再跟你算。”说完，他目光落在莫如烟身上，直接沉声道：“你又是何方邪祟，胆敢附身在我们古道圣地弟子身上？”这一番话令叶云吃了一惊，怪不得啊，总觉得莫师姐有时候怪怪的，
如果是被人附身就说得通了。此刻莫如烟对于他的问话只是神色冰冷地回了一句：本座是谁你很快自会知道，但在这之前先接招吧。莫如烟毫不犹豫向红仙儿冲去，其双手附上一层红色的光芒，化作血色利爪一般要将他给撕开。只是还未靠近过来，便见红仙儿微微抬手，一道青色的光幕就在周围展开，将莫如烟的攻击给抵挡了下来。血色利爪落在青色光幕上，却只泛起丝丝涟漪，根本就无法破开防御分毫，看来是没办法和平解决了。眼看对面动手，红仙儿柳眉微动，眼中也闪过一抹厉色。而在旁边的叶云看着周围包围着的众多邪修，不由对红仙儿问了一句：我看他们人挺多，实力很强，咱们要不先撤？闻言，红仙儿瞥了他一眼，我说你似乎误会了什么啊？什么意思？只见红仙儿环顾周围，冷笑一声，该逃的应该是他们。红仙儿望着众人，一缕缕红光在他周身涌现，化作滔天的威压席卷而出。许多修为还在先天的邪修，在这强大的威压之下，差点直接就被压趴在地上。紫修罗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压迫感，神色也有些淡定不下来，凝望着红仙儿问道：这股威压你突破到生死境了？不错，本座确实已经突破。红仙儿神色淡然地回了一句，而在他手上炽烈如太阳的火球正在不断凝聚，并散发出炙热的热流。见此，紫修罗紧皱眉头，似是觉得挺不可思议。你不是需要找到道侣才能突破，现在已经找到了。只是他不提这事还好，提及此事，红仙儿的脸色就愈发难看了。尔等邪修，受死吧！旋即他举起手中的炽烈火球，冷哼一声道：烈阳裁决。随着他手中的炽烈火球飞上天空，火球的体积迅速膨胀，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仿佛要将一切污秽都驱散一般。顷刻之间，一道道火之流星宛如雨点般从中飞落而下，向着周围的所有邪修砸了下来。看见这一幕，紫修罗脸色大变，当即对众人喝道：所有人撤退！就在他开口之时，那一道道火之流星已然落下，接连不断的轰击在地面上，直接掀起一股激荡的热浪。处在这一范围之内的邪修，无论是先天弟子还是化丹长老，全都脸色大变的四散而逃。只是还没等跑出多远，就会被附近爆裂的火之流星炸飞，接着就被又一颗流星给炸得灰飞烟灭。可以说整个山谷之中完全成为一个巨大的火之炼狱，其中邪修像蝼蚁一样被收割着生命。紫修罗与莫如烟看着这一幕，全都脸色难看，知道他们根本就无力再战了。旋即两人毫不犹豫地施展各自的保命遁术，化作两道极快的流光，各自飞掠而出。山谷之中烈阳裁决的轰击并未持续太久便散去，而再看山谷的内部已是完全沦为一片焦土，到处都是被轰出的巨大陨石坑。纵观整个山谷之中，莫说是存活的邪修，就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看不到。看到这里，叶云一行几人无不是倒吸口冷气，这就是生死境强者的实力吗？在这之前，他们大多只见过化丹修士战斗，能见过元灵强者交战都很罕见了。因而眼下这生死境强者的出手，着实让他们开了眼界。叶云好一会才回过神来，望着红仙儿赞叹道：圣女殿下，您居然这么强啊！在这之前，他眼中只有对方仙子般的容貌和身材，现在见到他出手，才真正意识到对方为何能成为圣女。这时红仙儿收敛起气息，对其轻哼一声：若是太弱，我也做不了这个圣女了。而在附近的等人在身体稍稍恢复一些后，连忙上前对他恭敬的行礼：弟子拜见圣女殿下，多谢您出手相助。这次要不是圣女亲临，他们恐怕真就翻车了。红仙儿看了他们一眼，摆了下手，淡淡道：不必多礼，你们这次做得很好，回去后我会为你们赐予奖励。闻言，众人全都眼前一亮，纷纷感激道：多谢圣女殿下。圣女亲自赐予奖励，那肯定是差不了。就在这时，陆少游也凑过来，略有些尴尬地行了一礼：圣女殿下。见到他走过来，无论叶云还是裴雨嫣等人全都露出厌恶的表情。对方这次的行为着实是把他们都恶心到了。红仙儿已经知道他的所作所为，眼下对他投来冰冷的神色：你可知与邪修为伍是何罪？此话一出，陆少游脸色苍白，连忙跪下：圣女殿下饶命啊！先前是我一时糊涂，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只是下一秒，他身上就燃起一团火焰，变成直接成为火人，并不断传来陆少游的惨叫声：圣女殿下饶命，饶命啊！红仙儿不为所动，看着陆少游被烧成灰烬后，这才看了裴雨嫣等人一眼。这就是与邪修为伍的下场。肃杀的语气令几人都吞了下口水，可也都觉得大快人心。像陆少游这种毫无下限的人，留着才是一种祸害。随后红仙儿望向不远处的铁笼，不由闭目深吸口气，口中冷声说道：你们且安息吧，总有一天
我会替你们报仇雪恨。叶云看着这一幕，不由得轻叹一声。他脑海中浮现出莫如烟的身影，心情有几分复杂。今后若是再见到他的话，恐怕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了。在山谷的百里之外，紫修罗与莫如烟的身影才慢了下来。经过这一番逃亡，紫修罗似是消耗过大气，喘吁吁，过了会才摇头道：真是见鬼，那老家伙到底是谁？手里居然有传送卷轴，还有那个圣女居然还突破到生死境了。这两件事无论哪一个都远远出乎他的预料。对此，莫如烟也是摇了摇头道：那家伙的确挺怪，哼，总有一天本座非要抓住他，将其一点点的榨干。紫修罗冷哼一声，暗暗将叶云列入必杀名单。不过随后他看了眼莫如烟，笑了出来。不过还好，这次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事情还要追溯到前一阵子，他们九幽圣的接到莫如烟的消息，其自称三圣试炼逃出的上古龙族，表示可不计前嫌与他们合作，从而共同谋一些大事。虽说这等同于与虎谋皮，奈何对方开的条件实在是无法拒绝，而他这次就是奉命来迎接对方，并且护送投名状。虽说后面被人搅和，但投名状也都算是交过了。这时他望着莫如烟，笑着伸出手来：我代表九幽圣地，预祝未来与前辈能够合作愉快。闻言，莫如烟血红的双瞳微微眯起，也笑着伸出手与他握了一下。我想这一定会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叶云一行人在清理下山谷后，就直接返回青阳驻地。至于红仙儿，秉着来都来了的精神，便也决定在此留上半日，也算是下基层考察一番。但对苏燕来说，就不免有些诚惶诚恐，几乎给予其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带着他四处看了下他们负责的产业，直至最后，红仙儿给予的评价就5个字：干得很不错。而就这4个字，也注定苏燕今后的职位还能继续往上提升不少。在检阅过后，本来准备离开的红仙儿，似是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对叶云喊了一声：你跟我单独来一下房间。叶云愣了下，但还是跟了上去。周围其他人则都面面相觑，等他们走后，纷纷神色古怪地议论道：怎么总觉得这两位的关系不一般啊？不可能吧，这可是圣女殿下，能与叶师弟有什么关系？我也觉得不可能，应该就是交代些工作吧。而在一处房间之中，叶云看着红仙儿递来的玉简，不由得愣了一下。圣女殿下，这是？红仙儿瞥了他一眼，淡淡道：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闻言，怀揣疑惑的叶云就将玉简打开，然后就震惊了。只见一幅幅动作各异的春宫图，或者说是双修之法，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他面前。其中有一些让经验丰富的叶云都得感叹一下，居然还能这么玩。而功法的名字则为鸾凤防术。待到神识从玉简中出来，叶云难以置信地望向红仙儿：圣女殿下，您这是？就这上面的内容，基本都是在教男女双方如何提升双修效果，以及让对方期间更加快乐。从开始前的暖场，再到交锋时的节奏等等，这要是都融会贯通的话，绝对能让对方欲仙欲死，可比上次被雨红绫带走的大叔还要厉害。红仙儿美眸微动，淡淡道：你别想太多，之所以让你学习下，纯粹是为了让以后双修更有效率。是，我明白了。叶云附和着点头，心中则已满怀期待了。随后他继续看了一番玉简，将上面的内容大多记了下来。等到看完之后，叶云的评价就2个字：此功法真是妙哉。实在难以想象，开创出这鸾凤防术之人乃是一个多么具有天赋的家伙，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能否有天达到他的高度。这时红仙儿对其诞生道：都看完了吧？上面的内容你学起来应该不难。这个吗？叶云却是想到什么，对其轻咳一声，似是有什么话想说。见此，红仙儿柳眉微动，对其问道：你想说什么？随后叶云挠了挠头，一副怪不好意思的样子：就是这上面有些地方我不太懂啊。闻言，红仙儿柳眉微挑，似乎是猜到了他想说什么。果不其然，对面的叶云紧接着就一副笑盈盈的表情说道：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里面有些光看的话，实在是难以学会。您看，要不咱们干脆实践一下？听了他的提议，红仙儿不禁白了他，轻哼道：想得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学习？我看你根本就只是想和我做那种事吧？怎么会呢？我像是那种满脑黄色的人吗？你不是吗？嗨，就算我有那么一点点好色。叶云轻咳了下，一本正经地道：可咱们不都有过了，再来一次应该也……可惜红仙儿神色毫无波澜，冷声道：我拒绝。眼看他毫无松口的意思，叶云也只好叹了口气道：好吧，您实在不愿意就算了，我回头找其他人多练习一下也行。这一招便是传说中的以退为进，别说，好像还真挺有用。听了他的话后，
红仙儿柳眉微皱，沉默了片刻。想到他跟别的女人在床上练习自己授予的功法，他心中就没来由的有些不快。最终他轻轻叹了口气，接着冷冷瞥了他一眼道：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此话一出，叶云当场兴奋了。没问题，那我现在就伺候您更衣。不用，我自己会脱。红仙儿当即拒绝，且不说对方的话肯定会戏弄于他，他先是伸手将房门反锁，并连续布下数层结界，以免被其他人给撞见了。不久之后，红仙儿渐渐褪去衣裙，感受到他炙热目光，略有些觉得羞耻地瞪了他一眼。你这家伙，能别一直盯着我看吗？对此，叶云咧嘴一笑，坦然地道：没办法，还不是圣女殿下，您实在太好看了。哼，那是自然。红仙儿轻哼一声，对于自己的身材，她确实还是很有信心。不多时，映入叶云的眼帘就只剩下满目春色，就连感觉都已经来了。随后，红仙儿坐在床边，本能地用手遮在胸前，抿嘴道：你过来吧。毕竟对他来说，上次更多是意外，本身也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所以其实不会感觉有什么。而这一次是需要去和叶云正常的双修，对于他来说，多少还是有几分不好意思的。红仙儿一副妖君采撷的举动，令叶云心神一震，连连点头道：好脸，那我可要开始学习了。记得温柔一些。放心吧，我一定让圣女殿下喜欢。闻言，红仙儿脸上微红，再次轻轻点了下头。1个时辰以后，恭喜您获得500点造化值。听到造化神炉的声音，叶云内心一阵狂喜，居然足足500点造化值。果然啊，还得是亲爱的圣女殿下，每次都能给他带来莫大的惊喜。随后他看向一旁正满脸红晕、正在休息的红仙儿，心情简直不要太好了。与这位圣女殿下苦修，他所得到的可不只是造化值，还有一股莫名的征服感。在外面手段通天的圣女殿下，关起门来却是一副娇羞样子，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何，殿下可还喜欢？那再开几局。可随后红仙儿正脱开，坐起来说道：不行，我得尽快回去了。啊，那真可惜啊，我还有些地方没学透呢，下次再说吧。红仙儿转过脸，低头看了他一眼道：反正在你熟练之前，我都会和你反复练习。殿下，怎么了？您说这话的时候好色啊？去死！砰的一声，红仙儿脸色微红，抡起旁边的枕头就拍在他的脸上。随后他便起身下床，先是用玄气将体内的东西逼出，免得哪天突然怀孕了。接着再用玄气清理一下身体后，将旁边的内衣穿了回去。对了，有件事我还忘了问你。刚拿起裙子的红仙儿想到什么似的看了叶云一眼：你和莫如烟是什么关系？这个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送命题，纵然是叶云也犹豫了下。而在这时，红仙儿已是淡淡道：我要没猜错，你和他上过床了吧？这一句话无疑是正中靶心，令叶云都不禁轻咳了一声，心中思索着该实话实说还是编个理由比较好。没错。最终叶云还是放弃了撒谎的想法。对方既然这么说，想必之前在圣地时就查过自己的底细，实话实说才更好一些。果然，红仙儿轻哼一声道：算你诚实，但我想问的是，他为什么会与你做那些事？闻言，叶云沉吟了下，索性如实说道：原因的话，我想应该是上次我按照约定从三圣试炼给他带回来了一片龙鳞吧。龙鳞。红仙儿若有所思，然后就意识到什么，脸色变了一下。等等，你刚才说带出什么？叶云显然还没意识到什么，疑惑地复述了一句：龙鳞啊，有什么问题吗？听了他的回答后，红仙儿拿着裙子的手都随之停在原地了。他沉默良久，看向叶云问道：你可知自己做了什么？叶云有种不祥的预感，试探地问道：那个龙鳞不会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吧？你说呢？红仙儿深吸口气，缓缓解释道：你应该知道，那三圣试炼之内是一只古龙的陨落之地吧？是听过，怎么了？实际上那应该是一只上古龙种的镇压之地。说到这里，红仙儿凝望着叶云说道：根据古籍上记载，那一只上古龙种曾为祸四方，引得无数天灾，民不聊生。后来我们3大圣地的圣主前辈一同出手，才将他肉身毁灭，而他的魂魄则与其玄力源泉的逆鳞一同镇压在那一方空间之中。此后的时间里，那一方空间就依靠着逆鳞的玄气维持，并不断用阵法抽取逆鳞的力量，从而一点点的耗死它。可没想到，就在前段时间，空间之中的逆鳞忽然消失了。听到这，叶云嘴角微抽，轻咳一声道：所以就因为这个，上次三圣试炼才提前结束了。没错。红仙儿微微点头，缓缓地说：如今三圣试炼的空间已经彻底崩解，
你们那也是最后一届三圣试炼了。事已至此，叶云总算是明白自己这次捅了多大篓子。叶云不禁深吸口气，小心翼翼地试探道：照您这么说，我此次岂不是犯下大罪？也可以这么说。红仙儿望着他，沉声道：那上古龙种被镇压数千年，对我们三大圣地向来都深恶痛绝，出来之后只怕会想尽办法报复我们。简单来说，叶云就相当于是把恶魔给释放出来了。这一下叶云人彻底麻了，赶忙问道：那我现在怎么办？岂不是死定了？红仙儿沉吟良久，虽然严格来说是他们的保密措施让参加试炼之人不知道才导致的结果，但有些人可在乎这些，他们只想要一个背锅侠，而叶云这个行动者无疑是最佳人选。最终红仙儿深吸口气道：你且记得，从今以后不得跟任何人提及这些，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从他的回答来看，是打算帮叶云给掩盖下去了。叶云心中感动不已，当即点头道：多谢圣女殿下，您放心，我一定保密。红仙儿沉吟了下，忽然问道：话说回来，既是你带出来的，其中幻阵你是如何穿过的？这个啊，是因为他给的地图。说完，叶云就将莫如烟交与他的地图拿给红仙儿看了一番。待到看完之后，红仙儿眼中闪过一抹冷意。原来如此，还真是详细的地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早在之前就有一缕龙魂从中逃了出来，然后就与莫如烟融合了。事实上，他这个推理基本就对了大半。而叶云在意的则是另一件事，想了下问道：所以就是说莫师姐其实是被迫的？不，这恐怕未必了。红仙儿摇了摇头，微眯着眼道：只是一缕残魂，根本无法对常人带来太大影响，更别说逼迫他了。这一番话的意思无疑就是莫如烟极大可能的自愿配合，而考虑莫如烟的经历，似乎这么做也并非什么怪事。想到这，叶云不由叹了口气，看来对方是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与家人、与环境乃至与这个世界对抗了。这时红仙儿则思索着什么，口中自语道：现在看来九幽圣地也是群疯子，竟然敢与他合作，当真是不怕玩火自焚。闻言，叶云想了下，给了一个提议：就不能把这件事曝光吗？联合月轮圣地一同对付他们，是个好提议。那么证据呢？我们两个还不够吗？可以，我把你交出去，然后公开搜魂，就算有证据了。叶云轻咳一声，连忙摇头：那还是算了吧。事实上，红仙儿之所以没这么做，并非他对叶云的好感高于圣地的未来，主要还是此事一旦爆出，他们古道圣地将坐实释放龙种的罪人，这也会对他们带来巨大的舆论影响。毕竟无论取出逆鳞之人还是与龙种合作之人，全都出自他们古道圣地，这种事很难说清楚。红仙儿看向叶云，淡声交代道：总之此事你就不必过问了，由我来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这对叶云无疑好事，立即道：那就有劳圣女殿下了。不久之后，红仙儿就先行返回圣地，他本就是临时出来，需要尽快赶回去处理事务。而在他走后，裴雨嫣等人则凑到叶云身边，满脸好奇地问道：叶云，你与殿下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面对几人的目光，叶云耸了耸肩道：这个嘛，就是下属啊。真的？骗你们做什么？叶云耸了耸肩，所谓的下属就是下面的归属，没毛病吧？虽然对于他的解释，几人还是不太相信，可也确实想不出别的关系来。反正这两个人怎么着都不可能是道侣，身份实力差距都太大。在之后，已经算完成剿灭妖女任务的他们，便也准备启程离开。青阳驻地之中，叶云一行人都已收拾好东西，连妖女青青也带上，准备登上非洲了。这时，苏燕带着个小女孩以及其余驻地成员一同来为叶云他们送行。叶云看了眼小女孩，笑着说道：苏师妹，看来你女儿恢复得不错嘛，这还要多谢师兄的丹药。随后，苏燕拉着女儿的手，带她来到叶云面前指了下：小雨，这就是你的救命恩人叶云叶师兄，今后你可要记在心里。年纪6、7岁的少女眨巴着眼望着叶云，小脸纯真而坚定的道：人家知道了我长大一定也去古道圣地报答前辈救命之恩。显然这是一个知恩图报还很阳光开朗的小丫头，十分讨人喜欢。叶云越发觉得救的不亏，笑着摸了摸她头道：好啊，我就在古道圣地等你。闻言，小雨仰头嬉笑道：前辈就等着吧。不久之后，叶云等人登上非洲，正式启程返航。由于回程比较悠闲，他们1天后才回到圣地，期间还和裴雨嫣顺手来了一发，又获得30点造化值。待到回来后，他们便去司务殿将任务交付完成。自此众人才各自散去，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叶云也回到老家废丹房，并总结了一下此行。虽说损失不少，
没活捉到几个妖女，甚至还遇到生命危险，但光是再次与红仙儿双修一次就都值了。而他如今的造化值也再次来到惊人的800点，有了这些，应该够我苟一阵了。叶云心满意足，接下来他的打算就是先在废丹房提升实力，多重塑丹药，将修为提升至先天巅峰。随后，他换了一身简朴的便装，正打算开始修炼，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叶云坐到桌前，将个小玉瓶拿了出来，并从中倒出一颗丹药来。话说这一夜丸真好用，要是想想办法让它药效再弱些就好了。弱一点的话，就能用作道侣生活的调剂，用以促进与红仙儿的感情，应该会很不错。至于如何减弱，叶云的想法是把剂量降低一些，并试试看还有没有效果。就在他打算做一下科研，忽然废丹房的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接着就看到雨红林冲进来，见到他便愤慨的道：叶云，老实交代，你把我师父怎么了？突然冲进来的倩影加上嗷的一嗓子，差点让叶云魂都差点吓飞，手里丹药都落在桌子上了。转脸一看是雨红林，叶云这才松了口气，无奈的问道：雨师姐，您怎么来了？刚才的话又是什么意思？他还在这里装蒜，主要也不敢透露出来。这时冲进来的雨红林双手掐腰，对其娇哼一声道：你别在那装不知道，就在昨日，师父他宣布自己已找到道侣，修为也突破至生死境了。听了他的讲述，叶云挑眉问道：所以他有说是和我结为道侣了？按理说对方应该不会把自己公布才对，毕竟身份相差太悬殊了。果然雨红林摇了摇头：这倒没有。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说是我？哼！雨红林微微仰头，仿佛侦探附体一样轻哼道：可在这之前，师父就只跟你一个男人独处过，而且每次提到你时，师父的神色就会有变化，并且就在昨天，他还去青阳城见过你，还说你们没有关系。其实最开始他还没怀疑叶云，但联想到叶云住在圣女殿时，师父对他态度的突然变化，一切就似乎对上了对于他所说的话。叶云干脆就是两手一摊，俨然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样子。师姐，你说的那都只是猜测，咱凡事可都要讲证据。他就不相信了，对方能拿出绝对的证据。见此，雨红林盯着他问道：你洗澡了吗？还没。怎么了？叶云刚回话，就见雨红林冲上前抓住他就是上下一顿秀。完事后，他小脸阴郁，抓住他胸前的衣服道：果然身上到处师父的体香，你有什么话说？此话一出，叶云嘴角微抽，无奈的道：我去，师姐你狗鼻子吗？他自己也闻了下，确实有，但是极其的细微，得亏对方能敏锐的发现。这时雨红林娇哼道：别扯开话题，这下你还有什么说的？别告诉我师父平白无故会不穿衣服跟男人贴贴。说到最后，他语气骤然锐利了几分：你和师父做过了吧？事已至此，叶云也只能叹了口气道：师姐，这就说来话长了。这么说基本就算是默认了。顿时雨红林露出愤慨的表情，对其怒声道：依我看来，肯定是你用什么手段将师父给蒙骗了，否则以师父的天赋和美貌，怎么可能会选你作为双修道侣？在雨红林看来，叶云和师父一个是牛粪，一个是世间最美的鲜花，正常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在一起？因此他之所以愤怒地找来，并非觉得叶云抢了他师父，而是觉得对方骗了师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叶云也麻了，只得摇了摇头道：师姐，你要想知道缘由，可以直接问你师父，我是不能说，免得他一生气把我拍死了。问就问。雨红林也是不怕，并且瞪了眼叶云道：不过你也要跟我一起去，和师父当面把话说清楚。行，我跟你去。叶云知道他躲不过，谁让人家是化丹强者呢？拒绝的话恐怕会被对方打晕硬拖过去。你稍等，我先去换个衣服。叶云看了眼身上这刚换的衣服，类似睡衣，显然不好直接去见红仙儿。那你去吧。雨红林点点头，但随后轻哼一声：不过你要敢跑路，本姑娘一定把你3条腿都打断。这狠毒的威胁让叶云胯下一痛。嗨嗨，放心，我肯定不跑。随后他就进屋换衣服了。而在外面的雨红林则是对他的背影吐了舌头。这可恶的家伙肯定是骗了师父，待会非得让他付出代价。在等待期间，他习惯性的四下看去，然后就注意到桌上的小玉瓶以及那一颗晶莹的丹药。想到来的时候，对方似乎就在准备吃这丹药，应该是什么有助修炼的补品吧。想到这，雨红林悄悄探头看了眼屋内，确定他还在换衣服，随后他小手不太干净的拿起玉瓶，从中倒了一颗出来，并在鼻尖闻了闻，好浓的丹香，看来不是毒药。确定这一点，他便直接吞了下去。味道真不错。随后他又拿了一颗吃下，接着注意到叶云快要出来，他小手飞快地将玉瓶放回原位，
完成这一套丝滑的小连招，他还不忘对叶云吐了吐舌头，让你骗我师傅，把你丹药全都吃光光。没一会，换好衣服的叶云从里屋出来，看到乖巧站在原地的雨红玲，招了下手道：师姐我好了，咱们走吧。闻言，雨红玲点了下头，吐槽道：快点吧，你这屋里都热死了。行，等等，你说热死了？叶云愣了下，看了眼周围，古怪道：我怎么感觉挺凉快啊？废丹房虽然有废丹的意味，但也正因此注重通风，一向是相当凉快的地方。对此，雨红玲撇嘴道：明明就很热，没看到本姑娘都冒汗了吗？冒汗？叶云神色古怪，当打量一眼对方后懵了。确实，眼下的雨红玲香汗淋漓，甚至都在扯衣领往里面灌冷风。除此之外，她的脸色乃至肌肤也不太正常。师姐，你的脸和皮肤怎么都红了？雨红玲瞪了他一眼，嗔声道：废话，当然是热的。对他这明显是谎言的话，叶云一阵无奈，然后就瞥见方才桌上忘了收起来的一夜丸了。一下子，原本就凉快的他，这一下直接感觉凉透了。他吞了下口水问道：我说师姐，你不会吃了桌上的丹药吧？闻言，雨红玲默默别过脸，视线也往左边瞥了。才没有，你是说我会偷吃你的丹药吗？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确实真的吃了。叶云不由得后退几分，轻咳一声道：师姐，那一瓶是催情药，还是很强的那种。然后整个废丹房都能听到少女尖利的叫声。你说什么？雨红玲脸红的要滴出水来，无比羞愤地瞪了眼叶云。你这无耻家伙，平时就把催情药带在身上。在怒斥过叶云后，他立马就要冲出废丹房。不行，我要现在就离开这。实际就在现在，叶云在他心中都越来越顺眼，有种将他疯狂占有的冲动。只是没等他有所行动，叶云就连忙冲上来抓住他的手腕，将他给拦了下来。见此，雨红玲愤慨道：你干什么？快松手！他怕再不出去就要忍不住对叶云做什么了。就在这时，叶云不禁提醒了他一声：你现在这状态，就不怕万一出去后做些什么？这话不仅在帮对方，也是在帮自己。无论对方去外面当众做些什么，以对方圣女之徒的身份，这事情可就真大发了。此话一出，雨红玲后知后觉得娇躯一颤，确实啊，如果在公共场合当着一堆同门的面做些什么，那真的就是社会性死亡了。再看着面前的叶云，发现他是那么的迷人，这个老男人简直就是自己的妖梦中男神啊。雨红玲看着眼前的叶云，也是越来越星星眼了。叶云，你好帅啊，我好喜欢你。他反手抓着叶云，一脸迷离地望着他，像个小猫一样对他又蹭又摸。看着这一幕，叶云眼皮一跳，但起效这么快，看起来对方还不止吃了一颗啊。还好对方修为并不算夸张，叶云连忙松开他，就向着废丹房外遁逃而去。倒不是他不想吃下对方，关键是担心红仙儿，万一吃了师徒盖饭，天晓得他会对自己做什么。然而没等他逃出废丹房，身后被摆脱的雨红玲就直接伸出手来。你不许跑。接着就见他袖中飞出一条银色丝线，直接将叶云的手脚都给绑住，并硬生生地拽了回来。我靠，这还能用出法宝？叶云嘴角微抽，眼看着自己手脚被绑住，拉开，像个大字形一样躺在地上，任凭他如何用力，手脚上的丝线都不为所动，俨然是某种高阶控制法宝。再看附近的雨红玲，则是摇摇晃晃走来。师姐，你冷静点。然而对于叶云的叫喊，雨红玲不为所动，反而是跨坐在他腰间，低头妩媚地望着他。叶云，你就乖乖从了我吧。干，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叶云嘴角微抽，再看上面的雨红玲，还很会地扯开自己衣领，露出半边白皙的香肩。随后他两眼迷离的笑容看着下面。叶云，我们一起做快乐的事情吧。不是，我们。可还没等叶云开口，就被俯身而下的雨红玲给稳住了。片刻过后，他身上的衣服也被一件件撕碎，雨红玲就仿佛野兽般扑来废丹房内，不时传来有声音传出。废丹房外，太阳从正中落下。转眼间4个时辰过去了，恭喜你获得100点造化值。对于造化神炉的声音，叶云已是无心理会了。此刻的叶云仍然在地上躺着，神色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他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是玩上捆绑 play， 可问题是被绑的是自己阿伟。有一说一，雨红玲不愧是看过那本书，可以说学得很好，然后把手段全都用在他身上了。感觉这次是真成累死的牛了。叶云叹了口气，再看身上的雨红玲，似乎是放纵过度，暂时的昏了过去。由于银色丝线还在，他也只能先躺在这里，静静等候雨红玲醒过来。就这么又过去3个时辰，雨红玲总算是逐渐转醒。他缓缓坐起身来，两眼略带迷茫地望着周围，接着不由伸手扶了一下额头。
我这是在哪啊？”就在这时，身下的叶云对他打了个招呼：“师姐，你可算是醒了。”听到这声音，于红林才低头看去，然后就见到被自己压在身下的叶云。眼下他们两人身上的穿着，只能说非常清凉，就只剩下些许的布条还挂在身上了。于红林先是一愣，接着就惊叫着站起身来，并伸手遮住身上的要害，羞愤地对叶云喊道：“你这个色狼，变态，你对我做了什么？”听了他的话后，叶云满脸问号，嘴角微抽了下，说道：“师姐，您要不要自己再说什么？现在的局面是我被您动用法宝，五花大绑的按在地上啊！”这一番吐槽倒也让于红林反应过来，看着他手脚上的银色丝线，不禁脸红了一下。好像也是哦。可随后他似是想起之前的事，又对其嗔声道：“不对，那先前的丹药怎么回事？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吧？故意的？难道我提前知道师姐会来？”叶云一脸郁闷，无奈地解释道：“那些夜丸是我此次去剿灭邪道妖女，从他们身上缴获来的，本来想着研究一下呢，结果您就来了，而且谁让您不说一声就偷吃我丹药？”他的这一番解释也称得上是有理有据，这下轮到雨红林郁闷了。雨红林满心的羞愤，却不知道该向谁发泄。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你不许外传，不然，想半天，雨红林最终憋出来一句：“不然我就和你绝交。”忽然有那么一瞬间，叶云觉得这雨红林实在太可爱了。不过叶云还是点点头道：“放心，我绝不跟任何人说。”随后他转脸看了下雨红林，问道：“所以现在能先放开我了吗？”雨红林愣了下，这才赶忙抬手将银色丝线收了过来。终于恢复自己的叶云手脚都麻木了，刚想站起来，却是差点一个趔趄又摔倒。呼，总算起来了。叶云揉了揉手腕，都被丝线给绑乐红了。而这时的雨红林则是赶忙穿好，换上件干净的衣服，免得再被叶云继续看光。不久之后，两人都换好衣服，就是彼此之间的气氛有点微妙了。最后还是叶云看着整理刘海的雨红林，试探性问了一句：“师姐，话说咱们还去见你师傅吗？”提及此事，雨红林沉默了下，好一会他才摇了摇头道：“今天就先不去了。”现在他思绪很乱，想着这次就暂且先放过叶云，等下次再找机会对峙此事。随后叶云又问了一句：“那我们之间的事呢？”这同样很重要。雨红林轻抿了下嘴唇，过了一会道：“我们的事我会找机会跟师傅说清楚，所以你先不要告诉他。”“行，我知道了。”叶云点点头答应了他。最后则是想了下，又笑着问了一句：“那采访一下，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感觉如何？”一提这个，雨红林脸上立马红透了，接着他就别过脸，小声道：“才不要告诉你呢。”就看他这样子，叶云心里已经有数了，看样子应该是体验不错。这时雨红林似是为转移他的注意力，忽然开口问道：“对了，你这家伙是内门弟子对吧？”“是，怎么了？那你过段时间要去爬塔吗？”“爬塔？”叶云一脸疑惑，好奇问道：“什么塔？”“就是幻塔啊。”雨红林似乎惊讶于他不知道，立刻解释道：“在咱们古道圣地会不定期对内门弟子开放一个名为幻塔的限时挑战活动，在幻塔的每一层都会有不同的敌人，获胜就能上升一层，并且进行难度更高的挑战，直至3个月后挑战结束，前100名都有不错的奖励。而这一次的前5名不仅都有丰厚的奖励，还能代表宗门去月轮圣地进行为期10天的交流活动呢。”前面的叶云还没太在意，可对方最后的一番话有点让叶云来了兴致。所谓交流活动，一般就是2个势力派弟子到对方的地盘学习切磋，算是建立友谊的一种途径。而在这之前，他一向只是听说谁被派去交流，现在自己也终于能接触到了。当然他之所以在意这个，还是因为月如霜如果要是能去，再和他双修个几次就好了。上次他是封印修为，只获得1半造化值，后面要是能跟正常的他双修几次，自己还不得发啊。想来对方要是在月轮圣地看到自己，也会有些惊奇。想到这里，他当即点头笑道：“知道了，我会去参加，并且争取拿下前5，到时候去月轮圣地为咱们争光。”听对方的意思，距离幻塔开始并结束还有3个月出头的时间，如果自己全力冲刺，想来是有机会到先天巅峰，到时再加上万灵剑诀与众多法宝，拿下前5就是板上钉钉。只是听了他的话，雨红林却撇了下嘴道：“这你还是别想了。”“为什么？”“废话，当然是因为竞争很激烈啊。”雨红林娇哼一声，淡淡道：“到时候各峰各殿的内门弟子几乎都会参与竞争，想要争夺前5，至少都要有先天8重乃至先天巅峰。而你才刚入内门不久，
就觉得自己3个月时间能赶上那些天才。在他看来，叶云不过就是个内门新人，实力纯粹就是垫底的一列。师姐，这不试试怎么知道？切，装模作样。见雨红林一副嘲讽的样子，叶云嘴角微扬，忽然笑道：师姐，赌一把吗？哼，赌什么？雨红林轻哼一声，也来劲了。随后就听叶云笑道：如果我输了，可以答应师姐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如果我赢了，同样如此，包括瑟瑟的事情，怎么样？闻言，雨红林羞愤道：不行，不能包括瑟瑟的事。他感觉如果对方赢了的话，自己又要遭殃了。这么说，师姐也觉得我有可能做到是吧？雨红林顿了下，旋即娇哼道：好，赌就赌。心想反正对方也赢不了，赌注是什么都无所谓了。见此，叶云笑着点了下头：很好，那就这么定了。当然，之所以立下这个赌约，也是他想逼自己一把。毕竟3个月从先天一众到先天巅峰，难度可还是不小的。就这样，两人契约已成。随后，雨红林看了眼天色，就打算先走了。只是在临走前，还不忘瞪了他一眼，道：再说一遍，今天的事绝对不许外传。要是让人知道自己跟一个老头做了这种事，他都想一头撞死了。行，一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叶云无奈地点了下头，这下雨红林才放心地离去了。送走对方，叶云这才伸出手，将一枚银色的破碎玉佩拿在手中，正是之前替他挡下致命一击的月灵玉。说来，你还真是救了我一命呢。一想到，叶云心中便迅速燃起了斗志。如果能去月轮圣地再续前缘，也未尝不是一桩美事。明天开始，全力变强。叶云深吸口气，至于今晚，由于被雨红林折腾的身体快散架，还是先休息一下吧。次日上午，休息好的叶云便从在废丹房一番寻找，总觉得这3品聚气丹还是差了点意思。最后，叶云干脆将废丹房收录的丹药目录拿出翻看起来。对别人来说，这或许就是一个垃圾统计册，可对他而言，这就是自己的7星级菜单。以我如今先天修为，用5品丹药太浪费，还是4品丹药吧。如果是以前，他可能担心造化值不够，但现在富裕起来，就没必要委屈自己。当然，如果让人知道有人觉得3品无暇丹药当饭吃还委屈，可能已经想骂人。没一会，叶云就选定3种适合自己的4品丹药，并分别取了一炉废丹出来。首先是这个万灵丹，消耗20点造化值，正在为您重塑丹药。看着炉中的4颗青色丹药，叶云深吸口气，拿起一颗服了下去，并且发动混元诀消化。在混元诀的加持下，药力以极快的速度被吸收，连能效都在大幅提升，而他的修为也直接突破先天2重。果然，这功法跟我简直是天作之合。而这万灵丹说起来，其实就是聚气丹的升级版，效果全方面提升，还附带一点轻微的洗涤体质的作用。当叶云实际用了1颗后，感受到体内狂涌而来的玄气，也是被深深震撼到了。果然还得是这个劲真大。除此之外，他又陆续尝试重塑了4品破镜丹以及悟道丹。前者的作用是升玄丹的升级版，能够带来更强大的辅助突破效果，而后者悟道丹的作用则是能在服用的一段时间后，让自身的领悟力大幅提升。在古道圣地之中，哪怕是真传弟子，每年也就只会发放1炉4颗悟道丹，用以助其参悟学习各种困难的功法玄技。就这还只是普通品质的悟道丹，无暇品质的哪怕古道圣地也没太多。但在叶云这里，近期完全是将悟道丹当饭吃，效果一过就续杯，全程都处增幅状态。就这样，叶云一直在极其恐怖的修炼加成下，仅10天时间过去，叶云的修为就连破2境，成功进入先天4重之境。除此之外，依靠着无限续杯的悟道丹，叶云顺利将风灵剑诀达到小成，万灵剑诀也正式入门了。这一天，在废丹房内，叶云闭目凝神，周围悬浮着33把铁剑，在他的操纵之下，所有铁剑流畅地化作各种形态，任凭他的心意而动。不久之后，叶云缓缓睁开眼，看着稳稳悬在周身的飞剑，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这下子终于能够施展万灵剑阵了。随后他将这些铁剑收了起来。到此为止，这些练习剑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叶云站起身来，看了眼外面的晴空，嘴角微微上扬起来。接下来也该去采购一番了。说来自己已在废丹房闭关半月，是时候去一趟方士，正式为万灵剑诀购置飞剑。按照叶云的想法，想要威力最大化，布置剑阵的飞剑品质最好都在玄阶以上。如果让红仙儿知道他的想法，估计会认为这家伙疯了。一般内门弟子能有一把玄阶飞剑法宝，都会视若珍宝的小心使用，生怕被别人给夺走。叶云可倒好，
居然直接拿33把玄阶飞剑组成剑阵，而如今在叶云的手里已有1把玄阶飞剑，接下来还需要购买32把玄阶飞剑，想来是要费上一番功夫了。毕竟他也知道玄阶飞剑在云岚方市属于稀有货，一出手就会秒没，想买齐的话恐怕是要花大价钱。好在对叶云来说，玄金并不是问题，大不了就用3、4品的丹药换购好了。出发，叶云简单收拾了下，就出发前去云岚方市了。此后足足2天时间，他几乎是跑遍整个云岚方市。好消息是，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玄金。至于原因也很简单，叶云发现他压根就买不到玄阶的飞剑法宝，该死的，还是低估这玄阶飞剑的稀有了。在云岚方市的街道上，叶云一脸绝望地望着前方。其实想想也明白，这云岚方市买卖的都是弟子，其中流通的玄阶法宝本就不多，再加上飞剑法宝又是最珍贵和稀有的一类，一时半会买不到才是正常。可这么一来，叶云就难受了。照现在的情况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凡阶极品飞剑，真是不甘心啊。或者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自己准备材料，找锻造师自制玄阶法宝，虽然这样可能要花费更多玄金，但起码是能达成目的。怀着这样的想法，他在方市找了一圈，结果却依然毫无收获，但凡好点的材料也都被淘走了。事实证明，在这圣地之中，有钱人还是多。就在叶云几近放弃，忽然耳边传来的叫卖声吸引了他。瞧一瞧，看一看，我这有极品锻造材料星银云铁。一听这名字，叶云耳朵都竖了起来。星银云铁，这玩意可是连他一个外行都知道的顶级锻造材料啊！据说这种云铁只会从天外而来，所以稀有度和珍贵度都是拉满的。这种级别的材料，别说是锻造玄阶法宝，就是地阶乃至天阶法宝都足可以用上。问题是，这种顶尖的材料居然会出现在方市的地摊上。叶云立马转脸看向摊位，叫卖之人是一个先天5重的青年男修。他没有丝毫犹豫，便来到摊位前问道：“这位师兄，你真的有星银云铁？”见他感兴趣，那位青年男修立马咧嘴笑道：“那当然，这可是我从火锤峰捡来的。火锤峰乃是古道圣地之中主收锻造师的一处，圣地之中的绝大多数法宝便是出自他们之手，传说其峰主更是拥有锻造地阶法宝的能力。”叶云听后挑眉道：“我对来历不感兴趣，就想先看看东西。”“好嘞，师弟您看。”那青年修士热情地伸出手，拿出一个小玉盒，打开之后，里面空空如也。叶云嘴角微抽，没好气道：“师兄，您玩我呢？东西呢？”闻言，青年男修摇了摇头：“师弟，你且凑近些看。”叶云愣了下，接着凑上前，直至眼睛快贴着玉盒，这才恍然大悟。这下他算是明白，地摊上为何会有星银云铁。按照传说，一般天降的星银云铁大概都有人头大小，足够锻造3、5把不错的法宝了。而眼下的玉盒的角落，则静静地躺着一块极小的铁块，不，应该说是铁屑。非要说的话，应该比个头发丝不相上下。叶云深吸口气，抬头看了眼青年男修：“你这是虚假营销吧？这也未免太小了。你别管它大小，就说有没有吧。问题是，这么点能干什么？”收藏。白高兴一场的叶云已经有点想骂人了。“师兄，你特……”可就在他准备问候的时候，忽然想到什么，轻咳一声道：“你说的有道理，我买了。”“我靠，你还真买？”青年男修似乎也惊了，然后就意识到失言，顿时回归之前的严肃脸。“很好，看来师弟也是行家啊。既然如此，那么这星银云铁只要5000玄金，就割爱于你了。”闻言，叶云沉默了下：“最多500。”“好的，成交。”叶云嘴角微抽，坏了，给多了。不过他现在也顾不上这些，直接爽快地付完玄金离开了。而青年男修看着手中沉甸甸的储物袋，满脸喜悦：“不错不错，50块买来的东西居然卖了这么多。”而另一边，叶云飞奔回废丹房，接着就关上门窗。至此，他拿出玉盒，打开看了下里面的小铁屑。之所以买下来，是他生出一个猜测，或者说一个大胆的想法。此时，叶云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内心更是紧张不已。老天啊，可一定要让我赌对！随后，他便深吸口气，伸出手来，重塑。话音落下，眼前的星银云铁散发出光芒，耳边也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消耗500点造化值，正在为您重塑陨石。”而后顷刻之间，玉盒中的小铁屑就开始疯狂地膨胀。轰的一声，只见一颗直径3米的巨大陨石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地板都直接凹进去了。叶云的双眼则已经彻底看呆：“我靠，这么给力！明明传说中星银云铁不都脑袋大吗？”可转念一想，他就明白过来，若有所思的道：“看来这是重塑成其原始的样子了。
一般陨石落下会摩擦变小，所以才只有脑袋大，而他这个是还在天上的大小。叶云深吸口气，望着面前巨大的星银陨铁，估计别说33把飞剑，就连100把飞剑都绰绰有余了。他都不敢想象这么一块的价值得有多么珍贵，放在外面恐怕能引得血流千里。这下主材料是不用担心了。叶云将星银陨铁收入储物袋，接着就盘算起来。既然材料有了，就得需要一个有实力的锻造师才行。虽说古道圣地就有火锤峰，但他可不敢去，否则引发震撼太大，自己也说不清楚来历。不行，得找个私人锻造师，人品还要靠得住。一个整不好，对方上演一波杀人夺宝，自己可就尴尬了。但问题是自己没什么人脉，总不能直接去找红仙儿帮忙介绍吧。可随后他就眼前一亮，圣女不好找，但有一个可以找啊。想到这里，他立马离开废丹房找人去了。不到1刻钟后，在圣女殿外，雨红林望着找来的叶云，狐疑地问道：“你这家伙来找我有什么事？”由于上次在废丹房的事情后，他每每想到叶云，心中就有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对方比之前看起来更顺眼了，但他又不想表现出来。闻言，叶云笑盈盈道：“师姐，您还记得自己欠我个人情吗？”提及此事，雨红林先是一愣，然后似乎想起来，一双大眼睛警惕地看着他。说得好，这个人情不可以让我和你做色色的事情。虽然已经有过酣畅淋漓的一次，但只要一想这事，还是有些羞耻不已。叶云露出无奈的表情道：“师姐，在你眼中，难道我就那么好色吗？难道不是吗？好吧，确实。”叶云轻咳一声，接着正色道：“说正经的，我想找师姐问下，可有认识的锻造师？需要不属于任何势力，人品极佳，且能锻造玄阶以上的水平。”在听了他的请求后，雨红林暗暗松了口气，还好不是色色的事情。可不知为何，内心似乎又有些遗憾。雨红林思索了下，说道：“锻造师啊，倒是有几个认识的前辈，你要自行锻造法宝，这可是消耗很大的。毕竟不仅要自备材料，还需要给锻造师报酬，哪怕世家大族的弟子，也只有在需要本命法宝时去找锻造师锻造。”对此，叶云点头笑道：“没事，我有准备，还请师姐介绍一个。”那好吧。雨红林沉吟了下，缓缓讲述道：“我这边接触过的锻造师有4个大概符合你的要求，3男1女啊。”没等他逐个介绍，叶云就惊讶地问道：“居然还有女锻造师？倒不是说歧视，实在是这个职业和女子听着太不搭了。”对此，雨红林轻哼一声道：“当然有，她叫铁心玉，这位姐姐非常厉害，不但有着妖孽般的锻造天赋，还是上一任火锤峰峰主的孙女。”按照她的讲述，这位铁心玉自小父母在圣地的斗争中被九幽的邪修所害死，后来火锤峰主退出古道圣地，寻了一处山谷，一心一意地养育孙女，并将自身全部锻造技艺都传给铁心玉。如今数十年过去，铁心玉仍一直生活在那处山谷，除去极少数时候，他都从未出去过，属于真正的不世出的锻造天才。并且根据雨红林所说，对方还是个颜值极高的美少女。听到这里，叶云就眼前一亮道：“可以，就她了。”雨红林却皱眉道：“但先说好，这位前辈性格比较特别，未必会愿意帮你锻造法宝。有什么说法吗？”说来倒也简单，他只接受各种稀有材料的锻造，如果不是顶尖的锻造材料，就算给钱他也不会帮忙锻造。嗨，我当是什么呢？叶云听了解释之后，反倒是松了口气，笑着说道：“放心，我准备的材料，他一定会满意的。”见他这么自信的样子，引得雨红林有几分好奇：“是吗？你准备了什么？”“这个嘛，暂时保密。”最后，叶云还是卖了个关子，这可让雨红林很郁闷，撇了撇嘴道：“切，就你一个毫无背景的家伙，我才不相信你有什么好东西。那师姐拭目以待吧。”叶云淡淡一笑，想来迟早有一天他会当众使用出自己的新飞剑。而雨红林嘲讽归嘲讽，还是将一枚玉佩交给他。按照他的说法，铁心玉所在之处距离圣地不远，但因为有阵法遮掩，只有带着信物的人才能找到具体所在，接过玉佩。叶云拱手行了一礼：“多谢师姐，我就先走一步。对了。”就在他将走之时，雨红林似是想到事情，将他给喊住了：“师姐还有事？”“一点小事。”雨红林一副不好意思表情，接着轻咳一声：“就是上次在你那借的书，前几天看的时候不小心被师傅发现了。”闻言，叶云嘴角微抽。所以雨红林挠了挠头，接着就拔腿开溜了。所以祝你好运。看着飞奔回圣女殿的少女，叶云人都有点麻了。这小丫头是想把自己玩死是吧？总感觉下次再见到红仙儿，自己的情况会有一点点不妙。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只要不杀了我就行。现在想这事也没用，叶云索性不去想，直接回废丹房修炼去了。
眼下时间也不早，打算等明天一早再出发，去附近拜会一下那位美女锻造师。待到夜幕降临，结束修炼后的叶云闲来无事进行起自己的药物研究。他端坐在书桌前，将一颗完整的一叶丸均匀地分割成10个小块，这么一点应该足够用了。当然，他并非准备给谁下药，而是打算将这东西作为特殊情况下的情趣用品，就是接下来需要找一个试药的人尝试一下才行。他这正想着呢，忽然房门被人敲响了。叶云，你在吗？听到门外裴雨嫣的声音，叶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瞌睡了来送枕头吗？当即他朗声道：在的在的，你直接进来就行了。门外的裴雨嫣走了进来，今晚的她穿了深白裙，看起来倒是颇为素雅。见她这个时间来，叶云不由挑眉笑道：师姐，这是又来光顾我生意了。他的调侃令裴雨嫣脸上微红，但还是轻轻点了下头。老实说，他丹药前些日就用完，一直忍着不来找叶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修炼有丹药增幅的他，实在无法再接受平时的速度，所以做了番心理斗争，还是来找他了。裴雨嫣轻咳一声，试探性的说道：师弟，这次我想要多点丹药，多提升一下去，挑战下幻塔。闻言，叶云眉头微挑，淡淡道：多要些丹药，那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时裴雨嫣上前牵过他的手，深吸口气说道：这个，你不是想和我做那种事吗？此后这3个月，我每3天就来陪你一次，可以吗？啧，这是想让我包月？可以吗？叶云不禁一笑，稍加思索后点点头，没问题，那就这么定了。不过什么？今天师姐能帮我试个药吗？什么药？一叶丸。废丹房内，裴雨嫣看着小块丹药，有些担心的道：吃这个真不会有事吗？放心，这就1/10，只是想找个女生试试效果。其实叶云想说，怕什么，某个家伙炫2颗也没什么大事，只要不太过度，最多就稍微虚2天。最后裴雨嫣还是吃了下去，接着就是等待药效起来了。感觉如何？过了一会，叶云看着站在那的裴雨嫣，好奇问道。他看着对方的脸逐渐红了起来，但远没有雨红林那么强烈。不久之后，就看到裴雨嫣抓着叶云的手，投来乞求的眼神。少废话，快点给我！看着他妩媚十足，却又没完全失去理智，不禁心满意足，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此刻对方的样子也让叶云内心也涌现欲火，打算跟对方先开一盘。1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50点造化值，当前造化值310点。师姐，怎么样？很不错。裴雨嫣俏脸泛红，为其讲述了一下其中的体会，大概就是感知力大幅提升，身体韧性也变强了。在从他口中了解过后，叶云相当满意，并且还有点期待，这要是能让圣女也试一下就好了。希望下次能说服圣女殿下。想到他服下后的样子，简直是太刺激了。另外有机会自己也试一下，应该会非常有趣。结果想着想着，他欲火再度燃了起来，转而笑盈盈看向裴雨嫣。师姐。后者似是被他的笑吓到了，缩了缩身子道：你还想干什么？师姐，夜还很长呢。叶云嘴角微扬，令裴雨嫣郁闷了。不是啊，明明是自己吃了一夜丸吧，怎么叶云才像是吃了的那个？可没办法，眼下他根本无力反抗。在连开数局后，还是在裴雨嫣的求饶中才算彻底结束。经过这一次，也让裴雨嫣对他的实力有了彻底的改观，实在太强了。裴雨嫣连穿衣服都没力气，干脆就抱着叶云，决定今晚就先在这过夜算了。对了，有件事和你说下。气喘吁吁的裴雨嫣忽然开口说了一句。叶云低头看了眼，问道：什么事？有个师姐托我向你问下，能否卖她一些修炼上的无暇丹药。此话一出，叶云眉头微挑。我说，你不会是把我给卖了吧？当然没有，我只是说自己认识一个能炼制出无暇丹药的炼丹师。这还行，他是哪的弟子？那位师姐是灵剑峰的，圣地的9峰之一，灵剑峰。这是一处和玉女峰类似，只对定向的修士开放，也就是只收剑修。叶云沉吟了道：灵剑峰啊，那我考虑一下，毕竟自己能稳定出无暇丹药的事，知道的人还是少一点比较好。似乎看出他的犹豫，裴雨嫣娇笑道：那师姐还蛮漂亮的，实力也很厉害，算是一个你们男人口中的高冷御姐。叶云这下来了精神，当即轻咳一声道：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健健也不是不行，你让他后天过来吧。见他这变脸的样子，裴雨嫣撇嘴道：你果然是个大色狼。这时叶云想到什么，打趣道：不过没想到你还会主动给我介绍买家，就不怕我对他做什么？你们做就做呗。裴雨嫣倒是风轻云淡的样子，似乎是看开了，
事实上，在之前看到叶云展现出的种种手段，乃至他与圣女莫如烟等人的微妙关系后，裴雨嫣就彻底想通，自己和他根本不在一个世界。我也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配不上你了。反正现在咱们就公平交易，我随便你怎么玩，只要你给我丹药，能让我更快的变强就可以了。对于他说的话，叶云也并未否认，看着他此刻的样子，再想到曾经，不禁有几分感叹。只不过他可不会像某些故事一样，随便被他感动了包饺子。不过既然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他自然也不会差事，笑着伸出手来。那就这么定了，这些你先收下吧。他给予的总共5枚丹药，3颗3品聚气丹，1颗4品破镜丹，还有1颗悟道丹。见此，裴雨嫣怔了下，惊讶道：“你这是？那2颗4品丹药算是给你的打赏。”看着叶云的笑容，裴雨嫣抿了下嘴，接着就翻身跨坐在他身上，这让叶云愣了下，问道：“你不是不要了吗？你管我？”裴雨嫣转过脸，接着就跟叶云又开一盘。倒不是他欲望上来，而是不这么做的话，他怕自己就当着叶云的面哭出来了。而现在这样的话，就算流泪，他也能说是因为对方太强的缘故。此时上午，在送走裴雨嫣后，叶云也在收拾完东西，打算出发去找那位美少女锻造师了。按照雨红林提供的方位，叶云带着信物，果然在距离古道圣地不到100里之外，就见到一座并不算辽阔的山谷。映入眼帘是一个荒芜的山谷，里面什么也没有，令叶云愣了一下。我这不会找错地方了吧？就在他疑惑之时，手中的信物忽然散发出光芒，接着眼前荒芜的山谷发生了巨变。原本荒芜的大地生出花草树木，迅速成为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山谷。我去，这么厉害的阵法！叶云吃了一惊，接着就纵身跃下，进入这一片山谷之中。里面有小湖与溪流，旁边则是几间木屋，以及一个木质水车在慢慢悠悠地转动着，发出潺潺的水声。看这样子就知道里面有人居住。他当即走上前，朗声喊了一句：“前辈，前辈在吗？”片刻过后，左边一间木屋的房门打开，从中走出一个穿着拖鞋、打着哈欠的娇小女孩，看起来也就1.5米的样子。谁啊？这么吵？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似乎是刚醒过来的样子。见此，叶云赶忙上前问道：“小妹妹，你家大人在吗？”“大人。”小女孩愣了下，问道：“你要找谁？”“就是此地的锻造师铁心玉，铁前辈啊。”得知叶云的来意，小女孩瞥了他一眼，道：“哦，我就是你要找的铁心玉。”听到少女的自我介绍，叶云有点懵了，再度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娇小身影。暂且不说对方身材很稚嫩，完全不像是活了几十年样子，就这小胳膊小腿，真的能抡得动锻造锤吗？感受到叶云的目光，铁心玉轻哼一声道：“你这家伙似乎在想某些很失礼的事情。”“嗨嗨，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叶云连连摇头，可接着就见铁心玉望着他娇哼一声，下一瞬间，一股强烈的玄气威压就扑面而来，宛如大山一般，将叶云给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铁心玉撇嘴道：“现在还怀疑吗？前辈，我错了。”叶云立马从心，连连道歉。见此，铁心玉才轻哼一声，对面叶云身上的压力也散去了。再看向对面的少女，叶云心悸不已，再不敢有任何轻视。就刚才的玄气威压，这位8九不离10，是一位元灵之境的强者，确实是一个妖孽般的天才。也怪不得与红灵会评价为天才美少女，确实是少女。与此同时，耳边也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铁心玉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获取。干，从他身上获取，这难度略高啊！就在他愕然之际，铁心玉的声音随之传来：“说吧，谁让你来找本座的？”铁心玉双手环抱胸前，就是娇小的样子，让人觉得挺违和，有点像是天山童姥。这时，叶云赶忙将信物拿出：“是雨红林师姐，她让我来找您。”铁心玉接过玉佩看了眼，风轻云淡的点了下头，又将玉佩还给了他。原来是雨家的小妹妹啊！至此，他负手而立，转身道：“你且随我进屋吧。”他转身走进房间，叶云顿了下，也跟着走了进去。映入眼帘是一间颇为朴素的卧室，在周围墙上挂着几把品质不俗的兵刃，倒真有几分隐士高人的味道了。铁心玉将他引到桌前，示意他先坐下，接着抬手操纵着茶壶，为他隔空倒了杯茶。喝茶。是。叶云端起抿了口，这时他注意到在自己手边放着一本书，看起来很破旧，似乎有些年头了，其中有一部分是掀开的状态。叶云于光下意识瞄了眼，然后就为之愣住了。这是不知道是他的错觉，怎么录出来的画面像是个男人在压着女子，有点像是学习资料啊。叶云眼皮一跳，心想这不会是春宫图吧？或者说是某些房内秘术。正当他打算仔细一看，
忽然身前一晃，原来是铁心玉几乎瞬移过来，将他旁边的手给收走了。随后他抿了口茶，轻咳一声道：“说吧，你想找本座锻造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对方表现得很从容，就像是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的前辈高人，可言行举止之间又有一种莫名的做作感，就像是刻意装出来的一样。不过这显然不是他现在该探究的。叶云立马回到正题：“前辈，我想要锻造飞剑法宝。”“哦，飞剑啊，那你可知道本座这里的规矩？”“当然。”叶云连连点头道：“自备材料还有10万玄金，这个价格已经够买进10件玄阶法宝，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自锻法宝。”这时铁心玉淡淡道：“除此之外，先说好，如果你准备的材料太差，本座也是懒得浪费时间。这个放心，我想你一定会满意。”“哦，你还真是自信。”铁心玉垂眸看着他，缓缓说道：“说说看，你准备了什么材料？”对他来说，这些年已是见过无数顶尖材料，很少有什么能令他心生涟漪，最多也就赞许一句不错罢了。叶云当即回道：“晚辈准备的乃是星银云铁。”“铁心玉有些惊讶地看向他：“你居然有这等宝物，快拿出来看看。”由于是天外之物，星银云铁可是稀罕货，用一点少一点，他都很多年没见到。这次能再见到星银云铁，也算能过瘾一下。只是叶云看了眼周围，挠头道：“要不咱出去看，免得把你地面砸坏了。”铁心玉柳眉微动，淡淡道：“一小块石头而已，没那个必要。”“我的这个吧，它有一点大。”“再大能有多大？少废话，快点拿出来看下。”倒不是铁心玉不上心，而是星银云铁通常都没多大，就连前些年他为一位铸道强者所锻造的法宝，对方所拿出的星银云铁也就半个脑袋大小。“那行吧。”叶云无奈地叹了口气，接着就将东西取了出来，结果自然是轰的一声，随着星银云铁出来，房间的地面轰的一声凹陷了进去。至于铁心玉，看着眼前比自己还高1倍的巨大陨石，一双眼睛都瞪大了。“你……”一时之间他都哑然了，随后他上前端详，抚摸一番，确定这就是星银云铁。这时叶云笑着问道：“如何，前辈可还满意？”好一会，铁心玉才回过神来，声音也难以淡定了：“这么大的星银云铁，你从何而来？”“这个嘛，自然是我捡来的。”呵。铁心玉白了他一眼，直径3米的星银云铁，他真是连听都没听说过，这是能随便捡到的。不过他也无心在乎这些，一直以来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锻造和收集锻造材料。眼前这么大的星银云铁，简直比世间任何宝物都更让他兴奋，几乎都不由自主地将脸贴了上去。真是太美妙了。看他陶醉的样子，叶云清了清嗓子：“前辈，您看这能锻造吗？”“当然，你想要什么样的飞剑？”在说话时，铁心玉都还贴在上面，似乎是一刻也不想分开。这时叶云沉吟了下，说道：“我想锻造一套飞剑出来。”“一套飞剑啊？总共几把？”“首批就33把玄阶法宝，后续凑够99把，您看可以吗？”正陶醉于星银云铁的铁心玉不由得咳嗽了下，接着转脸看向他：“你说多少？”“99把。”铁心玉小嘴明显抽动了下，忍不住开口道：“你这家伙是要我把手抡出火星吗？99把飞剑，即便是他，即便只是玄阶级别，也得不停工作近乎1年的时间。这哪里是来找锻造师，根本就是来找奴隶的吧？本座不干，这得消耗太多时间和精力了。”见他一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样子，叶云立马补充道：“您听我说完，只要能完成这99把，剩余的星银云铁都归你了。”铁心玉沉默了下，接着轻咳一声：“其实吧，本座最近也确实想挑战下自己，看看锻造100件法宝需要多久，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吧。”见此，叶云松了口气问道：“那前33把大概多久能完工？”“本座想想。”铁心玉思索了下回道：“赶下工的话，差不多2个半月的时间吧。”2个月倒还正好来得及赶上换塔。叶云当即点头道：“行，那就辛苦前辈了。”不久之后，叶云就与铁心玉定好细节以及大概的交付时间。待到完成这一切后，叶云便起身行了一礼：“既如此，晚辈就先不打扰您了。”可就在这时，铁心玉沉吟了下，忽然抬头问道：“你今晚有时间吗？”“有倒是有，前辈有事。”却没想到对面的铁心玉抿了下嘴，轻咳道：“若是有时间，能否今晚先住在这？人家……哦不，本座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下。”“倒也可以。”叶云神色古怪，怎么总觉得眼前这位前辈是在害羞呢？而且留一个初见的异性在家过夜，十分有9分的奇怪。
在叶云答应留下过夜后，由于时间还早，便观摩起铁心玉初步分解星银陨铁。这里就是我平日锻造之处，算是从爷爷那里继承来的。铁心玉将他带到一处较大的房间，进来就能看到里面摆放的火炉以及各式各样用以锻造的工具，其中有不少工具和铁心玉看来并不相称，显然就是其爷爷生前所留下。叶云看了一圈，赞许地点点头，看起来蛮厉害的样子。那当然了，铁心玉骄傲地仰了下头道，爷爷他本就是超级厉害的锻造师，当然本座也一样。一时之间，叶云都不知道他是在夸爷爷还是铺垫着自夸了。但在这之后，对方确实向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巧技艺。你且退后，我要开始了。在交代一番后，铁心玉便走上前，将巨大的星银陨铁取出，放在火炉上。而后铁心玉伸出手来，一缕银色的火焰将陨铁包裹，俨然是开始一点点加热了。扑面而来的热浪令叶云感觉灵魂都被炙烤，不由得后退几步。好恐怖的火焰！再看前面的铁心玉，娇小的身影，长发飘摇，就连眼神也变得凌厉，仿佛与之前变了个人一样。时间一点点过去，锻造在顺利的进行之中，期间铁心玉还向他进一步确定了需求。待到天色渐渐暗淡，叶云亲眼看着对方将巨大的陨铁烧红，并手工分解成一个个大小体积都分毫不差的小铁块。今天就先到这，下班了。铁心玉看了眼外面的夕阳，不由伸了个懒腰。随后他瞥了眼叶云淡笑道，走吧，带你去吃个晚饭。多谢前辈。叶云抱拳行了一礼，只是心里还是不太明白，对方将自己留下为了什么。直至他跟着铁心玉出去，山谷之中暮色着实令他眼前恍惚了下。金色的余晖倾洒在花草溪流之上，好似人间仙境，真美啊。旁边的铁心玉笑道，每次看到这个景色都很让人安心，想要一直住在这里。叶云点点头，附和道，确实，连我都想常住这了。在这之后，铁心玉又展现一番惊人厨艺，小溪的水车悠悠转动，旁边的木屋则冒起炊烟与菜香味。别说，这真让叶云感受到一种和美少女隐居桃源的味道，躁动的内心都平静了下来。随着天空越发暗淡，皎月与繁星点缀在夜幕之上，令叶云再次看得恍惚了。叶云，准备开饭了。铁心玉围着小围裙，像个能干的小娘子，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了出来。在这一天的相处下，两人也稍微熟络起来，并决定在屋外吃晚饭，享受一番月光下的野炊。怎么样，好吃吗？铁心玉望着他问道。叶云吃了一口后连连点头，不错不错，堪称美味。哼哼，以前爷爷也很喜欢我做的饭。铁心玉一脸骄傲，而此刻的他看着已然没有白天老气横秋的感觉，就像是摘下某种面具一样。叶云边吃边好奇问道，我听说你从小就跟爷爷住在这里？是啊，从我记事起就在这长大，然后和爷爷一起学习锻造之术。铁心玉也吃起来，一边回忆着讲述道，后来爷爷过世，我就一直待在这里，继续修习锻造之术，直至现在。这一番讲述令叶云惊讶，不禁问道，这么多年你都没出去过？铁心玉摇了摇头，没有，反正需要什么东西传讯给古道圣地，很快就有人送来了。原来如此。叶云一阵惊叹，感情这位才是究极宅女啊。所以说你也从来不跟人打交道？算是吧，不过偶尔会有外面的人找我锻造法宝。那会有人欺负你吗？没有啊。铁心玉轻轻摇头，嬉笑着说道，我发现只要像以前爷爷接待客人一样，就不会有人小看我了。是这样啊。这下叶云明白对方略显别扭的老气横秋是从何而来，感情是在扮演他爷爷啊。叶云哭笑不得，旋即又问了一句，那你以后的打算呢？我也不知道。提及此事，铁心玉露出迷茫之色。叶云沉吟了下，前辈没考虑过出去走走？这我害怕啊。害怕？是啊，爷爷以前总和我说外面的世界很危险，让我有自保能力前不要出去。叶云嘴角微抽，忍不住提醒道，前辈，以您现在的修为，出去没几个人能打得过你。他感觉对方修为接近园林巅峰，都快赶上突破前的红仙儿，去到哪都是一流强者了。闻言，铁心玉歪了歪头，真的吗？真的，可我还是怕。那这样吧。叶云沉吟了下说道，等以后有机会，我先带去古道圣地看看，之后再去别的地方走一下。对于他的提议，铁心玉盯着他看了会，最后嫣然一笑，谢谢你，你果然是个好人。突如其来的好人卡让叶云一阵无语，无奈说道，前辈，您就不怕我是坏人吗？不怕。铁心玉摇摇头笑道，爷爷让我修炼的功法可以感受别人善意和敌意，还可以分辨对方有无说谎。原来如此。叶云一阵汗颜，还好没因为
对方看起来单纯就小觑，这位就是个人肉测谎仪啊。在这之后，两人又聊了很多，他也越发感受到铁心玉就是个性格单纯如纸又沉醉于锻造的赤子，放在这个世界也算极其难得。想来他能修炼如此快，也有这一部分原因。对了，我从开始就想问前辈为何留我。叶云望着他，问出了内心深处的疑惑。提及这个，铁心玉似是想到什么，小脸上微红了几分。因为你是个好人，所以想找你问些事情。叶云吃了口菜，疑惑道：前辈直说就是。那我就直说了，你对男女双修之事可了解？嗨，叶云差点没被刚咽下的菜给呛死，好一会才缓过来，愕然地抬头问道：前辈，您刚刚说啥？对方这一番话好悬没给他惊掉下巴，这是能从对方嘴里问出的话吗？这时铁心玉轻抿了下小嘴，就是男女之间一起在床上坐的那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前辈怎地问起这个？因为最近很好奇嘛，想了解一下，但又没什么人来。铁心玉似是有些郁闷，接着期待地看向叶云。所以你懂这些吗？这个吗？略懂一点点。叶云说的相当低调，实际哪里是一点，这根本就是他的专业了。那太好了。铁心玉眼前一亮，接着就将几本书取出，其中就包括叶云白天在桌上看到的那一本。这些书是我最近从爷爷空间戒指找到的，上面很多画面都好羞耻啊，你看一下是不是都和双修有关？哦，我看一下。拿起面前的众多书籍，叶云陆续翻阅一番，越来越觉得赞叹。看来这位曾经的火锤峰主也是个风流之人啊，这收藏可太齐全了。就是对方也太不小心，难道不知道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吗？在陆续翻完几本书后，叶云深吸口气，为铁心玉讲述道：不错，这上面记载的的确就是你说的那种，不过都是男子所用之法。这时铁心玉拿起一本，指了下某个小人的画面，脸红的道：说起这个，男人真的会变大变小吗？嗨，确实是这样。好神奇啊。铁心玉似是感到惊奇，忽然想到什么，抬头对叶云问道：对了，叶云你做过这些事吗？当然。这一点上叶云并没有隐瞒什么。闻言，铁心玉眼前一亮，立刻问道：很有趣吗？难以形容，但确实挺有趣。这一点从裴雨嫣身上就能看出来。听他这么一说，铁心玉若有所思的道：这样啊，真好奇是什么感觉。见此，叶云有几分诧异：前辈没试过？铁心玉立马摇头回道：当然没有，我还没跟任何人试过。不是，我的意思是自娱自乐呢。那是什么？铁心玉一脸单纯地看着他。如果不是这一天的接触，了解了对方的过去，他真怀疑这位在装纯情。可现在看来，他是真的纯情，以至于叶云的内心都有几分罪恶感了。嗨，意思就是，他凑上前，低声地为其详细解释了一下。当然，叶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会由自己来跟一个女子科普这些。听完他的解释后，铁心玉的脸刷的一下就红透了，但同时他也惊讶地道：居然还可以这样吗？总之很有趣。得到叶云的详细解释，铁心玉满脸羞红，但还是点点头，沉吟了下说道：那等吃完饭我去试一下。嗨，叶云差点又被呛到，心想这种话是能当着自己面说出来的吗？倒是看铁心玉的样子，就像是刚知道一种新游戏的小孩子，小脸上满是期待。叶云看得有点心虚，自己这样应该不算是教坏人家吧。想来对方也几十岁，只是长得小，也确实该接触一下这些事情了。没错，我这只是正常的科普罢了。想到这里，叶云逐渐的安心下来。不多时，两人就把晚饭吃完了。在这期间，他们聊了不少外面的事，令铁心玉有几分期待出去了。按照铁心玉的形容，跟他简直就相见恨晚，已经完全将叶云当成自己的朋友了。此后，两人就各自回屋休息。好吧，并非休息，铁心玉在房间学习自娱自乐，叶云则被安排在隔壁房间冥想修炼。只是修炼了没多久，他就不由得睁开眼，嘴角微抽了下。我去，这位前辈不知道布置隔音结界的吗？一想到就在一墙之隔，有个美少女在做的事情，叶云心中就不由升起了邪火。事到如今，他不免有些后悔，早知道就直接教前辈实战了。结果没一会，这边的房门忽然被敲响了。叶云，你睡了吗？叶云愣了下，起身打开门问道：怎么了前辈？只是当看到眼前的铁心玉，叶云不由吞了下口水。眼前的少女穿着睡裙，脖颈上满是汗水，见到叶云就直接拉着她的手，似乎有些着急的道：你先过来，有东西给你看下。叶云很疑惑，但还是跟着他到了隔壁房间。依然是简朴的房间，乍一看没什么，只是仔细一看某些地方，叶云嘴张大了。前辈，这
叶云一时之间，他都不知道该说对方对自己下手真狠，还是天赋异禀了。看样子天才就是天才，学什么都很快。最后他轻咳一声道：“没事的，前辈，这是正常情况。”啊，真的吗？当然，说明你学得很好。这样啊，吓死我了。铁心玉这才松了口气，看得出他的确很慌。倒也难怪，女子第一次就这样，如果没经验，的确会以为出什么问题了。叶云眉头微挑，笑盈盈问道：“既然这样，需要我来指导一下前辈实战吗？”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诱惑单纯少女的怪叔叔一样，听了他的话，铁心玉愣了下，接着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为什么？太羞耻了。有一说一，叶云感觉对方也挺神奇，有些时候显得很害羞，有些时候又浑然不觉。那好吧。叶云眉头微挑，他在意的是对方的回答，这意思是觉得双修本身太羞耻，而不是对自己表示抗拒，这就等于是有戏啊。只要下次找个合适的气氛，倒还真有可能跟对方开一局一夜。之后叶云稍稍休息了下，隔壁也没再传来动静，看来他确实是玩累了。待到第二天早上，叶云该走的时候，还不忘交代他一句：“前辈，我那一套飞剑就拜托了。”你放心吧，会准时给你的。那就好，记得别太沉迷自娱自乐，免得精力不足了。对叶云这一句提醒，铁心玉脸红了下，嗔声道：“怎么会？我才没有沉迷。”虽然这一次他确实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但工作和娱乐他一直都还是能分得开。见此，叶云方才放心的离去。不久之后，叶云回到古道圣地，刚回来就看到不少弟子在跑动，似乎在赶什么事情。附近的几名弟子都还在激烈的说着：“快点快点，幻塔就要开放，看热闹去。”真好奇，这次会是哪位师兄师姐夺得头筹啊？还用想，第一肯定是东方师姐，我看应是灵剑锋的白纯师兄。要我说，白羽峰的双花江兰与柳烟师姐也未尝不可。幻塔作为古道圣地的重要活动，在内外门弟子中人尽皆知，第一名的归属也是讨论的热点。每次甚至一些弟子还会开设谁是第一名的盘口。叶云听着他们的动静，倒是一点也不着急。以他眼下的修为，即使去了也拿不到什么好成绩。好了，回去继续修炼。按照他的打算，起码先达到先天6、7重，再去幻塔历练一番。而最终冲击排名，则要放在铁心玉锻造完33把飞剑之后，争取到时一举冲上前几名，甚至是第一名。不多时，叶云回到废丹房，准备服丹药继续修炼。可还没一会，废丹房的门被急促的敲响，就这动静来说，实在是不太礼貌。叶云眉头微皱，淡淡道：“门没锁，进来吧。”话音刚落，废丹房的门就被猛地推开，接着一个蓝衣女修走了进来，旋即被屋内的味道惊到了。什么破地方啊，简直跟猪圈一样。蓝衣女修穿着精致，身材不错，看着是比裴雨嫣还漂亮的美女师姐。她柳眉微皱，捏着鼻子走了进来，看到叶云便问道：“你就是叶云？”叶云点点头，淡声道：“是我，师姐有事。你总算回来了。”见自己找对人了，蓝裙女子轻哼一声，微微仰头道：“自我介绍下，本小姐名叫江兰，师从灵剑锋。听说你能炼制出无瑕丹药。”江兰这个名字好像就在刚刚自己听到过，是个挺厉害的内门弟子。但重点是灵剑锋3个字，叶云眉头微挑。是裴雨嫣告诉你的？这倒不是，只是本小姐恰巧听到她与人交谈，但这不重要。江兰垂眸望着他，傲然道：“直说吧，本小姐要冲击幻塔前5，需要不少无瑕品质的丹药，就由你来炼制吧。”闻言，叶云眉头微皱。本来他就对这师姐印象很差，一听还是偷听到的消息，加上这副高傲姿态，让叶云心中很是不快，因此他的语气上也不太和善。“让我炼丹，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好处？本小姐会付你玄金，并且你也能成为本小姐的朋友。”说到这里，江兰嘴角微扬，笑盈盈道：“另外，你还可攀附上我江家，这些应当让你觉得满意了吧？”看得出他很有自信，毕竟确实江家在古道圣地有一定地位，其家主是供奉长老之一，有着铸道巅峰强者坐镇。作为江家的嫡系后人，再加上是灵剑锋的2朵金花之一，宗内多数内门弟子见了他都得毕恭毕敬。可惜这一次他遇到的是叶云。“不好意思，我没兴趣。”虽然对方很漂亮且实力也不错，但其言行举止都让叶云生不出任何欲望，光是想想和他滚床单就感觉到恶心。或许也正因此，连造化神炉都没弹出提示，仿佛在说这个并不配。江兰怔住了，惊愕地望着他：“老家伙，你敢拒绝我？是又如何？我不想给你炼丹，有问题？你可知我爹乃是执法殿的副殿主？你爹就是李刚也不行。”叶云呵呵一笑，
压根不予理会。反正对方要是找他爹，自己就找红仙儿，搞得像谁没有点人脉一样。江兰虽不懂他的话，但却听出嘲讽的意味。你敢对我无礼？有问题吗？一直当自己是女王，欢乐豆用多了吧？江兰先是一愣，旋即似乎明白他话中意思，脸上顿时怒火升腾。你信不信本小姐这就杀了你？他手中长剑一闪而出，剑尖直指叶云。可惜这下不到叶云，瞥了他一眼便淡淡道：怎么，你想在这杀一个内门弟子？你如叶云所说，江兰虽然傲气十足，却也不敢真在这里动手，只能嘴上威胁一番。他瞪了眼叶云，恶狠狠地道：叶云，你给我等着，敢这般对本小姐，都要付出代价。说罢，他便收起剑，气愤地拂袖而去。看着他的背影，叶云只给出一句话的评价：真是脑子有坑，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这么求人办事，真当自己是他的舔狗呢。而江兰刚出废丹房，就见到迎面过来的青裙女子。这女子扎着个干练的马尾，相比于火爆的江兰，她眉宇之间都透露着清冷之意。见到这青裙女子，江兰脸色阴郁，轻哼一声道：喂，你莫非打算找这家伙炼丹？从称呼就能感受到他与这青裙女子不和，原因也很简单，对面这个就是与他在灵剑峰共同有着金花之称的柳烟儿，同样也是他很不喜欢的一个人。在他看来，这柳烟儿出身微末，靠着左右逢源才走到今天，也配跟他这个江家之后共称为金花。面对他的失礼，柳烟儿神色淡漠的道：没错，你不也为此而来？哼，劝你别白费力气，这老家伙就是混蛋，他不会帮你炼制丹药的。即使如此，我也想试试。怎么，觉得我还会骗你吗？江兰白了他一眼，毕竟自己开出的优厚条件对方都拒绝，这柳烟儿就更不可能了。可就在这之后，叶云从废丹房走出，望向柳烟儿道：师姐，你是来求丹的？见状，柳烟儿当即行了一礼道：正是，在下柳烟儿，自裴师妹那里听说阁下炼丹厉害，特来求些丹药，我愿以厚礼相谢。相比于江兰，这位可就礼貌多了，也确实有求人的态度。叶云点了下头，淡笑道：既如此就进来吧，厚礼就不必，我甚至可以为你免费炼制丹药。柳烟清冷的脸上露出惊讶之色：您是说真的？当然，谁让我善呢？而听到叶云的回答，江兰懵了，怒视着他道：凭什么你给他炼制，本小姐就不行？对此，叶云只是瞥了他一眼道：我乐意，有问题？你……江兰气得咬牙切齿，再也待不下去，冷哼一声后便离开了。你给我等着！见此，柳烟提醒道：阁下，那家伙睚眦必报，您这样恐怕……别管他，有本事他就来杀我吧。叶云耸了耸肩，就连真传弟子陈天傲他都敢得罪，也不差一个江兰了。随后，他就将柳烟引入废丹房内，上下打量了一番。不得不说，这位颜值身材都挺顶，再加上扎的马尾，更似仙侠之中的剑仙一样，以至于造化神炉都来反应了。检测到柳烟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您想办法获取。随即，叶云望着他笑道：莫非柳师姐也是为冲击幻塔排名，这才需要丹药？正是。柳烟点点头，解释道：我想在短期冲击先天巅峰，所以需要一些无暇丹药辅助修炼。一般的丹药不能连续服用，所以想快速提升实力，就只有无暇品质的丹药才行。见此，叶云好奇问道：既如此，师姐为何不向家族寻求帮助？一般都能拿出些无暇丹药吧？提及这个，柳烟苦笑一声，轻叹道：您高看我了，我出身于一个小家族，哪有像江兰那样厉害的家世？这么多年能走到今天，全靠运气以及圣地各种奖励。此话一出，叶云对他倒有几分钦佩。原来如此，柳师姐倒真是厉害，毕竟能独自一人能成为内门弟子的顶尖存在，可见天赋努力机缘一个都少不了。随后叶云伸出手，取出数颗生玄丹、聚气丹。你是需要这两种丹药吧？看着他手中清一色的无暇丹药，就连柳烟也不禁倒吸口冷气。随即他就点头道：正是这两种，不知要怎样的价格，或者只要我力所能及之内的，都可以帮您做一件事。哦，你确定？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柳烟连连点头，足以看出他有多在意这些丹药。见此，叶云凑上前，望着他起伏的娇躯，笑盈盈道：既然如此，不知能否和师姐去床上深入交流一下？感受到叶云伸来的手，柳烟娇躯轻颤，立马将他推开了几分。不行。只见柳烟神色清冷，望着叶云深吸口气道：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随便的女人，几枚3品丹药就让她委身给对方，未免也太小看自己了吧？叶云倒也不急，对其笑着说了一句：柳师姐很有原则嘛，既然如此，
他张开手，又是几枚丹药出现在掌心之中。这一次则是破镜丹、悟道丹乃至万灵丹。看到他手中的丹药后，柳烟儿的呼吸都不由为之停滞了一瞬，难以置信的道：这是4品的无暇丹药。毫不客气地说，就光是他手中这几颗丹药，放在真传弟子之中都极其难得了。至于说内门弟子之中，除去那些背景极大之人能有机会得到几颗，其余根本没有寻常弟子的享用资格。见他似乎心动，叶云笑盈盈道：不错，只要你答应，每次我都可以给你几颗。除此以外，我绝不会主动去骚扰师姐，影响到您自己的生活。这的确是他的真心话。在叶云看来，和这些师姐的双修大多就是不掺私人感情的交易，只不过自己这边会稍微更爽一些罢了。就在这时，他再次伸出手揽过他的腰肢，并准备试探着更进一步。柳烟儿抿了下嘴，确实有几分心动，可还是跨不过内心的羞耻。就在这时，门外忽然走入一道倩影，赫然是来找叶云的裴雨嫣。当看到叶云正与柳烟儿的动作，他柳眉微挑，轻叹一声道：看样子我来的不是时候啊。不，你来的正是时候。叶云嘴角微扬，望着他调笑道：师姐又来寻丹了，算是吧。裴雨嫣点了下头，旋即看了眼柳烟儿，似乎想到什么，撇嘴道：你这家伙难不成还想要双飞？闻言，叶云玩味道：你要能喜欢也不是不行啊。有一说一，无论前世今生，他都还没体验过此等美事，想想就让人激动。当然他也就随口一说，没指望真的对方答应。没想到裴雨嫣摊了摊手，一脸淡然的道：我都无所谓，你要几飞都可以，就看人家柳师姐答不答应了。我去，你来真的啊？叶云惊讶的看着他。当然，我说到做到。裴雨嫣显然是完全放开。随后他看了眼柳烟儿，打趣道：对了师姐，我说过的吧，这家伙可是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呢。柳烟儿沉默了下，不由问道：师妹，莫非你跟他已经……没错，我们双修过很多次了。裴雨嫣意外的坦然。他走到柳烟儿近处，在他身上轻抚了下，缓缓道：我是想通了，对我们修行之人来说，这副身体不过是个躯壳罢了。若未来能求得长生，逍遥于天地之间，将之付出又如何呢？听着他的讲述，柳烟儿柳眉微皱。可是没等他说出口，裴雨嫣就伸出手指抵在他的嘴唇之上。没什么可是，只要你不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无人知晓。他嘴角轻微上扬，继续诱惑，双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凑到他耳边一语道：而师姐你也必然可以力压江兰，甚至赶上白纯师兄乃至东方师姐。最后的一番话确确实实吸引到柳烟儿。事实上，大多数修行之人对情色看得并不重，更别说为其付出大代价。一个女修纵然貌若天仙，想靠身体攀附强者，或许她能作威作福，但也很难从对方身上获取太多修炼资源。可眼下，只要能应下叶云，就有大量的修炼资源，换绝大多数女修都要心动了。与此同时，裴雨嫣望向叶云，对他挤了挤眼睛。这一举动让叶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好家伙，裴雨嫣这是在帮自己做推销吗？但不管怎样，叶云知道时机到了，当即再次凑上前，揽过柳烟的腰肢，手也变得不老实了。师姐，来吧，我会很温柔的。待到柳烟反应过来，看着胸前的大手，本能的有几分抗拒。不行。是吗？那我松开了。等等。一时之间，柳烟内心无限挣扎。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叶云便直接吻了上去。瞬间，柳烟脑海一片空白，就只剩下一个念头，自己的初吻没了。紧接着又一个念头浮现出来，反正都已这样，那不如就继续下去吧。而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叶云已然将他抱到床上了。事已至此，柳烟也只转过脸，轻抿了下嘴唇道：待会温柔一些。放心，我会的。1个半时辰后，恭喜您获得50点造化值，恭喜您获得70点造化值。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待到结束之后，叶云脸上就只剩下满足之色。如果要他用3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真美妙。叶云嘴角微扬，笑着问道：柳师姐，我没骗你吧？在下是不是很温柔？柳烟面色羞红的穿着衣裙，简直不敢去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她做梦都想不到竟会从自己口中发出那样的声音。至于旁边的裴雨嫣，则对叶云挑眉道：你这家伙这次也开心了吧？不错，的确开心。叶云点点头，接着陆续给2女分了几颗丹药，其中3、4品的都有一些。随后他笑盈盈道：好了2位师姐，这次我很满意，也随时欢迎你们下次光临。不久之后，柳烟在裴雨嫣的搀扶下离开，毕竟她承受的最多，再加上还是第一次，直接都快走不动路了。而叶云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则是不由陷入了沉思。
看来不久之后，我炼丹的事情就会传来，还是得小心一些才行。他倒不担心这2位透露出去，关键是那个江兰，对方吃了自己的闭门羹，还不知道会做出些什么。好在到现在为止，拿出的丹药都不是太逆天，到时候编个理由，应该也能混过去。在送走2女之后，叶云继续开始重塑丹药，开始修炼。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裴雨嫣和柳烟都陆续来一次，让叶云又获取到120点造化值。减去消耗的话，如今他还剩下410点造化值。在实力提升上，叶云靠着不间断的悟道丹，在飞剑之上的造诣持续突飞猛进，已是能够熟练地展开万灵剑阵。而他的修为也在万灵丹当饭吃以及破镜丹的加持下，顺利来到先天5重的修为。在这1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就完成先天1重5重的跨越，哪怕对一些修行天才都是相当逆天的速度了。另外，叶云的容貌也随着修为提升，变得愈发年轻起来，现在都已来到中年的状态。别说我这中年还挺帅的吗？镜子前，叶云照了一番，眼下自己绝对算一个成熟风的帅大叔。就在他自我感叹时，废丹房的门被敲响，外面传来个女子的声音：“叶师弟，你在吗？”叶云起身前去开门，发现这人有点眼熟，似乎是圣女殿外的一名女侍卫。“师姐，您找我有事？”女侍卫行了一礼，正色道：“我奉殿下之命，通知叶师弟去一趟圣女殿。”叶云微微一愣，接着才想起来，好像是1个月的时间要到了。圣女殿下喊自己过去，十有八九是为双修。一想到马上又要与红仙儿缠绵，他立马笑着回道：“知道了，我换身衣服马上去。”日暮西沉，圣女殿内，叶云在来之前还不忘洗个澡，换了个新的内裤，以最佳状态过来了。进入这熟悉的殿内，叶云径直来到红仙儿常在的书房，刚过来就听到其中的交谈之声。此次的换塔排名，你可有信心拿下第1名？这声音是红仙儿的，似乎在跟谁说话。当叶云进入书房，眼前是个身着白衣的干练女修，身上的玄气波动毫不遮掩，已然达到先天巅峰的程度。虽说在这看不到她的脸，但就从背影来看，绝对又是一个仙子级别的美人。不但身材凹凸有致，那一双修长纤细的白皙玉腿，简直能够让人由衷地说出那一句话：就这腿，我能玩1年。这时，白衣女修对红仙儿拱手行了一礼，声音极具自信地回道：“殿下尽情放心，此次换塔，我定然拿下第1。”红仙儿柳眉微动，淡淡问道：“那个白纯，你当真能压住？”提及白纯这个名字，白衣女修轻哼一声道：“区区灵剑锋下，陈天傲的狗腿子，我还没放在眼里。话虽如此，也最好不要小看他。”红仙儿微微摇头，随即交代道：“另外在这期间，你若有何需本座帮助之事，都可尽管提出来。多谢殿下恩惠，我一定夺得第1。”白衣女修再次行了一礼，看得出来她对于红仙儿十分的尊敬。见此，红仙儿摆了下手，淡声道：“好了，你且退下吧。那弟子告退。”白衣女修拱手行礼，待到转身离去时，就看到站在自己身后的叶云。由于叶云也在打量着他，两人目光对视了一下。也就在同时，叶云耳边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对方身上存在造化值，请想办法获取。而白衣女修在与他对视一眼后，就转过脸去，平静地从书房之中离开了。就在这时，他耳边传来红仙儿清冷的声音：“一直盯着人家的腿看，就真的那么喜欢吗？”叶云虎躯一震，赶忙转脸笑着解释道：“纯属意外，这属于本能反应，但我绝无非法之想。”对于他的话，红仙儿压根不信，口中轻哼一声：“你还真是个色胚。”叶云轻咳一声，辩解道：“男人嘛，要是不好色一些，只能说某些方面有问题。”随后他有些好奇地问道：“对了，刚才那位说是要拿换塔第1，莫非也是内门弟子？”红仙儿瞥了他一眼，淡淡解释道：“不错，他名叫东方雪，说起来他和你也有几分相似。”“哦，哪里相似？先前几十年他也只是个杂役弟子。”红仙儿似是在回忆，沉吟片刻后说道：“直至近些年，他得到些机缘，修为一路攀升，从杂役升至外门，并以3圣试炼第1名晋升为内门弟子。直至最近，他修为更是达到先天巅峰，算是内门之中最顶尖的几人之一。想来不久之后就有机会突破化丹，冲击真传弟子了。”听了他的讲述之后，叶云都不禁倒吸口冷气，我去，居然这么厉害！要知道自己纯粹是因为造化神炉，靠着无数丹药堆砌才有如今的提升。对方莫非有什么戒指中的老爷爷，或者干脆是拥有系统吗？否则这提升速度实在有点太夸张了。对此，红仙儿倒是淡定，很正常，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天才和各种机缘了。说完，他想起什么，望了眼叶云问道：“话说回来，你不是也晋级内门弟子，有尝试去参与一下换塔吗？”叶云挠了挠头道：“回禀殿下，我这最近一直在修炼，
还没腾出时间去呢。这个理由确实说得过去，红仙儿也表示了认可。他看着叶云，缓缓道：“后续有时间还是可以去历练一番，虽说以你的修为，正说着，当红仙儿仔细看了下叶云的修为后，脸色不禁露出惊讶之色。等等，你的修为何时达到先天5重了？没什么，纯属侥幸罢了。叶云轻咳一声，解释道：刚刚殿下不还说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机缘了吗？见他拿自己的话来回答自己的疑问，红仙儿柳眉微皱，有几分严肃地问道：我且问你，这不是用某些邪修手段提升来的吧？叶云不难感受到对方语气之中的冷厉，这种要命的问题，他连忙摇头否定。这当然不是，心想自己最多就用丹药换取和师姐嘿嘿，虽然称不上正义之举，但也邪恶不到哪去。不是最好，否则即便是你，我也会直接杀了。红仙儿的眼中闪过一丝凛然的杀意，足以见得他对邪修的杀心之重。不过随后他柳眉又舒展开，对其淡淡一笑：既然你不准备说，那我也就不问了。在红仙儿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深处的秘密，而他恰好是一个不喜欢探究这些的人。随即他又问了一句：我记得你选了万灵剑诀吧？最近修炼的如何？叶云点头笑道：练得挺好，已经熟练掌握，现在就差飞剑了。就差飞剑了？你可知道，这剑诀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飞剑。红仙儿轻轻地摇了摇头，作为一个上下限差别极大的剑诀，一个内门弟子想发挥出全部威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倒不是剑诀本身多难练，关键就是所需的飞剑法宝太多了，尤其是飞剑之间品阶还不能差太多，否则威力也会变得十分抽象。最终他还是提了一句：需要我来帮你准备些飞剑吗？玄阶虽然不行，但给你凑一道凡阶上品和极品飞剑倒还不难。看得出来红仙儿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多谢殿下好意。不过我这飞剑都已备好，过段时间就能到手了。备好了？你从哪来这么多飞剑？买的吗？还是……嘿嘿，这个嘛。叶云轻咳一声，对其神秘笑道：暂时还不能告诉您。红仙儿承认他有点想抽对方，最后他还是稳住情绪，淡淡道：既如此，那我就期待下你的表现了，希望你能拿个不错的排名。叶云现在姑且算是他的双修伴侣，在不能换人的情况下，自然还是希望他能争气一些。没想到叶云忽然露出玩味的笑容：殿下，那如果我要是能拿下幻塔第一呢？红仙儿愣了下，古怪地望着他：幻塔第一？就凭你？在他看来几乎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都说是如果，我要真拿了，殿下当如何？看着叶云意味深长的笑容，红仙儿轻哼一声反问道：你想我怎么样？以他的聪明，不难感受到叶云的小心思。而叶云倒也实诚，直接咧嘴笑道：我不奢求别的，如果能拿下第一，殿下每个月就多与我双修几次如何？本来红仙儿还以为对方会讨要法宝，再不济也要些玄技，却没想到一开口居然是这个，以至于他无奈道：你这家伙就这么喜欢和我双修？我想应该没人不喜欢吧。叶云望着他，笑盈盈道：毕竟殿下美若天仙，能与您双修那简直是莫大的荣幸。虽然红仙儿对别人的恭维不感兴趣，但这种话听起来倒也挺顺耳。这时叶云再一次问了句：怎么样，殿下要不要考虑一下？见他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红仙儿不禁扶额，他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好色的人。可偏偏这家伙还就是自己的双修伴侣。在思索一番后，他轻哼一声道：倘若你真能拿下第一，我可以考虑每半个月与你双修一次，甚至陪你尝试一些特殊的玩法，也不是不可以。前面半句还没什么，半个月一次在叶云看来也不算太多，关键是后面这一番话直接就让叶云兴奋了。特殊的玩法那可就有趣了。好好，多谢殿下，那就一言为定了。顿时叶云展露出强烈的斗志。如果说之前他还只是想着保五争一，那么现在就是耶稣来了，自己也要拿下第一，他说的。而红仙儿看着他兴奋的样子，不由摇了摇头。在他看来，对方别说是第一名，就是进入前5的机会都很渺茫。说什么特殊玩法，也不过是为激励下对方，让他更努力修炼，看这样子是起效果了。对了，殿下，咱们这一次的双修……叶云打量着红仙儿，不由得搓了搓手，一副十分期待的样子。只是红仙儿淡淡道：在这之前还有个事情。话音刚落，一本大书就浮现在他手中，并且晃了一下。看到这书的一瞬间，叶云背后就凉了下。坏了，该来的还是来了，说说吧，这本是怎么一回事？红仙儿坐在桌前，垂眸冷冷看着他。叶云略显尴尬，连忙解释道：这本书是我自己偶尔看的，上次不小心让师姐看到，她非要借走，所以就……闻言，红仙儿紧盯着他的双眼。是吗？
难道不是被你蛊惑的？当然不是，我发誓。叶云连连摇头，这锅他可不背。好在红仙儿在看了许久后冷哼一声道：这种事没有下次，否则一定，下次我会小心点看的。没有下次，这本书我没收了。红仙儿手中大书直接消失，显然是不打算还给叶云了。见此，叶云哪敢说什么，当即回道：没问题，您收下就是。有意思的是，对方只是把书没收，而不是直接销毁了，以至于叶云心里不由犯嘀咕，这位私下不会也翻看吧？而将书收起来的红仙儿瞥了他一眼，淡淡道：你也别觉得我在苛责你，此事对我确实没什么，但若是传出去，大难临头的是你啊，这是为何？叶云愣了下，疑惑地问道。这时红仙儿冷哼一声，解释道：你可知道宇家的势力极大，而他爹就是宇家家主，同时也是一位御道境强者。叶云吃了一惊，这我倒是真没听过。他想过对方背景不小，没想到这么夸张。父亲是御道境强者，在大地不出的今天，这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陆巅峰强者啊！哼，更重要的是，那位前辈极其宠溺灵儿，用世俗的说法就是女儿控。若是这件事让他知道，我保证你起码脱一层皮。听了红仙儿的解释后，叶云嘴角微抽，感觉自己有点死死的，只是借书之事传出就会找自己麻烦，那要是知道自己和他双修过，还不一巴掌拍死自己。一时之间，叶云感觉还是得找雨红林说下，短时间内先别把这事透露出来了。这时察觉异样的红仙儿皱眉道：怎么，你难道还欺负过他？叶云连连摇头，立马否定道：没有，应该说是他欺负我才对。那就好，总之你最好跟他相处的和谐一点。好脸。叶云答应着，旋即轻咳道：那咱们能双修了吗？他觉得自己需要用双修来平复一下内心。不急。红仙儿起身看了他一眼：你且在这等着，我先去沐浴一下。沐浴？那我能一起吗？叶云好奇地问道，然后就被红仙儿冷冷瞥了一眼：你说呢？嗨嗨，我开个玩笑。哼。红仙儿轻哼一声，转身将走，但又似是想到什么，驻足说了一句：倘若你真的拿了幻塔第一，我可以准你一次。叶云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大了。真的？红仙儿未置可否，淡淡道：你先拿了第一再说。说完就起身离开了书房，而剩下的叶云则是有几分兴奋。好，这第一他拿定了。不多时，一个蹦蹦跳跳的身影就从外面哼着小曲回来了。师傅，我回来了。门外的雨红林眼看没得到回应，不由在门边探头好奇看了一眼，然后就见到里面等候的叶云，原本热情的表情也顿时垮起个小猫屁脸。叶云，你怎么来了？见到是他，叶云耸了耸肩回答道：自然是你师傅召见我喽。召见你？雨红林愣了下，四下探头看去，很快疑惑问道：师傅他人呢？怎么不在？自然是沐浴去了。沐浴？这个回答有点出乎雨红林的预料，本能地问了一句：既然如此，那你还不走？闻言，叶云意味深长地笑道：自然是，你师傅让我在这等他咯。雨红林有些惊讶，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瞪了他一眼道：等等，你是来？不错，你师傅喊我来双修了。叶云嘴角微扬，令雨红林娇屈震了一下。你他似乎不愿意相信这个真相。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走廊传来轻盈的脚步声，很快一道倩影也出现在门口，他口中轻声喊道：叶云，你随我来请功吧。只见红仙儿裹着一件浴袍，身上还挂着丝丝的水珠，身后的红色长发都还未干透，完全就是刚出浴的仙子形象。他看向书房看了一眼，然后就看到双目至热望着自己的叶云，以及正把叶云按在地上的雨红林，一副正准备揍人的样子。但此刻他也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自己。师傅，你们……红仙儿见到雨红林时，脸上也露出一丝愕然之色，似乎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尤其自己身上裹着浴巾，若是平时也就罢了，可偏偏是现在。灵儿，你今晚不是要去修炼了吗？因为临时取消了。雨红林解释了下，旋即摇了摇头，又紧盯着他说道：师傅不要扯开话题，你们现在这样是要去双修吗？毕竟也是经历过一次的人，现在他对男女之事上可不再是个纯情小白，眼看着两位的架势，明摆着要去滚床单。闻言，红仙儿看了眼叶云，他都知道了。对此，叶云摊了摊手，也一副无奈的表情。算是吧，但不是我透露的。事已至此，红仙儿也只好叹了口气，坦然地回道：不错，为师的确要去与他双修。虽然明知道答案，雨红林还是不禁瞪大眼睛，忍不住问道：为什么是他啊？
您明明可以选很多优秀的人啊。师傅，您一定是被这家伙蒙骗了吧？一旁的叶云嘴角微抽，心想自己这个当事人还在呢，这小丫头对起自己也是真不客气啊。倒也不是蒙骗，这准确来说是个意外。红仙儿微微摇头，明白要是今天不说清楚，他之后会一直在意这件事，索性他就将前因后果大致的为他讲述了一番，从找见他到功法失控，再到对方恰好闯进来，然后将对方给强推了。听完之后，雨红林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那还真像啊。他所说的真相指的自然就是像自己一样失控了才和叶云发生了什么，只是他的话引起红仙儿的在意。你说什么真相？没什么。雨红林回过神，连连摇头，接着更是为了转移注意力，瞪了一眼旁边的叶云。叶云，说到底，这事还是要怪你。叶云无奈地摊手道：“我也没想到，那些铁剑的威力如此之大，这纯属意外。哼，说不定就是有心为之。”雨红林撇了撇嘴，似是很怀疑他的人品。好在红仙儿并未在意，看着徒弟淡淡道：“总之，事情你都明白了吧？现如今，为师也只有和他双修才行。”明白。雨红林点点头，接着上前揽过他的手臂，对叶云轻哼一声道：“还真是便宜你了。明明我家师傅那么漂亮，身材还好，实力又强，根本不是一般人能配得上。”对于雨红林一脸不甘的样子，叶云笑了笑道：“放心吧，师姐，我会侍奉好你师傅的，让他的双修过程非常愉快，让其欲仙欲死。”闻言，雨红林挽着师傅的手，瞪了他一眼：“变态，你敢？这可是你师傅希望的，有问题吗？”“你胡说，师傅他才不会喜欢这些呢。”“哦，是吗？”眼看两人对自己视若无睹，红仙儿柳眉微皱，淡淡道：“够了，你们两个都别说了。”心想要再说下去，他自己都快绷不住。好在此话一出，两人都闭上嘴。接着他先看了眼雨红林：“灵儿，你就先退下吧，为师得与他修炼了。”“那徒儿可以围观一下吗？”雨红林可爱的大眼睛眨巴了一下，然后就被红仙儿在头顶敲了一下。“你这小丫头整天在想什么？”闻言，雨红林嘻嘻一笑：“徒儿开个玩笑，那我就不打扰师傅修炼了。”说完他想到什么，转而看向叶云：“至于你这家伙，对我师傅温柔些，还有不许玩奇怪的方式，不然我扁你哦。”说着他扬了扬拳头，眼中满是威胁。叶云无奈的点点头，心想自己倒是想玩，旁边这位也得同意才行。就这样，雨红林回自己房间去了，而叶云则与红仙儿对视一眼，后者淡淡道：“走吧，随我到寝宫来。”“好嘞。”叶云当即点头，跟着他进入熟悉的寝宫之内。偌大的寝宫内，窗帘紧闭，只有一盏烛火照亮着房间，两人之间的氛围一下就暧昧了起来。一进来，红仙儿便抬手布下数道结界，似是避免声音传出，以及有人闯进来。“我说殿下，不用这么小心吧，这又没有外人。”红仙儿瞥了他一眼，抿嘴道：“我可不想自己失态的声音让徒弟听了去。也是，毕竟殿下此前的声音确实大了些。”红仙儿脸上微红了下，没有理会他，只是见他一直盯着自己，柳眉不禁微皱：“你一直盯着我做甚？”闻言，叶云打量着他，笑盈盈道：“只是觉得殿下这裹着浴袍又含羞的样子实在是太色气了。本来红仙儿身材就极好，眼下裹着的浴巾完美的将她身材给展现出来。”红仙儿略感羞耻，瞪了他一眼：“少废话，你做还是不做？”“当然，就是您这浴巾是不是先取一下？”红仙儿沉默了下，但随后还是松开浴巾，白色浴巾随之落了下来。叶云的目光恍惚了下，吞了下口水道：“殿下，那我可开动了。”不久之后，房间之中烛火摇晃，而在隔壁的雨红林则缩在床上，神色恍惚地望着前方幕墙。由于隔着一个房间，加上隔音结界，这边听不到任何动静。可雨红林脑海之中不由浮现出当时的经历，由此本能地幻想出此刻师傅与叶云的样子。师傅莫非也会像书上所说的那样向他求欢吗？越想这些，雨红林便感觉身体有几分异样，有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曼妙身材，实在是有点忍不住。在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后，雨红林轻抿着小嘴：“就一次的话，应该没问题的吧？”雨红林看着自己的小手，就是指甲有点长，默默修剪了下一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500点造化值，当前造化值910点。”叶云听到提示声，心情大好。要知道，这次他得到的不仅是造化值，方才和红仙儿双修之时，他的修为居然也突破，成功迈入先天6中的境界了。殿下，您提供的双修之法好厉害啊！红仙儿躺在被窝中，瞥了他一眼，轻哼道：“那是自然。难道你以为我是真喜欢那书上的方式吗？”
叶云挠了挠头道：“起初我还真以为是。”红仙儿白了他一眼，淡淡道：“好了，你可走了。”结束后不久的叶云直接就被下了逐客令，原来还想着在这过夜呢。女人啊，果然也是提起裙子就翻脸了。叶云只好无奈的起身穿好衣服，而在走之前，他还不忘转身看了眼红仙儿：“殿下可要记得，您答应过我的事，如果拿下第一。”“知道了，我会记着。”见他微微点头，叶云这才欣然的离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红仙儿红晕还未消退的脸上不由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这家伙莫非真能给我带来惊喜吗？可转念一想，以对方的条件，区2个月能把实力提升到哪去？最终红仙儿微微摇头。之后他正欲起身清洗一下，却差点一个没站稳，顿时脸上红晕更盛了。那家伙总感觉越来越厉害了，自己堂堂圣女居然被其折腾的要扶墙走，实在有几分丢脸。叶云在返回废丹房后，便继续开始冲刺式的修炼。为了换塔第一，冲！一想到第一名的各种好处，叶云身心都悸动起来。叶云当即盘坐下来，开始一颗接一颗的将4品无暇丹药吞下肚。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叶云的修为不断的疯长，从先天6重突破来到先天7重、先天8重。在这期间，他还抽空去了一趟所谓换塔，尝试挑战了一番，但没怎么冲击排名就退出了。虽然说他现在的实力真冲的话已经能进前20，在回来之后，叶云就再次进入修炼状态。不行，还是要尽快达到先天巅峰。如果只是争夺前3，那现在修为就足够，但要冲击第一，先天巅峰就是必要的条件。而经过他这次出去，倒感受到其他人竞争的激烈。其中林剑锋的白纯和东方雪两人在第一、第二之间来回的交换，林剑锋的江兰则与一名男修在激烈争夺第3。至于柳烟儿则没怎么上榜，但却接连几次来找他双修，并讨要丹药回去修炼。有次叶云趁着事后问了下，对方和自己是一个想法，打算先好好修炼，等临近结束的时候再一举冲上去。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就不足为惧了。据叶云与红仙双修的2个月后，在这期间对方并未再找他双修，据问过才知道，对方似是临时出去调查什么事情了。不过对方会在换塔结束前回来，并且亲自为获得前5名的弟子颁发奖励。而叶云也从前段时间就一直闭关苦修至今。眼下叶云身上正萦绕着一股雄浑的玄气，伴随着他的呼吸吞吐着，并逐渐变得愈发庞大。终于扩张达到临界点时，一股气浪从他身上席卷而出，让周围的木架都剧烈震颤了下。呼，终于成了！叶云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汹涌的玄气，脸上难掩兴奋之色。3个月时间，从先天1重到先天巅峰，恐怕就是某些妖孽都未必能达到的速度。能做到这个程度，自然是因为那不计其数的4品无暇丹药，连他自己都已经数不清楚。若是换做其他品质，哪怕是单独极低的优品丹药，也足够他死上几10次了。甚至前段时间在圣地例行处理废丹时，处理人员都奇怪于这次4品废丹好像少了不少。而如今他剩余的造化值也还剩下350点。叶云看了眼外面的晨光，不由深吸口气。没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换塔开放的最后一天了吧？这次为冲上先天巅峰，他这时费了不少时间。而换塔关闭时间则在太阳落山前，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他得先赶去找铁星玉拿飞剑，再飞奔回来拿下换塔的第一。时间紧任务重，叶云当即站起身向外跑去。这要万一没赶上，那可真是闹出天大的笑话了。但他并不知道的是，自己刚下山门没一会，灵剑峰上的某处洞府内，江兰就收到相应的情报了。太好了，那老东西总算是舍得出去了。说着，他看向面前的一名青衣女修，冷声道：“那老家伙胆敢侮辱我和江家，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眼前之人在江家是他的丫鬟，如今虽已是圣地弟子，但身份上已然没什么变化。青衣女修公进行了一礼，冷声说道：“放心吧，小姐，我找的几个都是先天境界的好手，保证他这次回不来了。”“很好，带上寻踪罗盘，现在就去吧。”“是。”青衣女修应了一声，转身离去。而江兰望着远空，不由冷哼一声：“叶云，你马上就会知道得罪本小姐的下场。”在另一边的叶云则在离开古道圣地后，一路飞驰着来到铁星玉所在的山谷之中。远远看下来，一切如旧，稍微靠近后还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打铁声。叶云心中咯噔一声，对方不会是还没完成首批33把飞剑吧？下去之后一看，就见铁星玉正在锻打铁胚，手中的巨大铁锤像没有重量一样，飞快地敲击在上面。铁星玉似乎没发现他过来，之后还是叶云主动喊了一声：“前辈，我的飞剑锻造好了吗？”闻言，铁星玉这才回过神，转脸看了他一眼，顿时欣然道：“叶云，你终于来了。
他小脸之上还沾着几分炉灰，看着倒是相当可爱。而对方这表情也让叶云稍稍松了口气，笑着问道：“前辈，我第一批的飞剑。”“哼哼，本座出马，自然不会有问题。”铁心玉小脸满是骄傲，双手掐了下腰说道：“你且随我来吧。”在他的带领下，叶云来到锻造工房的隔壁。随着铁心玉推开门，眼前的一幕差点没亮瞎叶云的眼。只见木屋的长桌上整齐摆放着一排的银色飞剑，每一把都散发着凌厉至极的森寒之意。最重要的是，所有飞剑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完全看不出有丝毫的区别，足以见得铁心玉恐怖的锻造技术了。并且这些剑的造型很是奇特，几乎所有地方都被开刃了。好家伙，这些剑的造型有点小帅啊！叶云眼前一亮，试着拿起一把挥舞了下，当即被这轻盈无比的手感惊到了。而在这时，铁心玉也得意地为他介绍道：“这些飞剑可都是我精心锻造而成，还免费帮你加了些辅助材料，提升它的速度很锐利。并且由于你是作为飞剑用，它们在形态上都经过特化，能够令其作为飞剑使用时能发挥出更大的威力。你可以试一下，看看满不满意。”都不用他说，也意识伸出手指割开，将手中的飞剑滴血认主了。顿时，银色飞剑一阵轻颤，成功完成了认主。接着就见叶云伸出一只手，先是向远处丢出一个盾牌，正是最初获得的元武盾。接着对银色飞剑轻轻一点，而后向着远处划了一下。去！刹那之间，银色飞剑顺着他滑动的方向，化作一道银芒射出，不，准确说是一道银线。飞剑以令叶云都眼花的速度，径直向远处掠去，并精准地命中还未落地的元武盾。所过之处的草地都留下一道细长的剑痕。再看元武盾，则整整齐齐的一分为二。要知道，这可是凡阶上品防御法宝啊！回来！叶云再次一招手，远处的银光再次飞掠回来，乖巧的在他周身缓缓环绕，看得他都瞠目结舌了。好强的飞剑，速度、攻击还有控制，简直全都完美啊！这应该不是玄阶下品法宝吧？闻言，铁心玉小嘴微撇，轻哼一声：“那当然，本座手中怎会有那种垃圾？这里每一把都是玄阶极品飞剑。”品级这么高？看叶云震惊不已，铁心玉一脸得意，接着继续道：“玄阶极品算什么？等以后有机会，你再用兽血温养炼化一番，就能晋级为地阶法宝。”叶云没想到这还是个能成长的飞剑，当即好奇问道：“兽血？你是指玄兽血？不错，且血脉越强越好。”铁心玉沉吟了下，却不由轻叹道：“其实最好的选择是用龙血来滋润它，未来能有更大的提升。可惜龙类玄兽太稀有了。”一听到龙血，叶云似是想到什么，顿时他深吸口气道：“话说9阶龙种的龙血呢？”9阶龙种，铁心玉耸了耸肩道：“你要真能搞到9阶龙血，这飞剑未来或许都能达到天阶品级。这么厉害？那当然，9阶龙血啊，你以为呢？”有点意思。此时的叶云想到当初3盛世炼中月如霜所得到的龙血，如果就是自己需要的这个，或许可以想办法从他那边讨要一些过来。不久之后，叶云便将剩余的32把飞剑全部滴血认主，并为他们起了个名字。鉴于这些飞剑由星银陨铁锻造，通体银色，并且与寻常的剑造型不同，几乎所有地方都开刃，索性取其名为银刃。随后，叶云便对铁心玉行了一礼，衷心的感谢道：“多谢前辈，有了这些银刃，足以让我实力大增。”从这些法宝的品控就能感受到，对方是真正用心为他锻造了。若是以这些银刃展开万灵剑阵，别说在先天境内，就是没有高阶法宝玄技的化丹强者，他感觉都能碰上一碰。铁心玉对此嫣然一笑：“不客气，咱们本就是各取所需罢了。就算锻造完99把银刃，剩下的星银陨铁对他来说也能做太多的事情了。毕竟这一块星银陨铁实在是太大了。”这时，叶云想起剑士，提醒道：“对了，前辈，我找您锻造之事，可否请您代为保密？”铁心玉轻哼一声，淡淡道：“这你放心，本座可是很有职业道德的，不会向外人透露客人的事情。”那就好，多谢前辈。叶云松了口气，毕竟那么大一块星银陨铁，无论谁问起来，他可都说不清楚。就连手中的这些银刃，他也打算作为底牌使用，平时的战斗用上几把就足够了。在拿到银刃之后，叶云又在山谷熟悉一番操作后，便向铁心玉辞行。接下来就是拿下幻塔第一了。叶云深吸口气，纵身一跃，向着古道圣地的方向遁去。由于飞剑到手，时间还算充裕，比起来时的急促，回去的时候就悠闲多了。而就在他前方的一处山涧，正聚集着4男1女5道身影。其中一名青衣女修对周围几人冷声道：“目标正在靠近，待会他一来，我们就同时出手，将他给活捉下来。”闻言，
旁边一人撇嘴道：“要我说，直接把他咔嚓了就是，还活捉干什么？”青衣女修轻哼一声，冷声回应道：“那老家伙胆敢得罪我家小姐，自然是要将他活捉，一点点的折磨死了。”先前说话之人不禁大挑眉道：“啧啧，你们江家之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心狠毒辣。怎么，你有意见？”感受到青衣女修的冰冷目光，那人不由僵了一下。好在旁边之人解围道：“都别说了，咱们还是提前埋伏好吧，他似乎就快到了。”闻言，青衣女修这才冷哼道：“都准备吧，还是老规矩，事成之后我们江家有重赏。”倒是有个人不禁皱眉问道：“报酬这么丰厚，您要抓的那家伙实力不会很厉害吧？”青衣女修瞥了他一眼，淡淡道：“区区一个先天一重的老东西，不足为惧。”此话一出，几人都松了口气。先天一重，那还是手拿把掐，随便一个出手都能捏死对方，更何况他们还有5个人，这已经不是优势，而是碾压了。此刻的叶云还一无所知，正想着回去之后是不是要直接就去幻塔之中，而就在途经一处山涧之时，他忽然像是察觉到什么，身形猛然停下，目光也向周围看去。只见一道蓝色光柱冲天而起，化作巨大的蓝色光幕，将他以及周围数里范围都笼罩。同时周围的山峰飞出一道道金色绳子，他速度极快，将叶云的手脚都给捆住，在天空摆成一个大字形。有点意思，这是又有人来搞我了。叶云一脸淡定，只是有点惊讶，对方敢在古道圣地动手，看来8成又是宗内之人所为。就在这时，周围陆续出来5道身影，看着被绑住的叶云，不由嗤笑道：“我说，这老家伙也太弱了吧，这就被咱们抓住了。就是啊，还以为能玩玩呢，居然一个照面就得手了。”这时候，一名扛着长刀的黄袍修士出来，看了眼青衣女修，咧嘴道：“先说好，这该给我们的好处一点也不能少了。”此时，青衣女修手握着金绳法宝，对几人淡淡道：“放心吧，说好多少就是多少。本来他带这些人，主要还是为了以防万一，用上了血钻，用不上最好。好哈，倒有讲究。”眼看4人对青衣女修一脸恭维，叶云确定他是领队，并且这时造化神炉还出来凑了个热闹。检测到对方身上存在造化值，请想办法获取。叶云眉头微挑，望向他玩味问道：“我说这位小姐，我得罪过你吗？一上来就玩捆绑游戏？”闻言，青衣女修走上前，盯着他冷笑道：“捆绑游戏？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是吧？”叶云叹了口气，无奈道：“行吧，那就算死，能让我死个明白吗？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我说姐姐，我都要死了，您就不能直说吗？”叶云一脸的讨好，可惜青衣女修挺专业，只是冷冷的回了一句：“这些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剥皮抽筋，一点点被折磨死就行了。”青衣女修伸出手，一把小刀出现在她手中，闪着冷冽的寒意，看起来她是真打算对叶云这么做。至于周围的4名修士，则都一脸好事的看着，显然也喜欢血腥的场面。这时候，旁边一个人较为谨慎的提醒道：“话说你这法宝，他应该挣脱不开吧？自然，这金绳乃是凡阶极品。”青衣女修微眯着眼，自信的道：“一旦被其绑住的话，哪怕是先天巅峰，短时间也挣脱不开。”闻言，几人都点点头，那这就不用担心了。然而就在这时，叶云忽然笑了。这金绳的确结实，但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青衣女修眉头微皱，冷声道：“什么问题？”然而没等叶云的回答，便见他手中闪过一道银光，而后周围正想看热闹的4人接连的发出一声惨叫，令青衣女修脸色一变，立马转头看去。只见4人的周围全都遭到一道银色流光的攻击，那银色流光速度极快，在几人之中来回穿插，直接从他们的身体穿透过去。其中一人虽勉强展开防御法宝，可那银光竟直接将之贯穿，并精准的将他脑袋给斩了下来。这一幕看得剩下3人满脸惊恐，心中都问候起青衣女修祖宗18代了。他奶奶的，你管这叫先天一重？几人纷纷想跑，可奈何银色流光速度太快，在他们遁走没多远，就陆续的将他们给点杀了。整个过程下来，不到3息，4名在先天6、7重的好手就全部陨落了。这……青衣女修小嘴微张，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而就在这时，那银色流光已飞掠回来，几乎从他脖子旁掠过，并将绑住叶云的金绳给割开了。松绑的叶云揉了揉手，把玩着手中的银刃，对面前的青衣女羞笑盈盈道：“你的金绳挺不错，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修炼的是飞剑之术？”此话一出，青衣女修懵了，尤其在之后，她感受到叶云身上那远强于自身的玄气波动。你不是先天一重？我有说我是吗？青衣女修脸色铁青，当即转身遁去，甚至在第一时间就燃烧精血了。见此，叶云嗤笑一声：“
绑了我就想跑。旋即，他手中的银刃飞掠而出，立马就逼近青衣女修。接着一个飞旋，精准命中他的后脑勺，将之打昏了过去。没多时，当青衣女修醒过来，就感觉身上凉飕飕的，一看发现是衣物早就不见踪影了，而他纤细的双手也被自己的精神法宝给牢牢绑在面前的树上。此刻的他被迫跪在地上，抬起屁股，摆出一个极其羞耻的姿势。而在旁边的叶云则笑盈盈望着他：“这位姐姐，下面该轮到我审讯一番了吧？”叶云轻抚着他的下巴，笑盈盈问道：“说说吧，是谁派你来的？”眼下的青衣女修又羞又怒，别过脸去冷声道：“我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只是有过几次经验的叶云早就习以为常了。见他固执的样子，叶云轻笑一声道：“不必急着拒绝，你很快就会求我了。”“你什么意思啊？”青衣女修柳眉微皱，不明白他的自信从何而来。对此，叶云歪头调笑道：“你就不觉得身体有些异样了吗？”“青衣女修怔了下，这才感觉到确实如对方所说的一样，明明都不着寸缕，可却感受不到冷意，反倒是身体越来越热了起来，乃至心中不禁生出某些羞耻的想法。他脸色微变，怒视着叶云问道：“你对我做了什么？”叶云嘴角微扬，笑盈盈地回道：“没什么，就是给你吃了些好吃的东西。”“你……”看他的表情以及身上的异样，青衣女修乃还不明白自己吃下什么。“你个卑鄙无耻之徒，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青衣女修愤怒地叫喊着，叶云也不生气，只是一脸淡笑地看着他。不多时，青衣女修就越发觉得难受，被金绳束缚住的娇躯也在像水蛇一样不断地扭动。可这不仅无法缓解，反而都还愈发的加强，令他呼吸都逐渐的急促起来。“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至少在死之前还能享受一番。”“我才不说！”青衣女修紧咬着嘴唇，想让自己强行保持清醒。“好好，我等你说的时候。”这一次的叶云足足给他喂下3颗一夜丸，跟上次对付那个妖女都一样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青衣女修意识逐渐模糊，口中已是忍不住的喃道：“求求你！”听着他颇为妩媚的声音，叶云挑眉笑道：“哦，你求我什么？求你给我，怎么都行。”看这样子，已经是完全沦陷了，甚至于这位抵抗力似乎更弱，比起当日的妖女还要更快陷落。叶云满意的点点头，当即问了一句：“那先告诉我，你从何而来？”“我是江家的侍女，从古道圣地过来的。”“你是古道圣地弟子？”“我是执法殿弟子。”听到执法殿这3个字，叶云眼中闪过一抹冷意，已是有几分猜测了。随即他继续问道：“是谁派你来的？”“是小姐，江兰。”果然是他。得知了想要的信息后，叶云冷哼一声，如果是陈天傲的话，上次应当见识过自己的保命手段，不会派这些个人来杀自己。而要是江兰的话，一切就合理起来了。那女人看来也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一言不合就残害同门，那江兰跟陈天傲完全就是一丘之貉。千万别让我逮到机会，否则无论是陈天傲还是江兰，现在且先不说，迟早有天要把他们全都弄死。尤其是江兰，他会让对方知道为何花会什么那么红。怒火中烧的叶云转脸看向旁边女修，捏了捏她的小脸，笑道：“那就由你先代替你家小姐接受一下我的惩罚吧。半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50点造化值，当前造化值400点。”叶云提上裤子，在贤者状态的帮助下，内心重新获得了平静。再看旁边的青衣女子，则已经被一剑封喉了。显然她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女人就对想杀自己的人善心大发。在叶云看来，这家伙想把自己凌迟折磨死，他只一剑就杀了对方，已是莫大的温柔。这丹药看来以后得多杀些邪修，再搞一点才行。再次体会到好处的叶云已是有点爱上那丹药了。再看向旁边的女修尸体，他不由轻叹一声，这么漂亮一个婢女还真是浪费了。而秉承着物尽其用的想法，叶云手中浮现出魔魂幡，对着前方一挥，收！顿时5道黑色的影子从四周的尸体上飞出，被吸收进他手中的魔魂幡内。这魔魂幡只能吸收自己斩杀的灵魂，如此一来也不算浪费了。之后就能将他们的灵魂召唤出来，辅助自己来进行战斗。好了，也该回去了。叶云深吸口气，将周围几个尸体的储物袋都扒下，接着一把火将之全部烧成灰烬了，这样就算后续有人找自己麻烦，也抓不到什么证据。完成这一切，叶云便向古道圣地遁去。被他们这么一耽搁，时间上倒是紧了不少。在回到古道圣地后，叶云便直奔幻塔的所在而去。来到目的地后，映入眼帘是一座高耸入云的白塔，周围氤氲着一抹淡淡的光芒以及精纯玄气的气息。这就是幻塔，里面总共有100层可以挑战，
而成绩排名将按照挑战层数划分，如果层数一样，就会按照时间来排序。待到换塔结束之后，则可以依托身份令牌前去私物店领取奖励。不愧是最后一天，居然这么多人在。叶云望着换塔周围，见到许多正在调戏的内门弟子，似乎是打算待会再冲刺一番。同时还有不少外门弟子，他们就纯属来看热闹，有的则是下了注，来提前看看最后的排名。而在这些弟子的附近，则是一个巨大的光幕，上面显示着从第1到第100名的排名和挑战时间。第1名，东方雪，94层，耗费时间1小时016分钟，挑战中。第2名，白纯，94层，耗费时间1小时017分钟，挑战中。第3名，韩飞宇，88层，耗费时间1小时01分钟，挑战中。第4名，江兰，88层，耗费时间1小时03分钟，挑战中。看着上面的排名，尤其是第1、第2名，不由感叹，这2位咬得还真紧啊。所谓挑战中，意思是还在里面挑战。如今榜单上大多数都在挑战中，想在这最后一天猛猛冲刺一下。叶云环顾一圈周围，却在人群之中见到一个令他脸色骤冷的人。陈天傲，那家伙居然也在。就在不远处的空地上，陈天傲盘坐在地，看起来似乎是在等人。由于今天是来爬塔，他只冷冷看了眼对方，就移开视线。就在叶云来到换塔之下，出入口一道身影出来，赫然就是刚刚还在挑战之中的江兰，而他的排名也发生了变化。第3名，江兰，90层，耗费时间1小时010分钟。他这边刚一出来，周围的一众弟子就嘈杂了起来。江兰师姐居然真的成功了，90层，江师姐居然也迈入90层了，这下算是坐稳第3了。听着周围的惊叹声以及仰慕的目光，让江兰十分受用。他看了眼附近的排行榜，满意的点了下头。本小姐果然是个天才。参照历次换塔开启，90层都是个大坎，能通过的无疑不是顶尖天才。也不枉自己这段时间服用那么多优品丹药，来不断提升实力，如今也算得偿所愿。此时他不禁想到叶云，暗暗冷哼一声，没有无暇丹药又如何，自己还不是靠超能力突破。接下来只需静候叶云的死讯，就算是双喜临门。然后当江兰一抬头，赫然看到几步之外正向自己笑着招手的叶云。江师姐真是好久不见。当看到面前的叶云，江兰瞳孔地震，手颤抖地指着他道，你是人是鬼？从时间上来说，这会对方应该已被派出的人杀了才对，如今突然出现，无疑给他带来极大的惊恐。放心，包是人的。叶云望着他轻笑道，真是可惜啊，我没有意外死在外面是吧？你这一番话无疑是在明示江兰了。后者脸色微变，当即问道，你把他怎么样了？也没怎样，就是送他回老家而已。叶云嘴角微扬，笑盈盈道，另外他真的很润。叶云，你……此话一出，江兰顿时愤怒，身上玄气都要迸发而出。自己的那个婢女可是从小跟他在一起，都被他当作是姐妹看待了。对此，叶云毫不畏惧，挑眉笑道，我什么？师姐莫非要这里对在下动手不成？江兰终究冷静下来，婢女之事若宣扬出去，对他反而会更不利一些。最终他也只冷冷地看着叶云，脸色阴沉地威胁道，你等着，若不杀你，本小姐就不姓江。可以，以后等你跟我姓。叶云笑了笑，压根没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毕竟和远处的陈天傲比起来，这个江兰带来的威胁都显得那么可爱了。而其他人看着他们交谈，都有几分好奇，什么情况？江师姐怎得一副家里死了人的表情？我觉得应该是那边的家伙惹到他了吧。话说那人谁啊？都没见过，是咱们内门的吗？那不是叶云吗？3圣试炼第1，好像刚晋升内门，就是个菜鸡罢了。好家伙，那这就敢得罪江师姐，真是找死。这边的议论之声也引得不远处陈天的注意。在见到叶云后，平静的双眸也骤然闪过一丝冷意。叶云自从上次暗杀失败，还致使自身受伤，他就一直在休养之中，期间也得知墨如烟的事情，知道他叛出古道圣地，但在他看来，这全都是叶云的锅。如果不是他与墨如烟接触，对方不就老老实实嫁给自己了吗？总有一天我定杀了你。陈天傲暗暗冷哼一声，满眼杀意地盯着下方的叶云。而就在叶云与江兰交谈间，一道倩影忽然从附近出现，并对叶云打了个招呼，叶师弟，你也来挑战换塔了。来人是柳烟儿。叶云看了一眼笑道，不错，师姐也是吧？柳烟儿微微点头，这段时间他与叶云多次缠绵，也算是互知对方的深浅了，尤其是双修生活还都相当和谐，以至于他对叶云的印象都改善不少。
一旁的江兰在看到他后阴阳怪气道：“刘道友，这段时间你躲哪去了？都没看你挑战幻塔，不会是怕了吧？”对于他的讽刺，柳烟儿不以为然，淡淡回了句：“我自是去修炼了。”修炼？你这是临时抱佛脚吧？管他如何，有用就行。是吗？只可惜这次你超不过我了。江兰瞥了眼排行榜，嗤笑道：“真不巧，我昨天刚突破先天巅峰，一不小心就到90层了。能不能超过，试过才知道。”柳烟淡淡回道，接着便不再看他，转而对叶云微笑一声：“那叶师弟，我就先去了。别急，我也一起。”柳烟作为灵剑锋的2朵金花之一，也是众多内外门弟子的梦中女神，见两人亲近的样子，令周围弟子无不惊呆了。不是，怎的柳师姐对她这般温柔啊？真是见鬼，平时柳师姐可都冷冰冰的。柳师姐不会和她有何关系吧？不要啊，只是这些弟子还不知道，他们心目中师姐飒爽的马尾早就成了叶云手中的缰绳，就好比他们望尘莫及的坐骑，这位都已经站起来蹬了。师姐清冷的身心也早在叶云的开发下融化，在进入幻塔入口后，叶云眼前一黑，在恢复之时已然来到一处巨大的平台之上，旋即耳边便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第1层挑战在5秒后开始。”由于来过一次，叶云也算轻车熟路，当即手中凝出一柄银刃，在前方的平台上3道先天一重的影子显现出，并直接向叶云发动攻击。这对叶云来说纯属就是杂鱼级别，当即挑了下眉。正好拉你们来熟练下银刃。在他的手中，3把银刃呈弧线飞出叶云这边开始挑战。不久，在古道圣地的某处，一道红色的倩影从远空落下，正是刚刚赶回来的红仙儿。就在前些天，有人从叶云抓获的妖女青青口中审出一些重要情报，他此行就是为了亲自确定一下。没记错的话，幻塔应该是今天结束。他望了眼幻塔方向，心中没来由的想到叶云当初和他立下的约定，也不知道那自信过头的家伙到底登上了多少层。正思索着，红仙儿忽然娇躯一震，不由伸手扶了一下额头。该死的，果然前期双修间隔不能太久。这次为调查事情，足足接近2个月没跟叶云双修，几乎是强压着功法的反噬了，甚至连自给自足都不行，以至于他一静下来，脑海中就全是叶云的样子。他就只想快些见到叶云，迫不及待的想和他双修，被他狠狠蹂躏一番。可恶，我都在想些什么？红仙儿深吸口气，感觉要是再不缓解下，自己都快成一个满脑情色的玉女。片刻之后，他便神识全开，在圣地之中检索一番，很快就在幻塔附近察觉到他的气息了。看来他还正在挑战。顿时，红仙儿身形一闪，直奔幻塔方向而去。不久之后，在幻塔的出入口，柳烟的身影从中出来，排行榜也随之刷新了。前2名没变，但是后面就不同了。第3名，柳烟90层，耗费时间1小时01分钟。第4名，江兰90层，耗费时间1小时010分钟。当看到这个排名，众人全都震撼不已。我靠，柳师姐居然敢超了！一直以来不都是江师姐稍强一些吗？这也懵了，我的天，10分钟，这快了1级啊！要知道，她这还是刚挑战，再熬一下，说不定能更高。而被挤到第4的江兰，人都傻了，在她出来后就迎上去冷声道：“你的实力怎么可能突然厉害这么多？”柳烟淡淡道：“很简单，我比你更早就突破了先天巅峰，自然比你强上几分。”这，你怎么可能突破？江兰瞪了他一眼，旋即想到什么，脸色一下就冷了下来。你不会是出卖身体，给那老家伙换取丹药了吧？我的事你还管不着？柳烟儿不置可否，甚至还反过来嘲讽一句：“倒是师姐，明明都送上门去，叶师弟似乎连要都没要你吧？”你这一番话，着实让江兰有几分破防了。虽然就算叶云提出来，以他的家世也断然不会答应对方的要求，可问题是对方连提都不提，这未免也太看不起自己了吧？可恶的叶云，难道本小姐的美貌就比她差多少吗？两人的说话声不大，但还是被周围人听到，并引来一阵的震撼。我靠，柳师姐说了什么？你告诉我，柳师姐和那老家伙有染了？不要啊，我的女神，那种事情不要啊！柳师姐图啥？难道图她年纪大吗？可恶啊！等她出来，老子非得把她3条腿都打断了。此刻叶云还不知道，外面到处都是心碎的声音，无数弟子想把他碎尸万段。眼下他还在挑战幻塔，眼下才突破到30多层，这一层的敌人是5位先天4重的修士，也还是在杂鱼水平。而他的速度之所以比柳烟慢，主要还是没认真打，全都在热身熟练银刃的操作，练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叶云伸出手，一道道银刃盘旋在身边，
随着他的心意而动。再看着前方的影子，他眼中闪过一道厉芒，转眼间前方的数道影子就被斩首了。至此，他才准备真正开始挑战幻塔。来吧，让我看看能上多少层。在叶云热身结束，幻塔之外倒陆续出来2人，一个是东方雪，另一个则是与他竞争第一的白纯。在后者出来之后，排行石碑也发生变化。第1名白纯95层，耗费时间1小时零20分钟。第2名东方雪95层，耗费时间1小时零23分钟。周围人看着都习以为常，这2位最近排名来回替换，他们都已毫无波澜了，只不过这一次2人之间的差距稍大了一些。但无论如何，最后第1名无外乎也就从他们之中产生。在看了眼石碑后，白纯笑望着东方雪：东方师妹，看来这一次第一是要归我所有，你还是趁早认输比较好。闻言，东方雪冷哼一声：幻塔还未结束，谁第一还不一定呢。就在这时，陈天傲走了过来，笑盈盈道：我说东方师妹，你还是趁早放弃为好，他可是接受过本少的指点，实力已是比你强不少了。一旁的白纯立马满脸笑容的附和道：说得不错，陈少，这次也多亏您的指点，不然我这恐怕还真拿不到第一。看着白纯这般谄媚讨好的样子，东方雪内心一阵厌恶，冷冷回了一句：你们继续，我要再次进塔了。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女声从远处传来：时间还有一些，你还是先休息下，待会再进塔吧。这声音一出，陈天傲等人脸色一变，连忙循声望去。当见到来者，几人全都恭敬行了一礼：见过圣女殿下。周围的内外门弟子不由心中一震，也连忙跟着行礼，直接就跪倒了一大片。不必多礼，都起来吧。红仙儿摆了下手，众人这才起身，而他则看了眼排名，柳眉微皱了一下。这时旁边的陈天傲轻笑道：殿下，您看我教出来这跟班是不是挺厉害的？虽说他与红仙儿身份悬殊，但作为真传弟子，有着不俗的背景，也算是有他正常交流的资格了。闻言，红仙儿看了眼白纯，点头致意：不错，确实有几分实力，多谢殿下圣谕。白纯连忙上前恭敬地行了一礼，比起是对陈天傲还要更加的谄媚。这时东方雪也走上前，神色愧疚的道：殿下抱歉，让您失望了。明明之前百般自信，结果却折损了圣女的面子，让她充满了自责。对此红仙儿却只淡淡一笑：这点差距还无妨，你稍稍歇息，待会或许还有机会。被鼓励到的东方雪不由深吸口气道：是，弟子一定努力。对此陈天傲和白纯都暗暗嗤笑一声，事到如今真以为努力有什么用？当然红仙儿在这，他们可不敢再表现出敌意，脸上都堆满了笑容。那东方师妹加油。这话在东方雪听来格外刺耳，但也没搭理他们。就在这时，旁边的红仙儿忽然问了一句：对了，那个叶云进去多久了？对他提及叶云，众人倒也不太意外，对方毕竟拿下3圣试炼第一，还接受过圣女殿下指点，被其记得也很正常。这问题东方雪不知，倒是一旁的陈天傲调笑道：那家伙进去都1个小时，才30层，这会估计在苦战呢。就在这时，附近的江兰见他嘲讽叶云，也像是找到组织一样调笑道：是啊，圣女殿下，这家伙速度简直跟龟爬的一样。听到他们的话，红仙儿柳眉微皱，1个小时这的确慢了些。他暗暗摇头，还以为对方那么自信，能给他些惊喜，结果还是在说大话罢了。而就在他们交谈时，那个数字忽然跳到40，令周围人愣了一下。排行榜的刷新规则是10层一刷，或者出来后刷新，看来他刚突破到40层了。但1个小时40层，这速度依然是太慢了，以至于很多人对叶云的成绩并不感冒，几乎都在欣赏红仙儿以及一众师姐的盛世美颜。毕竟这么多美女师姐乃至圣女殿下齐聚的机会可不多见，就连红仙儿等人也都将视线移开，跟各自熟悉的人交谈了起来。与此同时，在幻塔之中的叶云看着新一层出现的数道先天5重黑影，直接咧嘴一笑，双手像指挥家一样挥舞着，杀杀杀杀杀，一道道银刃飞掠而出，一个照面就将一个个黑影接二连三的秒杀了。恭喜您挑战成功，5秒后将开始第41层。片刻之后，一道道影子再次出现，数量比之前也更多了，杀杀杀杀杀。随着一道道银刃华丽飞出，一个照面再次将影子秒杀了。恭喜您挑战成功，5秒后将开始第42层。就这样，叶云简直是疾风骤雨一般的秒杀。而在幻塔之外，也很快有人察觉到不对，有个无聊的内门弟正好看到叶云的排名，不由愣了一下，惊叫道：什么鬼？叶云到50层了！此话一出，众人都愣住，这特么才过3分钟啊！别开玩笑
3分钟，叶云能到50层我吃。然后当众人看向排位石碑，叶云名字后的层数赫然来到了50。刚刚说要吃的弟子嘴巴都张大了。我去，见鬼了吗？不只是他，就连红仙儿和陈天傲等人也都露出惊讶之色。这家伙开了洪荒之力吗？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接下来的事将会震碎他们的认知。只见排位石碑刚刷新5分钟，叶云身后的层数直接来到60层了。接着又8分钟过去，这个数字来到了70层。我日，这叶云真的刚入内门3个月。此时也有不少人惊呆，这70层的对手可都是先天8重的对手了啊！区区一个新进的内门弟子，不可能达到这一层才对。这家伙有点意思。红仙儿柳眉微挑，有点来兴致了。而又10分钟过去，这个数字上升到80层。这下江兰、陈天傲等人也都不由自主地瞪大眼睛。不是，10分钟时间来到80层。尤其是江兰和白纯他们，甚至这个速度简直比他们都还要快了，难不成对方还能冲击90层不成？事实上没让他们等多久，仅13分钟后，叶云名字后的数字就跳到90层了，而他的排名也仅次于白纯、东方雪、柳烟儿以及江兰，位居第5之位。这一下全员彻底惊呆了。90层，这叶云原来是个黑马吗？一时之间，幻塔周围所有弟子无论在做什么的都停下，都难以置信地望着前方的石碑。红仙儿这一次也是露出吃惊的表情，这小子深藏不露啊。这时候有人不由提了一句，还说照他这个速度，保不齐有机会冲击第1啊。确实，这后面的速度简直跟白师兄、东方师姐他们一样快了。关键是这家伙到底能上多少层？大概95吧，或者96，再往上的话就真不是正常人的范畴了。一时之间，关于叶云最后到底能上到90几层的议论，简直让幻塔周围都成菜市场了。然后就在他们的激烈讨论中，叶云的信息再次变化了。第1名，叶云100层，耗费时间2小时01分钟。霎时之间，幻塔周围的喧闹一下彻底寂静下来，一双双眼睛全都难以置信地看向那排位石碑上的第1人。100层。自从开设幻塔这个活动后，浩如烟海的内门天才中，最多也就有人冲上99层。后来那个内门弟子一路飞速成长起来，成为古道圣地的供奉之一。可就在今天，一个刚晋升内门3个月的家伙，竟然一次就达到100层，甚至连挑战所用的时间都比前面80到90层还快，实在让人怀疑他到底做了什么。我靠，100层！今天我这是见证历史了啊！你们说会不会是幻塔出了故障？我倒觉得是真的，说不定他之前隐藏实力了呢。就是啊，幻塔开放那么多次，还从没有出过故障。我宣布，从今以后叶云就是我的偶像了。众多弟子议论纷纷，惊叹于今天见证了历史。本来竞争第1的白纯和东方雪都呆呆地看着石碑上的第1名，而红仙儿在短暂的惊愕后，嘴角不由微微上扬。这家伙还真是给了个不小的惊喜啊！对他而言，叶云展现出的天赋越高，实力越强，都算是给自身的心理安慰了。至少让他觉得便宜了对方，也并不多辱没自己。至于说在场谁心情最差，那毫无疑问是江兰和陈天傲。两人的脸上都变成了铁青色，不敢相信地看着上面的排名。见鬼，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尤其是陈天傲在不久前暗杀过叶云，对于他的实力有一定的认知。可怎么短短3个月时间，对方突然就一飞冲天了？就在这时，随着幻塔的出入口光芒一闪，叶云的身影从中出来了。啧啧，这次打的真是太爽了！叶云长舒了口气，这次的幻塔挑战可谓是酣畅淋漓，尤其是90到100层，他直接实力全开，动用万灵剑诀和天阶下品的龙渊剑，以雷霆之势横扫了过去。如今他对自己的爆发战力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绝对足以和华丹一重碰一下了。而心情大好的叶云一抬头就看到周围所有目光正齐刷刷看着自己，尤其在身前不远处还看到2月没见的红仙儿，他不由愣了一下。殿下，这是怎么了？红仙儿柳眉微挑，淡淡道：你说呢？自然是你的幻塔成绩。你可知道通关100层意味着什么？闻言，叶云恍然大悟，挠了挠头道：嗨，这个也就还行吧。他给出的回答令周围人嘴角微抽，好一个还行，这家伙是把幻塔挑战当什么了？就连红仙儿都不由深吸口气。别评了，你先随我来一趟吧。听他这么说，叶云眼前一亮，好脸，看这架势，8成是能跟他炒菜了。在临走之前，红仙儿瞥了眼附近的东方雪等人，淡声道：时间还有些，你们想挑战的话可以继续了。此话一出，几人面面相觑，
尤其是东方雪和白纯，两人都不禁露出一丝苦笑。如果说之前他们还想争第一，那么现在叶云的成绩等于是直接杀死比赛其中的陈天傲与江兰，则彼此看了一眼，似是想到之前的事。江师妹，你也与这家伙有矛盾？江兰愣了下，惊讶道：“陈师兄也是。”顿时，两人都默契地点了下头。既然如此，咱们聊聊。两人几乎异口同声，眼中都闪烁着冷厉的杀意。不久之后，叶云跟随着红仙儿来到圣女殿的书房之中。到了这里，红仙儿也就没再端着，直接盯着叶云好奇问道：“叶云，你的修为达到先天巅峰了吧？”叶云知道瞒不住，索性笑着点点头：“没错，这2天刚刚突破的。”闻言，红仙儿微眯双眸，缓缓道：“3个月时间，从先天1重到巅峰，看来你获得的机缘不小啊。”感受到他的凝视，叶云不由轻咳道：“殿下，您不会是打算对我下手吧？”“这倒还不至于。”红仙儿微微摇头，接着想到什么，又问了一句：“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你达到先天巅峰，战力又是如何提升这么多？毕竟要说先天巅峰，东方雪、白纯他们都是，境界也会比叶云更加稳固，但还是只停留在95层了。”对这一点，叶云倒是笑着解释道：“这个嘛，还要多亏殿下赐予的万灵剑诀，其中万灵剑阵实在太强了。”万灵剑阵？红仙儿愣了下，惊讶道：“你凑齐飞剑了？不错，什么级别？是玄阶。”这件事也迟早曝光，在这位面前，叶云也就没瞒着了。怪不得。红仙儿恍然大悟，点了下头道：“玄阶下品飞剑，威力上确实会比凡阶极品高出一大截。”很显然，他下意识认为叶云所凑的是33把凡阶下品飞剑。以对方的情况而言，能凑出这么多凡阶下品飞剑，已是了不得的事情。叶云倒也没去纠正，反正自己说的是玄阶飞剑，玄阶极品也还是玄阶，况且他以后自然就会知道。眼下的他还有着更想做的事情，望着对红仙儿笑盈盈道：“我说圣女殿下，如今我如约拿到第1名，您是不是该给点奖励了？”就见红仙儿望着他，沉思了许久，随后他一语不发地走上前，令叶云都愣了一下：“殿下，您这是？”可在他疑惑之际，就见红仙儿迎面揽过他，抓着他就强吻了上来。纵然是历经战斗的叶云，也被他这突然袭击给整懵，但很快就也乐在其中了。足足3分钟，红仙儿才松开他，轻喘了口气问道：“这个奖励你还喜欢吗？”在除去之前功法失控将叶云强推的时候，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其表现的主动。叶云看着，玩味的笑道：“喜欢是喜欢，就是我怎么觉得这是殿下自己想要了呢？”这一番话无疑是点破红仙儿内心的躁动，令其不由轻抿了下嘴，接着他就似乎恼羞成怒，直接轻哼一声道：“少废话！”红仙儿直接出手，1秒就把叶云点按在地上。他跨坐在叶云腰间，俯身抓着他的衣领，美眸微眯说道：“敢调戏本座，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待会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上位者。”叶云都惊了，寻思着自己也没给他吃一夜丸吧。这番强势的举动属实让他开了眼，难不成是2个月没双休的缘故？想到这，叶云不由轻叹了一声：“算了，偶尔被动一下也挺好。”1个时辰后，恭喜你获得500点造化值，当前造化值850点。叶云长舒口气，看着书房的周围，真没想到这次对方会这么疯。在这1个时辰内，书房很多地方都成为战场，比如说窗户边、椅子上、茶桌旁，乃至红仙儿平日处理公务的办公桌上。殿下，您这下应该满足了吧？叶云看了眼红仙儿，如今他已披上剑轻纱，神色清冷地回了一句：“算是吧。”眼下的红仙儿跟方才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是前因如魔，事后圣如佛了。事实上也正如，冷静下来的红仙儿看着一片狼藉的书房，心中满是羞愧之意。真是的，我怎会与他在此做出如此不雅之事？而眼看红仙儿便起身，欲要向门外走去，叶云当即问道：“殿下，您这是要去哪？”红仙儿瞥了他一眼：“还不是因为身上沾了不少你的东西，需要去沐浴一番才行。”一听他要去沐浴，叶云顿时眼前一亮，脸上随之露出灿烂的笑容。“那个，殿下，您应该还没忘记咱们之前的约定吧？”此话一出，红仙儿沉默了下。虽然明知道对方大概率不会太老实，可既然都已经放出话来，最终他还是深吸口气，抿了下嘴道：“知道了，你随我一起吧。”“好嘞。”见他答应下来，叶云顿时兴奋了起来。在这之后，他跟着红仙儿3拐2拐，很快来到一扇大门前。随着大门缓缓打开，映入眼帘赫然是个半露天的温泉，上面还飘着一片片的粉色花瓣。这就是圣女殿下的浴池啊！叶云不由深吸一口气，感受着空气中的水汽与花香，
直接就一路小跑着冲了进去。池水温度适中，并且似乎加了某些灵草，泡起来竟有清新放松之效。啧啧，真爽！叶云舒了口气，转而望向红仙儿笑道：“殿下也一起来啊！”感受着叶云的目光，红仙儿心情复杂，直至最后，他心中暗叹一声：罢了，反正都被他看过几次，也无所谓了。不多时，他身上的轻纱逐渐滑落，接着径直地走入温泉之中。而叶云自始至终都一直在盯着他，眼睛都快看直了。对此，红仙儿没好气道：“你这家伙看不够了是吧？”啧啧，这当然了，看再久都看不腻。叶云嘴角微扬，打量着他轻笑道：“而且，殿下现在这副样子实在是太色了。”这一番调侃令冷静下来的红仙儿倍感羞耻，俏脸都不由红了起来。最后，他瞪了眼叶云，嗔怒地道：“你再这样，本座可就把你给丢出去了！”别，我再也不敢了。叶云知道到这就差不多，再继续调戏对方，恐怕真就要被丢出去。在这之后，两人一语不发地泡起温泉，但由于都是第一次跟异性一起，彼此之间气氛略微有些尴尬。最后还是叶云轻咳一声道：“对了，殿下，您这2个月都去哪了？”提起这一件事，红仙儿脸上的神色倒是舒缓了下来。随后他缓缓解释道：“还记得你活捉的妖女青青吗？”“当然，她怎么了？”“我2个月前亲自审她，得到不少关键情报，便悄悄去查验了一下，想着看看能否找到莫如烟的踪迹。”听到莫如烟这个名字，叶云眉头微皱，当即问道：“那有收获吗？”对此，红仙儿微微摇头，轻叹一声道：“没什么实际收获，对方已经由明转暗。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对方应该是去了月轮圣地的势力范围。现在再想找到他，仅凭我们古道圣地已是希望不大。毕竟每个圣地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古道圣地想派人去大举搜索都不行，甚至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些事引发与月轮圣地的误会和争端，这确实有点麻烦。那您之后有什么打算吗？”叶云只是个普通内门弟子，对这种圣地之间的大事也没什么更好的建议了。这时，红仙儿沉吟了下，缓缓说道：“我暂时的打算是在5天之后亲自带领你们去月轮圣地参加交流会。”这回答让叶云吃了一惊。“交流会您要亲自去？”“当然，不过这只是明面上。”红仙儿淡淡一笑，继续讲述道：“实际上，我是准备去跟月轮圣地谈合作，说服他们与我们联手，一同去搜寻和对付逃出的上古龙种。”“原来如此。”叶云点点头，看着他不禁感叹道：“话说，您这个圣女可真够忙的啊，感觉不是在修炼，就是在处理各种大小事情。”在他的印象之中，对方似乎一直都在忙，几乎都没什么太多的休息时间。提到这些，红仙儿却微眯着眼，缓缓道：“因为我想让宗内的某些人看看，本座并非他们眼中那个只能依靠圣主的小丫头，而是真真正正能够配得上古道圣主身份的强者。”听着他的豪言壮语以及极高的志向，叶云发自内心的感到赞叹道：“我相信以殿下的努力，定然可以做到。”尽管对方修为境界还未达到世间一流，但这一份心性已是有了几分一宗之主的感觉。只要不提前夭折，他未来必然是能震慑一方的巅峰强者。红仙儿对他的鼓励淡笑一声道：“那就借你吉言了。”在这之后，两人气氛愈发缓和了，甚至于还聊起5天之后前去月轮圣地的交流会。红仙儿也是耐心的为叶云科普了一番，这所谓的交流会本质上就是送你们过去学习下月轮圣地的战斗技巧以及一些独特的战绩，到时候会有一位月轮圣地长老作为导师带你们学习10天，待到最后结业之时，还会有一个切磋环节，由你们与月轮圣地的内门弟子切磋，到时候你切记小心一些。见他这般严肃提醒，叶云好奇问道：“为何要小心？”红仙儿淡淡道：“因为近半年来，月轮圣地内门也出个天之娇女，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得知是可能有对手，叶云轻笑道：‘放心，我会小心的。’说完，他想到什么，又问了一句：‘哦对，话说到时候带我们导师是不是很厉害啊？一般往届的话，都会派一位超凡境界的长老指点。’说到这里，红仙儿沉吟了下，说道：‘你们的话，这次运气不错，担任导师一职的是他们圣地的大长老。’咦，大长老？红仙儿点点头道：‘没错，就是你上次提过的月如霜。’导师居然是月如霜。叶云眉头微挑，这还真有点巧啊。注意到他的异样，红仙儿不禁问道：‘你与月如霜之间不会有什么矛盾吧？’想到在三圣试炼山洞中发生的事情，叶云不由轻咳一声：‘我想应该没有。’红仙儿这才松了口气，淡淡道：‘没有就好。他作为月轮圣地的大长老，到时候想谈合作的话，恐怕还要跟他接触一番。要是这种情况下，
叶云跟他有仇，事情反而就麻烦了。对此，叶云笑着说道：“没事，相信您一定能说服他。”心想时，再不能的话，自己看看有没有机会也去说服。哦不，说服他，希望如此。红仙儿深吸口气，接着转脸看了眼叶云，似是有些无奈的道：“但是你这家伙，能别一边鼓励我，一边对我动手动脚的吗？”本来两人离得还有些距离，但叶云陪着家伙，说着说着就凑到他身边来了。眼下的叶云与他肩并肩挨着，恨不得让彼此的距离变成负数。叶云嬉笑道：“这不您太好看了，我这有点忍不住吗？”对于的他夸赞，红仙儿轻哼了一声，贫嘴。但话虽如此，他却并没有去强硬推开对方，甚至只是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对此，他心中的想法则是：算了，看在这家伙今天拿下幻塔第一的份上，下不为例。只不过他的宽容引来的却是叶云更加的肆无忌惮，手也越来越不老实了，眼看就要在这温泉之中再次上演一番书房的事情。忽然之间，附近的大门突然被从外面推开，紧接着门口便传来一个少女的欢快声音：“师傅，徒儿来找您一起泡澡了。”只见雨红玲只裹着个浴巾从门外开心的小跑进来，接着3秒钟后，来到水边的雨红玲就看到水中挤在一起的师傅以及叶云。甚至在他闯进来的时候，叶云手都还不老实，霎时之间六目相对。接着浴池中就传来少女的尖叫声，不久之后，叶云和红仙儿都将衣服穿好，而在出来之后，便看到雨红玲一脸羞愤地看着他们。叶云，还有师傅，你们……眼下的叶云和红仙儿不知为何居然有种被捉奸的感觉。叶云轻咳一声，试图解释道：“师姐，其实我在给你师傅搓背，你相信吗？”只是对他这苍白的解释，雨红玲瞪了他一眼，没好气道：“搓背？你搓背都搓到那里去了？嗨嗨，这不是为了能更干净吗？哼，你当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吗？”雨红玲冷哼一声，现在的他起码在理论上已经对于那些事太了解了。随后他又看了眼红仙儿，双手掐腰愤愤的道：“还有师傅也是，您怎能任由他对您那样？”说到这，雨红玲似是想到什么，狐疑的问道：“等等，师傅您不会是真喜欢上他了吧？”按照师傅所说，他只是因为功法的缘故才不得不与叶云一起修炼，可如果只是为了修炼，只需要每个月在其寝宫进行1次就行，根本没必要做到这一步才对。除非说师傅真的对他动心了。徒儿，你误会了，虽然红仙儿是师傅，平时对他还很强势，但眼下被徒弟撞见这种事情，还是觉得有些羞耻。在快速的思索一番后，他深吸口气道：“为师只是在履行与他的约定罢了。”约定？雨红玲愣了下。红仙儿微微点头，看向叶云道：“为师和他约定，如果他真能拿下幻塔第一，我就答应与他共浴。”幻塔第一？雨红玲张了张嘴，也看向叶云：“您是说他拿了幻塔第一？”“没错，为师亲眼所见。”这怎么可能？得知此事的雨红玲双眼瞪大了几分，难以置信的道：“你真拿第一了？”“是啊，还是通关了100层。”叶云笑着点了下头，而他的回答让雨红玲更震惊了。“你说你通关了100层？我才不信！”虽然他从最初就是真传弟子，没参加过幻塔，但也听说过其难度，似乎还没人到过100层吧。眼前这个好色的家伙居然做到了，他实在有点不敢相信。叶云耸了耸肩，笑着道：“骗你做什么？你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这雨红玲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应该不会撒这种无意义的谎。“你真的通关100层？保真的？”叶云嘴角微扬，对其玩味问道：“话说回来，你也应该没忘记咱们之间的赌约吧？”提起此事，雨红玲小脸不由微红。我确实按照当时的约定，他要答应叶云一件事，哪怕是色色的事情。我当然记得。叶云轻笑道：“那就好，以后我会找你的。”虽然不甘心，但雨红玲作为言出必行的人，还是点了下头。由于这一个赌约的压制，以至于后面他也不敢再对叶云不客气。最终，由于之前和红仙儿的约定，他还在晚上留在圣女殿与其一同就寝，对此雨红玲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深夜，在红仙儿的寝宫之中，叶云享受着柔软的床榻，看着旁边圣女殿下的盛世美颜，感觉自己在人生巅峰了。红仙儿则穿着睡裙，望着面前近在咫尺的叶云，轻抿了下嘴问道：“这下你该满意了吧？”闻言，叶云嘴角微扬：“太满意了，让我现在死在这都值了。”这一番话倒把红仙儿逗笑了。“有那么夸张吗？”“当然，谁让殿下这么美呢？”在这暧昧的氛围下，即使高冷如红仙儿，也不由被夸得有些害羞了。他微微转过脸，低声说了一句：“话说，
以后无人的时候，准许你喊我名字。叶云眉头微挑，饶有兴致的道：“您是说我可以叫你仙儿？”红仙儿点点头，但要在没人的地方。叶云眼前一亮，虽然只是个称呼的改变，但这也意味着自己开始被他认可了啊！说不定之后对方真的会爱上自己。好嘞，仙儿，真是太喜欢你了，仙儿。仙儿你，他凑上前喊着，令红仙儿都不好意思了。你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了。红仙儿抿了下嘴，嗔怒地瞪了他一眼。嗨嗨，知道了，仙儿。哼！红仙儿轻哼一声，旋即转移话题地问道：“对了，你与灵儿的赌约是怎么回事？”这个啊，叶云解释了一下。原来如此。红仙儿恍然，旋即盯着他提醒道：“你这家伙，不许借此机会占他的便宜。”没问题，我答应你。不过什么？面对红仙儿疑惑的表情，叶云笑盈盈道：“要是咱们在做些什么，我肯定就完全不会想他了。”红仙儿顿时明白他的意思。就在这时，对方也凑过来，轻轻抱住了他，将他睡裙给解开了。见此，红仙儿连忙道：“不行，会把被子弄脏。”我当什么呢？叶云嘴角微扬，看了眼附近，去床下不就行了？你去扶着窗户。半晌，红仙儿脸上微红，轻轻点了下头。下不为例。不久之后，在红仙儿的寝宫的窗边，两人再度温存了一番，足足1个时辰才结束。回到床上睡下的红仙儿，满脸红晕，瞪了他一眼。这下该满足了吧？快睡吧。心想要再放任对方胡作非为，自己一定会疯掉，并且明天也不用想着出去参加活动了。并且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叶云这家伙每次与之相处都会变得更加厉害。至于叶云，看着眼下虚弱不堪的红仙儿，嘴角微微上扬。在与之相处的多了之后，叶云感觉他都逐渐拿捏对方要害，次次都能令其狼狈求饶。好吧，那咱们下次再继续。虽然先前已是死去活来，但红仙儿还是不由自主地轻轻点了下头。似乎在叶云的一步步引导下，这位圣女也逐渐的食髓知味。不多时，都有些疲倦的两人很快就一同睡去。在幻塔截止的次日，按照先前所说，由红仙儿亲自为前5名颁发了奖励，分别是第1名叶云，第2名东方雪，第3名白纯，第4名柳烟，第5名江兰。叶云作为通关幻塔100层的狠人，也一举成为古道圣地中的名人。此后的几天时间内，叶云所在的废丹房每天都会有络绎不绝的弟子乃至长老前来拜访，其中有来拉拢他的，也有想和他交好的，甚至还有想跟他结为道侣的师姐，以至于后面被烦得厉害。叶云索性在圣地找了个无人之处修炼。还是这里清静。在一片无人的树林之中，叶云操纵着飞剑在周围的林间来去穿梭，从而锻炼对飞剑的掌控力。自从上次幻塔一战，他在飞剑上总觉得有所领悟，可那感觉就像幻梦，让他难以轻松地抓住。于是叶云天天来这里，不断服用悟道丹，试图将那奇妙的感觉抓住。直至此刻的叶云忽然似有所悟，微眯眼道：“等等，那感觉好像要来了。”就在下一瞬，叶云手指向前一指，口中轻喝道：“去！”只见银刃之上散发出一股凌厉之意，接着宛如银线一般射出，并擦着前方一棵大树划了过去。然而即使并未命中这棵树，仅仅是被剑气波及，大树还是整整齐齐地被切开了。感受着银刃之上异样的凌厉气息，叶云眼前一亮，兴奋不已。不会有错，这凌厉的威力绝对是传说中的剑意。剑之极意，这是剑修登堂入室的证明，这也是许多天才剑修都想要在化丹境界所参悟出的东西。掌握剑之极意的剑修，在中低阶修士的交战中，对所有剑招带来巨大的威力提升。关键是自己居然在先天巅峰参悟出来，足以证明他在剑道上的天赋。看起来我的修炼天赋全都点在悟性上了。只有强大的悟性，再加上悟道丹当饭吃，才有可能在这个境界参悟出剑意。叶云无比振奋，这下他在先天境界恐怕真的找不到对手。想来现在的我，就算不用万灵剑阵，月轮圣地的内门弟子应该也没人是对手了。按照先前定的时间，明日就要去月轮圣地参加交流会，能在这前一天参悟剑意，无疑给他多了一张强大底牌。叶云轻抚着手中的银刃，心中不由想到月如霜，也越发的期待明天了。希望能从他那得到些龙血，以及最好能去他那坐坐。这要是能再来一次，想必一次性就能获得大量造化值，对他着实有着不小的吸引力。想到这里，叶云嘴角微扬，望向远处：“岳前辈，你可要等着我。”与此同时，月轮圣地某处宫殿之内，正在桌案前写着什么的月如霜，忽然没来由觉得背后传来一阵恶寒。奇怪，莫非有人在谋划对我不好的事情？月如霜柳眉微皱，旋即摇了摇头，觉得应该只是错觉罢了。眼下的他
正在构思着过几日交流会上自己应当传授给古道圣地弟子一些什么。只是一想到古道圣地弟子，月如霜脑海中就不由浮现出在三圣试炼中那个被自己给强推了的外门弟子。也不知道那家伙现在怎么样了。月如霜不由深吸口气，直至现在他每想到当日发生的事情，身体都还有几分异样的感觉，就仿佛在那一次之后他身体的某个开关被打开了一样。后面他也自己尝试过几次，可始终都觉得无法复刻出当日叶云给他的感觉。如果能再温习一次就好了。该死，本座这到底在想些什么？月如霜猛然摇了摇头，脸上带着几分红晕。这几个月来，偶尔他就会想到这些，不禁为自己的心境而感到羞愧。过了一会，他才深吸口气，似是在自语的道：不要再想那家伙了，以你跟他的差距是不可能再有接触，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了。次日清晨，这是交流会队伍出发的时间。叶云一行换塔的前5名便在圣女红仙儿及少量护卫长老的带领下，共同搭乘一艘大型飞舟前往月轮圣地。由于2大圣地距离遥远，飞舟一直昼夜兼程赶路，期间还借用数次传送阵的跃迁。最终在3天后，古道圣地的交流队伍已经能够看到前方的月轮圣地山门。啧，看起来还挺壮观嘛。叶云站在甲板上，望着前方的一座雄山。在那巍峨的山峦之间，在渺渺的云雾之间，一座座亭台楼阁林立，着实有几分仙家的感觉。其余几名弟子也都望着前方，脸上露出惊叹之色。这就是月轮圣地。毕竟古道圣地平日天天见，如今偶尔见一次其他圣地，自然而然就被新鲜感占据。倒是其中的江兰则是一脸冰冷地望着叶云。叶云啊叶云，这次本小姐非得让你葬身在这月轮圣地。在见识到叶云的天赋后，他就感受到强烈威胁，若是不杀了他的话，恐怕自己以后日子就不会好过了。如今在陈师兄的帮衬下，他决定在月轮圣地做了叶云，这样保不齐还会把锅甩在月轮头上。好了，都收一收，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古道圣地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弟子。红仙儿瞥了他们一眼，旋即视线望向下方，微眯着眼道：看来这是已经在迎接我们了。闻言，众人纷纷望着下方。随着飞舟的高低降低，穿破云层落下，眼前的月轮圣地逐渐清晰。只见前方的一处宽阔的广场上，正聚集着数百名身着月轮圣地的修士，全部都在望着他们，压迫感拉满了。走吧，咱们下去。红仙儿十分淡定，率先从飞舟之上落下。见状，叶云等人也都纷纷跟上。这边刚一下来，便见一名白袍修士满脸笑容地跑了过来。哎呀，在下内务长老重一，恭迎圣女殿下大驾。叶云打量了这人一眼，从他身上不加掩饰的玄气波动来看，大概率是个超越元灵的顶尖强者。想必能被派来接待红仙儿的人，也不会是什么小角色。对于他的热心，红仙儿神色淡然地回了一句：不必客气，就按照往届规矩，直接带我们去临时驻地吧。这临时驻地乃是月轮圣地为他们安排的安全区域，有点像是大使馆一样。好脸，那么大家这边请。内务长老重一淡淡一笑，做了个请的手势。随后叶云等人就跟着他一同穿过列队欢迎的人群。只是周围一众先天境界的弟子，看他们的眼神可就没这位内务长老般友好了。从他们修为来看，应该都是内门弟子，眼下大多一脸倨傲地望着他们，仿佛想打一架似的。怪不得仙儿要我小心一些。叶云眉头微挑，看来这圣地之间的交流会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和谐。当然他也没太担心，像周围这些月轮弟子，他随便就能捏死一打。尤其是在这之中，一个黑衣女修眼神锐利地盯着他，看那样子都仿佛仇人一样，给予他不小的威胁之感。更搞的是，造化神炉这时还发出声音，检测到对方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获取。叶云一阵无奈，这在人家的地盘，想从弟子中获取造化值，怕是没那么容易。不久之后，在月轮圣地某处竹林之间，零零散散坐落着几座院子。叶云等人进去看了一番，其中有10余间居住的木屋，还有一间似是讲堂的宽敞房间。不错不错，挺有感觉。叶云打量着周围，还真有种去别处进修的味道。东方学几人也都饶有兴致地观察着附近。这里的建筑虽然很朴素，但却幽静唯美，每个地方都打扫得一尘不染，足见月轮圣地颇为用心。这之后的10天时间，诸位休息与学习大多都会在这片竹林之中。内务长老望着众人，笑着讲述道：若有其他需要之事，可尽管向附近的侍者提出，能满足的我们都会尽量满足。那就有劳重长老了。红仙儿微微点头，接着沉吟了下，说道：对了，我有些事想与你们圣主聊下，可否先引荐一下？内务长老微愣，想了下回道：没问题，您现在就去还是？就现在吧。不难看出红仙儿对此事迫切。随后他对叶云等人交代道：你们几个就先在此等候，顺便熟悉一下环境吧。这时内务长老对他们轻笑一声：
你们最好别乱跑，估计待会你们的交流会导师岳大长老就会过来了，到时候他会为你们讲述交流会的注意事项以及规划学习课程。闻言，众人纷纷点头表示明白了。见此，内务长老便带着红仙儿一同去面见岳伦圣主去了。剩下的叶云几名弟子则饶有兴致地议论起来。白纯沉吟道：“我听说这次的导师岳大长老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呢。”东方雪微微点头，淡声道：“的确，早听说他在岳伦圣地威名赫赫，性格恶劣，不知会是个怎样一个人。”江兰耸了耸肩道：“管他呢，大不了小心点，别得罪他就行了。”柳烟儿则轻叹一声道：“希望这位导师对我们不要太严苛。”相比于他们的担忧乃至忌惮，叶云倒是轻笑道：“我倒觉得他应该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吧。”闻言，四人都看向他，眼中满是怀疑。江兰当即轻哼一声：“你跟他打过交道吗？就知道他外冷内热。”对于他的质疑，叶云也挺无奈，总不好直接把实话说出来。自己不但精神上感受过，就连物理上也感受过对方的外冷内热。最终，叶云轻咳一声：“好吧，我猜的。”切！江兰白了他一眼，其他几人也都一阵无语。这种事能靠猜吗？在这之后，闲来无事的几人索性在周围看了下，打算初步熟悉下环境。叶云也是如此，可就在他一转头，直接被吓了一跳。“这位小姐，你谁啊？”只见在自己身后，不知何时站着个银发少女。她曼妙的娇躯之上，只套着一件白袍，玉足赤裸地踩在地板上，身上散发着空灵的气息。从这个外表来看，对方不像是一般的弟子，尤其是身上居然没有一丝的玄气波动。少女凑上前，一双古灵精怪的银色双眸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你身上有股好迷人的味道。”说着，他还上前轻轻嗅了一下。叶云怔了一下，耳边也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检测到对方身上存在造化点，请想办法获取。他没理会这声音，毕竟现在连他是谁都还不知道呢。就在这时，其他几人也都察觉异常，纷纷凑过来。东方雪柳眉微皱，问道：“叶云，这哪来的小丫头？”叶云也一脸无奈地摊手道：“不知道啊，刚才她突然就出现了。”只是银发少女仿佛没听到他说的话一样。随后，少女的双手便搭在他肩膀上，双眸满是雀跃的道：“你要不要跟我去交配吧？”说完，他好像觉得有点不对，沉吟了下，改口道：“不对，应该是叫双修吧。”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不是，岳伦圣地的女弟子都这么开放的吗？就连叶云都一脸惊愕，轻咳道：“那个，我们似乎才刚见面吧？”银发少女却是一副这算什么小事的表情。“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日久生情。”嗨，纵然阅女众多的叶云，眼下也有点不知所措了。这不太好吧？走吗？走吗？在这多无聊啊！银发少女抓着他的手摇晃着，看起来就像个幼稚的小女孩。就在叶云不知该如何处理，忽然附近传来一个清冷的女声：“阿银，你怎么又跑出来了？”一听到这声音，银发少女娇躯一震，像是被大人带到偷跑去玩的孩子，连忙松开叶云的手。还没等来人走到近前，她便对缩了下脑袋道：“人家这就回去吗？”说完，她看了眼旁边的叶云，一边的眼睛对她眨巴了一下，接着就是一句类似传音的声音：“等到晚一些，我再来找你哦。”话音落下，还没等叶云反应，眼前的银发少女就赤着脚一路小跑着开溜了。真是个怪人。看着少女的背影，叶云摇了摇头。不过很快，他的目光就看向刚刚开口之处。果不其然，这熟悉声音正是月如霜。今天的月如霜身着湛蓝长裙，鬓发如云，比起当日在三圣试炼多了几分上位者的气质。在走入木屋后，他便望向叶云几人，冷冷的开口：“本座月如霜，乃月伦圣地大长老，也是你们此次交流会的导师，希望之后的10天我们能友好相处。”显然他并未注意到叶云，毕竟这3个月来，叶云比之前年轻太多，不仔细看很难认得出来。而在得知眼前女修的身份后，东方雪几人脸色微变，纷纷恭敬地行了一礼晚辈，见过岳前辈。现在他们知道这位为何威名赫赫，就光是对方身上无形的威压，都令他们有点不敢与之对视。毕竟在超凡巅峰强者的面前，他们几人与蝼蚁无异。哪怕是一向自傲的江兰，眼下也变得老实极了。月如霜摆了下手道：“你们不必拘谨，此后几日，你们只需将本座当作老师即可。”是。几人纷纷应声，可话是这么说，他们声音还是有几分紧张。月如霜也未在意，扫了眼几人后淡声道：“接下来我会为你们。”正说着，忽然他像是察觉到什么，视线落在叶云的身上。你是？月如霜有些奇怪，不知为何
他从这个中年男修身上察觉到一股熟悉的感觉。面对询问，叶云这才抬头笑道：“在下叶云，久仰岳长老之名。”你原本一脸清冷严肃的岳如霜，听到这句话后直接呆住了，眼前这家伙居然是叶云。这时柳叶儿见气氛古怪，好奇问道：“两位莫非认识？”然后岳如霜与叶云几乎异口同声地回道：“不认识。”两人的举动让其他几人懵了。随后岳如霜脸上的惊愕也消失，重新恢复为清冷严肃的表情，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好了，本座继续讲。在这之后，他为叶云等人讲述了下在月轮圣地的注意事项，比如哪里不能靠近，哪些事不能做，以及后续大致的教学计划。在交代完一切后，岳如霜望着几人淡淡道：“你们舟车劳顿，今日就先休息下，待到明日上午会正式开课。”是。众人齐声回应道：“既如此，本座就先走了。”说话之时，他尤其看了眼叶云，后者眼前一亮，当即问道：“老师，我有些事能向您私下请教一下吗？”江兰几人都懵了，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吧，真当这是自家对人家大长老提这般无理的要求。可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岳如霜还真就轻轻点了下头。好吧，你随本座来吧。众人，岳如霜带着叶云离开竹林，去往别处。自始至终，两人都保持着沉默。这就好比两个关系特别的人，忽然许久未见，某天再次相见时，会有种无所适从的尴尬感。不过所过之处，无论弟子还是长老，纷纷恭敬的行礼：“大长老好。”对此，岳如霜只是点头致意。每一个过去的人，无不都对其身后穿着古道圣地服饰的叶云表示诧异，好奇大长老带着这位古道弟子准备去什么地方。不久之后，两人来到月轮圣地一处清幽处，映入眼帘是一座极为恢宏的宫殿。只是有些意外的是，这附近并无护卫，甚至连人都见不到一个前辈。这里是？对叶云的疑惑，岳如霜淡淡回了一句：“此处乃是本座的寝宫。”这不太好吧？叶云轻咳一声，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对此，岳如霜白了他一眼：“装什么单纯？明明心里乐开花了吧？”“嗨嗨，怎么会呢？”哼！岳如霜轻哼一声，带着他进入宫殿之中，后面的大门也缓缓关上。整座宫殿装修得十分典雅，比起红仙儿的圣女殿也差不多。两人来到宫殿中的一处茶室，从这的窗户能俯瞰外面风景，着实是个喝茶谈话的绝佳之地。岳如霜坐在窗边，手中拿起茶壶。见状，叶云赶忙拿起茶杯接着，还不忘感谢道：“多谢前辈。”岳如霜一边倒着茶，一边缓缓说道：“在这偌大的月轮圣地之中，住道境以下之人，可还没人喝过我倒的茶。”闻言，叶云咧嘴笑道：“照这么说，我还真是荣幸之至啊。”他抿了口茶，旋即赞叹道：“不愧是前辈亲手泡的茶，好喝。”见此，岳如霜无奈摇了摇头：“少在那贫嘴了。”嘿嘿。话虽如此，但两人久别重逢的微妙尴尬也因此缓解了许多。说到底，两人也算是生死之交，再加上还有一层微妙的关系，使得两人对彼此都有着天然的好感。叶云打量着岳如霜，感叹的道：“不过我之前是没想到前辈居然这么强，不但是月轮圣地大长老，还是那位前辈的女儿。”闻言，岳如霜抿了口茶，淡淡的看着他：“本座也没想到能在这看到你。3个月前你不还是外门弟子吗？古道圣地怎会派你来参加交流会？”说着，他想到什么，眼神顿时凌厉起来：“等等，你不会是把我们的事给抖出去了吧？”感受到他身上的冷意，叶云连连摇头：“没有，这绝对没有。我能来，纯属达到先天巅峰后，自然而然被选中了。这还差不多，原来你先天巅峰了。”岳如霜若有所思，可随后刚喝下去的茶就差点把他给呛到了。“等等，你说你先天巅峰了？”“是啊，不信前辈检查下我的身体。”见叶云咧嘴笑着，岳如霜当即开启神识，探查了一眼，果不其然，确实是先天巅峰无疑。这下岳如霜难以保持淡定，忍不住问道：“这才3个月吧？你怎么做到的？”3个月从灵气巅峰到先天巅峰，即便是他都得惊叹于这逆天的修炼速度。除非说对方把中品的无暇丹药当饭吃，问题是以他的身份，怎么可能在古道圣地有此待遇？叶云嘴角微扬，笑着道：“这个嘛，只是点小小的机缘罢了。”这让岳如霜来了兴致，打量着他问道：“你这能跟本座说下这3个月的经历吗？”“当然没问题。”叶云点了下头，为其侃侃而谈，讲述了下自己从3圣试炼结束到不久前的大致经历。当然，
这之中他隐去部分重要信息，只说了下自己经历的事件，比如选择法宝、遭到暗杀、遭到邪修围攻等等。听完之后，月如霜不由感慨道：没想到你这3个月经历那么多事，倒还真是不容易。还好，这不让我挺过来了吗？叶云耸了耸肩，接着反问道：话说前辈你这3个月呢？本座提及这个，月如霜轻叹道：本座没什么好说，这3个月大多都在闭关，在全力冲击突破筑道之境。叶云愣了下，不由问道：那你还给我们代课，不会影响到吗？无妨，本来近期就因为迟迟无法突破，心境有些波动，便想着借这个交流会换换脑子。原来如此。在这之后的时间，两人像是2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天南海北的聊了许多事情，甚至聊完之后，月如霜还心血来潮，带着叶云在自己寝宫逛了一番。然后他就明白个道理，什么叫待人光自己住处前，要先把该藏的东西葬一下。事故发生于他带着叶云逛书房的之时。在桌案前的几本书籍时，叶云一眼看到里面有几本少儿不宜的双修功法，叶云都看愣了，转脸古怪地望向月如霜。我说前辈，您还研究这个？这下月如霜彻底不淡定，连忙将几本书给整理起来。随后他佯装清冷地轻咳一声道：你别误会，本座只是最近在瓶颈，就想看看这上面的功法能否帮助突破。哦，那前辈试过了吗？月如霜摇了摇头道：暂时只是试了下功法，但想要修炼还得找个双修道侣才行。此话一出，叶云顿时来了精神，凑上前笑盈盈道：这不巧了吗？我正好略懂一点。月如霜愣了下，你还会这个？叶云点了下头，轻笑道：没错，前辈要不与我尝试一下？闻言，月如霜清冷的脸上顿时一红，当即拒绝道：不行，这怎么可以？心想自己可是堂堂圣地大长老，上次的事能说意外，这次要是再发生什么，可就不是意外能说得通了。有什么不可以？这时叶云嘴角微扬调侃道：毕竟咱们都已有过一次，如今尝试下又有何不可？这一句话无疑精准命中月如霜的内心。可是还有什么好犹豫？叶云悄悄凑上前，揽过她纤柔的细腰，用极具磁性的声音道：我就不相信前辈看这些的时候心里会没有一点那方面的想法，况且说不定前辈就能借此机会突破呢。这2句话再一次击中月如霜的内心，以至于忘了推开抱着自己的叶云。月如霜内心挣扎许久，想着这家伙虽是好色，但说的好像也的确有道理。本来他就跟叶云有过一次，如今也没必要这么矜持，况且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事。最终月如霜抬起头望向叶云，清冷的脸上已满是红晕，他朱唇轻咬，不由自主地移开了视线道：那就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月如霜略带羞涩的样子着实刺激到眼前的叶云，正当他要上手为对方他宽衣解带，月如霜面色微红地阻止了他：等等，我自己来就行了。随后他便伸手到腰间，很快就准备好了。至此，月如霜面红地望着叶云，小声问道：喂，我该怎么做？虽然在这之前他也接触了些修炼之法，但却并无实战经验。虽说上次在3圣试炼与他对方有过一番经历，可那毕竟是受到龙血的影响之下，现在意识清醒跟对方坦诚相待，不免感到羞耻。对此，叶云嘴角微扬，想了下说道：那就从最简单开始，你到那边背对着我弯腰，手扶着窗户就可以了。这一番话让月如霜有些不好意思，那未免太羞耻了吧？但那样效果很好，而且这又没外人。闻言，月如霜抿嘴道：你这家伙别骗我。叶云耸了耸肩，淡笑道：怎么会呢？您试试不就知道了。好吧。月如霜终究是点点头，接着红着脸瞪了他一眼：你若是骗本座，小心我对你不客气。看他挥舞着拳头的样子，可不像是在开玩笑。没问题。对他的威胁，叶云自信地应道。这下月如霜才算稍稍安心，按照他所说的动作，许久之在竹林之中，红仙儿似是面见圣主回来，脸上的表情有些阴晴不定，看样子谈得并不太顺利。在回到驻地之后，东方雪等人纷纷迎了上去。圣女殿下，您回来了。红仙儿神色收敛起来，望向几人淡然问道：你们几个已经见过月长老了吗？前辈已经来过，给我们交代了些注意事项。那就好。红仙儿微微点头，旋即像感觉到什么，四下看去，发现少了个人。叶云跑哪去了？提及他，几人面面相觑。随后东方雪解释道：回禀殿下，叶师弟跟月长老走了。他为红仙儿讲述了下经过。听完之后，红仙儿柳眉微挑，感到有几分意外。奇怪，那2个人能有什么可聊的事情？按说以2人的实力，
身份差距根本不可能有接触的机会才对。在思索了一番后，红仙儿对几人道：“我知道了，你们先休息吧，我去找一下他。毕竟叶云已是今非昔比，可以的话，他可不想对方出什么事不多时，在月如霜的寝宫内。”在叶云耳边已是传来造化神炉的提示声：“恭喜您获得1000点造化值。”叶云心神一震，这么多造化值可真是发达了。相比于他欣喜若狂，父亲趴在床上满头大汗，月如霜可有些郁闷了。他脸上还满是红晕，看向附近的叶云，抿了下嘴道：“才3个月不见，你这家伙怎得厉害那么多？”比起上一次，叶云身体差点散架，这一次则是他感觉自己快死了。明明论及修为，自己比他强很多，可在这些事情上却完全被他给拿捏住了。但不可否认，这一次与叶云的修炼，让他近期内心的空虚与寂寞都得到了填补。叶云嘴角微扬，笑着回道：“这当然是我一直刻苦学习的结果。”顿时，月如霜柳眉微扬：“这么说，你天天跟其他人一起修炼？”这突如其来的送命题让叶云不由轻咳了下。这个嘛，倒也没那么频繁。他知道在这位面前，自己怕是很难撒谎，索性就承认了一点。哼，看来却有不少。月如霜轻哼一声，但更多是吐槽，并不像是真的生气。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无论3妻4妾的男修，还是男宠成群的女修，都极其普遍存在着。只是叶云并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不能再聊这个送命话题。话说前辈，可没等叶云开口，月如霜就冷哼道：“一口一个前辈，在你眼中我很老吗？”叶云挠了挠头，试探性道：“那如霜，这还差不多，但不许在人前这么叫。”月如霜微微仰头，看着似是满意了。这下叶云松了口气，感情就是想让自己叫他名字啊。叶云当即改口问道：“如霜，你这修为有提升吗？”提及这一点，月如霜沉吟了下，说道：“还行，却有些提升。”闻言，叶云笑盈盈问道：“既然这样，咱们要不每天来一次？”你想得美。月如霜瞪了他一眼，轻哼道：“以现在情况看，你还满足不了我。”你说什么？这话对任何一个男人都无疑是最大的羞辱。叶云愤慨地道：“如霜，咱说话要凭良心，刚刚可是你哭着求饶呢。”闻言，月如霜脸上一红，嗔声叫道：“谁说这个了？我是说你修为太低，还满足不了和我双修的条件。”嗨嗨，是这个啊。叶云瞬间偃旗息鼓，没办法，这确实差距差了点。月如霜望着他，淡淡道：“若是猜测不错，恐怕得等你修为和我到同一个大境界，才能将这修炼效果发挥出来。从先天巅峰到超凡，这之中差距属实有点太大。”可他一点没灰心，反倒好奇问道：“也就是说，如果我能继续变强，以后就能一直和你双修？”月如霜轻抿下嘴说道：“先等你赶上我再说吧。”这个回答约定是默许了。叶云咧嘴一笑：“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只是他的目标在月如霜看来还太遥远，想赶上自己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在这时，叶云想起来此行还有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对了，如霜，你上次得到的龙血用了吗？听他提及龙血，月如霜愣了下，点点头道：“那东西的话，在我回来后就用以炼制法宝了。”此话一出，叶云有几分失望，不过他还是抱着最后希望问了一句：“你是全都用完了？”这倒没有，还好。月如霜微微摇头，将一个玉瓶取了出来，这里面还剩了几滴。叶云眼前一亮，立马问道：“这可否卖给我？价格好商量。”毫无疑问，他想买下来的缘故，就是想看看造化神炉能否将之重塑出来，所以无论价格如何，叶云都想买下来。却没想到，月如霜直接将玉瓶丢到他面前，笑着说道：“你若需要的话，直接拿去就行了。”啊！见叶云一脸惊讶，他淡笑道：“本来就是因为你，我才能得此龙血，给你分一点也很正常吧。”叶云深吸口气，冲上前道：“如霜，我真的太喜欢你了，快来亲一个。”见此，月如霜连忙用双手把他推开，神色羞耻地道：“你够了，我才不要。”只不过身子还有些酥软的他，有点挡不住叶云，但若动用玄气，又怕不小心伤了对方。就在这时，月如霜忽然脸色一变：“等等，外面好像有人！你别想骗我，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阻止我亲你。”“谁骗你了？好像是你们的圣女来找你了。”“我去！”叶云眼皮一跳，这可比天王老子可怕多了。顿时与月如霜对视了一眼，再看彼此身上还都保持着坦诚相待的样子。行了，赶快先把衣服穿上。经由月如霜提醒，叶云连连点头，也跟着飞快地穿起衣服。而在穿衣服时，月如霜还不忘对外喊了一声：“
洪圣女稍等片刻，本座这就来。此情此景让叶云嘴角微抽，不知为何，他莫名有种被捉奸了的感觉。不久之后，两人整理好衣服与发型，还有个人状态。至此，岳如霜才带上叶云前去开门。果不其然，门口站着的倩影正是红仙儿。岳长老，你们方才在做什么？怎得这么长时间才开门？要说岳如霜也是影帝，整个人极为平静的微微一笑。真不好意思，方才在指点你们这位叶云弟子修炼，正到关键时刻，所以才耽误了些时间。这一番话合情合理，红仙儿不好说什么。在这时，叶云跳出来，神色如常地笑着问道：圣女殿下，您怎么来了啊？顿时红仙儿瞪了他一眼：你还好意思说？我只是在担心你别在人家的地方给惹什么大麻烦。这绝对没有，不信您问岳前辈。这时岳如霜也点了下头，淡声道：不错，他挺懂事的。没冒犯到岳长老就好。红仙儿松了口气，接着恶狠狠看了眼叶云，仿佛在说：你这家伙回去后给我等着。叶云叹了口气，感觉自己要被教育了。这时红仙儿忽然看向岳如霜，想了下问道：对了，我倒也正好有事想与岳长老谈一下。哦，圣女阁下但说无妨。本来以岳如霜在月轮圣地的职位比起红仙儿还低了一些，可是作为月轮圣主的女儿，实际地位跟红仙儿差不多，彼此也就算是同辈了。红仙儿稍加思索，开口道：我想和你说关于那个上古龙种。事情并不复杂，红仙儿很快讲述了一番。在这之后，他还给对方拿出些调查结果，大致就是证明龙种与九幽圣地的关系，以及对方很可能就在月轮圣地的势力范围内。龙种的威胁我们都很清楚，如今他很可能就在你们势力范围内，希望贵圣的与我们暂时联手，将他找出来，否则任由他们发展下去，最先遭殃的就是你们月轮圣地。老实说，对方已经离开古道圣地势力范围，他们哪怕不管都没问题。红仙儿能来谈合作，纯粹是担心唇亡齿寒，也算出于好心了。岳如霜看着手中调查结果，很快柳眉微皱：我要没猜错，你应该找过我父亲，并且被他拒绝了吧？红仙儿坦然地回道：不错，但我还是希望你能从中斡旋一下。闻言，岳如霜继续端详着报告说道：光凭这些就断定九幽圣的与之联合，似乎不太充分吧？更别说什么他就在我们势力范围内，毕竟谁也不能保证这是不是古道圣地的阴谋。比如他们想借此由头，将大量修士散落在他们月轮圣地的势力范围内，一旦发难，对他们就是巨大的灾难。对此，红仙儿轻叹道：你也不是不知道，九幽圣地那些家伙虽无耻，但很谨慎，想短时间内拿到铁证难如登天。虽然九幽圣地和龙种联合乃是他亲眼所见，但问题是要如何让对方相信他所谓的亲眼所见？岳如霜眉头微皱，缓缓道：我自是相信圣女阁下的品行，可现在这点证据确实很难办。看他犹豫的样子，红仙儿心中暗叹一声，整个月轮圣地恐怕也就他能说服月轮圣主了。如果他都拒绝的话，那这所谓的合作注定会无疾而终。就在气氛凝滞时，叶云忽然开口道：前辈，这上面有些内容其实是我提供的。岳如霜愣了下，定睛看向他，皱眉道：此话当真？我发誓，这是我亲眼所见，那龙种与九幽圣地的紫修罗联合在一起，当时我还差点被他们杀了。说着，叶云看了眼红仙儿，若非殿下的传送卷轴，我恐怕就交代在那了。这一番话令岳如霜陷入沉思，目光在两人身上来回打量。许久之后，他深吸口气道：那这样吧，我会说服父亲先发动月轮圣地的力量，尽全力搜寻龙种与九幽修士的踪迹，倘若真有什么蛛丝马迹，再谈这合作如何？闻言，叶云看了眼红仙儿问道：殿下，你觉得呢？虽然并未完全答应，但他能这么做已是让红仙儿感到惊讶了。要知道圣地的势力范围都很大，哪怕只是搜寻一遍也需要花费巨量的资源。现在看来，岳如霜对叶云的信任远远超过自己这个古道圣女。红仙儿深吸口气，对岳如霜点点头道：没问题，那就有劳岳长老了，后续若想合作，随时来我们古道圣地。一定，想来那时就是我们求贵圣的相助了。无妨，毕竟唇亡齿寒。就这样，两女之间的气氛也总算缓和了下来。谁都没想到，这可能影响到两大圣地未来的决议，最后在叶云的撮合下谈成。红仙儿看了眼天色，笑着说道：如今天色已晚，我们就先不打扰岳长老休息了。岳如霜微微点头：两位也早些休息。在道别之后，叶云与红仙儿一同离去了。岳如霜在后面看着他们背影，若有所思。这女人感觉跟他的关系不简单，看来得查一下才行。昏暗的树林之间，叶云与红仙儿并肩而行。
前者望着周围的森林，不由感叹道：“这附近还真是僻静啊。”红仙儿瞥了他一眼，淡淡道：“先别管这个，老实交代，你跟那月如霜是不是早就认识？为什么这么问？”“废话，否则他怎会这么信你？”红仙儿轻哼一声，本来看他都准备拒绝，结果你说亲眼所见，他就立马改主意了。叶云挠了挠头，咧嘴笑道：“说不定是我人格魅力放光芒呢。只是……”红仙儿转脸盯着他，其他事我可以不问，但这件事你必须得说清楚。这是他少有的露出严肃表情，毕竟自家的一个弟子居然能被其他圣地的高层信任，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他们有什么关系。见此，叶云也明白必须得说出些什么。好吧，我交代，我与他算是生死之交。生死之交？红仙儿愣了下，立马问道：“什么时候的事？”“自然是三圣试炼。”叶云为他讲了下三圣试炼的经历，但有关龙血的部分被其省略了，毕竟这要是暴露，月如霜怕是要宰了自己。听完之后，红仙儿既惊讶又恍然大悟，居然还发生过这种事，所以你当初才向我打探月如霜这个名字？正是如此。既如此，你之前为何不说？这我哪敢啊！叶云两手一摊，无奈道：“人家一个超凡巅峰强者要我保密，我要随便说出来，谁能保证我不被大卸八块？”红仙儿柳眉微挑，淡淡道：“哦，那你现在不怕了？这不您非要我说？况且我这现在不是有仙儿你保护吗？”叶云咧嘴一笑，与他凑近了几分，可随后他就避开，轻哼一声：“我有说过会保护你吗？”“啊，这……”叶云懵了，然后一脸哀叹的道：“好吧，那看来我只能投奔月轮圣地，用后半生向月前辈赎罪了。”“你敢？”顿时红仙儿似是有点急了，美眸瞪了他一眼，那表情仿佛在说：“你是我的。”叶云咧嘴一笑，连忙道：“开个玩笑而已，我叶云这辈子生是古道圣地的人，死是古道圣地的死人，断然不会背叛。”“哼，这还差不多。”红仙儿转过脸，脸上露出满意之色。这时叶云抓住机会笑着问道：“那看在我这么忠诚的份上，仙儿不奖励一下吗？”红仙儿沉默了下，接着停下脚步看向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道：“你过来。”叶云愣了下，但还是疑惑的走上前，而红仙儿四下看了眼，似乎在确定有没有人，接着便伸出手抓住叶云的脖子按了下来，随后竟在昏暗的小路上将其给抓着拥吻了一番。突如其来的拥吻令叶云都有些惊讶，本来他就照例打趣下，没曾想对方上来就动真格，而更重量级的还在后面。在松开叶云后，他美眸微眯，缓缓道：“你这次帮了大忙，先预付给你一点奖励，等回到古道圣地后，本座会再将剩下的全部补偿给你。”见他一脸呆滞，紧盯着自己，红仙儿不由问道：“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只是没想到仙儿你会突然对我这么好。”对此，红仙儿则一副浑不在意的样子：“我只是在想，有时候应该给你喂点吃的，免得以后被某些漂亮的女人给骗走，到时候本座修炼就麻烦了。”听着他给出的理由，叶云愣了一下，旋即满脸笑容道：“放心，我永远都是古道圣地的人，希望如此。”红仙儿轻哼一声，接着便向远处走去。“好了，我们该回去了。”“仙儿，等等我！”叶云喊了一声，连忙紧跟上去。天色渐晚，两人也回到竹林，各自回房间休息。躺到床上的叶云心情着实不错，他看了眼手中的小玉瓶，啧，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不仅跟月如霜再续前缘，还收获一个红仙儿的奖励，眼下连龙血也得到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龙血能否被造化神炉重塑出来。想到这，他坐起身来，打开玉瓶，取出一滴龙血，周围的玄气随之暴躁起来。他不由倒吸口冷气，不愧是龙血，哪怕是一滴都这么可怕，怪不得用它来淬炼法宝能有极大的提升效果。想到这，叶云对其伸手喝道：“重塑！”接着耳边就传来个声音：“造化值不足，重塑此物需消耗3000点造化值。当前造化值1850点。”虽然造化值不够，但光是得知能重塑，叶云就心满意足了。造化值不够大不了多攒攒，可要是不能重塑，那就真的没办法搞到大量9阶龙血了。而眼下还差接近1200点造化值，听起来虽然很多，但也就跟月如霜再双修一次多点，想想也没那么夸张。看来之后还是得找机会跟如霜缠绵一番。叶云将龙血收起，打算之后再找机会重塑。他重新躺回床上，思索着后续的打算。首先自然是积攒造化值，重塑龙血，再者就是突破化丹之境，届时无论以后去哪，都将有几分自保之力。然后就是将陈天傲乃至江兰将人给找机会做掉，免得以后继续恶心自己。
至于当下的交流会，眼下与月如霜缠绵的目的已达到，此外他也不奢求能学到什么，就这么安然的过去就行了。但直觉告诉他，这期间恐怕不会太过安生。忽然，叶云皱了下眉头。话说回来，倒是忘记问如霜，白天的那个银发少女究竟是谁了？还记得对方说过晚些会再来找自己，这不会真在哪天晚上爬自己被窝来吧？次日上午，作为导师的月如霜却在来之后将红仙儿喊走，并让他们先自由活动。东方雪等人对此满是疑惑，叶云心知肚明，看样子月轮圣主被说服，喊仙儿去详谈隆重之事了。闲来无事的叶云干脆想离开竹林，在月轮圣地熟悉一番，于是直接换上一身月轮圣地的内门制服，悠哉地离开竹林。说来这身制服还是月轮圣地发放，主要考虑他们身份特殊，免得走到哪都是众矢之的。接着制服，叶云在月轮圣地四处逛了下，很快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不知是不是月轮圣地功法相对阴柔，宗内招收的女弟子数量明显的要多于男修。叶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有不少亮丽的风景线，啧，还真是养眼啊。就这样一路欣赏着美人绝色，叶云不知不觉来到一处僻静的山林之间。这里是……他看了眼周围，在东拐西拐后发现似乎迷路，就打算按照原路返回试一下。忽然之间，附近一阵清脆的剑鸣吸引了他，这是有人在练剑。叶云好奇上前，打算看一下，并且问个路。在穿过2、3个草丛后，映入眼帘是一处极为平整的草地，以及在半空不断飞掠的飞剑。居然还是同行！叶云吃了一惊，这对方明显也主修御剑之术。当望向草地之上那操纵飞剑之人，他不禁赞叹了一声：月轮圣地还真是盛产美女啊！甚至这一次造化神炉还弹了提示声，检测到目标身上存在造化值，请想办法获取。在前方站着的是个白裙女子，个子高挑，身材凹凸有致，其双眸锐利如刀，整个人透露着一股英气。在其高开叉的裙摆下，不时展露出修长玉腿，白皙的让人移不开眼。好在叶云久经沙场，只是赞叹一番，便将注意力都放在其御剑之术上。这白裙女修为在先天巅峰，大概率是月轮圣地的内门弟子。叶云看着半空来去无影的飞剑，暗暗赞叹，没想到月轮的内门弟子中还有这等厉害的女修。对方这御剑之术比起参悟出剑意前的他可都要厉害上太多了。当然现在自己已经掌握剑意，与对方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了。不久之后，白裙女子的飞剑掠过树下，周围数片正下落的树叶，甚至一些树上的叶子也全都被剑气整齐切开。这人好强的进攻性。叶云眉头微皱，这对修行御剑之术的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习惯。他将飞剑召回，口中轻轻舒了一口气。那边的家伙看够了吗？叶云眼看被发现，当即笑着解释道：真是抱歉，师姐的飞剑太过华丽，一不小心就看入迷了。哦，谢谢。白裙女子态度十分冷淡，并未将他放在眼里。叶云也没太在意，只是奔着同行的缘故随口提了一嘴。对了，师姐你太过注重进攻，若是对上同等水平的剑修会吃亏，最好还是改一下。说完他就潇洒地转身而去，想要 cos 扮演一波高人形象。结果还没走出2步，就被白裙女子冷声喊住了。站住！叶云愣了下，转脸问道：师姐还有事？哼，你也修炼的御剑之术，算是吧，略懂一点。既然这样，你来跟我打一场。白裙女子凝望着他，冷哼一声：若是你输了，以后都别再随随便便指点江山。我平生最讨厌别人乱指点，尤其是比我弱的人。看他这样子，典型的自我意识极强，应该是自我意识强到过剩的人。自己喊他一句师姐，就真把自己当成小卡拉米了。叶云一阵无奈，早知道不多嘴了，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叶云也不介意教他做一下人。可以，问题是你输了呢。能说出这话，你是新晋升的内门弟子吧？白裙女子嗤笑一声，淡然道：我要输了，随便你怎么都行。很明显，眼前这家伙还不知道自己是谁。毫不客气地说，放眼整个月轮圣地，他就是华丹之下第一人，而这也正是他绝对的信心来源。闻言，叶云视线落在他的白皙玉腿上，挑眉问道：你确定是怎么都行？感受到他的目光，白裙女子厌恶的冷笑一声：你若真能赢我，我陪你玩一次都可以。当然敢这么放话，还是因为有十足的信心，纯粹就是想给对方一个教训。只是听到他这话，叶云也来了兴致，对其笑盈盈道：你要这么说，那我可不客气了。毕竟谁能拒绝征服一个性格孤傲倔强的仙子呢？叶云身前青光一闪，青霄剑飞出，在他身边欢快地盘旋着。至于说为何不用迎刃，主要觉得那样太欺负他了。
这位师姐，就让你先出手吧。叶云挺有绅士风度，做了个请的手势。见此，白裙女子冷哼一声：“记着，马上教育你的人名叫林梦妍。”话音落下，她纤玉指结印，并向着前方叶云一点：“去！”顿时，她周身的湛蓝长剑化作数道剑影飞射而出，从各个方向直奔叶云而去。啧，一上来就猛攻吗？叶云眉头微挑，也是毫不退让，直接驱使着青霄剑迎上。相较于林梦妍强攻，在他操纵之下的青霄剑不断以防御姿态抵消到来自对方的进攻。顷刻之间，周围到处都是双方的剑影席卷而出的余波，以及剑刃交击时的刺耳声音。此刻的林梦妍已是感受到来自叶云身上的玄气波动，柳眉不由微微皱起。倒是没想到，你居然也是先天巅峰。叶云一边操纵飞剑，一边笑着调侃道：“要是怕了的话，师姐还是早些认输比较好。”哼，我会怕你？这番挑衅的话语令林梦妍眼中闪过一道冷光，双手随之变换印诀，接着在其操纵下的飞剑便以刁钻角度再度袭出，接连不断对叶云发动猛烈的进攻，很快就将他压制住了。随着暂时占了上风，他便轻哼一声：“你这先天巅峰也不过如此吗？”叶云不以为然地笑道：“是吗？你倒是先打赢我再说。”哼，我看你能撑多久。林梦妍美眸微眯，眼下她优势越来越大，可却始终难以真正破开他的防御。明明自己的飞剑速度很快，进攻也很刁钻，可对方就仿佛能预判到他的攻击一样，每次都能精准地将之截下，以至于林梦妍不得不承认，叶云的防御手段很强，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分出胜负了。随着飞剑的持续对轰，叶云甚至有闲心悠哉地调侃道：“我说师姐，您是中午没吃饭吗？飞剑怎得一点力量都没有？”林梦妍脸色微沉，似乎被他激怒：“马上你就能感受到力量了。”只见他身上玄气骤然爆发，化作一缕缕蓝色流光，飞速向着半空的飞剑汇聚而去。片刻过后，就见湛蓝飞剑猛然震颤，周身不断狂涌着暴虐的玄气。只见其剑身之上宛如附上一层森冷的银霜，剑尖则直指叶云。“接招吧，弦月剑诀！”林梦妍神色冷厉，口中轻喝一声。在他开口之时，附上霜寒的长剑骤然落下，宛如一轮从天坠下的银月玄阶剑诀，威力倒是不错。叶云望着银月表示赞许，可之后就轻叹一声：“可惜比我还是差了一点。”说罢，一直保持防御姿态的他猛然对着青霄剑一点，转瞬之间，青霄剑上迸发出激荡的狂风，整把剑都化作青色的龙卷，径直向着前方的银月而去。风灵剑诀，去！看这架势，明显要与之硬碰硬，看得林梦妍轻哼一声：“只是这剑招可接不下我的弦月剑诀。”从玄气的浑厚程度乃至剑诀的气息，对方都要比他逊色了一些，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可令他没想到，当两道攻击正面命中之时，却是叶云的青色龙卷将之银月搅碎了。这怎么可能？林梦妍瞳孔微缩，难以置信地看向青色龙卷。不对，这股气息。直至此刻，他才察觉到在叶云的飞剑之上那一道异常凌厉的气息。很快，他就认出来，并更加震撼了，居然是剑意。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对手竟是在先天巅峰就参悟出剑意的剑道天才。但现在知道已经太晚，由于秉承着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压根就没留什么防御的手段。结果就是他眼睁睁看着青色飞剑势如破竹袭来，最后停在他的脖颈之前。林梦妍呆愣许久，看着面前漂浮的飞剑，轻抿了下嘴道：“我输了。”叶云抬起手将飞剑收了回来，笑着说道：“我说了，一味的强攻在水平差不多的剑修面前的，你很可能会吃大亏。老实说，在不用万灵剑诀和银刃，只动用剑意的情况下，他与对方实力差别并不太大，甚至论实战经验，自己可能还没对方多。奈何他战斗习惯上的问题太过致命，原因想必是因为对方很久都没跟同级剑修交过手了。”这时，林梦妍抬头问道：“你刚刚动用的是剑意？不错，挺强的吧？”林梦妍沉默片刻，深吸口气道：“我这次输得不冤。”随后，他望着叶云问道：“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叶云淡淡一笑，反问道：“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你学到了吗？”闻言，后者轻轻点了下头：“当然，这次受教了。”虽然先前傲气十足，但看这样子也是个能输得起并且愿意学习的人。如此一来，叶云也就觉得没白打，轻笑一声道：“既如此，你继续练吧，我就先走了。”说完，他便转过身，欲要潇洒离去。等等，只是他又被喊住了。叶云一阵无奈，转头问道：“又怎么了？”就见林梦妍深吸口气，提醒道：“我说过，输了的话可以陪你一次。”“嗨，那就是个玩笑而已。”
倒不是不感兴趣，而是身处月轮圣地，叶云还是想着低调一些，却没想到，还没等他说完，眼前的林梦妍就已宽衣解带，一袭白裙落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叶云都愣住了。不是，师姐你干什么？真是。林梦妍嘴唇轻抿，语气格外坚定地说道：我林梦妍向阿里说到做到，既然答应要陪你，那就一定要完成才行。哈！叶云嘴角微抽，纵然是他都被对方的举动惊呆了。问题是，这可还是大白天呢，你要在野外跟我做这些事，就连他都不得不佩服对方的胆识，就不怕被人撞见吗？然后林梦妍就给出了解释，除了我，这附近常年都不会有人来，我们直接做就可以了。好家伙，这……见叶云似是在犹豫，林梦妍轻哼一声道：我一个女子都不在意，你还有什么好在意的？还是说你不会不行吧？这最后的一句话瞬间刺激到叶云，拳头都已经硬了。嘿，我这暴脾气，你说谁不行呢？说着他直接瞪了眼林梦妍，你去那边手扶着树，今天我就再好好教育你一下。半个时辰后，恭喜您获得70点造化值。叶云提起裤子长舒口气，有种得到释放一身轻松的感觉。呼，真是神清气爽。相比之下，林梦妍衣衫凌乱地靠树坐着，呼吸至今难以平复下来。在她脸上的长发已被汗水打湿，看着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不难看出，她这半个时辰被叶云给折腾惨了。这时，叶云看了眼地上的嫣红鲜血，有些惊讶的道：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是处子之身啊。林梦妍恍惚的美眸眨了下，轻声的回应了一下。谁能想到，这出门一趟不仅得到70点造化值，还顺便拿下一位仙子的一血。叶云淡淡一笑，对其问道：怎么样，觉得喜欢吗？林梦妍轻抿着嘴，好一会才开口道：还好，很特别。不得不说，这是他前所未有过的体验。这就是所谓双修的感觉吧，怪不得会有那么多人沉浸其中。闻言，叶云嘴角微扬问道：既如此，咱们再来。此话一出，林梦妍娇躯微颤，连忙摇头道：不用了。看得出来他是真怕了叶云，倘若再多几次，他恐怕会真的死在这里。相比之前傲然的模样，眼下的林梦妍简直就像是被叶云给驯化了一样。好在叶云也不是个喜欢抢球的人，见他求饶，叶云淡笑道：好吧，那你先休息一下。说着，他将一件干净的衣服给林梦妍先盖上了。见此，林梦妍轻声说了句谢谢。他在心中都有点怀疑，眼前这位到底算是好色之徒，还是个体贴的人了？明明在之前那么粗鲁，眼下又如此会照顾人。当然，如果让叶云知道他的内心想法，他可能会这么评价自己是一个为人体贴的好色之徒。随后，林梦妍看向他问道：对了，有些遇见上的问题，能请教一下你吗？此刻的他在吴之前目中无人的样子。没问题，你尽管说。叶云笑着点点头，一副言无不尽的样子。就当是把对方折腾这么惨的一点补偿吧。在这之后的时间，两人就这样在此处探讨起御剑术，尤其是在剑意的参悟上，叶云给林梦妍提供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不久之后，林梦妍猛然站了起来，就连身上刚披的衣服都再次滑落了下来。叶云见此疑惑问：师姐，你怎么了？只见林梦妍都不在乎羞耻，直接当着叶云的面穿起白裙，一副很着急的样子。不多时，他还满是激动地对叶云道：多谢指点，我突然有所感悟，得先离开一下。很显然是刚才叶云的指点正好给他提供了顿悟的机会。如今林梦妍只想赶快回住处，在清洗下沾染污浊的身子后，好好的闭关修炼一下。闻言，叶云淡笑问道：需要我送你吗？不必了。林梦妍微微摇头，立马就向远处而去，甚至都顾不上跟叶云道别了。后面的叶云看着对方走的时候还有点一瘸一拐，心中不禁觉得却有点可怜。我果然还是太猛了，早知道就对他温柔一些了。他轻叹一声，暗暗感慨了下。也逛得差不多，该回去看看了。出来一趟，收获70点造化值，叶云心情十分的愉悦。不久之后，在月轮圣地的某个别院，林梦妍一瘸一拐的回来，旁边有似是认识她的青衣女修，连忙就迎了上来，关切问道：林师姐，您怎么伤成这副样子啊？要知道，眼前这林师姐可是他们那门弟子中的第一人。看着她行动不便的样子，这青衣女修还以为她是被人伤到了呢。虽然好像也确实是这样，对此林梦妍摆了下手道：无妨，只是点轻伤，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哦，那就好。正说着，那青衣女修忽然在她身上闻了下，疑惑地问道：等等，师姐您身上怎么有股咸腥味啊？这气味从何而来？林梦妍自是清楚，脸上不由红了一下，旋即她抿了下嘴解释道：没什么，
就是沾了点脏东西。眼看对方还想再问，林梦妍主动开口，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对了，我妹妹去哪了？看着好像不在这里。提及此事，青衣女修嫣然一笑，解释道：梦雨师姐，这回带人去竹林去了。她去那里做什么？林梦妍愣了下，所谓的竹林，可就是那几名古道弟子的学习及居住之地。闻言，青衣女羞笑着道：这还用说，师姐自然是去挑战那几个家伙，要他们知道下咱们月轮圣地的厉害。此话一出，林梦妍不禁皱起眉头，那小丫头真是太鲁莽了。自从上次三圣试炼之中，对方有位在外门的旧友死于古道弟子之手，对方就一直很憎恨厌恶古道圣地，在得知有交流会后，就一直嚷嚷着要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只是在林梦妍看来，且不论此举对错，光是去挑战不知底细的古道弟子，就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比起他，青衣女修道是自信笑道：我想应该没什么好担心，梦雨师姐也就比您弱一些，再加上去的都是咱们内门精锐，想来就算真打起来，他们也吃不了什么亏。不难看出，他对自家圣地弟子的实力还是相当有信心的。要是在平时，林梦妍恐怕直接就去找他，可眼下正有所悟，他也只好深吸口气道：罢了，这次就先随他吧，希望能顺利打赢。如果在之前，他甚至不会担心对方，毕竟对方是除自己以外最强的内门弟子。可方才一战的落败，不由让他重新想到了一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随后他看了眼青衣女，修正色道：对了，待会我要开始闭关参悟剑道，除非有天大的事，否则都不要打扰我。闻言，青衣女修眼前一亮，连连点头：我知道了。月轮圣地竹林，叶云刚从外面回来，离得老远就隐隐听到前面似乎有修士战斗的动静。奇怪，难道是他们在修炼？不多时，当他回到住处，就见到白纯等人聚在木屋外，附近还有几个陌生的年轻弟子，并且在两边都各自喊着不同的名字：东方师妹加油，梦雨师姐加油。只见人群之中，手持长枪的东方雪正在与一位黑裙女修战斗，后者是一名剑修，主修似是灵活为主的细剑，从散发的玄气波动来看，俨然也是一位先天巅峰。而实际战斗中，黑裙女修凭借灵巧的身法与剑诀，与东方雪打得有来有回，看着倒是相当精彩的一场战斗。不错嘛。叶云在后方观战，赞许的点点头。这黑裙女修的实力虽说远不及刚打赢的林梦妍，但放在古道圣地也算一等一的厉害了。不过说起来，这女修有点眼熟啊。哦对，是她啊。叶云想起来了，就在刚来的时候，人群中对自己露出强烈敌意的黑裙女修就是她。就在这时，林梦雨挑眉道：倒确实有几分实力，可惜我还没用全力呢。林梦雨眼中冷光一闪，口中轻喝一声：八位已影。话音刚落，便见他的身形骤然变快，手中的剑招也愈发凌厉。这是地阶身法。周围古道圣地的几人脸色都为之一变，他们没想到在一个月轮圣地内门弟子身上竟能见到这等级别的身法，而随着其地阶身法的施展，原本的均势瞬间被打破。林梦雨身形接连闪转，很快就拉近与东方雪的距离，使其长枪完全无法施展开。不好！东方雪脸色微变，欲要出枪，却一击落空。紧接着他被林梦雨抓住机会，直接一剑将其长枪打落。转眼之间，剑锋也抵在他的脖子之上。还要打吗？东方雪脸色阴郁，却也只能认了。我输了。见此情形，几名月轮弟子都发出欢呼：梦雨师姐无敌。对此，林梦雨神色傲然，扫了眼古道圣地的几人，冷笑道：古道圣地的弟子也不过如此，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先前的三圣试炼不是很威风，怎么到你们这些内门弟子就都淹了？对于他的嘲讽，古道圣地这边的几人神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可都说不出话来。因为就在刚才，他们每一个人都打过，并且全都落败了。就连驻守的古道圣地长老则也只能郁闷地看着，毕竟这是晚辈之间你情我愿的切磋，输了没什么好说的。而看他们都一语不发，林梦雨一脸得意地嗤笑道：话说回来，你们不是来了5个人吗？还有一个跑去哪了？难不成是怕输躲起来了吗？闻言，东方雪几人都皱了下眉头，别说对方，他们也想知道叶云跑哪去了。毕竟在他们之中，也只有叶云有机会替古道圣地挽回脸面了。就在这时，附近传来一声叹息：在的在的，这不回来了吗？顿时所有人都循声望去，当看到来人，人群中的柳烟惊喜地道：你总算回来了。就连东方雪几人也都不由松了口气，还好这下古道圣地的脸面能保住了。不好意思，有点小事耽搁了。叶云走过来，看了眼周围，疑惑问道：话说回来，你们到底为什么打起来了？
柳烟儿瞥了眼林梦雨等人，轻哼一声，还不是这些家伙主动找来。按照他的讲述，他们本来在驻地修炼，后来就被这几人给找上门说要挑战。他们几人也都是天才，心高气傲，自然就答应下来，结果就是被黑裙女子一人一剑一穿四了。听完之后，叶云点了下头，行，事情我都了解了。这时林梦雨看向他嘲讽道，看这几位的表情，你在他们之中莫非是最强的人？姑且算是吧。叶云点了下头，旋即坦然笑道，若是能打赢我，你就确实有实力横扫古道圣地的内门了。这番话虽然狂傲，但东方学几人都没说什么。的确，从上次的幻塔排名来看，这位的确是毋庸置疑的内门第一，令林梦雨来了兴致，仰了下头道，这样更好不过，不仅能一穿五，还能横扫一人，镇压你们内门弟子。看他的表情，仿佛已经是胜券在握。随即他举剑指向叶云，怎么样，打吗？叶云沉吟了下，望着他傲气的样子笑道，可以，不过我有一个小要求。说，若是我赢了，此后10天你都要在这乖乖听话，给我们做端茶滴水的小丫鬟。此话一出，东方雪等人都愣住了，居然要人家内门天才做丫鬟，叶云这家伙挺会玩啊。林梦雨眉头微皱，但很快反问道，你要输了呢？那我就送你一颗丹药。听了他的好处，林梦雨撇嘴道，丹药？说的跟谁没有一样。闻言，叶云淡淡道，补充一下，我说的是4品无暇破镜丹。说着，他手中光芒一闪，果真是一颗4品无暇破镜丹。顿时，刚刚还不屑一顾的林梦雨惊了，其他人也都倒吸口冷气。不是，叶云他一直这么大手笔吗？4品无暇的破镜丹，这就算对各圣地的真传弟子，也是极其珍贵的修炼资源了。林梦雨自然也被吸引，毫不犹豫地点了下头。好，我答应你。心想，要是有这个丹药，自己突破化丹境界的概率可就大上不少了。随后他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没曾想，叶云看了看他，又看看他身后的几名月轮弟子，忽然想到了什么。话说这几位也是来挑战的吧？几人愣了下，轻哼道，是又如何？闻言，叶云望着5人沉吟了下，说道，你们这位师姐刚一穿4，并非巅峰状态，而我这个人又不喜欢趁人之危，不如这样，你们5个人就一起来吧。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呆住了，就连林梦雨都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此时叶云嘴角微扬，我说我要打你们5个。此话一出，柳烟等人都懵了。虽然知道这家伙厉害，可没想到他竟狂到想要一条5，还都是月轮圣地的天才弟子。就连柳烟都不禁提醒道，这未免太……话音未落，叶云便伸出手，淡笑一声，无需担心，我心里有数。既然敢放出这话，就说明对他而言有着十足的信心。而后他抬头望向对面的林梦雨问道，如何？你们敢来吗？这一番话挑衅的意味拉满了。闻言，林梦雨脸色阴沉的冷哼道，你这家伙未免也太狂了吧，即便是自己一穿4，都还是一个个来，对方居然要一起，真是狂到没边了。对此，叶云轻笑问道，你就说敢还是不敢吧。月轮圣地的几人对视一眼，像是达成某种共识。林梦雨冷声道，我有何不敢？说着，他看了眼周围几人，既然他这么自信，大家就一起上，好好教育一下这个狂妄的家伙。好脸。其余几人本来正愁没有表现机会，没想到叶云还主动送上门来了。顷刻之间，另外4人也都祭出兵刃，迅速将叶云给围了起来。见此，叶云神色淡然地问道，那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当然。林梦雨点了下头，对几人厉声道，动手。虽然占着人多的优势，他依然没给叶云机会，直接率先出手了。其余4人见状，也都纷纷跟着出手，各自都挥舞着兵刃，向着前方的叶云袭去。附近的东方雪等人脸色都不太好看，这另外4人实力也不弱，换做他们上的话，恐怕几个照面就要落败了。小心！东方雪不由提醒一声，只是叶云却神色如常，还笑着说了句，来得好。转眼之间，在他手中陆续飞出5道银色流光，他们刚一出现，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周围袭来的5人飞袭而去。正在进攻的林梦雨等人，眼看着飞袭而来的银光，全都脸色微变，第一时间出手抵挡。直至近处，他们才看清楚，飞来的竟是造型奇特的银色飞剑。这些银色飞剑速度极快，令他们都猝不及防的震退，接着就仿佛有灵性一般，继续追着他们不断穿刺袭来。该死，这飞剑好生厉害！仅几个照面的功夫，
他们就感受到这些飞剑的威力之强。一般的玄技乃至玄器防御，在其面前会被轻而易举地贯穿。其中林梦雨眼力不错，急忙提醒道：“大家小心，这飞剑法宝很可能是玄阶极品。”此话一出，几人都惊了。不是，对方不是先天修士吗？这特么哪来这么多玄阶极品飞剑啊？看每一把的造型，还明显是一套的飞剑，简直见鬼了啊！要知道，他们所用兵刃也都不过玄阶下品，并且叶云能得心应手的同时驱使多道飞剑，也是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小心，大家千万小心！林梦雨只得不断提醒。由于这种私下的切磋，默认都不准动用武器以外的各种法宝，他们根本毫无针对飞剑的办法，只能正面抗衡。结果就是片刻后，叶云竟是凭借着5道飞剑，将他们5个人都压制住了。附近观战的东方雪等人则都瞪大了眼睛，这家伙哪来这么多珍贵飞剑啊？难不成是圣女殿下准备的？很有可能，否则凭他哪能凑出5把玄阶极品飞剑？啧，这下那几名月轮弟子惨喽。正如他们所说，战圈之中，随着一个最弱的人被击败后，其他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跟着遭殃。不一会的功夫，除去林梦雨以外的4人全都被叶云的飞剑击败。至于林梦雨，也被5道飞剑不断围攻，看着也很难翻身了。我说小妹妹，加油啊，争取再多撑一会。叶云一边悠闲操纵着银刃，一边打着哈欠，俨然一副逗小孩的样子，这让林梦雨愤怒不已，咬牙切齿的道：“我看是你该自求多福了。”话音刚落，便见他在5道飞剑的围攻下，竟找准一瞬的机会，8位一影。实际就在被飞剑围攻，林梦雨就在逐渐拉近距离，直至眼下觉得时机成熟，便发动了这突然的一击。只见林梦雨身形一闪，直接冲出银刃的围攻，举剑向叶云直袭而来。5把飞剑又如何？接我一剑！林梦雨迎面而来，手中长剑向叶云直刺而来，在其后面的5把银刃也确实来不及救主了。可没想到，叶云却咧嘴一笑，令他心中感到一丝不妙。果然，就在剑锋即将命中叶云，他忽然感觉左腰一疼，接着整个人就被一股力量轰飞。直至最后一刻，他才看清，那是一把银色飞剑，不知何时从侧面袭来，以剑身将他给拍飞出去。小妹妹，谁告诉你我只有5把飞剑了？叶云咧嘴一笑，看向刚爬起来的林梦雨，后者还想反击，可6把银刃都已到近前，将他给重重包围，再稍微移动就能将他炸成刺猬。至此，叶云笑盈盈道：“怎么还不认输？”灰头土脸的林梦雨看着面前的银刃，像是被抽干利气一样瘫坐在地上。我输了。至此，叶云淡淡一笑，将所有银刃都收了回来。很好，承让了。而古道圣地的长老和弟子全都看呆了，居然真的赢了。关键这不只是一川舞，还是一条舞，两者难度可不在一个维度上。就连几人中的江兰都不由自主吞了下口水。他居然这么强！叶云的实力之强远超他预期，甚至原本的暗杀计划都打算放弃。保险起见，还是等回去之后，让族中长辈出面解决他吧。随着战斗结束，叶云看了眼林梦游，笑道：“话说，别忘了咱们的赌约。”闻言，林梦雨抬起满是灰尘的小脸，轻抿着嘴唇道：“我会照做的。”“可以，那就给你1晚上时间准备，明天一早我要在这看到你。”“知道了。”见此，叶云笑着调侃道：“既然如此，还愣在这干嘛？先回去洗洗你的脸吧。”林梦雨看着他，满脸不甘心，明明就差一点点，都怪这家伙实在太卑鄙，居然还藏了一把飞剑。可眼下既已认输，他也只得对几人道：“我们走。”而后林梦雨便带上几人灰溜溜的离开了。真是自找没趣。叶云看得摇了摇头，接着一转脸，就见所有人正死死盯着自己。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不多时，柳烟等人几乎齐声道：“叶云，你简直是个怪物！”现在他们对叶云的实力彻底服气，这家伙的确能被称为古道圣地内门第一人。人群之中，东方雪望着叶云，袖中拳头紧握，不知在想些什么。在结束这个小插曲后，竹林便恢复一片寂静，而直至夜深人静，红仙儿才回到竹林，撞上还在外面吹风的叶云。见他回来，叶云便笑着问道：“你这个会开得够长啊，进展如何了？”闻言，红仙儿深吸口气道：“此事进屋再说吧，毕竟龙种之事还未向外公开，在这讨论就太张扬了。”不多时，两人来到叶云房间，红仙儿在布下结界后，方才露出一丝笑容，讲述道：“放心，事情谈得很顺利，月轮圣主已决定全境搜寻龙种踪迹。这次找我过去，一方面是为了解详情，另一方面是为他们的搜寻行动提供些意见。如果顺利的话，
3天后就会开始全面搜寻了。叶云眼前一亮，笑着说道：“这么说来，仙儿你此行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吧？”红仙儿微微点头道：“虽有些偏差和意外，但确实也算成功了。在他看来，只要能说服月轮圣地，相信龙种之事就算成功。”随后他看了眼叶云，笑道：“这次也算是多亏了你。”“嗨，小事一桩罢了。”叶云咧嘴一笑，接着想到什么，对其挤眉弄眼的道：“对了，既然这么顺利，您看咱们是不是为了庆祝来一次？”只看他的表情，红仙儿就知道是何意思。事实上，在经过几次双修后，他对此事倒也没多抗拒了。只是眼下他柳眉微皱，提醒道：“这附近还有别人呢。”“这有什么？我轻一点不就行了？”叶云嘴角微扬，虽然每次他都这么说，可实际就是另一种情况了。随后他一脸真诚地望着红仙儿：“仙儿，你就成全我一下吧。”看他眼神之中的炽热，红仙儿有些无可奈何。你这家伙真的就这么喜欢那些事？在他看来，这虽然有趣且体验也不错，但还不至于到沉迷的程度吧。对此，叶云十分坦然地笑道：“那当然喜欢了。”说着，他打量着红仙儿，笑盈盈道：“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仙儿你，试问这大陆之上，又有谁能像我一样有此荣幸呢？”这一番恭维的话，令红仙儿无奈地轻叹一声。不可否认，眼前这家伙倒真是一个会讨自己欢心的人。好吧，那你快些解决，免得被人察觉。要是按照在圣女殿的时候，恐怕一次小半天时间就过去了。见他答应下来，叶云眼前一亮，当即咧嘴笑道：“瞧您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解决？那还不是看仙儿你有没有精力吗？”在说话的时候，他就已凑上前去，双手环在他纤细的腰间，将他轻轻地抱在自己怀中。叶云凑到红仙儿的肩膀上，轻轻地嗅了一下：“仙儿，你真的好软，好香啊！”红仙儿轻抿着嘴，转脸看了他一眼，轻声道：“行了，别光贫嘴了，你想对我做的不是这些吧？”仙儿果然懂我，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就将手落在他腰间的系带上，打算亲手为他宽衣解带。这也是他这几次一直都想做的事情。先前几次的时候，红仙儿总觉得这太羞耻，从而拒绝他，但这一次却没有反抗。不久之后，叶云总算是得偿所愿，接着就准备开始办正事。等一下，叶云愣了下，接着就见红仙儿伸手在房间构筑一层结界。至此，他才望向叶云，脸上略带着几分红晕的轻声道：“好了，做你想做的事吧。”看着面前红发仙子勾人的样子，令叶云吞了下口水，咧嘴笑道：“那我就开始了。”虽然两人很小心，但在一刻钟后还是出了点小意外。起因是叶云的房门忽然被从外面敲响了。听到这动静的两人都不由心神一震，彼此看了一眼对方。“你先关下隔音，我问下情况。”如果可以，他其实想不回应，但又怕外面的人强行因某些事闯进来。听了他的话，红仙儿暂时将结界的隔音效果关闭，并对他点了下头。见此，叶云望向门口，淡淡问道：“谁啊？”闻言，门外传来个熟悉的声音：“我是东方，我有些事想找你，能进屋聊吗？”这声音确实是东方雪无疑。叶云眉头微皱，心想自己跟她没那么熟吧，这女人大半夜找自己能有什么事？可现在圣女就在自己怀里，肯定不能让对方进来，便轻咳一声道：“我这正在忙呢，有什么事等明天再说吧。”在说话间，他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红仙儿，脸上不由露出一抹笑意，似乎是感受到他话中调侃。红仙儿俏脸泛红的瞪他一眼，接着就伸手在他身上掐了一下。嘶！叶云倒吸口冷气，差点没一下坐起来。但在同时，红仙儿脸红更甚，瞪着他低声道：“你别乱动。”就在刚刚，他真的差点就出声了。没办法，谁让现在的处境有一点点微妙呢？就在这时，外面的东方雪似是察觉到异常，疑惑地问了一句：“叶云，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刚才被虫子咬了一下。可我刚才好像还听到有女子的声音。”“有吗？应该是你的错觉吧？”“那可能是吧。”确实，东方雪也不是太肯定。好在之后，他便回了一句：“既然如此，那我就明天再说吧。你早些休息吧。”“好咧，东方师姐也早些休息。”在互相问候过后，东方雪便从门口离开了。只是当他回到自己房间，才有些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奇怪，虫子能咬得动修士吗？与此同时，在叶云的房间之中，东方雪离开后，两人都松了口气，红仙儿也再次将结界展开，总算是能正常说话了。这时，红仙儿柳眉微挑，望向他笑盈盈：“看样子，你的女人缘很不错嘛，连刚认识没多久的小雪都这么晚了找你有事。”虽说红仙儿满脸笑容，语气也很温和，可怎么听都像是在讽刺。叶云轻咳一声，赶忙解释道：“我跟东方师姐完全不熟，
也奇怪他为何这么晚来找我，想必应该是有正事吧。哼，如果是正事，他会这么走吗？红仙儿瞪了他一眼，眼中满是狐疑之色，看这样子似乎是生气了。见此，叶云当即道：仙儿你别生气，我发誓我跟他真不熟。说着还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并正色道：如果你不信，我现在就可以穿上衣服找他去问。只是红仙儿始终冷冷盯着他，半晌他忽然扑哧一笑，之后甚至掩嘴笑弯了腰。叶云认识他这么久，都还是第一次见对方笑得这么开心，着实把他给整不会了。仙儿，瞧你紧张的样子，刚刚只是想到那些世俗女子，想扮演一下逗逗你，不过你的反应还真好玩。叶云嘴角微抽，无奈道：仙儿，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吓死人的？闻言，红仙儿凑上前来，歪头看着他，既然这样，那本座补偿你一下咯。怎么补？还没等回他说完，便见红仙儿身形一转，俯身望着他轻笑道：那当然是月轮圣地某处别院之中。当林梦妍从房间出来，就见到书桌前满脸郁闷的妹妹林梦雨。看她这副表情，林梦妍就猜到了些，走上前问道：怎么，挑战不顺利？听到声音，林梦雨惊喜地看过来：姐姐，你总算出来了。林梦妍点点头道：白日有些领悟，便闭关参悟了下剑道。也就是说，姐姐又变强了。算是吧。林梦妍淡淡一笑，虽然距离白天那位剑修还有距离，但和自己比起来确实强了许多。现在想想，倒是忘了问下对方身份了。那太好了，姐姐，你一定要给替我报仇啊。林梦雨扑上去抱住姐姐，一脸委屈。不难看出她是个对外倨傲，但在姐姐面前十分乖巧的人。白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当林梦雨讲述完经过，林梦妍吃了一惊，她竟这么厉害。说着她想起什么，又问了一句：她用的飞剑是青色飞剑吗？不是啊，是银色飞剑。银色。林梦妍沉吟了下，这么看来应该不是自己遇到的那个人。想到这，她摸了摸妹妹的头，安慰道：我知道了，那等明天我就去会一会他。好。林梦雨欣喜不已，轻哼一声道：到时候一定要狠狠教训一下那个可恶的家伙。竹林之中，叶云的房间。结束后的叶云耳边传来造化神炉的声音：恭喜您获得500点造化值，当前造化值2350点。这样一来，再与月如霜苦修一次，或者是与红仙儿苦修2次，就能重塑9阶龙血了。叶云心情很是不错，对红仙儿咧嘴一笑：仙儿，多谢款待。这时的红仙儿正用手揉着快要丧失行动能力的双腿。听到的他话，红仙儿略带羞愤之色的抬头对其嗔声道：你这家伙不是说要温柔一些的吗？根本就是言而无信。闻言，叶云摊了摊手，振振有词的道：这还不是因为仙儿，谁让你之前那么逗我的呢？你……红仙儿瞪了他一眼，好一会他才轻哼一声道：罢了，看在你这次功劳不小的份上，就暂且原谅你了。嘿嘿，我就知道仙儿不会怪我。叶云凑上前，又将之温柔的搂在怀中，却没有再对他做什么的意思。说来也怪，每次在这种时候，对方都像换了个人一样。被他抱着的红仙儿甚至有种本能的安心感，以至于他有时都在想，如果这家伙能再变强一些，或许与他真的结为道侣也不错。由于担心被人发现他和叶云晚上待在一起，红仙儿在这陪了他一段时间，就先回自己房间休息了。翌日上午，叶云早早的起来，从今天开始，月如霜的教学就正式开始了。而在这之前，有个人倒是先过来了。哟，来得挺早吗？叶云看到过来的林梦雨，对其笑着打了个招呼。对此，林梦雨轻哼一声：本小姐自然是说到做到。闻言，叶云眉头微挑：我说，你见谁家奴婢自称本小姐的？你什么意思啊？身为奴婢就要有奴婢的样子，之后要自称奴婢，听到了吗？你别太过分。林梦雨咬牙切齿地望着叶云，后者不以为然，调笑道：怎么，你要违逆主人的话吗？最终即将爆发的林梦雨还是强压下怒火，低声道：奴婢知道了。叶云嘴角微扬，赞许地道：这才乖嘛，这段时间好好干，若是将我等侍奉的好了，说不定一高兴还能给你点赏赐。是。林梦雨点了下头，压根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就这可恶的家伙能赏赐什么东西？就在这时，叶云思索了下，望着他笑道：话说我这有几分口渴，你就先去劈些柴火，然后再泡壶茶吧。显然他已经真的把林梦雨当成自己的丫鬟了。而林梦雨从小就是天之娇女，何曾做过这些粗活，
可眼下也只能咬牙切齿的应下。我知道了。林梦雨深吸口气，心想就先让你嚣张一会，等我姐姐来了，非得好好收拾一下你。想到这里，他才有些释然地点了下头。奴婢遵命。很好，去吧。叶云这才满意，让他去不远处劈柴烧水了。而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的红仙儿，疑惑地走了过来问道：叶云，他这是？对此，叶云笑着为了他解释了下昨天这里发生的事情。当得知他居然一对5打赢几位月轮圣地天才，不由露出惊讶之色。你竟然这么厉害？那当然。叶云自信地笑道，如今在先天之境，应该没什么人是我的对手了。确实，从他的表现来看，的确能这么说了。不错不错，我果然没看错人。红仙儿莞尔一笑，接着看了眼不远处正劈柴烧火的林梦雨。由于没干过这些粗活，她全程都手忙脚乱，无论是身上的裙子还是白皙的小脸，都沾染上不少的灰尘了。乍一看起来，真的像个底层丫鬟似的，看着都有点让人心生怜惜之意。话说你叫一下她可以，但做太过了，这毕竟是在人家的地方。不必担心，我心里有数。叶云淡淡一笑，示意他不用担心。那就好。红仙儿对他还算放心，这家伙虽说在床上不老实，可在正事上还算挺靠谱。好了，你就在这好好学习吧，待会岳长老就应该来了。至于我的话，得继续帮他们部署搜索方向去。闻言，叶云点头笑道：没问题，仙儿你尽管去吧。随着红仙儿离开竹林，距离月如霜授课的时间就更近了。这时，驻地的其他几人都陆续起床。当他们看到正端着茶壶恭敬为叶云倒茶的林梦雨，都不禁揉了下眼睛。咦，我看花眼了吗？怎地看见林梦雨在给叶云倒茶？应该不是幻觉，我也看到了。这家伙居然真来了，有点意思。几人陆续过来，叶云已是向他们招了下手。快来快来，这可是咱们的小丫鬟亲手劈柴烧火泡出的第一壶茶。随后还不忘对身边的林梦雨叫道：真没眼力劲，没看到有人过来，还不给人家都倒一上杯。林梦雨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之后还是老实地回了一声：奴婢遵命。随后他就照着叶云的吩咐，在附近几张桌子上都倒了一杯茶。当几人陆续坐下，白纯看了眼弯腰倒茶的林梦雨，转而看向叶云感叹一声：林师弟，你还真会玩啊。还行吧，反正咱们来这上课也的确缺个打下手的丫鬟，现在人家自己送上门，为何不用？叶云摊了下手，笑着说道。不多时，几人都喝上林梦雨的茶，别说还确实可以。在这期间，叶云看向坐在自己附近的东方雪，想到昨晚的事情。话说东方师姐，你昨晚找我所谓何事？却没想到东方雪反倒卖起关子，深吸口气道：不急，等晚上我再找你去说。叶云眉头微调，觉得奇怪，但还是点了下头道：那好吧。总觉得这位找他目的并不那么单纯，正思索着，忽然听到不远处女子的叫喊声：梦雨，你在吗？听到这声音，叶云等人都疑惑地望向屋外。这声音是……就在这时，正端茶的林梦雨露出惊喜之色，她当即看向叶云，一脸傲然地说道：不用看了，是我姐姐来了。你姐姐？叶云愣了下，与其他人一同诧异地看向他。这时林梦雨微微仰头，自豪地道：没错，她是我们月轮圣地的内门弟子中毋庸置疑的最强之人。就在昨天晚上，她已经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这次就是来专程帮我教训你的。你这家伙就等着挨揍吧。看着他骄傲的模样，柳烟儿等人都皱起眉头。确实，他们也都听说这月轮圣地的内门之中有个实力断层第一的最强弟子，若是对方找来，叶云还能打赢吗？有意思。叶云眉头微调，正准备起身与应战，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林梦雨问道：等等，我好像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闻言，林梦雨冷哼一声，淡淡道：我姓林，名为梦雨，而我的姐姐则叫林梦妍。林梦妍。叶云听完之后，正要站起来的身子又直接坐了回去。早说啊，那没事了。叶云的举动让几人都一脸疑惑，刚刚不还要去会会人家的吗？怎地突然之间就好像拿捏了所有一样？哼，装模作样。林梦雨轻哼一声，接着便对外面喊了一声：姐姐。奴婢，呸，我在这里。一时之间，林梦雨差点都喊顺嘴了。她的美眸恶狠狠地看了眼叶云，都是因为这家伙。在外面的林梦妍听到声音，很快就进门而来，并一眼看到在门口的林梦雨。当看到他灰头土脸、可怜兮兮的模样，他皱眉问道：小妹，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这时，除叶云以外的几人都惊讶打量着赶过来的林梦妍。
众人在他的身上隐隐能感受到凌厉气息，内心都瞬间警惕起来。这女修的实力恐怕不简单，姐姐，你可算是来了。林梦雨见到姐姐，就像看到救星一样，连忙迎上去，指了下叶云，愤慨道：“都是那家伙，命令我给他们劈柴烧水。哦，我倒要看看，谁敢这么对我妹妹。”整个月轮圣地内门都知道，这对姐妹关系很亲，尤其姐姐还是一个极为护短的人。随即，林梦妍便循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但当看到盘坐在垫子上的中年男修，她神色都僵住了。是你？坐着的叶云则对他露出一抹笑容。不错，咱们又见面了。眼前这林梦雨口中的姐姐，正是昨日她在林中遇到的女剑修。林梦妍一脸惊愕，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对方。先前她还在奇怪，怎的内门忽然有个超越自己的天才，感情就是这家伙啊。此情此景，周围几人也都看懵了。你们两个认识？东方雪等人疑惑看向叶云，心想这俩居然也能认识。后者笑着点了下头，算是吧。真要说起来，自己跟他也是坦诚相见的关系。而林梦妍愣了片刻，转脸看了眼妹妹，你说的剑修就是他？正是。林梦雨点了下头，似乎还没意识到情况不对。在他看来，对方就是自己最后的希望。他抓着姐姐的手，摇晃道：“姐姐，你可一定要为人家报仇啊！报仇！”闻言，林梦妍苦涩一笑，自己也得能做到才行啊。他看了眼叶云，叹声道：“这姐姐恐怕做不到，我远远不是她的对手。”此话一出，众人都惊了。眼前这位不是月轮内门第一人吗？如今居然当着他们的面，直接对叶云主动示弱了。姐姐，这怎么可能？你明明那么厉害。林梦雨一脸不可置信，尤其是对方的形容词还是远远不是对手。对此，林梦延深吸口气，直接将实情道了出来。因为昨日我们已经打过，以我的惨败收场。在那之后，也多亏他的指点，我昨晚才能在剑道上有所突破。于我而言，这位算是半个老师了。当得知了前因后果，林梦雨傻眼了。怎么会这样？东方雪等人则都张了张嘴，脸上写满了震惊。眼前的叶云居然不但大败月轮内门第一人，剑道水平甚至达到能指点对方突破了。白纯吞了下口水，忍不住道：“我去，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这叶云展现出的逆天之处，都让他在考虑，是不是应改换门庭了。在这之后，林梦妍更是对几人行了一礼：“妹妹的事我都听说，是她自行找来挑战，我在此替她给各位道个歉。”接着，他看向叶云，深吸口气道：“另外，多谢阁下昨日的指教。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更别说这位在态度上摆得很正。”叶云耸了耸肩，轻笑道：“嗨，我也没做太多，还是你领悟力比较好。”林梦妍微微摇头，正色道：“您太谦虚了，若非昨日，我在剑道上恐怕还要许久才能突破。”说完，他想到什么，忽然对叶云问道：“对了，我这今后几日不知可否常来此处？剑道上还有些想请教下阁下。”或许是昨天被教训到，使得他不再像往日那般目中无人。他觉得若是多与叶云切磋交流，自己在剑道上的进步会很快。没问题啊。叶云笑了下道：“只是你这总要帮我们做点什么吧？”当然，这理所应当。林梦妍当即点头，似是想到应该做些什么。结果就是当作为导师的月如霜过来时，一眼看到两个正毕恭毕敬侍奉叶云等人的月轮弟子梦雨、梦妍。月如霜见到两人，似是有几分吃惊：“你们怎得在此？”众人见到他来，纷纷起身行了一礼。而林梦雨则有些愤愤的道：“回禀长老，此后几天我们都是叶云的婢女。”哦。月如霜柳眉微挑，瞥了眼叶云道：“让我们月轮圣地的天骄端茶递水，你很会玩吗？”当看到长老一副不快的样子，林梦雨心中暗暗开心。叶云啊叶云，这下看你怎么收场。这位岳长老虽性格清冷，但对自家弟子都很好，想来能替他教育一下叶云。对此，叶云摊了摊手道：“他们两个，一个是赌约输给我，一个是想请教我剑术，让他们做几天婢女很正常吧？”这反问的话语令林梦雨冷笑，这叶云是真当岳长老那么好说话是吧？果然，他接着就看到岳如霜轻哼一声，然后淡淡道：“那没事了，记得别太欺负人家了。”林梦雨满脸惊愕：“不是，这就完了吗？什么时候岳长老这么温柔了？”就连周围其他人也都惊讶于岳如霜的态度，心想他待人也太宽容了吧。看样子传言并不是真的。好嘞。叶云直接笑着点头，接着瞥了眼林梦雨：“愣着干嘛？还不快给岳长老上茶！”彻底被拿捏的林梦雨纵然恨不得把叶云吃下去，可眼下不仅姐姐站在对方那边，就连岳长老也不向着自己，他彻底放弃了。
他咬了咬牙道：“奴婢遵命。”